许琛侧过脸，垂眼看向身前的人，两人贴得很近，不知道是不是刚洗完澡，麒麟整个人都湿漉漉的，呼吸清浅，气息浮在他的颈项，一下一下，像是在故意勾他。麒麟目光迎向许琛漆黑的眼，见他不说话，重复了一遍，想咬。说完还怕许琛不明白，在突出的喉结处轻轻按了按，明目张胆的撩拨，想咬这里。许琛将喉间的作乱的手抓住，声音低哑，麒麟，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他发现麒麟现在根本不会掩饰对自己的念想，要抱要亲，现在还要咬，一点一点将两人之间的距离拉近，直到毫无缝隙。麒麟歪着头，好像听不懂他语气里的威胁意味，还轻身贴着他的颈间的肌肤蹭了蹭，闻着对方身上跟他如出一辙的味道，满意的弯了弯唇。我当然知道我在做什么，可是我们之前不是规定好了的吗？只要不到最后一步，你都会尽量满足我。这是两人得时候就规定好的，他可不能让许琛引下这个福利。麒麟的话让许琛陡然沉默下来，感受着对方温软的身子，他只觉得整个人绷得厉害，全身肌肉都不自觉收紧，像是为了防止自己做出什么出格的事。麒麟感受到手腕上许琛陡然加大的力气，有点疼，却让他嘴角的弧度越来越大。你不说话，我就当你默认了。他被堵在门和许琛之间，一只手被人高高拉起，摁在门板上，身前的人强势的撬开他的唇，攻城略地，唇间的力度让麒麟一下意识到许琛在惩罚他。觉得他不乖吗？麒麟闭上眼，软下身子，不做任何抵抗。许琛果然吻得更凶了，唇舌纠缠间，麒麟感觉自己唇好像被人咬破了。许琛尝到那股血腥味的时候，理智瞬间被拉了回来，可下一刻，麒麟踮起脚，另一只手将他的衣领往下拉，主动又凑了上来，继续。最后，两人坐在沙发上，麒麟碰了碰自己的唇，嘶了一声，委屈巴巴的看着许琛，好疼。许琛目光落在麒麟嫣红充血的唇上，不自在的别过眼，给你涂点药。嘴上好药，麒麟又抬起手腕，指着上面的一圈红痕，这里也疼。许琛将他的手拉至头顶，吻得放肆，根本就没有注意手上的力道。许琛伸出手指，在那圈痕迹上揉了揉，迟疑道，这里也涂点药。麒麟感受着对方的动作，指尖不自觉蜷缩起来。尽管许琛动作温柔，可指腹粗糙，蹭过娇嫩的皮肤，还是不免带来一阵刺痛，其中还夹杂着入骨的麻。麒麟咬了咬唇，强忍着没有收回手，不涂药。他太喜欢这种跟许琛肌肤相亲的感觉，拥抱、牵手、亲吻，甚至更多。也喜欢许琛强硬的对待，再疼也没关系，那只会让他更加深刻的感受到许琛的存在。刚刚被人压在门上，他感觉自己全身的细胞都在站立叫嚣，疼痛对应的似乎是更深的欢愉。他很想更进一步，可他知道许琛不会让，现在的程度已经是两人能做到的极限了。麒麟低垂着眼，许琛并没有注意到他的情绪，想到什么，招手让麒麟坐近一点，脖子不是晒伤了？我吩咐管家买了点药。麒麟下意识就想拒绝，可是又有点舍不得。他看了眼许琛手里的药膏，问了一句，药味道大吗？那他等会要是想抱许琛，他会不会觉得难闻？许琛笑着睨了他一眼，别贫，过来。麒麟不情不愿的挪到许琛那边，还不忘小声给自己争取，要是味道太大，你涂少一点，到时候也不许嫌弃我。许琛看着他低垂着眼，可怜兮兮的，无奈道，没味，也不嫌弃。可他话音刚落，怀里就窝了一个温软的身子，没味道，那我要这样抹。麒麟脸上哪里还有刚刚可怜的小模样，眼里满是得逞的笑意。许琛对于麒麟这样的操作早就习以为常。药涂好后，他看着窝在自己怀里不走的麒麟，捏了捏他脖颈后的软肉，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来我房间吗？麒麟眼珠子滴溜溜一转，勾住许琛的脖颈，在他耳边小声说了一句，下一秒就被人提溜着脖子拉出怀里。许琛弹了弹他的额头，不许他再靠近，坐好，不然回自己房间。
麒麟抿了抿唇，委屈的看了他一眼，没再吭声。许琛见他终于老实，说起正事，指了指沙发后的书架。你也知道我大学的时候是江教授的学生，在他的指导下买了很多相关的资料，有些市面上已经没有了，你可以看看有没有你需要的。麒麟闻言看向那一侧的书架，上面密密麻麻摆满了文献和名著，分类清晰。麒麟一下就看到了之前想去图书馆借却没借到的那一本资料书。他登时从沙发上站起身，跑到书架前，将那本书抽出来，兴奋道：我今天就是去图书馆找这本书，可是被借完了。许周说是要将这本书借给他，可当许琛生气后，麒麟就不打算再跟许周有往来了。这一块的东西他也准备放下，没想到许琛这里竟然就有。许琛看他如获至宝的样子，又从书架上抽出另外几本，你可以先看这2本，比较基础，到时候再学你手上的这本，会好理解一些，有不懂的再来问我。麒麟小鸡啄米似的点头，那我今天就开始看。他总感觉自己跟有了个外挂似的。我要是不在家，你也可以进我房间找资料。许琛指了指书架旁他专门用来办公的地方，这里光线比你房间好，你可以在这里学习。麒麟看了一眼，足够宽敞，他试探问了一句，那可以再放一把椅子吗？许琛愣了愣，不想坐我的位置？不是。麒麟垂在身侧的手紧了紧，有点不好意思，我想坐你旁边学。尽管许琛说下班后的时间都是他的，可他不会这么不懂事。许琛工作，他可以在旁边学习，只要待在他身边就行。许琛听着麒麟迟疑的语气，只觉得心绪复杂。麒麟可以一直黏着他的，这种乖巧让他莫名有点心疼。我等会让管家叫人送一把上来，之后再给你定制一个新的。许琛道，跟我用的一样。麒麟好像很喜欢跟他用同款。果不其然，麒麟一脸惊喜，真的可以吗？他看了看许琛房间的书桌，比划了一下，那放这里，既不会离许琛太远，也不会耽误对方办公。许琛点头，你想放哪里就放哪里。他还想说什么，桌边的手机响了，他看了眼来电显示，嘴角的笑意一下被冲淡很多。阳台，许瀚海明显压抑着怒气的声音从手机里传来，你让你弟去核对数据，他是你弟弟，也是我儿子，你怎么能让他去干实习生的活？许瀚海只觉得离谱。许琛眸光淡淡的，语气平静，他跟你告状了？那他有没有告诉你我为什么这么做？许瀚海语气顿了顿，他怎么了？上班划水，中途竟然还旷工出公司，要不是你的缘故，你以为他还能留在我的项目组？许琛话里不由带上一丝冷意，就算你来，我还是那句话，他想干就得听我的，不然就收拾东西滚蛋。就算最后一句没明着说出口，许瀚海也听懂了。他着实没想到许琛态度这么坚决，你们最近是不是又闹矛盾了？他比你小很多，你让着他点。看来他让这两兄弟住一起的决策并没有让他们关系缓和多少，还又恶化了。早知道他就应该在家里盯着，不该出国。许琛听到他这句话，目光不由落在房间内围着书架翻找东西的麒麟身上，眼神微凝，声音彻底冷了下来，不让。又让他让着许周，他这几年让出多少东西了？许瀚海还真是疼爱自己的小儿子，从大儿子身上一点点地往外扒，生怕委屈了许周似的。以前是他年轻，没这个能力，现在他不会再退让半步。两人最后不欢而散。麒麟看到许琛进来的时候，情绪好像有点不对，问道：是工作上的事吗？许琛含混应道：没必要让麒麟知道他家里的糟心事。麒麟看着许琛蹙起的眉，不由伸手想去将褶皱抚平。当领导肯定要操心很多事，可你别老是生气，气坏身体怎么办？还有，你这样底下的员工是不是都很怕你啊？许琛冷着脸的样子可能唬人了。刚刚进门的时候一脸冷意，将他都吓了一跳。许琛听着他的絮絮碎语，胸口的烦闷散了大半。他拿下眉间的手，淡声道：
我不在乎他们怕不怕我。他知道麒麟不怕就行。行吧。麒麟也没再说，工作上的事他也不太懂，许琛肯定有他自己的管理模式，他只需要将人哄好就行。确定许琛眼底的冷意散去，他也功成身退。你等会是不是要去公司忙了？那我先回自己房间好了。他怕许琛因为自己耽误工作，也怕自己再待下去会忍不住缠着许琛。而对方向来纵着他，许琛看了眼慢吞吞往门口走的麒麟，唇角掠过一抹淡淡的笑意。我今天不去公司。麒麟脚步瞬间停了下来，转头不可思议的看着许琛。真的？许琛看着麒麟瞪大眼，定定看着自己的小模样，突然就想逗逗他。我本来已经让他们将文件发给我，今天在家办公的管家也要拿椅子上来了，可是看你的样子，好像希望我去公司。他做事拿起手机，既然如此，我打个电话说，我等会就回公司好了。他刚碰到桌上的手机，就被猛冲过来的人一把按住。麒麟扑进他怀里，抱着他的腰，嘴里振振有词，说了不去就不能去，大领导要讲信用。说完还怕许琛不死心，将他的手机一下子推得远远的。许琛被巨大的冲击力撞得不由后退2步，稳住身形后忍不住敲了敲麒麟的脑袋，不要老是突然冲过来，要是摔到了怎么办？谁知麒麟丝毫不在意，你身后是沙发，大不了两人摔在沙发里。再说你肯定能接住我。麒麟耍赖的语气让许琛不由莞尔，是，就你有理。他是真的拿这个小东西毫无办法。麒麟见他不再教训自己，仰头软声问道：你真的不去公司了？不会是因为我吧？许琛今天好像一直在陪着自己。当然不是。许琛哪里察觉不到他的小心思，怕他多想，压低声音，语气里也多了一丝疲累。我之前1周工作强度太大了，正好借机休息一下。他说的正经，可这句话要是让公司的员工听到，估计得瞪掉眼珠。他们还是头一次听说工作狂人许总需要休息的。谁知麒麟听到这话，想到什么，耳尖噌的一下就红了，良久才嗡嗡的小声问了一句：那你要现在睡觉吗？许琛看了眼外面大亮的天色，有点没反应过来。麒麟察觉他的视线，抬头，唇角微弯，十分体贴的说道：时间早也没关系，我能睡着的。许琛看着怀里笑得温软的小家伙，额角抽了抽。麒麟还真是毫不避讳。还没等他说什么，房间的门就被敲响，管家的声音响起：大少爷，您要求的椅子送过来了。麒麟一下子就从他的怀里蹦出来，低头看了眼自己稍微凌乱的衣服，下意识整了整。可想起什么，一下子捂住自己的嘴，他唇现在不仅肿了，还被咬破了。之前在楼下看到管家的时候还是好的，这要是被看到，他完全解释不了。就在他思考着要不去哪里躲起来的时候，许琛径直开了门，管家指挥着人将椅子搬进去，位置放好后，目不斜视的离开了。麒麟有点懵，就这？他还以为马上就要露馅了。许琛淡淡看了他一眼，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感觉，解释道：管家不会往外乱说。麒麟松了口气，没注意到许琛的情绪，自己跑过去将椅子摆好，然后将那3本资料放在桌上，开心道：好了，以后这就是我学习的地方了。就算许琛不在，他也要偷偷溜过来在这里学，这样等许琛回到家，他就能第一时间知道了。随你。许琛只看了一眼就别开目光，我去吩咐一下厨房晚上的菜，跟他们说一下你忌口的东西，等会上来。许琛说完就去换了一套衣服，麒麟都来不及阻止。他有点不甘心地看着许琛又被遮住的领口，之前那套睡衣也挺好的，可他想到什么，又摇了摇头，不对，现在这个也不错。他才不想穿睡衣的许琛被别人看到。麒麟垂眸遮下眼底的占有欲，再抬眼，丝毫不显，还朝许琛嘟囔道：还有，我又不挑食，你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许琛正在扣袖口的扣子，闻言抬眼看向他：不挑食？是谁不吃香菜不吃蒜，喜欢吃鱼却讨厌刺多的，肠胃也不好，既辛辣油腻，还不喜欢喝汤。这些还是他跟麒麟吃饭的时候无意间察觉的，
麒麟根本不会主动开口说。许琛的话将麒麟堵了个严严实实，他若落脚便道：“我哪有这么挑？他平时吃饭都是随便吃的啊。”许琛给了他一个你自己心里有数的眼神，就准备推开门出去，却被麒麟一下拉住。等会，你看他语气小心翼翼，生怕被人撞见。许琛搭在门把手上的手紧了紧，淡声道：“别墅里的佣人都不会乱跑，管家现在应该在庭院。许州今天也会加班，没这么早回来。”麒麟这才放心下来。许琛低头看了他一眼，没再说话，开门离开。麒麟也跟着人去自己房间收拾了东西，将常用的学习用品带进了许琛房间。推开门，许琛还没回来。他将自己的东西放好，就忍不住围着许琛的书架转了起来。上面不仅很多经济学相关的书籍，名著也数不胜数，国外的也是全英文。他随手抽了一本，都是被翻阅过的，还做了批注。麒麟勾起唇，能成为那么优秀的人，果然都是有道理的。他又挑了几本跟自己课题有关系的文献，准备回到桌前整理的时候，突然书架角落有一个专门的小隔层，里面放着一个厚厚的笔记本。他好奇的抽出来看了眼，翻开，扉页是许琛的签名。之前在清水市，孙秘书也拿过文件来给许琛签字，他看过很多次许琛的签名，两者相较起来，笔记本上的字迹明显青涩许多，像是很多年前的字迹。他怕触及许琛的隐私，拿出手机给人发了条微信：“书架上有本笔记本，里面的内容我能看吗？”许琛正在楼下窗前抽烟，看到这条消息，想了想，回道：“可以，那是我大学时代跟着江教授的笔记心得，还有一些想法和数据，或许对你现在的课题有启发。”麒麟很快回了一个好，最后依旧附带了一个可爱的表情包。他将手机放进口袋，身后传来管家的声音：“少爷，饭菜马上就好，您要是饿了，可以先吃点水果。”管家将果盘放在客厅的茶几上：“需要也给楼上送一份水果吗？”许琛想起麒麟避之不及的态度，眼神沉了沉：“不用，我等会带上去。”王博应了一声：“好，你有任何事吩咐我就好。”他说完就准备继续去忙，许琛却叫住了他。许琛犹豫半晌，还是开口说道：“王博，我不在的时候，要是麒麟有什么问题，你帮帮他。”王博没想到他说起的还是这个事：“少爷不用担心，就算您不说，我也会的。”这还是许琛长大后第一次拜托他一件事。许琛看着他两鬓斑白的发，随手把烟掐灭了。王博是许家的老人了，几乎是从小看着他长大的，现在一晃也过了20多年。王博其实早就过了退休的年纪，可还是一直守在许家。王博看着许琛心事重重的样子，脚步一转，候在他旁边：“没走，少爷，你有什么烦心事可以跟我说说，或许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帮到你。”许琛眸光闪了闪，看着掐灭的烟升起的寥寥白烟，沉默下来。就在王博以为他不会开口时，许琛却突然说了一句：“王博，我好像走了一条很难走的路。”无论是抢回公司，还是跟麒麟的感情，他都有种抓不住的感觉。王博看着旁边人站得笔直的身影，脑海中却不知怎么浮现出一个小孩缠着他问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的场景。一晃眼，小孩已经长大，肩上扛的担子比谁都多。他看着许琛眉眼间隐隐的疲惫，想起刚刚在楼上的场景，心里了然：少爷，您走的路一直都不平坦，可现在这条路是有人陪着你的。他相信许琛有自己的判断，也觉得许琛这条路并没有错。许琛或许自己都不知道，以前来许宅的时候他的表情有多压抑。前一周许瀚海逼着两兄弟住一起的时候，许琛无论是对着大的还是小的，都是一副冷漠至极的表情，没有一餐饭是在家里吃的，每天早出晚归，两兄弟和睦就是个笑话。而且王博能感受到许琛对许州愈发明显的敌意，跟以前那种漠视完全不同。他一直没想通为什么，现在好像找到了答案。是那个叫麒麟的年轻人。今天许琛不光破天荒早早回了家，唇边还一直带着若有似无的笑意，刚刚甚至还进厨房特意嘱咐了一些忌口的东西，明显都是因为麒麟。他以为许琛会孤独终老，可现在心里明显有了牵挂。
他觉得这是一件好事。许琛听着王勃的话，不由想起下楼前麒麟软软勾着他手指的小模样，眉眼间也柔和下来。我知道他会陪我。他没必要因为对方在人前逃避的小心思而想太多，慢慢来。王勃看到许琛脸色缓和很多，也放下心来，可他想起什么，皱眉道：不过少爷，你真的想好了吗？二少爷，他好像对麒麟很上心。许琛既然敢这样将麒麟带回来，且行事也没有半分遮掩，看来是准备跟许州撕破脸皮。这样的话，许琛可能会直接跟许州背后的许瀚海对立起来。可从这次许琛答应跟许州一起住在本宅就表明，他不会想这么早面对许瀚海。许琛知道王勃在想什么，想起许州的心思，眼里划过一抹冷意。许州现在还有余家压着，不可能这么蠢的将这件事捅到许瀚海面前。许瀚海明显对于许州跟余承承交往的事情很是看好，最近还在筹谋着跟余家这个未来亲家合作一笔大生意。这些许州明显知情，还私下哄着余承承说了很多甜蜜话。有了这些前提，许州就不敢在许瀚海面前表现出对麒麟的一丁点心思。换句话说，许州无论在这家里看到什么，都只能憋着。许琛不由勾起唇，之后的日子想必会很有趣。麒麟自从发现了许琛那个笔记本后，心思就没有从上面挪开。他可以从这上面追溯到许琛学生时代的轨迹，里面记载了很多有趣的小东西，比如江教授上课了的时候，有一个观点阐述的好像有问题，许琛就记录了下来。再可麒麟看到这里就被许琛叫下去吃饭，他急匆匆吃完一碗饭就想上去继续看，可被许琛拦住。许琛让阿姨盛了一碗排骨汤放到麒麟面前，喝完。麒麟皱眉看着乳白莹润的排骨汤，有点排斥，我吃饱了，喝不下。许琛之前没说错，他的确不喜欢喝汤，夏天喝能出一身汗，难受的要命。可许琛只淡淡看了他一眼，你只吃了一碗饭，意思是他不可能吃饱。麒麟眸光一闪，找了个借口，我今天学习任务还没完成，想早点上去。他可太想知道许琛跟江教授的讨论结果了。我下次肯定多吃。他说完就准备站起身溜去楼上，可许琛丝毫不吃麒麟这一套，见招拆招，那就把汤带上去喝。他说完还做事吩咐阿姨给他准备一大碗端上去。麒麟手刚撑在桌子上，刚准备起身，听见许琛的话，一下严严实实坐回去，迅速端起面前的汤喝了一口，差点烫到舌头，手忙脚乱的说：我喝，不要打我啊！许琛真的一点情面都不讲的。许琛见他气鼓鼓的瞪他，不由好笑，什么事这么急？麒麟小心的喝了一口汤，将在笔记本上看到的内容如实告诉了许琛，想到什么，恍然大悟，不对，我可以问你啊，你还记得这件事吗？许琛接过阿姨递过来的排骨汤，回想了一下，点头，记得，你看的应该是我第一次上江教授课的时候。当时年少轻狂，憋了一节课，课间时间立马就上去跟江教授辩论这个问题，教室的学生都凑在旁边听热闹。麒麟见他竟然记得，眼神发亮，急忙追问，然后呢？是江教授讲错了，还是你错了？许琛见他下意识轻身，一脸想吃瓜的小模样，忍不住拿筷子敲了敲他的脑袋，坐好。麒麟吃痛的捂着头，不情不愿的坐了回去，可眼睛还是巴巴的看着他。许琛知道逃不过去，捂唇轻轻咳了咳，无奈道：是我错了，我混淆了一个概念。这件事之后还经常被江教授拿出来念叨，所以他记得很清楚。麒麟吁了口气，我就知道。像是许琛理所当然的说不过江教授。许琛瞧他这胳膊肘往外拐的态度，指着他碗里还剩大半的汤，颇有些好笑道：汤要是凉了还没喝完，就让阿姨给你重新盛一碗。麒麟闻言下意识喝了一口，反应过来自己被人吓唬到了，控诉道：你这是恼羞成怒，伺机报复。许琛没理炸毛的小猫也低头喝了口汤。麒麟见他陪着自己一块喝，心里稍微平衡了一点，也就乖乖把汤喝完了。之后他摸了摸自己
被撑得圆圆的小肚子，有点哀怨的看着办公桌上打开电脑正在工作的许琛。凭什么就他一个人撑着了？许琛回复了一个邮件，一抬眼就看到麒麟躺在沙发上悠悠的看着自己。他问：怎么了？麒麟在沙发上翻了个身，背对着许琛，良久才嗡嗡说道：吃撑了。本来他是可以跟许琛坐在一起学习的，可这撑撑的感觉让他止不住的想乱动，怕打扰到许琛，就只能自己孤零零的坐在沙发上看笔记本。许琛瞧他这自闭的直挺挺躺在沙发上的模样，不由莞尔，起来走走。他是真没想到麒麟只吃这么点就撑成了，难怪这么瘦。可麒麟懒懒的趴在沙发上，显然对他心有怨念，不要，他已经跟沙发合为一体了。许琛见叫不动他，只能上手。他走上前托起麒麟的腰，可麒麟就算站起身，也只是软软的靠着他，还趁机窝进了他的怀里。许琛低低笑了一声，站好，我给你看个东西。麒麟仰头看了他一眼，不过很快窝了回去，懒洋洋道：你肯定只是想哄我，不想让我抱。他又将人圈紧了，我才不会上当。许琛无法，只能抱着人去了阳台。麒麟隐约听到底下的人声，一激灵，立马松开了许琛，怕被人看到一下就跑回了房间。你这是耍赖！许琛哪里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底下的人看不到阳台，而且我带你来不是因为这个。他侧身倚在阳台栏杆边，双腿屈起，姿态闲散的看着底下，嘴角扬起一个很浅的弧度。你过来就知道了。麒麟见他这样子，还是没抵住心里的好奇，走了过去，学着许琛将手撑在栏杆上，往下看，只一眼就被震撼到，底下是一大片花圃，种满了红玫瑰，此时正开得热烈，在夕阳的余晖下映照下愈发娇艳稠丽，美不胜收。一阵微风拂过，麒麟都能感受到底下玫瑰清浅的香气。麒麟侧头看向旁边的人，满是惊艳，没想到这里还种了这么多花，还正对着你的阳台，我看底下还有灯的，晚上开灯从上面看是不是会更好看啊？许琛闻言往底下看了一眼，四散着的确有小灯，晚上可以试试。麒麟点头，看着结，好艳。许琛嘴边也泛起一抹笑，喜欢的话可以去摘一点上来，正好消消食。这样是不是不太好？许琛看着他眼里的心动，将他被风吹到颊边的发顺了顺，没什么不好，这是我妈妈的花园，现在是我在管，没人敢说什么。麒麟怔了怔，他还是第一次听到许琛提起他的母亲。他低头掩去眼底的复杂，再抬眼，脸上恢复之前的轻快，笑意盈盈道：那我肯定要去摘最好看的那几朵，到时候你可别心疼。许琛见他兴冲冲的样子，嘱咐道：记得找管家拿工具。麒麟点头，好，我摘完就上来。王勃听了麒麟的来意以后，明显有点惊讶，少爷让你进花园去摘花吗？麒麟闻言点头，有什么问题？王勃意识到什么，欠声道：抱歉，是花园除了我之外，太久没有人进去过了，我一时没反应过来。他给麒麟递上手套和剪刀，玫瑰的刺很锋利，小心划伤手。两人进入花园，麒麟没有先摘花，而是跑到远处朝上面招了招手。王勃疑惑的跟随他的目光看过去，一下就看到了2楼阳台的许琛。许琛明显也看到他们了，手朝身后收了收，朝他们点了点头。就算他收得快，眼尖的麒麟也一下看到他手上拿着一根刚点燃的烟。他摘下一只手套，给人发了条消息：你又在抽烟，我之前就闻到你身上淡淡的烟味了，不许抽了。许琛从这些感叹号里莫名听出了些咬牙切齿的味道，他今天也就抽了2根而已，还都是背着麒麟抽的，没想到早就被人发现了。现在这根也只是看到玫瑰想起了一点往事，下意识就点上了。现在看到底下低着头疯狂打字的麒麟，那点烟瘾也消了。麒麟见他没动作，又噼里啪啦打了几个感叹号。许琛知道自己再不动，这小家伙可能跑上楼来找他算账，只得掐掉烟，回道：别催了，灭了。麒麟抬眼确定他没撒谎，才收回手机。王勃在一旁将两人的互动看得清楚，笑道：大少爷跟您的感情真好。麒麟听见这话，
心里一咯噔，管家是发现什么了吗？不过听许琛之前的意思，管家是能信任的。他稍稍放下心，就听管家继续说道：夫人生前很喜欢这个花园，红玫瑰是她最喜欢的花，可是自从她去世之后，这里除了我就没人进来过，少爷也不许其他人来这个花园。王勃将麒麟摘下的一枝花放进篮子里。麒麟听着管家话里有话，抿了抿唇，试探问道：请问您说的夫人是许琛的亲生母亲吗？王勃点头：是的，夫人在少爷大2那年就去世了。麒麟摘花的手顿了顿，其实他之前查过许家的背景，在许琛21岁时，亲生母亲病逝，他的父亲许汉海再娶，许州是许琛同父异母的弟弟。网上的资料就只有这么多，可联系到许州的年龄，他明显不是在许汉海再娶后生下的孩子。麒麟不由联想到之前来许家时，许州一家其乐融融的景象。那个时候许琛是在国外，他的家是被许州占了吗？王勃看着麒麟低眉沉思的模样，顿了顿，开口道：你跟少爷一样，叫我王勃就好，我是看着少爷长大的，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他发现许琛跟麒麟之间好像还横着很多东西，而许琛的性子他也了解，闷得很。麒麟看了眼手中娇艳欲滴的玫瑰，这一瞬他心里闪过很多问题。许琛的母亲是正常病逝的吗？许琛是不是一直跟许州不和？许琛在这个家里过得怎么样？这些问题一一在脑海中浮现，他却开口问了另外一个：许琛为什么在他大2的时候突然出国？刚刚他在楼上看到了许琛的笔记上记得满满当当，明显对他所学的东西饱含热忱，甚至他在大2上学期就在某某期刊上发表了论文，是江教授最得意的弟子。他听到过很多传闻，要是许琛还在 A 大，江教授根本不会再找最后所谓的关门弟子，他会尽力培养许琛这一个学生。这样前途光明的许琛，为什么会突然放弃学业出国？王勃没想到麒麟会问出这样的问题，一时哑然。这其中牵扯到的东西太多了。他朝楼上看了一眼，许琛已经回房了。麒麟注意到他的视线，问道：是不能说吗？也不是。王勃摇了摇头，想起许琛对麒麟的态度，也没什么不能说的，这事说起来有点长。王勃招呼麒麟坐在一边的长椅上。许琛出国是在他母亲去世后，当时夫人已经提前将股份转到了许琛名下。夫人应该已经提前察觉到什么了。其实许汉海跟他之间的感情在公司做起来后就变淡了，他一开始并没有在意，很多夫妻最终都会走向平淡，他们还有优秀的儿子，没什么遗憾。可他没想到许汉海会出轨，还在外面养了这么大一个儿子。他一下怒气攻心，加上长久的劳累积累下来的病根，人一下就倒了。他只来得及将自己名下的股份转到许琛手里。夫人给少爷留了遗言，让他毕业后接手公司。当时他在许琛身边，听见夫人字字泣血的诉说许汉海的所作所为，也眼见着许琛咬着牙，手背青筋绷起，悲愤的想冲出去质问，却被夫人拦了下来，斥责他冲动，这样下去只会毁了他的计划。许琛最终沉默了下来，温润的少年变成现在冷漠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许总。麒麟听到管家声音有点沉重，手紧了紧。许琛是在自己母亲离世前知道父亲多年前就出轨的消息吗？那该有多难过，多绝望啊！他光是想想那个场面，就觉得心揪了起来。王勃看着面前的玫瑰花园，陷入回忆中。夫人觉得许州毕竟年纪小，最后她跟丈夫创建的公司肯定还是会落在少爷手上。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许汉海得知他将股份尽数转给许琛后，就隐隐猜到了他的打算。他以许琛还在上学，不会打理股份为由，想让他转出一部分给自己代为保管，再加上许州也是他的儿子，他不能厚此薄彼。王勃想到这里，不由觉得讽刺，他竟然想让许琛将股份跟许州平分，来彰显他的父爱。麒麟听到这里，实在不能接受，为什么？许琛才是他养在身边长大的孩子，再说这股份是许琛母亲留给自己儿子的。许汉海为什么不把自己的股份转给许州？
这也太离谱了。因为少爷现在手里的股份跟他是基本持平的，一旦他的股份被分割，少爷只会更容易上位。当时公司里很多由许琛母亲带出来的亲信，肯定也会支持许琛做这个掌权人。再说许琛太优秀了，许瀚海不想那么早退休。王勃看着眼前玫瑰花上锋利的刺，扯了扯嘴角。许瀚海精明的很，于是他逼着许琛交出股份。麒麟咬了咬牙，心中怒意翻涌，所以他们就把许琛逼去了国外。许瀚海还配做一个父亲吗？他越想，只觉得胃里升起一股熟悉的恶心感，他生生将他骨感觉压下去，手不自觉握紧，玫瑰的花刺穿过手套，扎进他的手掌，他却毫无所觉。王勃，许琛在许氏是不是也很难做？他之前其实有点疑惑，作为许氏名正言顺的接班人，许琛为什么要这么拼命？现在听完这一切，他才明白，许琛不是继承公司，是要夺回公司。况且保不准许瀚海更看重许州。他想起之前许瀚海对许州的宠爱，不由觉得一阵嫌恶，连带着对许州也产生了浓浓的厌恶。不管许州是有意还是无意，他都占据了原本属于许琛的东西。王勃看着麒麟咬牙切齿的模样，拍了拍他的肩，少爷很厉害，公司的事难不倒他。就算他母亲的旧人已经走得七七八八，许琛还是靠自己闯出了一片天。他在许氏也有一点股份，对公司的情况还是大致了解的。我跟你说这么多，只是想让你多体谅一下少爷。许琛这么多年背负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他希望陪在他身边的麒麟能让许琛快乐一点。麒麟听完再也忍不住，蹭地坐了起来，摘下手套，拿着只摘了3朵的玫瑰往楼上跑去。花园再次变得空空荡荡。王勃静静地坐在长椅上，看着面前的玫瑰花海，眼神也温柔下来。一切都会好的。麒麟蹭蹭蹭跑上楼，第一次没有管会不会被人看见。许琛正在处理文件，看到门被大力推开，问道：怎么跑得这么急？我在房间内都听到你的脚步声了。话音刚落，他发现麒麟神情好像不对，眼眶红红的，像是要哭了。许琛不由愣住，他走到麒麟身前，轻轻摸了摸他的发，问道：怎么了？跟我说，我给你做主。他以为麒麟在底下受什么委屈了。麒麟看了看温柔的许琛，不知怎么觉得眼睛愈发酸涩，他想抱抱许琛，可是他手里拿着玫瑰花，怕砸到他。他揉了揉眼，没什么，可能是花太艳了，看久了眼睛也红了。许琛有些无言，这是什么道理？他看着麒麟手里的花，怎么才3朵？不喜欢。他以为麒麟在底下待了那么久，少说也会摘一大捧上来。麒麟摇头，不是。他不知怎么鼻头又有点酸，就是想你了，想早点上来。许琛哪里听不出他语气里的情绪，想接过他手里的花哄哄，可刚低头，却看到麒麟白嫩的手心血迹斑斑，玫瑰花刺深深扎进肉里，而麒麟却像是没有感觉，依旧紧紧捏着花。许琛脸霎时就沉了下来，生气又心疼，他小心的接过麒麟手里的花，麒麟像是现在才感受到手心的疼痛，下意识想往后缩，却被许琛一下抓住手腕，别动，我看看。他将花放在旁边的桌上，麒麟手心摊开，上面还残留着花的倒刺，边上依稀渗着血，触目惊心。麒麟瞪大眼，感觉到掌心的刺痛，有点猛，他什么时候被铡到的？许琛没说话，让人坐在沙发上，自己拿来医药箱。麒麟看到许琛手里的细针，瞳孔缩了缩，下意识就想抽回手。许琛也没拦，就这样淡淡看着他，语气带了丝冷意，想等着发言，然后更疼吗？那样你之后连笔都握不了，更别说用电脑打字了。麒麟缩了缩脖子，知道这次是他大意了，我就是有点害怕，你别凶我。他慢吞吞将手伸了出来，摊在许琛面前，咬着唇，我听话就是，你也别生气好不好？他不想让许琛不开心。许琛瞧着他讨好的样子，不知怎么突然有点下不来手，沉默半晌，他回身从卧室的抽屉拿出一包东西，放在麒麟面前的桌子上，
等会不许哭，消完毒这些都给你吃。语气别扭，像是很不习惯这样哄人。麒麟看着桌上一包大白兔奶糖，眨了眨眼，你房间怎么会有这个？还是开了封的？许琛随口应道，之前路过便利店顺手买的。麒麟若有所思，这些糖应该很甜吧？他想到什么，语气坚定，那我要糖，我才不会哭。之后挑刺的时候，麒麟疼得泪眼汪汪的，可硬是没喊一声。酒精消毒的时候，还是没忍住，伏在他的肩头，死死闭着眼。疼！许琛感受着肩上的颤动，动作轻了点，还是没忍住，哄道：“乖，马上就好。”麒麟又靠近了他一点，含混的应了一声嗯。处理好之后，许琛看着麒麟手上的伤口，沉声道：“以后想要新鲜的玫瑰，让底下的人去摘，你不许去了。”这么怕疼的一个人，到底是怎么把自己扎成这样的？麒麟小声辩驳：“我只是不熟练，手套破了，下次肯定不会了。”他说完，不等许琛拒绝，小心将桌上的几支玫瑰放到早就准备好的花瓶中，还想抱着他去书桌那边。许琛看着他笨拙的样子，抬手拿着花瓶放到了麒麟的书桌前，刚松手，麒麟就叫住了他：“不放我这边。”麒麟指了指另外一边：“放你那边。”说完怕许琛不愿意，急声道：“你那里阳光好，他活得久。”许琛见他又开始胡诌，皱了皱眉，不过还是没说什么，将玫瑰挪到了自己办公桌旁，是他一抬眼就能看到的位置。麒麟又挪了一下角度，保证不会碍着许琛办公后才放下心来。许琛站在一旁，看他忙前忙后，弄好花后又跑回去，从桌上拿了个什么东西，献宝似的递给他：“给你吃。”许琛低头一看，是他刚刚当做奖品给麒麟的奶糖。他看麒麟忍得那么辛苦，以为他是真的很喜欢吃这个糖，没想到第一时间是给他吃。麒麟见他不接，又颇为费力的剥开包装，递到他嘴边，笑得眉眼弯弯：“喂你。”许琛漆黑的眼定定看着麒麟，没接，反而问了麒麟一句：“王伯跟你说了什么？”麒麟明显是在刻意哄他开心，加上在底下待了那么久，却只摘了3支玫瑰，肯定是有其他事情耽搁了。麒麟愣住，他没想到许琛这么敏锐。许琛见他这样子，还有什么不懂？他扫向麒麟伤口遍布的手，接过糖塞到麒麟嘴中。无论他说什么，都不值得你将手画成这个样子，知道吗？那些都过去了，他不需要被人同情。麒麟感受到嘴里蔓延的甜味，垂下眼，闷声道：“知道了，对不起。”他攥紧自己的衣服下摆：“我只是想把糖给你吃。”他想让许琛的生活甜一点，想让他心里不那么苦。可是许琛好像比他坚强多了，他并不需要安慰。下一秒，他的手就被人掰开，许琛怕他蹭到伤口。麒麟低着头，配合的张开手，不过什么都没说。许琛叹了口气，挨了挨他的手背，像是安抚，轻声哄道：“不说你了。”麒麟依旧沉默。他挑起麒麟的下巴，果不其然，麒麟眼眶又红了，满是委屈。许琛抬手，指腹揉了揉他湿漉漉的眼尾，低头感受着对方呼吸间的奶糖味，在他唇角印下一吻：“我觉得现在已经很甜了，有你在，一直都很甜。”接下来的几天，麒麟白天出门去做2个家教课，晚上等许琛一起吃晚饭，吃完后各自回房间。他洗漱好后，会抱着自己的笔记本偷偷溜进许琛房里。许琛工作，他就准备自己的课题报告。2人之间的距离只有1个拳头大小，麒麟偶尔使坏，还会故意去蹭许琛的胳膊，之后往往会得到一个不错的教训。有时候他学累了，许琛也正忙，他就会去逛逛微博，看看自己前一天上传的学习视频底下的评论，跟大家一起交流心得。遇到大家都不懂的问题，他就会求助许琛，再将答案反馈回去。微博的粉丝数量一点点上涨，他也喜欢这种跟网友们交流学习的感觉，将自己的知识分享传递出去，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每天结束后，麒麟回房间前偶尔还能得到一个绵长的晚安吻，这样的日子让麒麟恍惚觉得2人已经成为一个相恋已久的恋人，
白天各自忙碌，晚上甜蜜相守。二楼不知道是不是得了许琛的吩咐，除了管家偶尔上来送东西，几乎无人踏足。这里俨然成为了两人相约的乐土，于是麒麟往许琛房间跑的行为也愈发明目张胆，像是用这个来印证心底的感受。有了许琛的帮助，麒麟准备的课题也接近尾声，他将空闲的时间都用来研究许琛的那个笔记本。笔记本前期都是零零散散的课程总结，后面就是许琛的一些灵感。许琛之前发表过一篇论文，上面最初的灵感来源都记录在这个笔记本上，从最开始的主题选择到中间的过程准备、资料文献的查找以及跟江教授的讨论，论文的脉络在笔记本上一点点被描绘出来，再被填充、润色，最后成为一篇优秀的被某某期刊收录的作品。麒麟将许琛发表的最终成品跟笔记本上一一对应，也像是随着他走完了这一整个路程。他现在才是真正认识到，发表一篇这么高含金量的论文到底需要付出多少努力。许琛的笔记本上关于这篇论文的东西记录了快整整50页，其中也犯过错误，走了不少弯路，最后被他一点点掰正，让论文逐步走向正轨，才有了这么精彩绝艳又不失严谨的文章。麒麟将这篇论文的相关笔记看完的时候是晚上11点，许琛每晚都是让他10点半回来休息，他实在是没忍住，回到自己房间偷偷看完的。这个时候他该睡了，可是他没忍住，又往下翻了一页，之后就到了半夜3点。麒麟看着笔记本记载的东西，感到莫名熟悉，就好像他在哪里看到过，可是半夜他脑子昏昏沉沉，也记不太清。他猜测应该是他在江教授的手稿上看过，或者是最近研究相关的东西太多，让他产生了错觉。许琛这次记录的好像也是一个论文相关，不过只有雏形，看得出主题比上一个论文更加深刻宏大，只是后面笔记本的页数写到了尽头，没了。麒麟刚被勾起兴趣就断了，一脸意犹未尽，要不还是明早起来问问许琛好了，搞不好笔记本还有下册呢。折腾这么久，他最后差不多4点多才睡着，醒来的时候一看已经7点40了，而他的家教课是8点开始。他慌慌忙忙的洗漱完，一边穿鞋一边下楼，嘴里急匆匆道：许琛，今天我早饭带路上吃，你给我拿2个鸡蛋就好，我起晚了，要迟到了，呜呜。可他说了半天，底下没有人回应。麒麟有些疑惑，他之前明明看到桌前坐了一个人影来着，他迅速将鞋穿好，一抬头却跟瞪大眼睛的许州视线撞了个正着。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怎么在这？2个人同时问出口。麒麟后知后觉的闭上嘴，之前许琛跟他说许州在外面也有房子，最近不回来住，他高兴坏了，以为暑假就会这么过去，没想到许州竟然提前回来了。而此时许琛正从厨房里出来，手里拿着帮麒麟打包好的早点，视线落在2人之间，淡声道：早餐打包好了，我送你去家教的那个小区。麒麟毫不迟疑的跑过去接过早餐，是他最爱的小笼包，还配了一杯温热的豆浆。他下意识就想去勾许琛的手说谢谢，却突然想起旁边还有一个碍眼的人，他不得不将手收回来，只得干巴巴说了声谢谢。许琛见麒麟伸到中途又垂下去的手，眼里划过一抹晦暗，不过很快消失。昨晚是不是熬夜了？他伸手蹭了蹭麒麟眼底下的黑眼圈，不是让你必须11点前睡觉？本来身体就弱，不光要从吃的补回来，平日的生活习惯也要健康。麒麟看着许琛，毫不避讳许州，心里莫名有点慌，可听到许琛后，一句声音明显有点冷淡，下意识拉着他的衣袖晃了晃，就晚了一点，不会影响白天补课的。你别说我了，语气中带了麒麟都没有意识到的亲昵。近些天的相处让他愈发喜欢冲许琛撒娇，然后对方就会纵着他，几乎形成习惯了。许州感受着对面2人之间的熟稔，再也沉不住气。麒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之前邀请你来我家住，你明明拒绝了。昨晚他是半夜到的老宅，还是被许瀚海骂回来的，说要是不能打好跟许琛的关系，许琛不可能让他接触到项目的核心，他暑假进公司就完全没有意义。在知道他竟然敢独自搬出去，更是将他骂得狗血淋头，说他蠢。
浪费了自己的一片苦心云云。于是许州只得灰溜溜的回来了，却没想到会在自己家里看到麒麟。麒麟到底是什么时候搬进来的？难道是在他离家的那一天？许州越想越觉得胸口闷得喘不过来气，所以他不光提了个好建议，还给两人创造了绝佳的独处机会。麒麟瞧他气得脸色铁青的模样，有点莫名其妙。许州，这又不是你一个人的家，许琛答应让我住进来了，我就来了，有什么问题？而且我跟叔叔阿姨打过招呼了，他们也同意了。许州一时哑然，他爸妈竟然也知道这件事，全家就他最后一个知道的。他瞧着许州被他堵得说不出一句话，心里莫名畅快，他就是要拒绝许州，然后跟着许琛住进来。现在这个家里，许琛才是最有话语权的那个人。许州攥紧拳头，胸中怒不可遏。麒麟，你在耍我吗？这是他第一次朝麒麟发火，事情的发展太出乎他的意料。麒麟明明对他那么冷淡，为什么在他哥面前就一副乖巧听话的模样？凭什么？麒麟无所谓地点点头，你爱怎么想怎么想。在知道许琛跟许州之间纠葛的那一刻，他心中对许州的最后一点朋友之情也没了。他就是心疼许琛，就是看不惯许琛独自被逼往国外，而许州坦然住进许家，享受本该属于许琛的亲情跟地位。要知道，许琛没有回国之前，他压根不知道许家还有这样一个人，许州的同学也都以为许州是许家的独生子。许州存的什么心思，他用脚趾都能猜到，这样的人简直虚伪又恶心。不管两人之前交情如何，也不管许州对他多无私付出，他都永远站在许琛这边，跟许州之间再不可能跟之前一样粉饰太平。两人注定往后连朋友都做不成。许州看着麒麟敷衍的态度，脸色铁青，下意识上前来想问个清楚，可刚动身，许琛就将麒麟拉到了身后，淡淡扫了他一眼。许州瞬间僵直了身子，他现在还在许琛手底下的项目组，他爸还让他一定要跟许琛打好关系，可现在许琛可没管他复杂的心理活动，低头看向身侧正一脸无所谓喝豆浆的麒麟，弹了弹他的额头，玩上瘾了，不怕家教迟到了？麒麟闻言差点呛到，急匆匆将许琛往外拽，我差点就忘了，快点快点，你送我一程。许琛迟到几分钟没事，他可不行。之后许琛去开车，许州看准机会上前，沉声问道，麒麟，你不觉得你欠我一个解释吗？麒麟喝了口豆浆，侧头看向他，漫不经心道，解释啊？那可能是你邀请我的时候我心情不太好，看到许琛了就突然想住进来了。再说他是你哥，我顺应他的邀请住进来更名正言顺，这下满意吗？他当初要是应了许州的邀请，知道一切后估计得膈应死。许州感觉麒麟话里有话，像是在嘲讽这个家不属于他，他这个外来者没有邀请人的资格。他想到什么，脸色一下煞白，麒麟到底知道了些什么？他哆嗦着唇想解释，可许琛突然在一旁按了按喇叭，推开副驾的门，朝麒麟开口，上车。许州想拦着，可麒麟就跟早有预料似的，侧身转了个方向，轻巧的绕过了他，上了许琛的车。麒麟再一次拒绝了他，跟许琛走了。许州在愤怒的同时还有点恐慌，在他不知道的时候，两人到底发展到什么地步了？另一边，许琛看着座位上专心啃小笼包的麒麟，仿佛不经意间问道，刚刚跟许州在聊什么？麒麟嘴里还塞着吃的，含混回道，教了他一下为人的道理。鸠占鹊巢不是那么有脸的事。许琛嘴角浅浅扬了扬，就算麒麟没有明说，他也能感受到对方语气里的维护。他第一次觉得被人心疼也不是多让人不能接受的事，反正他现在挺受用的。麒麟没察觉到许琛的心思，正在座位上抓紧啃小笼包，啃到一半，他想到什么，愣住，瞪圆了眼，我是不是不该在车上吃东西？这大几百万的车就这样染上了他小笼包新鲜的肉香味，好像有点掉价。许琛颇有些好笑的看了他一眼，味道散散就没了。再说这车除了孙秘书偶尔会坐，也就在你了。
麒麟这才放下心来，将车窗开大了些，满足的将小笼包和豆浆全吃完了。吃完后还不忘朝许琛扬了扬手里空空的袋子，示意自己吃得很干净。许琛将人送到家教的小区底下，揉了揉他毛茸茸的发，称赞道：“很棒。”神情自然，显然对于这样哄麒麟已经十分熟练了。麒麟立马追问奖励：“那晚上我可以要一个晚安吻吗？”之前有一次差点走火，许琛就减少了晚安吻的频率，算起来许琛已经3天没有给他亲亲了。许琛见他眼巴巴的小模样，唇角勾了勾，给人解开安全带：“你要迟到了。”麒麟见他避而不谈，搂着他的脖颈就是不下车：“你要是不答应我，我现在就要强吻你了，提前要奖励。”语气凶巴巴的，生怕许琛不信。许琛感受着麒麟耍赖的力道，有些无奈：“我今晚有个应酬，我尽量早点回来。”麒麟听出他这是答应了，满意地点点头，不过还是没忍住，趁许琛不注意，在他唇上吧唧了一口，然后怕人追究，火急火燎地下了车，朝他摆手，笑眯眯的：“晚上见。”许琛只是拿起手机给他看了眼时间，7点58分。麒麟脸上的笑一下凝滞，反应过来后，拔腿就往小区里面跑。他是真的要迟到了。麒麟最后是卡着点到的，学生的家长都很开明，没说什么。他带的2个高3学生，家教任务很重，对应的报酬也不少。他之间几乎将所有的钱都给了姚佩兰和齐长勇，现在银行卡里只有2万块钱，还是家长提前给他结的家教费。不过他过得依旧无比快乐，少了钱却像是甩掉了什么沉重的包袱，一身轻快。再说他租的房子是年付，不用担心房租。下午麒麟将今天的家教作业布置下去，才有空缓了口气。他拿起手机，发现许周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微信也是一大串消息，他看都没看，直接将许周的全部联系方式拖进黑名单。做完这些，他发现许琛也给他发了个微信消息：“今晚的应酬可能比较晚，别等。”麒麟抿了抿唇，知道晚安吻大概率泡汤了，就算不乐意，却丝毫没有表现出来。好，少喝点酒，他今晚晚点睡好了。不知道许琛酒量好不好，喝多了他是不是应该去照顾一下？想到这里，麒麟一扫之前的萎靡，将家教收尾，准备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先回许家。发现自己将许琛的那个笔记本也带上了，难怪这么沉。他昨晚看得迷迷糊糊，却被那个只有雏形的论文勾得不行，强撑着睡意，想白天问问许琛具体的东西，却给忘了。都怪许周，把他的思路都搅乱了，会气死了。晚上再问好了。他回到许家，许琛跟许周都不在。他先回自己房间洗了个澡，准备继续研究一下许琛笔记本上的东西。可刚看了一会，就头脑昏沉。他今天睡得太晚了。他强撑着精神，先去泡了杯蜂蜜水。许琛应酬肯定会喝酒，既然还特地跟自己说别等，想必饭局很大，得喝不少，提前备着总没错。做完这些，迷迷糊糊在沙发上睡了过去。之后，他是被门口的敲门声吵醒的。麒麟，你在吗？我想跟你谈谈。是许周的声音。麒麟瞬间清醒不少，他现在没心思跟许周掰扯，没回。门口的人见他没应声，就走了。麒麟深深吐了口气，站起身，看了眼时间，才晚上9点，许琛应该没那么早回来。他又去做了个学习视频，放到了微博。结束后是晚上11点。麒麟想了想，下了楼，决定在大厅沙发上等，这样许琛一回来他就能知道，万一他喝醉了，自己也好照顾他。他将自己泡在保温杯的蜂蜜水端下去，却看到王博也还没睡。王博看到麒麟下楼，眼里划过一抹了然的笑意，看来少爷有人等了，那我这把老骨头就去睡了，厨房里有醒酒汤，可以为少爷喝一点。麒麟点头，那您快去休息吧，我会照顾好他的。王博走后，门口没多久就响起了车声。麒麟立马迎上前，果然是许琛回来了。他刚走近，一股浓重的酒气扑面而来。他见许琛脚步不稳，下意识扶住他，
问旁边的孙秘书他喝了多少。孙秘书见麒麟等着，也松了口气。今天的客人有点难缠，一直跟徐总拼酒，拦都拦不住，幸亏徐总酒量还不错，桌前一直稳着呢。也就下来之后走路有点晃，应该睡一觉就好了。许琛也如他所说，像是并没有醉多少，抬眼看向孙秘书，吐字清晰，辛苦了，你回家吧。孙秘书走后，麒麟将许琛扶到客厅的沙发上。客厅只开了一盏暖色的夜灯，灯光不算明亮，却依旧将这片小天地照得清楚。许琛靠在沙发上，半合着眼，抬手扯了扯身前的领带，衣襟散开，往日扣到顶的衬衫口子解开2颗，微微仰着头，突出的喉结清晰可见。不过沙发处略显逼仄，他蹙眉动了动，长腿屈起，黑色的西装长裤下隐隐可见双腿挺拔修长的轮廓，姿态散漫，却尽显身材的优越。就算是醉了，这人身上也有着难言的吸引力。麒麟垂在身侧的手紧了紧，不知道想起什么，悄悄轻身凑到许琛身前闻了闻，只有浓浓的酒味，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香水味。他满意的弯了弯唇，刚想起身，却被人一把扣住腰拉下了沙发。许琛不知道什么时候睁开了眼，看着倒在他旁边睁大眼睛一脸错愕的麒麟，捏了捏他的下巴，又在闻什么。声音慵懒沙哑，低沉磁性的声线一下撞进麒麟耳膜。麒麟脸噌的一下就红了，一是许琛离得太近了，二是他没想到自己就悄悄闻了一下就被人逮个正着。他别过脸辩解道，我就是看看你醉了没有。看起来还没醉，警惕的要命。许琛看着麒麟白皙清秀的侧脸，再往下是修长柔嫩的景象，毫无防备的对着他，宽松的衣领也在拉拽间被蹭开不少，肩头泛着粉，这个角度依稀还能看到精致的锁骨以及边缘的那颗小红痣。之前他在上面留了很深的印子，不过现在早就消了。许琛喉结滚了滚，声音莫名低了一度，洗过澡了？身上带着一阵薄荷清香，是他的沐浴露的味道。麒麟闷闷的嗯了一声。麒麟感受着对方的呼吸扑在他的颈项，烫烫的，还带着不知名的酒味，让他的脑袋也跟着有点晕。他挣扎着想坐起来，可许琛扣着他的腰，不让他动。麒麟意识到，许琛就算动作慵懒，可处处透着禁锢的味道，根本不让他逃。现在的许琛很危险。可是这里是客厅，随时都有可能有人过来，就连王博也是刚刚才去休息，难免会听到什么。麒麟咬了咬唇，抬眼软软的看向许琛，厨房有解酒汤，我去端一点来给你喝好不好？不然明天醒来会难受。这一套果然对酒醉的许琛也很有效，他感觉腰间的力松了，可仅限于坐起身。许琛抬眼看向茶几上的保温杯，那是什么？麒麟没想到他会注意到这个，支吾道，这是我泡的蜂蜜水，不过肯定没有王博准备的醒酒汤管用，我去给你倒那个。他说完就想站起身去厨房，却又被许琛拉了回来。就喝这个。麒麟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许琛将他泡的蜂蜜水喝完。许琛是渴了吗？这么一大杯就一下子喝完了，他还不知道蜂蜜多了还是少了。许琛将保温杯放回桌上，看着旁边傻愣愣看着他的麒麟，唇角勾了勾，你也想喝？麒麟下意识回道，啊？对，他是想尝尝淡了还是太甜了，要是有下次还可以调整，可他没想到许琛会这么给面子，全喝了，像是很满意这个蜂蜜水。许琛看着他迷糊的小表情，将旁边的人拢在怀里，低声问，那要不要尝尝？我还欠你一个晚安吻。麒麟感受着腰间不断收紧的力道，以及对方带着蛊惑的声音，自己也像是喝了酒，脑袋里一团浆糊，将现在两人身处公共客厅的事实抛之脑后。他下意识搭着许琛的肩，仰头凑近，呢喃道，要尝。可就在两唇即将碰到的时候，楼梯口处传来一声震惊又愤怒的吼声，许州，你们在干什么？麒麟如梦初醒，他们被许州看到了。麒麟听到许州的那声怒吼，瞳孔狠狠一缩，之前的旖旎暧昧消失得干干净净，
只剩下无边的恐慌。许州发现他们准备亲吻了吗？他会往外说吗？到时候他的同学、许琛的家人、公司的同事都会知道，麒麟脸上的血色尽数褪去，同性恋并不是一个多被人接受的事情。他从小因为这个饱受异样的目光，他不想长大了也是，也不想让许琛体会到这种感觉。许琛第一时间就察觉到了怀里人的慌乱与恐惧，他扣着麒麟的腰，手搭在他的颈后，捏了捏他颈后的软肉，安抚道：“嘘，他不会往外说的，别怕。”麒麟睁大眼，呼吸沉重，他根本没听清许琛到底说了什么，脑海里充斥着小时候父母对他的谩骂与监视，那些视线跟许州现在的目光重叠在一起，让他止不住的想跑，可许琛的束缚让他动弹不得。许琛，你放开我，放开我！麒麟几乎带上了哀求。他不想被人看到，不想被人知道自己的性向，他的生活明明好不容易才步入正轨。许琛感受到怀里人的挣扎与抗拒，眼神霎时沉了下来。他很想明明白白的在许州面前昭示两人的关系，可麒麟明显还没准备好。他舌尖顶了顶腮帮，可听着麒麟语气里的不安与惶恐，手渐渐松开。麒麟迅速退到沙发另一边，眼神警惕的看着两人身后的许州。许州将麒麟之前的挣扎看在眼里，他脑海中不由浮现出一种猜测：难道是许琛强迫了麒麟吗？按照许琛现在的身份，麒麟的确没什么反抗的余地。他沉声道：“麒麟，是不是我哥逼你做什么事了？你跟我说，我帮你做主。”他之前只看到两人挨得很近，神态亲密，并不确定两人到底在干什么。麒麟听到许州的话，心里陡然一松。许州没看清，他吐了口浊气，解释道：“许琛喝醉了，我照顾他而已，没你想的那些。”可许州根本不信他的解释，没打算继续问他，反而看向沙发上的许琛，语带质问：“你对麒麟做了什么？你对我有意见你就冲我来，动我朋友算什么本事？”麒麟也火了，挡在许琛面前，冷声道：“许州，你是听不懂人话吗？”可他越维护，许州心里那股火越旺。联想到最近麒麟对他的冷淡以及对许琛的示好，他一下就爆了。他狠狠推开麒麟，冲上前一把揪住沙发上人的衣领，恶狠狠道：“许琛，你要是真干了什么龌龊事，我不会放过你。”他将最近的这一切变化都归咎于许琛在搞鬼。自从他回国，麒麟就跟他疏远了，不是他还能有谁？许琛坐在沙发上，明明是受制于人的姿势，他脸色却变都没变。此时听着许州的质问，突然低低笑了一声：“不会放过我？去跟许瀚海告状？”他抬眼看着许州，眼里的不屑没有丝毫掩饰：“你敢吗？”许州的怒气一滞，他不敢。许瀚海要是知道自己因为麒麟而跟许琛闹翻，可能不用许琛出手，他就会先被收拾一顿。而且他怎么跟许瀚海说明这件事？许琛跟麒麟太亲密了，他觉得碍眼，想让两人分开。他自己都觉得荒谬。许瀚海还保不准因为这件事发现自己隐晦的心思。他知道他爸最近筹划着跟瑜伽合作，这个节骨点更是不能出事。他看到沙发上成竹于胸的许琛，双手死死的拽着他的衣领，咬牙道：“你是故意的，故意将麒麟带回家，故意让自己看到两人亲密，却让他什么都做不了。”他想让许琛打消这个念头，可下一秒背上就被人狠狠砸了一下。他吃痛放开许琛，却见麒麟趁机推开他，整个人挡在许琛面前：“许州，你是有病吗？趁你哥喝醉欺负人，你要是敢再动他一下，别怪我不客气。”他手上还拿着刚刚砸他的保温杯，看他的目光像是看什么仇人。许州感受着背上的剧痛，知道麒麟根本就没有留手，是下了死劲打的。他脸色铁青，想解释自己根本就没有动许琛，可被麒麟护在身后的人突然咳嗽一声，声音沙哑：“没事。”麒麟眼神一下就变了，都顾不上拦着他，立马回头看许琛，紧张道：“许琛，你没事吧？”麒麟看着许琛平日整洁的衣领，此时皱巴巴的，脖颈也被划出了几道红印，对许州的怨恨更深了。他转头恶狠狠的看着许州，警告道：“许州，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解释，
我跟许琛之间发生的一切都是自愿的，我不需要你给我做主，而且我也不想跟你做朋友了，希望你以后跟我保持距离，今后碰到就当陌生人好了。许州没想到他只是扯了一下许琛的衣领，就引来麒麟这么绝情的话，你要跟我绝交？可麒麟没理他，自顾自的扶起许琛，想带他上楼。许琛此时像是真的醉了，将全身大部分的重量都倚在麒麟身上。麒麟稳住身形，手扶在许琛的腰上，看着许琛紧皱的眉眼，愈发心疼，哄道：我马上带你回房间休息。许州看麒麟对许琛体贴备至的态度，手忍不住握紧，想说什么，却见靠在麒麟身上的许琛突然侧脸看向他，目光幽深，嘴角却掀起一抹近乎挑衅的弧度，仿佛在说：瞧，他是我的。许州再也忍不住，就想上前两人分开，可客厅的灯突然大亮，王勃站在开关处，看向大厅里的三人，惊诧道：发生什么事了吗？刚刚声音很乱。王勃见许琛醉成这样，身形单薄的麒麟明显有点吃力，他下意识就想去将人接过来，可麒麟不愿意，他想亲自送人回房间。王勃哪里看不出他的心思，劝道：大少爷醉成这样，您扶着他上楼会很费劲的，还是我来吧。您跟二少爷还是赶紧回去休息比较好。麒麟抿了抿唇，最后还是将人递给了王勃。他要是继续跟许琛待在一起，许州难免还会纠缠，这场闹剧也该画上一个句号了。于是他眼睁睁看着王勃将许琛送回了房间，而许州像是还想对他说什么，却被他咚的一声关在了门外。他隐隐察觉到了许州对他的心思，可他能保证自己没有对许州表露过性向，为什么许州有了女朋友还会来纠缠他，还一直打着朋友的名号，差点将他糊弄了过去。他皱紧了眉，感觉今天发生的事像一团糟乱的丝线，密密麻麻的缠在一起，怎么都解不开。可能是因为下午睡过一觉的缘故，他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麒麟看着窗外透进来的明亮月光，忍不住想，王勃有没有照顾好许琛？他喝了那么多，自己洗澡洗漱是不是很不方便？按照许琛的性子，肯定不会让王勃帮忙，那他自己怎么搞定啊？不会在浴室摔倒吧？麒麟越想心越躁，下床，在月色中悄悄打开了房门。相比于麒麟屋内皎洁的月光，许琛室内一片黑暗，窗帘拉得严严实实，透不进一丝光亮，只有门外的夜灯透过门缝露出一点微弱的光。室内沙发上依稀坐着一个人影，手搭在麒麟经常窝的那个角落，神情疲惫，不知道坐了多久。许琛揉了揉眉心，酒精让他的思维比往日迟钝很多。在许州出生前，他其实早就听到了楼梯处传来的脚步声，从2楼下来的只有可能是许州。可他没有出声提醒，反而诱惑麒麟主动吻他。他早该明白为什么跟麒麟在约的时候，麒麟会提出那样的要求。我希望我们的关系不被任何人知道。麒麟害怕被人知道他的性向，以前的经历让他恐惧自己再次成为他人眼中的异类，无论是约还是跟他亲密靠近，都是麒麟寻求认同的一种方式。他想被人承认，还是万无一失的那种。今天被许州发现，估计将他吓坏了。许琛搭在沙发上的手指动了动，他不该那么急的。不过不得不承认的是，他特别喜欢看麒麟在许州面前全心全意维护他的模样，这让他很清晰的感受到，在麒麟心底，他比许州重要的多。平日他面上再不显，可他心底清楚，他很介意麒麟跟许州的过往。每次只要他们在一起，他就控制不住心底的妒意。今天在酒精的放大之下，他有种想不顾一切想将两人公开在许州面前的冲动。甚至在麒麟想推开他怀抱的时候，他放在对方颈间的手下意识收紧，想将人拉回来，在许州面前落实这个吻。不过最终他还是没舍得。许琛呼出一口气，将心底那股念头强压下去，准备起身，却看到门口处多了一小片阴影，紧接着是一阵熟悉的像猫一样挠门的声音，又小又轻。他就隔着门板看着门口的小东西，像是蹲了下来，又小声的挠了几下。麒麟见没有人应，在心底安慰自己，许琛可能睡着了，但是这么短的时间内
他就睡了。该不会真的在浴室碰到什么危险了吧？要是滑倒碰到头了怎么办？麒麟越想越急，就在他准备拍门的时候，眼前的门突然开了一个小缝。他懵了，门没关。是他之前的力气太小了吗？麒麟试探性的用手勾住门，轻轻将缝隙又推大了一点，内里寂静无声。他站起来，侧身往里探头看去，还没看清什么，腰被人突然往里一带，整个人被拉了进去。门砰的一声又合上了。室内一片黑暗，麒麟再次被压在门上。许琛将头埋在他的颈项，低低笑了一声，抓到了。麒麟这才反应过来，那开了一条缝的门就是为了引诱他主动进来。喝醉后的许琛怎么这么多花样的？他推了推身前的人，可他被抱得很牢，身后是厚实坚硬的门板，腰也被束缚住，颈后搭了一只手，两人贴得很近，他无处可逃。鼻尖满是酒味，其中掺杂着一丝冷冽的熟悉味道，没让他更清醒，反倒让他也有些晕乎。许琛压得他好紧，他能感受到对方的手在他颈后若有若无的轻轻拂过，颈间也是对方的呼吸，又热又闷，一下一下扑在他的皮肤上，让他不由想缩起脖子。可他刚一动，后颈处的手就收紧了。想去哪？不是来找我的。是他熟悉的嗓音，却带了一丝难言的沙哑压抑，像是他的出现勾起了许琛的其他心思。麒麟后知后觉的感觉到了危险，他眨了眨眼，没再躲，反而抬手搭在了许琛的肩上，小声道：“我只是怕你喝醉了，行动不方便。”可现在许琛制住他这么轻松，丝毫没有什么醉酒后的不便，是他自己傻乎乎的送上门来了。不过他这句话明显取悦了许琛，闷笑一声：“我还以为你是来讨要那个未完的晚安吻，看来是我想错了。”说完做事就要松开麒麟，却被麒麟一下勾住脖颈，急声反驳道：“没错，晚安吻也要。”他差点就忘了这一茬。许琛低头感受着对方软软的呼吸，以及身上薄荷的清新味道，问：“想怎么样？”麒麟愣住，这还能怎么样？许琛好像话里有话，果然醉酒后的人格外难懂吗？不过他没心思管这么多，垫脚在许琛嘴角舔了舔，酒味扑面而来，让他愈发晕晕乎乎的。他酒量明明不错的，可现在光是闻闻气味，就感觉身子软的站不住脚，还得许琛扶住他的腰才能稳住身子。不过醉酒的许琛真的好美味，任由他动作。麒麟舔了舔他的唇缝，软声道：“之前在楼下我不是故意推开你的，我只是太慌了。”当时他推开许琛后，许琛就沉默下来，直到许周过去找茬才开的口。他能感觉到许琛对于自己的推拒的淡淡不满。他讨好的用牙齿轻轻磨了磨许琛的下唇：“你不要生气好不好？”许琛感受着唇间的如湿，目光很沉，放在麒麟腰间的手不自觉收紧，直到两人之间毫无缝隙，才开口：“没生气。而且许周就算知道什么，也不会将我们两人的事情说出去。”麒麟睁大眼：“真的吗？是因为于程程？”他能猜到一些，可是从许琛这里得到答案后，心更加安定。许琛在他指腹在他颈后的皮肤上摩挲几下，应道：“许汉还很看重跟于家的关系。”许周也想凭借这一点在公司站稳脚跟，当然不会这个时候将麒麟抛出来。麒麟点点头，刚想说什么，却发现自己好像不知不觉整个后背都贴在了门上，身后的木板冰冷又个人，与之截然不同的是身前的人，就算隔着两层布料，他也能感受到对方的体温，都快将他也烫红了。明明刚刚说话的声音还那么稳，他在心底刚刚吐槽完，那人就开口了，声音依旧淡淡的，不继续了。麒麟知道他在说什么，唇角翘起，嘟囔道：“仰头亲好累。”话音刚落，就见身前的人微微低头，两人鼻尖相对，呼吸渐渐融合在一起。麒麟没忍住，下意识在他唇上啄了啄。许琛勾了勾唇：“现在不累了？”麒麟尝到滋味后，含混的应了声，凑近吻了过去，舌尖刚要撬开许琛的唇，
耳边却突然响起了2声嘟嘟的敲门声。麒麟，你睡了吗？是许州。麒麟意识一下回笼，是许州在敲他的房门。不过他跟许琛房间挨得近，他现在被压在门边，就像是对方在他耳边说话一样。他下意识想退开，可许琛放在他颈后的手用力将他压向自己，落实了这个吻。许州对旁边房间内发生的事一无所觉，他看着眼前紧闭的门扉，表情有些痛苦。麒麟，我们谈谈，为什么你突然就要跟我断绝关系了？我做错什么了吗？他的手撑在门上，一脸不甘心。我哥要是真的威胁你了，你告诉我，我肯定有办法的。麒麟浑浑噩噩的听着耳边的碎语，室内却是2人纠缠的沉重呼吸。许琛吻得太凶了，他只来得及发出一些隐约的呜咽声，就被人尽数吞了下去。他的脆弱的脖颈被许琛拢住，只要他稍微往后退一步，许琛就惩罚性的收紧，给他一种窒息的错觉。他只能下意识的攀着眼前的人，妄图从唇舌间汲取更多的氧气。他好像真的被威胁了，我其实下午就来找过你了，只是当时你不在。许州的声音继续响起，我本来想跟你道歉的，我早上不该凶你，你知道的，那不是我本意。我们认识的这几年，我从来没有对你大声过，这一次是我没控制好脾气，你原谅我好不好？他以为麒麟跟他断交，可能是早上他发脾气惹到他了。麒麟在室内恍惚的听着，可对方的话被掩盖在室内湿濡的唇舌交缠下，还有2人的吞咽声，他整个人都软在许琛怀里，根本没有精力去分析许州到底说了什么。许琛扶住怀里不断往下滑的人，感受着对方愈发清浅的呼吸声，终于放开了他的唇。麒麟像是还没反应过来，下意识又循着他的唇找来了。许琛偏过头，麒麟吻在他的下巴上。麒麟不明所以的抬头看着他，又按着他的脖颈，想要继续。许琛笑了一声，擦了擦麒麟唇角溢出的口津，呼吸。麒麟这才感觉到自己胸口憋得慌，大口的吸了一口气。他竟然又被许琛吻得忘记换气了，他羞恼的窝在许琛怀里，可许琛明显没打算让他逃避，抬起他的下巴，不轻不重的捏了一下。他下午来找你了，他一直没跟你发过脾气。语气依旧带着笑，却让麒麟直觉的感觉到危险。腰间的手若有若无的摩挲着，透过薄薄的布料传来一阵阵酥麻，可对方却拖着他的身子，将他卡在自己跟门板之间，让他只能被迫承受这种痒意。麒麟知道自己的腰肯定红了一圈，唇也肿了。醉酒后的许琛格外的凶，会压着劲磨他，一点都没有平日疼惜他的模样。他抿了抿唇，有点委屈，没有开口。不说。许琛温柔的亲了亲他的侧脸，也行。之后，麒麟就听见了一声门锁打开的咔嗒声，在寂静的黑夜里格外刺耳。麒麟瞪大眼，却见许琛伏在他耳边，笑着说道：“那我开门了。”语气里甚至又重迫不及待的味道，像是他期待这种场景很久了。麒麟一下按住他开门的手，妥协道：“他下午是找过我，不过我应声。”接着他讨好的在许琛怀里蹭了蹭：“你不在，我不会跟他说话的。”许琛怎么这么慢，容易吃醋的，还会变招法的威胁他了？就这么在意许州吗？许琛像是听进去了他说的话，收回手，不过也没锁上门，又问了一个问题：“听说你们之前住一个宿舍？”麒麟心里一咯噔，他支支吾吾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他正想找一个借口搪塞过去的时候，耳垂突然被人咬了一口。好好说。麒麟身上的力气仿佛一下被抽干，耳边是如诗的响声，让他心理防线瞬间崩溃。我之前一直在努力学习，独来独往，直到许州发表了那篇论文，我才注意到他。他费力的抱着许琛的脖颈，不让自己掉下去。之后我就搬出宿舍了。同一个宿舍的时候，我跟他没有说过超10句话。麒麟被欺负的声音都带了隐隐的哭腔。你别，许琛怎么可以这么坏的？他断断续续的说完，许琛才放过他，在他唇上安抚的吻了吻，感受着对方下意识的配合，将软成一团还止不住往下滑的人往怀里带了带，抬手擦去麒麟眼角的泪，这样就哭了。又娇又嫩，之前是怎么敢勾他的？麒麟也知道自己太敏感了，有点恼，趁着许琛不备，一口咬上眼前的喉结，
坏心的磨了磨。下一刻，他听到许琛唇间溢出一声短促的闷哼，他身上本来放松的前置一下收紧，整个人被砰的一声压在了门板上。麒麟吃痛的皱起眉，还没来得及开口，就被封住了唇。这个吻比刚刚更急，麒麟只来得及拽住许琛的衣领，仰着头承受。身前的酒气浮浮沉沉，像是在诱谁一起沉沦。麒麟感觉自己的脑子一片混沌，呼吸间满是许琛的味道，被他吸进身体里，又吐出来，直到全身上下由内而外都染上对方的气息。哥，麒麟在你房间吗？许州的声音在耳边炸响，让许琛的动作一下停了下来。麒麟不满地拉着他的衣领，明显已经沉浸在这片绵密的亲吻中。许琛眼神暗了暗，听着怀里人湿软的吐息，在他唇角安抚的吻了吻。许州在门外，麒麟脑子有点转不过来，迷蒙的睁开眼。许州其实本来是想离开的，可是刚挪步，就听见旁边许琛的房间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像是什么东西撞在了门上。他看着面前一直没有回应的房间，想到一种可能，麒麟会不会在许琛那里？可在他问出话后，门后又安静了，只不过隐约又好像能听到声音。他又问了一遍：麒麟，你在里面吗？麒麟听到这声音，慢慢清醒过来，可许琛没给他这个机会，按了按他的喉结，不轻不重的刮了一下。麒麟抖了一下，差点叫出声，却被人及时堵住。许琛听着门外许州急切的声音，之前深埋心底的念头破土而出。麒麟只能是他的。麒麟被身前的人逼出几声呜咽，许琛又在咬他了，可是他好喜欢。他在浑浑噩噩间听到许琛在他耳边低低问道：我们现在在干什么？麒麟恍惚回道：在接吻。喜欢吗？麒麟感受到自己的裤子好像被拉开了，他眨了眨眼，喜欢。可下一瞬他就忍不住呜咽着咬上了许琛的肩。多喜欢！耳边的声音像是什么催化剂，麒麟感觉自己要疯了，整个人颤得厉害。喜欢，喜欢，好喜欢！他喜欢许琛的触碰，喜欢跟许琛做这样亲密的事。许琛听见麒麟这粘稠娇软的叫声，突然改了主意。这声音麒麟只能叫给他听。他刚想将人抱离门边，麒麟像是有所察觉，用尽全身的力气抓住他，靠在门板上喘着气开口，语气很轻，却格外清晰：喜欢许琛，最喜欢了。室内昏暗，麒麟被抵在沙发的一角，小腿无力的搭在沙发的边沿，脚尖将将挨到地上的毛毯，微微晃动，像是想要借力，却怎么都触不到底。这种无意的感觉让他只能攀紧身前的人，脸上表情痛苦又欢愉。许琛，许琛，对方手底的动作让麒麟只能胡乱的叫着他的名字，声音跟人一样软，从喉间溢出碎碎低语，缱绻甜腻。许琛撩开他额上汗涔涔的发，鼻尖相抵，听着麒麟口中无意识的呢喃，唇角勾起：叫我做什么？麒麟身子颤得厉害，呜咽一声，没忍住又咬在了对方的脖颈上，之后好像发觉自己下嘴有点狠，下意识的用舌尖舔了舔，仰头吻了吻对方紧绷的下颚。喜欢，喜欢什么？麒麟感受着底下加快的频率，嘶了一口气，别！他整个人都绷得紧紧的，手陷入许琛的发里，不知道该推拒还是拉近。喜欢什么？许琛又重复了一遍。喜欢你，喜欢许琛。麒麟几乎是被逼着，颤抖着说出这句话，在发觉对方动作轻柔很多之后，像只被驯服的小猫似的，耳鬓厮磨的蹭着他的脸，声音带着哭腔：别欺负我了。许琛感受着怀里软成一滩水的人，眼神很沉。窗帘没有拉紧的缝隙透出丝丝月光，倾泻在两人身上。许琛能看到麒麟颤抖着扬起脖颈，线条流畅好看，皮肤上汗涔涔的泛着光，衣领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拉开，脖颈、肩头乃至锁骨上面遍布红透的吻痕，衣服下摆不知什么时候卷了上去，露出白皙柔韧的腰，被他拢在手心。饶是整个人都被他掌控，麒麟嘴里依旧亲密的一遍遍重复的叫着他的名字。许琛，麒麟感觉对方的动作突然停了下来，抬头不自觉撞进对方漆黑的眼。
许琛的衬衫依旧穿得好好的，乍一看依旧是那副沉稳禁欲的模样，可又有点不一样。对方的目光很暗，像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漩涡，想要将他一起卷进去，然后一点一点吃掉。麒麟觉得这样的许琛简直要了命的性感，他忍不住舔舔唇，软声道：许琛，我可以的，我准备好了。他想要继续下一步。许琛看着怀里坦然接受他的人，眼神晦暗，没有回应。麒麟根本就没有准备好。动作间，麒麟根本无暇去做其他的事，喉间溢出一声声破碎的低吟，他自己听到都觉得羞耻，手背抵在唇上，想挡住那些声音，可许琛像是早就料到了他的动作，俯身吻住他的唇，将他细根低吟堵在唇舌之间。唇上跟底下一样凶，麒麟只感觉脑子里乱成一片，只能依附于身前的人。最后他下意识绷直身子，小腿无力的踢蹬几下。那一刻，他听见许琛呼吸沉重，附在他耳边哑声说了一句：下次真的准备好了再说，不然我会当真。麒麟那时脑子完全放空，根本无暇去思考许琛话里的深意，只能呜呜的发出零散的音节，彻底泄了力。第二日，麒麟浑浑噩噩的醒来，下意识去勾身边的人，可却扑了个空，旁边的被窝早就凉了。他揉了揉眼睛，看了眼四周，发现这不是他的房间，昨天他好像直接在许琛房里睡过去了。床头柜上贴着一张纸条，字迹遒劲，给你家教请了假，醒了记得吃饭。许琛他抱着被子，闻着鼻尖熟悉的冷冽气息，突然有点想赖床。只不过从窗帘缝隙处透出来的明亮日光，让他意识到现在时间不早了。他连连不舍的在床上打了好几个滚，才回了自己房间。一回去，他第一时间去洗了个澡，昨天在许琛房间只简单的清洗了一下，就累得睡过去了，现在得补上。洗完澡后，他看着镜子里自己脖颈处和肩头的吻痕，以及唇上的红肿，想到什么，脸上不自觉染上一层绯色。昨晚好像玩的有点太过了。他摸了摸自己锁骨处的那颗小痣，周围全是细密的吻痕和咬痕，过了一夜，还是轻轻一碰就疼。当时太混乱，他根本没注意许琛到底亲哪了。现在想想，对方好像在这里流连的格外的久，痕迹也是最重的。这么喜欢这里的吗？他忍不住用指尖重重的按了按，昨晚的触感仿佛依旧停留在皮肤表层，疼痛和酥麻让他不自觉抖了一下。他知道自己很敏感，几乎许琛一碰就有反应，对方回应给他的是愈发沉重的吻，那许琛对自己的身体应该还是满意的吧。可昨晚为什么没有继续做下去呢？麒麟穿好衣服，发现那些吻痕恰巧在衣领以下，他都不用去费心遮掩。不过这并不多好的一件事，昨天他整个人的心神被许琛牢牢攥住，而许琛对他却还是游刃有余的样子，就算喝了酒也没做到最后一步。可明明许琛也情动了，麒麟不由想到最后一刻许琛隐忍的话，下次真的准备好了再说，不然我会当真。他自认为当时的确是准备好了，他喜欢许琛，那一刻甚至是迷恋的，他无比希望被许琛占有填满，可对方却觉得他没准备好。显然两人准备的意思并不相同。他不由想起他们在约时定下的规矩，不能有第三者，不做到最后一步，不被人知道两人的关系。可是昨天已经破了一条，许州应该知道了，他靠在门板上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说给许州听的。他不想再看到许琛因为许州而不开心，何况许琛每次都将心思瞒得很紧，他不能保证自己每次都察觉到然后去哄，还不如趁机断个干净。再者，现在的节骨点，许州明显不会说出去，那他就更没有顾忌，当然是让许琛安心最为重要。麒麟想到这里，突然意识到什么，他很在乎许琛的感受。之前没住进许家前，会因为对方没回复消息而焦躁不安，害怕对方是不是对他厌烦了，再默默疏远他。现在又想尽可能让对方开心，便招法的哄人，在听到许琛以前的遭遇时会心疼的不行，偏心又无情的跟许州绝交，甚至不惜被人发现性向，也要让许琛安心。要是以前的自己，绝不可能干出这样的事。他可能还会觉得，只要许州对他无害，他根本不会考虑太多，反正两人只是约
不合适就分开好了。而现在他将许琛排在了第一位。麒麟蜷缩在沙发上，尽量冷静克制地分析自己感情。其实不知不觉间，两人的关系早就模糊了。他很多次都觉得他们是在谈恋爱，那种无形的悸动和依恋，让他很多次都会忘掉两人是在约。那许琛呢？昨天许琛拒绝做到最后，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相处这么久，他也感受到了许琛的性子并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开放，反而对感情无比重视，也是这种认真的对待，让他也不自觉陷了进去。那许琛说的准备好，是准备好转变两人的关系吗？将约变成恋爱，那样许琛就会毫不犹豫的接纳他。麒麟想到这种可能，心跳突然快了起来，他焦躁的咬着自己的指节，不由觉得自己的想法十分荒谬，可心底却有个声音不断告诉他，许琛就是这个意思。他下意识掏出手机想给许琛打电话，可在电话即将打出去的前一刻，他又停了下来。他要怎么说？问许琛要不要跟他谈恋爱吗？万一真的是他的一厢情愿呢？他贸然开口，会不会导致更多不可测的后果？就像常永义告白后差点跟李思涵掰了。他越想越焦虑，他害怕变数，可却不想放过那一丝可能性，万一许琛真的是那个意思呢？人一旦有了贪恋，贪恋的源头还给了他若有若无的暗示，他就止不住的想去靠近，就算明知前方可能是悬崖深谷，他也会被诱得一点点往前走。对他而言，许琛就是他的贪恋。他怔怔的看着眼前的地板，像是在思考，眼神却很空，整个人纠结又迷茫。直到手边的手机响了起来，他下意识按下接听。睡醒了？低沉磁性的嗓音在耳边响起，麒麟如梦初醒，一下从繁杂的思绪里挣脱。醒了。许琛将手头的文件签好字，听着手机里柔软的嗓音，眉间不自觉柔和下来。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孙秘书后在一旁听见自家 boss 这样说话，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想到什么，非常识时务的屏息安静候着，等他打完再递下一份文件。麒麟听到许琛的问题，脸不自觉有点红，低声道：没什么不舒服。正好相反，他感觉自己舒服过头了。许琛听出麒麟语气里的羞贺，勾了勾唇，不过也没说什么，提醒道：记得去吃饭，不要瞎想，我今天下班早点回来，有些事情埋下种子就好。电话挂断后，麒麟呼了一口气，感觉之前那点焦躁不安被神奇的安抚下去。明明许琛并没有说什么，可光是听到对方的声音，他就觉得安心，仿佛自己纠结的事都是小事，许琛会计划好一切。有许琛在，他好像也不是那么害怕变数了。一直裹在身上的壳不知不觉被许琛轻轻敲碎了一角。麒麟嘴角翘起，下楼去吃了饭，中途发现江教授给他发了个邮件，说临近开学，如果课题报告准备好了，可以提前来学校交给他，开学的时候会通知结果。麒麟下意识看了眼日期，距离开学已经只有3天了。他囫囵的吃完饭，就准备上楼去检查自己的课题报告，刚起身，面前却多了一碗鸡汤，色泽莹润，清香扑面。王博看着准备开溜的麒麟，笑道：少爷早上嘱咐我一定要看着您喝完汤才行，说是补身体。听到补身体这3个字，麒麟一下就想歪了，都没好意思推辞，咕咚将汤喝到见底才走。等麒麟将自己的课题报告仔细再修整了一遍，确定没什么问题，抬头看了眼时间，已经下午4点，江教授那边估计快下班了。他急匆匆将报告连带着资料打印出来，跟许琛发了个消息说了声，就去了 A 大。他到的时候，江教授的办公室已经聚集了好几个人，有隔壁经贸专业的马子平，还有一个脸熟但叫不出名字的人，最后一人正在跟江教授聊天，两人脸上都带着笑意，相谈甚欢。是许周。麒麟收回目光，敲了敲办公室的门：江教授，我来交课题报告。江教授看到他，笑道：进来吧。看来今天的人一下子都来齐了。他选了6个人，上午有2人来过了，下午剩下4个也到了。不谈报告本身如何，他对这些学生的积极性还是很满意的。麒麟进来后，
许周只是意味不明的看了他一眼，没有像之前那样热情的跟他打招呼，看来是他昨晚的那句话起到了效果。这也让麒麟悄悄松了口气，要是许周在这种场合跟他套近乎，还真有点棘手。许周目光从麒麟身上掠过，又朝江教授礼貌说道：“那我就不打扰您了，期待您的答复。”他说完就离开了办公室。许周走后，另外2个人却没跟着离开。之前一直是许周在跟江教授聊天，他们根本插不上话。江教授哪里看不出他们的意图，笑道：“小伙子们别操心了，把报告交上来就好，我会认真看的。”麒麟见状也将自己的东西交上去。江教授扫了一眼他的题目，有些惊诧：“你这个角度有点深啊。”他给的主题很泛，能发展的空间很大，其他同学一般都是选的跟自己专业联系比较紧密，或者之前有过经验的领域，只有麒麟独树一帜。马子平闻言忍不住翘首看了眼，看清后一下瞪大眼，他选的是江教授正在研究的方向。江教授不知道该说麒麟是自信还是莽撞，他对这一块的造诣不是这些小毛孩子能比的，也就是说，麒麟的论文他一眼就能看出质量的好坏，写得好，那的确正中他的心坎，要是不好，可能会毫不犹豫被他剔除。不过他更倾向于后者，麒麟计算专业课成绩第一，可是本身学的跟他所研究的东西还是相差比较大。许周是有之前那篇论文作保，其他人或多或少也沾点边，只有麒麟相当于是从头开始。麒麟对这一块完全是兴趣使然。江教授在心底默默叹了口气，觉得有点遗憾，还是太年轻气盛了。麒麟将江教授的表情看在眼里，他在决定选题的时候就早有预料，他这个报告要么赢得漂亮，要么狠狠跌入谷底。他声音不大，却很坚定：“江教授，这篇报告我是用心准备的，我并不后悔我的决定。”江教授愣了愣，感受到对方的决心，目光不自觉带了一丝欣赏：“好，我也会用心看的。”交完报告，麒麟几人一起离开江教授的办公室，朝拐角下楼梯的时候，马子平再也忍不住，低声嘲讽道：“麒麟你行啊，不仅拿到了候选名额，题目还搞这一出，哗众取宠。”他一向看不惯麒麟，每次只要2人课程有重复的，麒麟就稳稳压他一头。别人还在背地里嘲讽他是千年老二，他卯着劲的想赶上麒麟，可对方总是能轻飘飘的超过他，甚至都不屑跟他比。马子平越想越气，你搞这些小把戏根本没用，江教授是出了名的严，他只看报告的质量，别以为你另辟蹊径就能得到教授的青睐。麒麟扫了他一眼，语气不紧不慢：“你要是写得出来，你也可以这么选。”他就算起步晚，可他比谁都努力，他选这个方向的时候就确定其他人不敢这样选。而且他准备这篇报告的确很吃力，要不是有许琛这个助力在，这篇报告不可能达到这样的完成度，可以说是超出了他的预期。马子平被他噎住：“你还挺自信的。当我看到许周也来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没戏，你倒是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他是上过江教授专业课的，经常能看到教授把许周的那篇论文拿出来当范例，显然是对许周有很大的好感。这次只要有许周在，他们都是陪跑。麒麟对此并没有说什么，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其他的管不了。马子平瞧他没反驳，正想继续说几句，却突然看到楼梯拐角处倚着一个人影，赫然是他们刚刚谈论的许周。许周目光从他跟另外一个同学身上扫过：“不好意思，我有些话想单独跟麒麟说。”马子平还想说什么，却被另外一个同学拉走：“行了，你别凑热闹了。”楼梯拐角只剩他跟麒麟2人，麒麟正想绕过他离开，2人错开的时候，许周突然开口：“我知道你很重视江教授的这个名额，我本来不想跟你争的，可是我突然改主意了，还用了我发表的那篇论文的主题思想。”许周见麒麟脚步顿了下来，眼里闪过一抹得意：“你心里应该清楚，现在你最大的竞争对手是我。”马子平等人或许还会怀疑麒麟的实力，可他不会，要是没有自己，江教授的这个名额有极大可能落在麒麟头上。“麒麟，我可以退出。”
许州嘴角露出一抹势在必得的笑，你离开我哥，我就把机会让给你。他知道麒麟向来是个利己主义者，这种买卖他没理由拒绝，就算会让麒麟厌恶自己，他也不在乎，他只要麒麟跟许琛分开。他嘴角的弧度止不住上扬，可下一秒，麒麟的话就让他的笑蓦地僵住。许州，你真的很烂。麒麟转头，面无表情。江教授最后的名额，大家各凭本事，我不觉得你能赢我。这么差劲的人，我也不认为他能写出多好的文章。许州之前那篇论文可能是走了狗屎运。许州听着麒麟将他贬得一文不值，心中又气又恼。我是差劲，可那又怎么样？江教授现在明显喜欢我的那篇文章。他说完，包里掏出一沓纸塞给麒麟，这是我这次的课题报告，你看看就知道谁胜算大。他早就准备好了，不怕不能说服麒麟。麒麟目光落在手里的报告上，折起来的地方能看到一堆数据分析和比对，这么大的数据量根本不是他们几个一个暑假不到的时间写出来的报告能比的。许州见麒麟沉默，愈发得意，不然你以为江教授为什么跟我聊那么久？你也别自欺欺人了，有我在，你拿不到这次名额。再说许琛有什么好，值得你为他放弃这么好的机会？他说着说着，语气越来越低，像是在暗示什么。麒麟，我会做的比他更好。麒麟嫌恶的后退一步，你别把自己跟许琛比，这让我觉得恶心。就算两个人都姓许，性格却是天差地别，许琛绝不会干出这样没品的事。我恶心？许州气急反笑，那你就当我恶心好了，反正我现在只给你这一次机会，你答应我，我现在就上去跟江教授说清楚，不参加这次评选。你要是拒绝，那就等着落选好了。我再问一遍，你到底要不要离开许琛？麒麟垂在身侧的手攥紧，那几页纸被他捏得皱巴巴的。他冷冷的看着许州，斩钉截铁道：就算不要这名额，我也不会离开许琛。其实在许州问出这个问题之前，麒麟从没意识到他原来对许琛的感情这么坚定。天底下或许只有他知道自己到底有多渴望江教授的那个名额，可在许州提出这个法子的时候，他没有丝毫犹豫。他不会跟许琛分开，绝不。麒麟说完，毫不犹豫转身离去。他怕自己再听到许州无赖的说辞。麒麟大步的往东区校门走去，经过那片树荫和草坪时，学校的小猫看见熟人，立马迎了上来蹭他的裤腿。麒麟感受着脚边柔软的力道，低下头揉了揉他们的小脑袋，紧绷的脸慢慢放松下来，然后不自觉叹了口气。他不会因为许州的这点威逼利诱就离开许琛，可他也知道对方说的是对的。要是许州沿用了他上一篇的论文的内容，他的胜算的确没有许州大。周围的小猫围着他焦急的叫唤，明显是在要吃的。他无奈的拿出里面早就准备好的猫粮跟罐头，弄好后不期然看到那个许琛的笔记本，将心中烦闷的思绪压下去。麒麟随手打开笔记本，想转移一下注意力，最后他的目光不自觉放在最后那个只有雏形的论文上。他之前一直想问许琛这个有没有下册，可是中间发生了太多事，他给忘了，笔记本忘了拿出来。他不由又将那个论文的思路过了一遍，之前是半夜看的，没那么仔细，现在再看，他只想抱着许琛使劲夸夸。许琛发表过一篇论文后，整个人的思维更加缜密，这个就算是雏形，也能窥见写成后的经验。不过这个真的很熟悉，他这种感觉很奇怪，像是在哪里看到过相差无几的东西。之前是他脑子不清醒，以为是最近写相关的课题报告写疯魔了，现在静下心想想，不是这个原因。他再次将许琛的论文设计思路看了一遍，绞尽脑汁回想，目光却突然落在旁边零散的几页纸上，那是许州塞给他的报告，他还没来得及扔。这报告的数据，麒麟瞪大眼将许州给他的报告仔仔细细看了一遍，同样的熟悉感涌上心头，这不就是刚刚笔记本上的一个小小的分支吗？他脑海中闪过什么，呼吸一下急促起来，他知道哪里熟悉了。许州发表在某某期刊上的论文，跟许琛笔记上的内容一模一样。为什么许琛笔记本上的内容会跟许州发表的论文相差无几？麒麟之前看过许州那篇论文很多次，他静下心来仔细回想了一下，那篇文的结构
走向，甚至阐述的思路都跟许琛笔记本上的一模一样。麒麟只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倒流了，可他怕自己是因为刚刚的事对许州抱有恶意，想歪了，他强逼自己冷静下来。他问过许琛，这个笔记本是他大学期间写的，那是5年前许琛大2，许州的论文发表在他大3的上学期，也就是去年下半年。是许州沿用了许琛还未完成的思路吗？还是许州抄袭了许琛的论文？麒麟不禁觉得后一种可能十分荒谬，论文抄袭，许州怎么敢的？这要是被校方发现，学校会取消许州之前的一切成绩，严重的话还会开除学籍。可他联想到之前随便问许州一个问题，许州都支支吾吾答不上来的表现，觉得后一种可能才是真相。许州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剽窃了本该属于许琛的研究成果，还将它发表出来，变成了自己的。周围有学生经过，看着麒麟呼吸急促，垂在身侧的手握成拳，力气大的指节都泛起了白色，脸色更是十分难看，忍不住上前询问：“同学，你没事吧？”麒麟说了句没事，将草坪上的吃剩的猫粮跟罐头收拾好之后，匆匆回了许宅。他要搞清楚这件事。回去之后，麒麟拿起许琛的笔记本，跟许州发表的论文进行了仔细的对比。要不是他知道内情，肯定下意识以为这两个东西是属于一个人。论文完全就是按照许琛笔记本上的想法和思路进行延伸的，填充数据，得出结论，所有细枝末节都能对应得上。麒麟拿着笔记本的手止不住的握紧，这个笔记本还有下册吗？或者许琛在其他地方记录了自己的论文，被许州看到了？他焦躁的在屋里来回的走来走去，他之前就给许琛发了消息，可是对方没回，显然是在忙。他咬了咬唇，唇上的刺痛让他因为来回对比论文而有些昏沉的脑子清醒不少。这件事他既然发现了，就不会放过，现在他急也没用，暑假还没过去，就算要揭发许州也需要时间，他也需要证据，光凭这本笔记本还不够。独自在房间只会让他愈发焦躁。他下了楼，正好碰见王博在玫瑰花园里给花浇水剪枝，于是麒麟上前帮忙，准备顺便摘几朵好看的放到许琛房间。论文的事等许琛回来具体问清楚好了。他本以为这些事能让他转移注意力，可脑子还是止不住的想着论文的事，注意力不集中让他好几次都被玫瑰的刺扎到手。王博看他心不在焉的样子，忍不住问道：“发生什么事了？我能帮得上忙吗？”麒麟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好像将心事都写在了脸上。他抿了抿唇，实在烦闷，忍不住向王博倾诉：“许州真的好烦，他到底占了许琛多少东西？无论许州只借鉴了思路，还是整个抄袭，都罪无可恕。当年许琛大2的时候被逼出国，许州不光占了他的家，连他的研究成果也要占吗？”王博瞧麒麟一脸愤懑，想到什么，沉声道：“二少爷的确占了大少爷很多东西。许州并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无辜，他在许琛出国后就立马住进了许家，还想搬到许琛的卧室，因为那里阳光最好，空间也最大，从阳台俯瞰下去还能看到玫瑰花园，是2楼最好的房间。当时是夫人疼爱少爷，才特地给他建造的。我当时拦了很久，可是去年年末许州还是住了进去，还将少爷的东西全部都收拾了出来。”麒麟闻言瞪大眼：“什么？难道论文是这个时候泄露的吗？”他只觉得一阵怒火往上涌，许州要不要脸啊？他下意识就想把手里的工具扔掉去找许州算账，可王博拦住了他，还将他手上刚摘的玫瑰花接过来，免得麒麟一气之下再刺伤手。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少爷一回国就将许州在自己房间的东西全扔了出来，还是当着他的面扔的。当时许州气的脸都白了，可是被老爷拦着，不许他闹。麒麟听到这里，脸色好了很多，要是他当时在，可能还会忍不住在许州的东西上每个踩上几脚。可他想到什么，又觉得有点违和，许州应该是在他爸的支持下搬进许琛的房间的吧？那他爸为什么还要拦着？他可不信许瀚海是顾念着跟许琛的父子情，
能将自己儿子逼到国外生活这么多年，能有什么亲情可言？我当时也很惊讶。王勃想了想，当时许汉海和许州好像明显顾忌什么，特别是许州，敢怒不敢言。少爷好像抓住了他们什么把柄。把柄？麒麟喃喃道，脑海中飞快的闪过什么，可他没抓到。他跟王勃在花园忙碌了几个小时，麒麟这次摘了满满一把的花，跟王勃打了个招呼后，想先上楼将花放进许琛房间。可他出花园就看到了迎面准备进门的许州。麒麟心中蓦地生出一股恶念，他想将手中的花刺狠狠抽到许州脸上，将这张跟许琛相似的脸彻底毁掉。他将心思强压下去，绕过许州先进了门。许州根本没察觉到麒麟的心思，紧随其后，看着麒麟手里的玫瑰花，似笑非笑，他竟然让你进花圃了，还挺会哄人的。那个地方往日只有王勃能进，对其他人来说都是禁地。前不久他母亲就是看里面花好看，进去摘了几朵，被许琛发现后，直接将花瓶里的玫瑰当着他的面踩碎扔进了垃圾桶，目光森冷的说了一句，你不配。许琛踩的不是花，是他俩的脸。不过许汉海当时不在，他们根本就不敢跟许琛正面对上，对方就像个疯子，惹怒他了谁都别想好过。没想到现在竟然会让麒麟随便进去摘花玩了。麒麟感受着身后阴冷的视线，也不走了，转身，许琛不是会哄人，他是会哄我，我整天被他哄得可开心了。他看着许州渐渐沉下去的脸，只觉得心中无比畅快，甚至还扬起唇。你说我今晚要不要跟他去吃烛光晚餐？他答应我今天会早点回来的，想想就好期待。许州看着麒麟脸上清浅的笑意，只觉得无比刺眼。麒麟，我别故意刺激我。麒麟眨了眨眼，刺激你？我说的是实话啊。我刚准备给你哥打电话，没想到被苍蝇挡了路。许州垂在身侧的拳头攥紧，他从不知道乖巧有礼的麒麟也会说出这么伤人的话。麒麟，我知道你现在生我的气，你说的话我不会放在心上的。许琛宠着麒麟，他也不例外，他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就跟麒麟计较。许州不断在心里宽慰自己。麒麟瞧许州竟然还能忍下来，嘴边的笑容愈发甜蜜，他歪头好奇的看向许州，其实我有一件事挺好奇的，一直没机会问你。许州被麒麟的笑晃花了眼，紧皱的眉下意识放松，甚至也跟着他笑了笑。你问？一副只要你问我就肯定回答的温和模样。可下一秒他的笑就凝滞在了嘴角。许州，你是私生子吗？听说你5年前才被许家认回来，是真的吗？麒麟语气带了丝天真无辜，仿佛是真的很好奇。麒麟。许州脸色瞬间阴沉下去，警告的喊了麒麟一声。麒麟恍若没有看到许州的威胁，手放进兜里，指尖搭在手机上动了动，之后继续自顾自说道，原来你哥哥许琛才是许家正儿八经的孩子，难怪。你可能不知道，我第一眼看到你哥就被迷住了，相貌英俊，气质出众，完全是上天的宠儿，相比之下你真的好逊色。麒麟略微嫌弃的打量了许州一眼，不过片刻后又弯了弯唇，不过我还是很感谢你的，要不是你硬拉着我跟你回家，我可能没有认识许琛的机会。他还非常真挚的跟许州道了谢。许州捏紧拳头，死死的看着麒麟，牙关紧咬，力气大的侧脸都突出明显的印子，看来是被麒麟的话刺到了极致。麒麟看他这咬牙切齿的模样，啧了一声，这就生气了。我其实问题还没问完呢。他笑眯眯的看向许州，发表在某某期刊的论文也不是你自己的吧？就知道偷你哥的东西，也不嫌丢人。许州震怒之下，突然听到这句话，下意识就道，你怎么知道？回完之后反应过来，立马改口，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麒麟脸上的笑渐渐消失，他面无表情的看着许州，果然是你偷的许琛的论文。许州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麒麟诓了，先是用言语刺激让他生气失去理智，最后冷不迭抛出最后一个问题，他根本就来不及多想就承认了。
麒麟从始至终就是奔着论文来的。许州咬着牙，眼里布满血丝，恨声道：麒麟，你竟然也开始对我用这种心计了。麒麟听着他语气里的恨意，毫不在乎的将一直放在口袋里的手拿出来，摸了摸怀里的玫瑰花瓣。可能你不知道，我心计一直挺深的，不过也可能是你比较蠢。许州被这句话刺得浑身发抖，再也忍不住，抬手就朝麒麟抓去，想给他一个教训。可麒麟像是早有预料，退后一步，将玫瑰花朝前一挡，许州顿时疼得抽回手。麒麟看着许州手上明显被刺扎伤的伤口，还在往外渗血，胳膊上也被玫瑰的叶子和刺扎出好几条长长的红痕，眨了眨眼，抱歉，我只是正当防卫。说着抱歉，可语气中听不出一点歉意，嘴角甚至扬起一抹堪称恶劣的笑。许州气急，狠狠地瞪着麒麟，可突然想到什么，那点火气生生被他压了下去。你就是想给许琛出气是吧？他狞笑一声，可是论文的事你没证据吧？你问许琛也没用，所有的原始资料都在我这里。许州看着麒麟脸上的笑容消失，之前胸中的闷气也散了大半，他甚至有点得意。你以为许琛他不知道这件事？他早知道了，可你问问他敢去揭发我吗？你以为他怎么会突然回国？是我好心给了他这次机会。要不是他偷用论文的事被国外的许琛抓到，许瀚海不可能松口让人回来，他也不会被迫搬离那间最大的卧室。许州本以为麒麟听见这些话会震惊又绝望，可对方没有，看向他的目光像是看一个垃圾。麒麟迎着许州得意的目光，缓缓开口，声音清晰且坚定：就算许琛出于某些原因不会揭发你，可我会。许琛有顾忌，他没有，无论于公还是于私，他都不可能放任许州这种抄袭作弊、占用他人研究成果的行为。他会亲手帮许琛将属于他的东西夺回来。许州没想到麒麟这么无条件的站在许琛那边，彻底恼羞成怒，也不去管那些尖锐的花刺，亲身朝麒麟抓去。这小兔子还真是牙尖嘴利，他就不信治不了他。可刚抬手，身后突然传来一股大力，他一个趔趄，没抓到麒麟，反倒准备抓人的手被人狠狠折向背后，整个人被跪压在茶几上，脸搁在茶几锋利的边缘，痛得他感觉自己下一秒就要被毁容了。他挣扎道：放开我！可是身后的人死死的钳住他，他的挣扎起不到半分作用。许琛看着噔噔跑到自己身旁躲着的人，眉眼罕见的凌厉，沉声道：他欺负你。他下班后刚进门就看到两人在对峙，分为剑拔弩张，而许州更是直接要朝麒麟动手，他想都没想直接将人制服了。麒麟看着底下死狗般正不断挣扎的许州，眼神闪了闪，再没有刚刚的咄咄逼人和伶牙俐齿，垂下眼，抿了抿唇，声音小小的：他刚刚好像想打我，像是有点害怕，手抓住许琛的衣摆，看起来柔弱又可怜。他话音刚落，就见咔嚓一声，伴随着一声惨叫，只见许州的右手以一个诡异的姿势无力的垂下，就算被放开，也只是蜷缩在地上，抱着自己的手不断哀嚎。麒麟眨了眨眼，许琛好像生生的将许州的手拧脱臼了。他看着底下许州的惨状，唇角竟然掀起一丝小小的弧度，看起来挺疼的。接下来许琛没管地上的许州，径直将麒麟拉上了楼。麒麟回头看着底下的佣人，慌忙的打电话叫救护车，仰头问他：我们不管吗？他会不会讹上你？许琛将他带回自己的房间，上下将麒麟打量了一眼，确保人没事后才回道：没事，他不会说什么。他的项目快到收尾的阶段，许州现在在公司里战战兢兢，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明显是怕许琛这个时候将他踢出去，现在就算被他打一顿也屁都不敢放。麒麟这才放下心来，蹭了蹭许琛的手心，弯唇道：那就好。许琛看着麒麟将手里的玫瑰花放到花瓶里，将西装外套搭在一旁，松了松衣领，开口问道：你怎么跟他吵起来的？旁边没人的话，你要优先考虑自己的人身安全。他不知道麒麟到底说了什么话，
能将向来隐忍的许州气成那样，他怕麒麟吃亏。麒麟将花摆好后，看着又皱起眉头的许琛，忍不住上前抱住对方的腰，在他眉间抚了抚，放心，我有分寸的，王伯就在外面花园呢，我打不过肯定叫人。而且他手上的玫瑰花可不是用来好看的，他巴不得许州先动手，那他就有借口毁了那张爱人眼的脸了，这算是正当防卫。他垂眸遮下眼底的算计，垫脚在许琛的唇上亲了亲，笑得又软又乖，别生气了，我下次肯定注意。许琛淡淡嗯了一声，也不知道信了没有。麒麟讨好的在他怀里蹭了蹭，解释道，我本来不想理他的，实在是许州太气人，他竟然用江教授最后一个名额威胁我。威胁你什么？麒麟没有犹豫，就将之前的事说了出来，不过隐去了论文的事情，他竟然想用这个让我离开你，可能吗？当然不可能。他抱紧许琛的腰，感受着对方的味道跟体温，只觉一天的烦躁都减轻很多，他忍不住嘟囔道，我才不会离开你呢。许琛顿了顿，摸了摸他的发顶，做得很棒。他又问了一句，你很在意江教授的这个名额？麒麟抿了抿唇，也还好，反正我的课题报告已经尽力了，就算落选也没遗憾。他就算这样说，许琛还是听出来了麒麟话语中淡淡的希冀。我知道了。之后的几天，麒麟独自在许琛的房间待着，还有2天开学，他借口忙开学的事跟家教请了假。许州抄袭的事情在前，他实在没心思干其他的事。他掏出手机，将自己手机里的录音保存了下来，转到了 U 盘里。他昨天在跟许州对峙的时候就多了个心眼，打开手机录音了。不过这个证据还不够，他要找到更多的东西来将许州抄袭的事情锤死。麒麟将角落的一个箱子拖出来，里面零零散散是许琛大学时期写的东西。他坐在地上的毛毯上一点点看。他昨天问许琛那个笔记本有没有下册，说自己对那个只有雏形的论文很感兴趣。许琛深深看了他一眼，就给了他这个纸箱子，说是关于论文具体的东西都不见了，只有这箱子里还零散记录着一些想法和数据。麒麟花了整整2天才把里面的东西理清楚。这些东西表明许琛的确做了完整的实验记录，只是里面的东西太碎了，他花了2天才将能用到的东西拼凑出来，不过也只有3页纸上的东西能用。不过也多亏了这些东西，他将许琛的整个论文研究了个透，所有引用的文献他都翻出来看了，除了缺少具体的数据支撑，他将许琛整个过程都想清楚了。这些东西许琛花了整整1年的时间去筹备，从无到有，建造这么庞大的数据库，分析计算，从头到尾都是他一个人完成的，这其中倾注的心血，他难以想象。可这么优秀的一篇论文，竟然被许州就这样简单的盗用了。他想起许州对他的问题一问3不知的态度，眼里划过一抹嘲讽，可能现在他比许州还要了解这篇论文背后的东西。许州不配得到这篇论文的署名权。麒麟目光落在面前这几页被抹撒的泛黄的纸张上，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演算过程，突然有点难过。许琛那个时候应该对自己的专业包含热忱吧？要不是被逼去了国外，许琛可能会继承江教授的衣钵，继续在这一领域发光发热。他揉了揉眼睛，目光突然落在那页纸最后下的一个结论上，好像觉得哪里有点不对。他又仔细将许琛之前的推演过程临摹了一遍，发现许琛将一个样本的数据用错了，最后得出的总和也有点差别。他不由弯了弯唇，原来一向严谨的许琛也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的。他正准备将目光挪开，想到什么，浑身一震，他拿起那个数据看了又看，这个数据并没有完整体现在许州发表的论文中，可是他浅浅提了一句，表明确实做过研究。麒麟死死的拿着那张纸，力气大的差点将纸捏破，他发觉后赶紧松开手，可是心中的喜悦却止不住扩大。对，他要的就是这样的低级错误。他深深吸了口气，看到自己的手都在微微颤抖，他压下手，狠狠的在裤腿上磨了磨，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一定还有，只要他仔细找，就能找到更多破绽。开学的日子不期而至，麒麟也提前回到了自己租住的地方。出门前，
他将所有的东西整理了一遍，确定没有遗漏后，直接去了 A 大的学术委员会。A 大的学术委员会是学校最高的学术机构，当初许州的论文就是经由他们审核投递给某某期刊的。可能是刚开学的缘故，办公室里的老师还不少，江教授就在其中。他看到麒麟过来，有些讶异，想到什么，笑道：“麒麟，你来这里是来提交论文的？”江教授以为暑假里麒麟还写了什么东西，想要给他们看看。麒麟看着江教授，摇头道：“不是的，教授。”他这话一出，办公室所有的老师都将目光落在他身上，都对他的出现感到好奇。门口的学生站得很直，白衣黑裤，在朝阳的映衬下，就像是一颗迎风而立的白杨，清俊挺拔。只见他迎着众人的目光，眉目沉静，吐字清晰：“老师们好，我是经管系01973班的麒麟，现在实名举报本班的许州发表在某某期刊上的论文抄袭，这是我的证明材料。”许州接到学校电话的时候，刚从医院拍完片子回到家里。他昨天手腕被许琛硬生生扯脱臼，就算复原了也酸痛难忍，现在只是拿着一张报告单手都止不住的抖。走出医院的时候，路人看他的目光十分怪异，下意识避开他，恍若他是一个随时会发作的癫痫病人。许州忍受了一路别人异样的目光，回到许宅，他感觉那些佣人也在背地里嘲笑他，昨天那些人都看到了，想必认为他很孬吧。他回到房间，关上门后，之前脸上的淡然顷刻被阴狠取代，他咬牙将手里的报告单撕得粉碎。眼前的房间阴暗狭窄，常年照不到阳光，刚进门，他甚至能闻到隐隐的潮湿闷臭，这让许州心里对许琛的怨毒达到了顶峰。要不是许琛，他不会被迫从那个最大的房间搬进这个背阴面小卧室，也不会在家里跟自己的母亲一直唯唯诺诺，生怕惹到许琛，然后引来不必要的闲话，更不会被逼去公司，每天看他的眼色行事，每天胆战心惊，怕自己被踢出项目组。还有麒麟，他想起麒麟最近对他的态度，表情愈发狰狞。都是许琛的出现，将这一切彻底打破。不过，只要忍过这最后几天，项目圆满结束，他就能开始自己的反击。许州逼着自己冷静下来，他早就知道许瀚海明显偏向自己，甚至在筹谋着将许琛手里的股份转移到自己手上。他表面上没提，可心底清楚得很，现在这个家只有许琛是外来人，迟早会被他们排除出去，就连许氏也迟早会落到他手里。等他毕业，加上余家的帮助，根本不担心许琛翻出什么浪花。麒麟也只是暂时没想清楚而已，等他拥有更多权力，没有丝毫背景的麒麟根本就违逆不了自己。许州想到这些，心里才好受很多，嘴角轻扬，甚至好心情的哼起了小调。可这点好心情在接到学校电话的刹那消失殆尽。许州，我是 A 大学术委员会的老师，现在有人举报你抄袭，我们需要你携带相关资料，尽快来学校一趟。A 大，江教授看着面前麒麟递上来的举报资料，眼神越来越凝重。这是我以前的学生许琛的笔记本。许琛他教了2年，这个笔记本他尤为眼熟，许琛上学期间从不离身的，上面记载了他很多想法。麒麟听了江教授的话，松了口气。江教授记得这个笔记本，他说的话就会更有可信度。对，这的确是许琛的东西。笔记本最后几页记载了一个论文雏形，跟许州发表在某某期刊上的一模一样。我这里还有零碎的一些实验笔记，都是许琛5年前写的。他看向江教授，教授您既然记得这个笔记本，应该也曾经看过许琛在上面写过很多东西。江教授点头，对，许琛的第一篇论文就是我指导的，我当时经常看他往笔记本上记录。他说完，将笔记本中间的内容翻开，给其他老师看。这是我那徒弟第一篇论文的研究过程，当时他走了不少弯路，最后还是成了，也被某某期刊收录了，那是5年前的事了。江教授的语气有点唏嘘，也有点得意，毕竟许琛是他最满意的学生了。其他老师也跟着看了几眼，字里行间明显能看出笔记本主人认真严谨的态度。再想起麒麟要揭发的事，他们面色都很凝重，他们绝不会放任抄袭者占用别人的研究成果。
麒麟将老师们的反应尽收眼底，语气也轻了些。老师可以对比一下前后的字迹深浅，就能看出这个笔记本前后的使用时间不超过1年。有江教授的话，也能表明笔记最后记录的论文落笔时间的确是5年前。其中一个老师听了，问他：“你这个观点我认同，可这不是直接证据，最多能证明许州可能借鉴了这个笔记本主人的思路。”他将麒麟剩下的那点数据拿起来看了看，还有一点就是，你提供的这些实验数据太零碎了，有些都不能看出到底是什么数据，光凭这个并不能证明许州那篇论文抄袭。你要是只有这些，那说许州那篇论文抄袭可能证据还不太够充分。那个老师语气间有点遗憾，其实凭他们的经验已经能够猜到结果，可是这种东西要讲究证据，麒麟这些并不足以将许州抄袭的罪名定死。他说了这么多，本来以为这个来举报的小伙子会很失望，可对方表情不变，反而早有预料似的缓缓开口：“老师的顾虑我知道，所以我才会让许州将那部分样本数据以及用到的文献目录完整地带过来。我会证明我手上属于许琛的论文数据跟许州的一模一样，也会证明那篇论文的确出自5年前许琛的手笔。”此话一出，在座的老师都愣了愣，都觉得是小年轻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死要面子的说辞罢了。等会许州过来，如果带来了完整的实验数据，情况只会对麒麟更不利。只有江教授若有所思，从电脑上将许州的那篇论文下载打印出来，又仔细看了一遍。他目光落在某一处，眼神微凝，是这里。许州来得很快，他将老师说的那些资料带过来的时候，推开门看到麒麟的身影，并不惊讶。在老师说有人举报他抄袭后，他就猜到了是麒麟，只是他没想到对方的动作那么快。老师，这是您要求的那部分实验数据。许州明显是一路跑过来的，他擦了擦头上的汗，弯着腰将材料递给了老师，态度恭敬礼貌。不过饶是他将姿态放得低，办公室的老师对他也没什么好脸色。就算证据不足，可他们一个个都是人精，哪里没看出来里面的猫腻？对这种学生，他们着实生不起任何好感。许州也察觉到了办公室老师们微妙的态度，心微微一沉。要知道 A 大学术委员会的老师至少是副教授级别的，他要是一下都得罪了，对之后毕业后的工作都有很大的影响。他看向旁边安静候着的麒麟，沉声道：“麒麟，我知道你现在很不喜欢我，也怕我抢走江教授的最后一个徒弟名额，可你不该用这种办法构陷我。现在资料我已经带来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吗？”可他说这么多，麒麟只是瞥了他，没有回应。他感觉自己就像是一拳打在了棉花上。麒麟抬头看向正在看数据的老师，礼貌道：“请问我能看看吗？”老师将资料递给他，心底有点不忍心。他们几个都粗略看了一眼，许州交上来的东西数据链完整，逻辑清晰，根本没有什么问题。要是许州因为被人胡乱举报而追究，这个学生也逃不了责罚。麒麟看到了老师们眼底的同情，面色如常的接过资料翻了翻，看到什么微微勾起了唇。许州，你能保证你现在交上来的东西是你自己写的吗？你确定能对上面的内容负责？许州看着麒麟的表情，莫名有点发怵，可场上这么多老师看着，他只能装作毫不犹豫的说道：“我当然可以，我倒要看看你能找出我什么抄袭的地方。”许州强自镇定下来，所有的数据跟资料都在他手上，麒麟最多拿到了一点边角料，那些根本称不上证据。麒麟看着依旧死鸭子嘴硬的许州，唇边的弧度又大了些，他将资料的2页纸抽了出来，又将自己带来的数据的1页拿了过去叠在一起。老师们看这一小块的数据，许州以为他是找到了两者数据相似，反倒放下心来，嘲讽道：“麒麟，我这个主题能采集到的数据就那些，就算相像又能说明什么？你凭这个就说我抄袭，未免太可笑了吧？”可他话音刚落，就见满办公室的老师以一种极其怪异的眼神看着他。许州愣住，这下是彻底慌了。老师，是有什么问题吗？江教授火气最大，他一下将2页纸拍到许州身上，
你自己好好看看。许州下意识接过去扫了一眼，也没看出个所以然，可他也听出了江教授话里的怒气，小心问道：“这有什么问题吗？”江教授一看他这样子，就知道他对这篇论文的了解度很低。他们几人一下看出来的错误，许州这个自称论文创作者的人竟然一点都看不出来。旁边的老师看着江教授气得快要背过气，赶忙拍了拍他的背：“别气了，别气了，把身子气坏了，怎么搞？”他说完，看向旁边一脸迷茫的许州，眼里满是嫌弃：“那数据你不仅跟人家的一模一样，连基本的算法错误都是一样，你再敢说这数据是你自己的？”许州提供的数据有一处非常不明显的加减法错误，不影响结论，可偏偏这错误跟麒麟手上的那点数据完全吻合，这证明了什么？麒麟拿过来的东西跟许州手上的完全一模一样。麒麟瞧着许州翻来覆去找数据错误的狼狈样子，非常好心的替他指了出来：“看，你抄你个论文的时候都不检查的，啥都照搬，你怎么这么蠢的？”麒麟语气轻飘飘的，却让许州一下子撕下虚伪的面皮，面色涨红，恶狠狠道：“那又怎么样？保不准是许琛看了我的论文抄我的。”麒麟瞧他还嘴硬，又拿出另外一张纸，这是许州提供的参考文献目录，里面内容繁杂，中英文都有，一看就知道花费了很多心血。这些都是许琛一点点抹撒写出来的，现在竟然落在了许州这种人手里。他压下那股涌上来的心疼，抬眼冷冷看向许州：“这里面你引用了江教授的2篇文献，一篇是教授7年前发表的，一篇是5年前。”许州硬着头皮说道：“那又怎么样？我引用过去的文献还有错？”“的确没错。”麒麟语气不紧不慢，可每一句都让许州的心像是在刀尖上跳舞。麒麟看着额上因为紧张而渗出的细汗，知道对方已经彻底乱了阵脚，嘴上扬起一抹嘲讽的笑：“可是你连文献都引用错了。江教授这篇5年前的文献，当时在学校的期刊上发表过一次，几个月后又撤回修订，才重新发表。可你这个在去年下半年发表的论文，竟然用的是教授5年前的内容，文章编号也是旧的。”麒麟的每说一句，许州的面色就白一分，他嘴唇哆嗦着，想辩解什么，却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先是举报他抄袭，让学校逼着他交出部分完整的数据，再指出数据里跟许琛草稿里一样的低级错误，最后再是文献，一环加一环，将他抄袭的事盯得死死的。麒麟完全计划好了一切，就等着他落网。江教授看着许州面色煞白，浑身止不住的颤抖，冷哼一声，将手中之前打印出来的文献递给其他老师：“这是我之前撤回的文献，许州的论文提到的的确是我之前没有修改过的内容，它上面的文章编号也是旧的，这些我早就在网上都撤回了，一般人找都找不到。”麒麟配合的点头：“我当时为了找这篇没被修订过的论文，花了整整1下午的时间。”教授这篇论文一开始并没有在大型的期刊上发表，只是应了学校的一个活动，在校刊上出现过一次，不过很快就撤下来了。许州要是在去年才开始准备这篇论文，不可能放着正确的文献不用，而去用5年前的那篇错误的传播范围还这么小的文献。江教授想到什么，语气很沉：“我记得许琛是在大2的时候休学出国的，而我那篇文章也是在他走了之后才修订的。”许琛根本就没来得及发现江教授将论文改了，于是他依旧用的是教授之前发表的那篇，许州原封不动的抄了过去。事情发展到这里，办公室已经有一个老师去联系某某期刊的负责人了：“你好，我们学校有一位学生在贵刊发表的论文涉嫌抄袭，我后续会将相关的证据提交给贵刊，希望你们能将论文撤下来。”电话挂断后，许州一脸不可置信，他明明就有完整的数据在手上，为什么还能被人查出来抄袭？他犹自挣扎着，还想说什么，却见麒麟拿出手机点开了一段音频，赫然是2人在许家争吵的录音。发表在某某期刊的论文也不是你自己的吧？就知道偷你哥的东西，也不嫌丢人？你怎么知道？2人的声音清晰分明。麒麟将装有录音的 U 盘递给老师，这是许州亲自承认抄袭的音频，老师可以去专业的部门鉴定我这段录音是否有剪辑合成。老师接过 U 盘，
看向麒麟的目光不由有点震惊。这个学生应该是一早就认定了许州抄袭，而且手上有这么重要的证据不用，偏偏等着事情要下结论了才给许州最后一击。他为什么不早点把这个录音拿出来？不过片刻后他就想通了，这个录音要是最开始出现，他们可能根本不会信。一方面录音的真实性还没确定，另一方面则是这段话很容易被人误导说出来，充满着不确定性。不过要是现在拿出来，就一下成为了关键性的证据，将许州翻身的可能性彻底压死，许州根本逃脱不了抄袭的罪名。所以麒麟一开始就将每一步都算清楚了，确保中间环节不会出现任何纰漏，才来举报的。这学生看着挺小的，可做事倒是稳重的很。麒麟见事情尘埃落定，欣赏了一下许州狼狈又萎靡的表情后，就跟老师们打了个招呼。那我就不耽误老师们忙后续的事情了。想必许州这样抄袭他人论文，还将文章发表在某某期刊的人，肯定会受到应有的处罚吧。他相信许州之后面临的事情不会少，撤销发表的论文，取消之前的一切成绩，在学校官网通告，影响大的话，开除学籍或者延迟毕业也是有可能的。那老师见他还在那里暗示，不由觉得好笑。行了，该有的处罚一个都不会少。他们既然知道了这件事，就绝对不会放过，就算想放水，江教授也不会让。老师一瞥眼，发现江教授已经在电脑前写相关证明材料了，明显是要为自己之前的学会争一口气。麒麟这才放心下来，礼貌道：那我就先走了，辛苦老师。麒麟走后，江教授亲自忙活了一天，跑上跑下，让期刊尽快撤稿，学校出处罚通告。他看不得那个抄袭者将许琛的论文挂在自己名下，多一秒都是煎熬。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他注意到了很多细节。那年许琛除了上基础课程之外，一直在埋头写东西，准备数据，他经常看不到人影。当时还有同事说，他的学生看起来比他这个教授还忙。当初许琛准备的就是这篇论文吧？难怪他看到这文章感觉这么熟悉有灵气，要不是许琛那时已经出国很久了，他估计会下意识觉得这是自己的学生写的。江教授叹了口气，看了眼时间，下班回去，走到学校公寓楼下的时候，不期然看到一抹熟悉的身影。你小子怎么来了？这人赫然是许琛，一身西装笔挺，应该是直接从公司赶过来的。许琛立马颔首，好久没来看老师了，现在过来，希望老师不要觉得学生烦。江教授看了眼许琛精明干练的样子，眼神复杂，他愧对许琛叫的这一声老师。许琛出国了，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论文被抄袭的这件事，而他却是让这个论文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晃了近1年，还上课的时候将他奉为典例拿出来讲，这些行为无形中给许州增了多少虚荣。但凡他当初多了解一下许琛到底在写什么，或者自己发现许州这篇论文行文的熟悉之处深挖下去，许琛都不会被人盗窃论文这么久。他转身带着许琛上了楼，两人进了门，坐在客厅沙发上。江教授听完许琛的来意，始料未及，你是为了麒麟来的？许琛来找他不是为了自己论文抄袭的事。许琛顿了顿，以为江教授是觉得他越界了，抿唇道：我知道我现在过来有点不合适，可我还是希望您能听完我的话。麒麟的那个课题报告，他做了很多功课，课题报告呈现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我觉得其他内容也很出彩，就整理了一下，给您带过来了。他跟江教授相处了那么多年，知道教授最欣赏什么样的学生，有灵气且刻苦的。麒麟不缺前者，可由于专业课程跟江教授没有过交集，所以老师不一定能看出麒麟的用心，这一块他希望能帮麒麟补足。就算麒麟嘴上不说，许琛也能看出来他是真的很想要这个名额。江教授看着许琛递过来的资料，哭笑不得。许琛，你是来给麒麟那小子走后门的？可以呀，你职场上混久了，这一套做得挺熟练。上次的候选名额也是，要不是许琛提了一句，他可能还根本发现不了麒麟这个学生。他板起脸，许琛，你应该知道我的性格，我不喜欢这一套。许琛顿了顿，手指交握，沉默下来。
不过他背挺得很直，也没有收回手中的资料。半晌后，他开口道：“老师，我只占用您10分钟。”江教授看着许琛固执的模样，突然想起了学生时代那个会上台跟他吵架的学生，据理力争，执拗又年轻气盛。他还以为这些棱角早已被时光磨去，没想到因为麒麟的事，又从许琛身上看到了这些特质。他正想继续逗逗许琛，背上却被人猛地一拍。江夫人白了江教授一眼：“你这老头子坏得很，就仗着许琛尊重你，不会跟你对着干是吧？”也不知道是谁捧着麒麟的课题报告，看到大半夜，笑得合不拢嘴，现在还非要在这端着。他给许琛倒了杯水：“许琛，你别听你老师忽悠你，从看完麒麟报告那会，他就确定最后的那个名额了。你手里这东西，他现在心里不知道多痒痒，想看呢。”江教授正想悄悄从许琛手里顺走那部分资料，没想到自家夫人毫不留情的拆他的台，立马加快手上的速度，将资料揣进了怀里，面上还正经的咳了咳：“许琛，别听你师母瞎说，结果还没出来之前，你不许泄露消息，不然……”他说完突然卡了咳：“不然以后麒麟到了我手下，我就使劲欺负他。”说完还洋洋自得的用胳膊肘捅了捅自家夫人。江夫人有点无语的看着他：“行了，你们聊，我去做饭。许琛你等会，菜马上好。”许琛见状立马坐了起来：“师母，我就不在这里吃了，我还约了人，等会就走。”江夫人知道他的性子，也没多留他：“那行，等你师傅将你那个朋友收到门下，你带着人再一块过来吃顿饭。”许琛这回没推辞，应了声好。江教授看着许琛真的准备离开，纳闷道：“你来这里只为了麒麟？他没跟你说许州论文抄袭的事？”他以为这事是麒麟跟许琛一起商量办的。许琛听到这话，脚步蓦地停住。什么？交谈完，许琛立马离开去找麒麟。路上，周围汽笛声不断响起，可他耳边全是江教授刚刚的话。那小子一大早气势汹汹到了学术委员会的办公室，说要实名举报许州抄袭，证据一条一条的将许州砸得无话可说。你是没看麒麟当时那样看向许州的目光，跟淬了冰似的，不知情的人还以为许州抄袭的是他自己的论文。踩下刹车，许琛看着面前麒麟所在的小区，脑海中却不断回想着一句话：他是真护着你。许琛靠在椅背上，抬手盖住眼睛，掩饰自己心底复杂翻涌的情绪。他难以想象麒麟到底是怎么从那些零碎的东西找到证据的，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有勇气去那么多教授面前举报许州抄袭的。一旦举报失败，无论是江教授还是其他人，对麒麟的好感会大幅度下降。他甚至还会因为这个丢掉唯一成为江教授学生的机会。可麒麟还是去了，在开学的第一天就迫不及待的去给自己主持公道，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件事可能会对自己造成的负面影响。麒麟就算经常会冲他撒娇示弱，看起来完全是需要被保护的存在，可每次只要自己碰到什么事，麒麟就会毫不犹豫站在自己面前。许琛就算闭着眼，也能回想起之前发生的一切，历历在目。清水市的酒店，在感觉到姚佩兰夫妇两人可能会对自己产生威胁时，麒麟挡在了他面前。上次他喝醉酒，许州揪住他衣领的时候，也是麒麟出手将人打退。这一次，麒麟又站了出来，替他夺回了自己学生时代的研究成果。他其实都没有去在意这件事了，他用这篇论文为自己争取了足够多的利益，而且他早就不是年少的自己，那篇论文对他来说并没有多大的价值。可是麒麟默默的将他从许州的手上抢了回来。他给麒麟撑着伞，而麒麟同样紧握着他的手，用他的方式守护着自己。这一刻，他再没办法继续骗自己，他其实是在乎的，在乎被许州夺走的东西，痛恨以前那个无能为力的自己。他将这些深埋在土里，最后却被麒麟轻轻翻了出来，洗干净上面的泥垢，捧到他跟前，看，洗干净了，这是你的。他感受着内心的悸动，缺失的一角不知不觉早已被填满，某种情绪滚烫又热烈，饱胀的快要溢出来，将他完全吞没。许琛想，他完了。太阳西下，夜幕降临，
窗外渐渐传来小贩的吆喝声以及年轻学生的笑闹声。离麒麟租住的地方不远处有一个小吃街，种类繁多，价格实惠，深受附近大学生的青睐，每晚热闹得很。麒麟虽然没去几次，可却爱极了这种热闹。有时候晚上不热，他就会特意将窗户打开一条小缝，听着这声音入睡。麒麟听着这熟悉的喧闹，才意识到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他之前一直埋头整理自己的家教计划，本来约的就是暑期的家教，他请了几天假，得找个时间将课程补回来。等他做完，揉了揉酸痛的脖子，再抬头，发现天已经全黑了。麒麟想起什么，拿起手机去学校官网逛了一圈，不出所料，还没有发出关于许州论文抄袭的相关公告。这么大的事情，一天肯定下不了结论，估计得等明天。麒麟抿了抿唇，退出了学校官网，又忍不住点到了微信界面。现在都晚上7、8点了，许琛还在加班吗？他这几天忙着找抄袭的证据，都没怎么好好跟许琛说话，在许家待着，还怕许州察觉到，忍痛提前1天搬回了自己租住的地方。现在整个事情告一段落，他空下来后就尤其想念许琛。他其实考虑过将这件事提前告诉许琛，可他怕出什么意外，万一竹篮打水一场空，只会将许琛的伤疤再撕开一次，他不想让许琛失望，所以他要等到官方结果出来了，再给许琛一个惊喜。不过这个并不妨碍他跟许琛聊点其他的。麒麟勾了勾唇，点开跟许琛的微信界面。麒麟，还在加班吗？吃饭了吗？我还没吃，有没有什么建议？麒麟，好想跟你一块吃饭，要不我明天上完课去你公司附近等你。你有空吗？明天不行就后天，我什么时间都行。2条消息后面还附带了一个超萌的表情包，小猫瞪圆了眼睛，眼巴巴的，他自己看了都觉得可爱的要命。麒麟嘴角翘起，发完消息后趴在床上晃着脚等许琛的回复，中途还打开微博看了眼，发现一片催更的。他前几天忙的根本就没有时间再分出多余的心力去拍学习视频，连微博都没打开过，现在一看全是私信，有的还以为他出了什么事突然消失。这下的麒麟赶忙发了一条微博解释了一下，并表明今天肯定更。正好他的课题报告也写完了，可以将之前的视频归纳一下，做一个学习心得的总结。他刚发完微博，发现手机上方就弹出了一条消息：许琛，不用明天。麒麟愣住了，这是什么意思？不用明天，那难道今天吗？可现在这个点还没等他回复，许琛又发来了一条消息：许琛，我在你家楼下。麒麟不由瞪大眼，立马从床上跳了下来，鞋子都来不及穿，噔噔跑到阳台往楼下看去，只一眼就看到了树下身姿挺拔的熟悉身影。许琛好像在抽烟，红色的火星在夜色中闪烁明灭，他站在树边，明明姿势慵懒随意，却透着难言的吸引力，让麒麟一眼就在人群中找到了祭塔。许琛此时也感受到麒麟的目光，抬头，两人目光相交。树叶将路灯的光切割成碎片，斑驳的映出许琛锋利冷峻的轮廓。光影之间，麒麟并没有看到亲许琛的表情，可他却觉得许琛看他的眼神有点不一样，很深很沉，像是要将他的样子刻进心底的最深处藏起来。就在他出神间，手机嗡嗡响了一声，许琛，别看了，下来，我带你去吃饭。麒麟穿好鞋子，匆匆下了楼，一路小跑过来。许琛扶住他的胳膊，让他站稳，看着不断小声喘着气的人，急什么？麒麟顺了口气，我怕你等久了。他从阳台上看，感觉许琛已经在楼下站了很久，下意识就跑出来了。他看向旁边的垃圾桶，上面堆积了很多烟头，都是许琛常抽的牌子。麒麟心下一紧，尽量让自己语气显得正常随意。你来很久了吗？是有什么事想跟我说吗？有什么能让许琛这么纠结？是不好开口吗？麒麟想到什么，眼底浮现一抹慌乱，他强压下去，瞬间改口道：好饿啊，我们先去吃饭吧。他说完就率先朝外走去，可手腕却被人抓住，一个用力，他就跌入了一个宽阔温暖的怀抱。他怔了怔，
发现许琛抱得很紧，根本不让他逃。许琛声音满是无奈，我只是想清楚了一件事，太入神了，不知不觉站得久了点。他在知道自己的心意后，的确下意识的想去找麒麟，可又怕自己的情绪没控制好，将人吓到。他前不久才暗示了一次，不想将麒麟逼得这么紧。可他没想到麒麟这么敏感，这么容易就想歪了。麒麟太缺乏安全感了。许琛不由又将人抱紧了些，安抚道：“乖，别瞎想。”麒麟眨了眨眼，明白许琛不是来跟自己提分手的，他心底一下安定下来，想回抱住对方，可意识到现在是在哪里后，脸瞬间红了，瓮声道：“你快松开我，旁边有人。”小区底下人流量不多，可也不少，他们两个男生抱在一起，被人看到像什么样子？许琛将人松开，伸手捏了捏麒麟垂在身侧的手，没事，我挡着呢，刚刚没人看到。麒麟感受到手上温热的触感，悄悄伸出手指勾了勾对方的手心，小声的嗯了一声。许琛见将人哄好，揉了揉他的发，想去哪里吃饭？我陪你。我最近项目大部分的事情都处理的差不多了，时间也很多，我有空就来找你。让麒麟获得安全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陪伴。果然，麒麟听到这话，眼睛一下子就亮了，他着急的抓住许琛的手，惊喜道：“真的吗？说了就不许反悔。”许琛回握住他的手，眉宇间满是温柔：“不反悔。”这时，旁边有一对年轻情侣经过，正牵着手笑着说些什么。麒麟下意识低头看着两人交握的手，触电似的松开了手背在身后。许琛这次没拦，看着麒麟侧过脸不敢看他的技样子，抬手碰了碰他红透的耳尖，闷笑一声：“想去哪吃饭？”麒麟哪里听不出许琛语气里的笑意，一把拍掉耳朵上的手，突然听见那对情侣也在兴高采烈的讨论要吃什么。我们去那条小吃街吃吧，那里的串串好香，还有嫩豆腐、炸土豆。男生点头，好，听你的。麒麟若有所思的看着两人的背影，再看了眼旁边西装革履的许琛，嘴角弯起，我知道吃什么了。许琛看着眼前人声鼎沸的小吃街，默默的将自己衬衫上打着的领带取下来塞进口袋。好在这里也有很多下班后来吃饭的人，他在其中并不显得突兀。麒麟看着许琛沉默的样子，笑得眉眼弯弯。他喜欢看许琛为自己破例，无论是吃冰淇淋、喝奶茶，亦或是现在一起来到小吃街，都会让他感觉跟许琛之间的距离更进一步。许琛愿意走进他的生活，愿意宠着他，陪他一起闹，就算做的是跟身份格格不入，许琛也会由着他。每当这个时候，麒麟就能深刻感受到自己是被偏宠的，或许也是被爱着的。小吃街人流涌动，麒麟带着许琛往不同的摊位上挤，看得顺眼的就会捎带一份，许琛则是在他旁边尽量护着麒麟不被撞到。最后两人的手上的吃的都拿不下了，麒麟才停手。两人找到了一个稍微僻静的角落，麒麟迫不及待的尝了块铁板豆腐，又嫩又滑，好吃的他差点咬到舌头，不枉两人在摊位前等了那么久。麒麟立马将装豆腐的碗递到许琛面前，含混道：“真的好好吃，你尝尝。”许琛抬了抬两手满满的吃的，示意自己没手吃。麒麟刚想接过许琛手边的东西，让人空出手来吃，余光不经意间瞥见旁边一对小情侣正在互相喂吃的，明明两人手都有空，可就是要在那里卿卿我我的。好死不死，那两人也在吃铁板豆腐。许琛自然注意到了他的目光，挑了挑眉，笑道：“你也要喂我吃？”麒麟看向许琛，有点没反应过来：“你想让我喂你？明明之前喂他吃个粥都不情不愿的，现在怎么这么不见外了？”“我只是觉得手上东西太多了，交给你也挺不方便的。”许琛语气自然：“而且我看那豆腐的确挺好吃的。”许琛这话一出，麒麟再没犹豫，也没管旁边都是人，夹起一块递到许琛嘴边：“那我喂你。”许琛看起来好像的确挺想吃的，他才不会吃独食。许琛眼下眼底的笑意，又将手上另外一份关东煮递到麒麟面前，
试试这个。两人就这样渐渐把手边的食物全部消灭掉。往回走的时候，麒麟蓦地反应过来，他们最后明明都空着手，可他还是下意识为着许琛吃完最后一份食物，而许琛也没有提醒他，两人共用一份餐具，将所有的小吃都吃完了。他既抬眼看向旁边的人，刚想说什么，脚底忽然绊到一个什么东西，身子猛地一歪，眼见就要摔倒，他下意识往旁边抓了一把，刚探手，许琛就稳稳地抓住了他的胳膊，搂着他的腰往怀里一带。没事吧？麒麟被人抱在怀里，耳边是自己砰砰的心跳声，不知道是摔倒前的后遗症还是其他，他匆匆回了一句没事。察觉到周围人很多，麒麟很快退出了许琛的怀抱，他低头看去，只见地面一个井盖翘起一角，他应该是走路没注意踢到了，而左手边就有一个围栏，离他很近，他明明可以伸手搭在围栏上稳住身形，可即将摔倒的那一刻，他选择向右边伸出手，仿佛他知道那个人肯定能拉住他。结果也是如此，几乎是他刚抬手，许琛就将他抱住了。麒麟弯了弯唇，绕过那个井盖，转身冲许琛笑道：“走吧。”可是许琛没动，反而朝他伸出手：“要不要牵着走？我怕你再摔倒。”麒麟愣了愣，下意识朝周围看去，抿了抿唇。许琛，路上很多人，他们这样很奇怪的，他不想遭受别人异样的目光，所以饶是想跟许琛亲密，在外面也根本不敢表露分毫。可许琛依旧伸着手，静静的看着他：“没关系的，我只是担心你再次被绊倒，就像刚刚你喂我吃东西，也是合情合理，大家不会多想。刚刚也没人觉得我们奇怪，对不对？”麒麟怔住，刚刚他喂许琛吃东西，也有人看过来，不过很快就转移了目光，或者带着善意的笑，导致他当时也没发现什么不对，就这样一直喂着许琛吃完了手上的小吃。那么现在他也可以牵许琛的手吗？麒麟垂在身侧的手指动了动，想抬手，胳膊却像是被人死死定在了原地。他还是没有勇气，他还是害怕，怕再遭受以前那些目光，也怕连累许琛。可下一秒，许琛弯腰主动牵住握住了他的手，指腹在他手背轻轻摩挲两下：“不回就当你同意了。”麒麟看着两人交握的手，只觉得心跳声愈发剧烈，这样真的可以吗？许琛感受着对方的挣扎，握得很稳，低头看向麒麟，低声问：“不想跟我牵手？”麒麟听着许琛语气里淡淡的失落，下意识停止了挣扎，甚至反握住了对方，小声道：“不是的。”“那现在牵手会让你觉得不舒服吗？”许琛在他的指尖捏了捏：“我会尽量挡住的，别人不会看到。这样会不会好受一点？”麒麟听着许琛温和的话，渐渐明白许琛的意图，他是想让自己走出过去的阴影吗？麒麟不知道怎么感觉眼睛有点酸，他默默的又将许琛的手握紧了些，像是在用力抓住什么东西，没有不舒服。说完又小声补充了一句：“喜欢跟你牵手。”他真的好喜欢许琛。两人就这样一路走回了麒麟租住的小区。麒麟从最开始的身体僵硬，走路的时候都不敢抬头看，到后来会小小的晃着记两人牵着的手，跟许琛商量明天在哪里见面，要吃什么东西，眼角眉梢都是轻快的笑意。到了小区楼下，许琛停下脚步，而麒麟依旧拉着他的手，自顾自的向前走。见他不走了，疑惑的回头问他：“怎么了？”许琛看着眼前的小区，笑着摇了摇头，跟了上去：“没什么。”麒麟带着许琛上楼，进到自己房间，他洗完澡，在床上高兴的滚了2圈，听着浴室里响起的水声，才像是后知后觉的想起什么。他又把许琛带回了家，甚至他房间已经有了许琛换洗的衣物，一直被他好好的挂在衣柜里，像是早就知道他会派上用场。麒麟忍不住把脸埋进被子里，他最近换了新的床单被套，棉被也是晒过的，现在还有太阳的味道，闻起来干净又舒服。许琛应该睡得惯吧？他下意识将手在床上按了按，很软，陷进去的时候不会感到难受，床很结实，就算晃得厉害也不会发出奇怪的咯吱声，唯一的缺点就是这房间的隔音不太好，
麒麟下意识想直起身子去敲敲墙，意识到什么，白皙的面上瞬间红透，他到底在想什么呀？许琛出来的时候，就看到麒麟趴在床上，脸陷进枕头里，发丝凌乱，宽松的上衣下摆往上掀起一截，露出白皙柔韧的腰，甚至还能看到小巧可爱的腰窝在裤腰下若隐若现。他眼神暗了暗，别过目光，捂唇咳了咳，起来，给你吹头发。不知道是不是他在的缘故，麒麟每次洗澡都只是胡乱的擦擦，像是知道自己肯定不会放任不管。麒麟听到这话，立马从床上跳了起来，赤脚跑到旁边的沙发上，将吹风机插上插座递给他，我都是在这里吹的。许琛看到那个狭窄的单人沙发，喉结滚了滚，没说什么。麒麟也后知后觉的发现，这沙发坐两个人有点拥挤，他被许琛半圈在怀里，头侧靠在沙发的靠背上，方便吹头发，两人的腿却避无可避的贴在一起。他穿的是一条宽松的短裤，直到膝盖以上，而许琛则是一条轻薄的丝质睡裤。他能清晰的感受到两人相贴的地方传来的蓬勃热度，让他不由想蜷缩脚趾，将腿收起来。可这个沙发实在是太窄了，他轻轻一动，反倒是让两人贴得更紧，他的小腿几乎是压在了许琛的腿上。呼呼的风声中，麒麟觉得越来越燥，他心想，这吹风机的温度是不是调得太高了？他怎么感觉有点热？许琛感觉怀里的人一直在动，他的手在麒麟发间拂过时，清晰的感受到麒麟头皮间隐隐的汗意。麒麟就算背对着他，他也能感受到对方的那股燥。21岁的麒麟反应清晰又直接，他将吹风机关掉放下，手圈在麒麟的腰间，将人往怀里带了带，手指在麒麟的发间摩挲两下，看看是不是吹干了。麒麟囫囵应了一声，他记现在的感觉很奇怪，明明许琛在他发间的力道不重，可却又酥又麻，让他止不住的抖了抖。他咬住下唇，不想让许琛发现自己的异样。可他不知道的是，两人靠得这么近，他的那点反应早就被许琛尽收眼底。吹干的发变得干燥又蓬松，贴在面上，让麒麟看起来愈发听话乖巧。洗完澡后露出来的肌肤都泛着浅浅的粉，锁骨、肩头和膝窝这些关节处尤为明显。此时软软的窝在许琛怀里，像是一只诱人却不自知的小妖精。许琛眼神晦暗，落在麒麟发间的力度不由重了点。麒麟颤了颤，忍不住侧身抱住许琛，将脸埋在他的颈项处，小声道：“别揉了。”说完还软软在他颈间蹭了蹭，闻着鼻尖跟自己如出一辙的沐浴露味道，唇角翘起，又忍不住靠近了些。许琛无声的纵容着麒麟亲密的行为，感受颈间对方清浅的呼吸，放在麒麟腰间的手紧了紧。狭小的单人沙发上坐着两个成年人，要是麒麟看一眼，会发现自己已经被完全困在了沙发和许琛之间，而他却毫无所觉，无意识的朝许琛靠近，像是一只自投罗网的兔子，洗干净了，乖乖送到猎人的嘴边。许琛看着怀里娇软的人，喉结滚了滚，刚想说什么，喉结就被人含住，如诗的触感一扫而过。麒麟看着眼前突出的喉结，只觉得心痒痒，在看到他动了的时候，实在没忍住。他仰头看着许琛凌厉的侧脸和紧绷的下颚，跪在沙发上，微微直起身子，像小猫似的在他脸上蹭了蹭，又吻了吻他的下巴，然后挪到他的唇角，舔了舔，软声道：“许琛，亲亲我好不好？”回应他的当然是绵密潮湿的吻。这一次好像跟以前都不一样，许琛动作很温柔。今天在底下见到我的时候，你在慌什么？许琛扶着他的后颈，低声问道。麒麟被吻得浑浑噩噩，听到这话，下意识回道：“我怕你想跟我分开。”他怕这段时间自己忙论文的事情，许琛会生气，也害怕暑假跟许琛相处久了，他腻了。想到这些，他又有点心慌，主动将唇凑过去，满是讨好的味道。可许琛却偏过头，吻落在脸侧。麒麟，我不会跟你分开，你不用讨好我。许琛声音很低，却很清晰，你要试着多相信我一点。麒麟怔怔的听着耳边温柔的嗓音，像是有人强势敲开他脆弱的外壳，用自己的方式将里面的不安的他牢牢的保护起来。
相信许琛吗？麒麟感觉眼睛有点酸，低低嗯了一声。他用力的回抱住对方，捧住许琛的脸，再次吻了上去。他真的爱极了这种跟许琛肌肤相亲的感觉，整个人丢了魂似的，像一个被人完全掌控的布娃娃。许琛让他偏头，让他张嘴，让他呼吸，他都乖乖照做，完全迷失在这无尽缠绵的吻里。气真的要疯了。他的手摸索着往下探去，可却在最后关头被人抓住。麒麟下意识抬头，却撞进了一双漆黑的眼，很暗很沉，仿佛下一刻就会将自己卷进去吃个干净。许琛，麒麟像一只被驯服的小猫，软软的蹭了蹭许琛的脸，不理解他为什么不让自己继续。许琛抱着怀里娇软的人，深深吐了口气，他将对方的手拿出来，吻了吻他的指节，声音阴哑低沉。麒麟，我在等你准备好。他纠结了那么久，想慢慢来，却在看到麒麟眼底的惶恐时，一下变了主意。他不想慢慢来了。许琛看着麒麟的眼，缓缓开口：等你准备好跟我谈恋爱。第二日下午的课间休息。麒麟，你的笔记本上竟然是空的。上节课你没做笔记吗？谢开宇习惯性的想看看麒麟上课做的笔记，拿过来后却是一片空白，干干净净，连个标点符号都没有。他不可置信道：不会吧，不会吧，我们学神也开始上课开小差了。麒麟这才回过神来，接过笔记本，漫不经心道：哦，我之后补上拍照发给你。他的确是没认真听课，脑海里全是昨晚许琛的话。我在等你准备好跟我谈恋爱。尽管许琛说他可以不急着答复，可麒麟今天脑海里一整天都在回想着谈恋爱三个字，让他头脑发热，整个人都有些飘飘然。谢开宇见麒麟又开始走神，皱眉道：你昨晚没睡好？不过想到什么又嘀咕道：不对啊，我们今天上午没课，有啥睡不好的？谢开宇越说，麒麟越觉得脸颊发烫。他昨晚其实睡得挺好的，累过头了，被许琛抱到床上的时候几乎沾床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已经快10点多，许琛早就起床上班去了。我上午将暑假做的课题报告归纳总结了一下，剪辑了一个小视频上传到网上去了，就精神有点不好。麒麟胡乱找了个借口。谢开宇没有多想，这样啊，我还想着你这状态跟常永义那小子大差不差，还以为你也有情况了。许周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跟学校请假了，一直到开学都没来寝室。于是谢开宇一天大半的时间都跟常永义在一块，亲眼目睹了陷入爱河后常永义的呆傻模样。谢开宇说起这个，表情一言难尽。麒麟，你是不知道，常永义最近简直了，一天到晚悄咪咪的看手机，上课中途也不忘在桌读，经常不见踪影，就算在寝室也是待在阳台打电话，也不怕被蚊子咬死。我让他进来，他还不愿意，觉得我杀风景。你说过不过分。刚打开手机准备点开微信聊天界面的麒麟默默将手机熄屏，再硬生生将嘴角的弧度压下去，才回道：那他是挺过分的。不过谢开宇控诉的这些，他怎么感觉自己每一条都中了？只要许琛有空，他就会给人发消息打电话，可以的话还会跑到对方公司底下蹲点。算起来，他好像比常永义更过分，何止是过分？谢开宇没有察觉到麒麟的脸色，越想越气。你没发现这节课常永义没跟我们坐一块吗？麒麟愣了愣，之前他没注意，现在一看，还真是，他翘课了。谢开宇翻了个白眼，转头指了指教室后面，在那呢。麒麟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发现常永义坐在了教室最后面的角落，旁边坐着一个女生，很眼熟，竟然是李思涵。两人正低着头说着什么，脸上都带着笑，气氛和谐融洽。看到了吧？舞蹈系这时候估计没课，李思涵就陪常永义来了。那小子当然果断抛下我们去陪自己心上人了。谢开宇啧了一声，我怀疑他们两个已经开始谈恋爱了，瞧这亲密样，还跟我保密呢。麒麟怔住，谈恋爱？是啊，我有次经过学校情侣林的时候看见了他们两个，
还牵着手呢，这不是在谈恋爱是在干嘛？麒麟嘴唇嗫嚅两下，心里暗自反驳道，他跟许琛也牵过很多次手，也没有谈恋爱啊。不过他知道他跟常永义的情况并不能相提并论。下课之后，常永义很快就从后座跑到了他们身边坐下，笑嘻嘻的拍了拍麒麟的肩，小林子好久不见。为了庆祝新学期的开始，等下节课结束，我请你们喝奶茶。李思涵之后有课，他也有课，就不能腻在一起了，就来找谢开宇两人了。麒麟听着他这话有些好笑，怎么，你还挺期待开学的？他能期待开学才有鬼。谢开宇将旁边的座位空出来，常永义刚坐下就将他的脖子勾过来，这小子最近就是这德行，像是要跟全天下人宣布他的好事，问了却死活不说。常永义被勒了也不恼，笑嘻嘻的让谢开宇放开。哎呀，我知道我最近训狗粮训的有点多，别气别气，下课之后奶茶随便点，我请客。谢开宇放开他，哼了一声，这还差不多。麒麟能明显看出常永义眉宇间的喜色，想了想，还是忍不住问道，你们成了？常永义听到这话摸了摸鼻子，像是有点不好意思，现在大家都在这，我也不瞒着了，我昨天晚上跟思涵表白了，他也同意了。谢开宇听见这话，猛地拍了一下他的背，哇，你小子速度可以啊，这才来学校几天啊？麒麟也笑着说道，恭喜，看来这奶茶必须得喝了。常永义看向麒麟的目光满是感激，这也得多亏了你的建议，不然我跟思涵可能走不到这一步。他当初暑假的时候莽撞的跟李思涵表白了，被人婉拒之后心灰意冷，还是麒麟让他慢慢来不要急，他才鼓起勇气去跟李思涵问清楚，结果对方真的是觉得太突兀，他就耐着性子跟人加深了解。两人开学之前就都来了 A 市，相处了好一阵，于是昨晚他就选了一个郑重的场合跟人告白了。麒麟听着常永义的话，若有所思，其实我有个问题，你觉得交往之后跟以前有什么差别？如果差不多的话，为什么要交往？这也是他困惑的点，他觉得自己现在跟许琛的状态就挺好了，谈恋爱什么的他从来没接触过，他不知道那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这种对未知天然的恐惧让他害怕打破跟许琛的关系，也让他下意识的想保持原状。常永义听了麒麟的话有点愣神，你这个问题好奇怪，哈哈。可他见麒麟神色认真，思索了一下，回道，怎么说呢，没恋爱之前彼此更多的是一种相互试探和了解的过程，就算那会觉得心动暧昧，可却少了那层捅破窗户纸后的安全感，就是那种想给对方一个实在的名分，让自己也变成他的某个人。这种关系的确定会让人心安，仿佛将人绑在了自己身边，更加亲密了。或许交往后会发现彼此更多的缺点，可同样的也会发现对方的闪光点，这是相互包容的过程，也是两人长久走下去的保障。常永义说完，发现自己好像说的有点拗口，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在一起后我们就能光明正大的一起出去玩，一起去游乐园，一起去看电影，一起去玩一些彼此感兴趣的事，不用像之前那样费尽心思找借口才能将对方约过去。恋人的关系让我们做什么都会合理，也不用遮遮掩掩。麒麟低声喃喃道，原来谈恋爱可以做这么多的事吗？之前他跟许琛最多就是一起吃饭、学习，在家亲吻，转变关系后，他们真的能做常永义说的这些吗？不管是不是真的，常永义之前几乎每一句都说到了他的心坎上。他想成为许琛的某个人，而不是只有一层浅薄暧昧的关系。他也想去跟许琛尝试各种情侣间会做的事，不想每次都找借口靠近他，他想跟许琛长长久久，永远在一起。常永义瞧他一副了然的模样，不由失笑，我还会骗你不成？不过你这样子有点可疑呀。谢开宇也附和道，上次在度假酒店我就感觉到了猫腻，麒麟你要是确定了，不要忘记通知我们啊，别自己偷着乐，知道不？而且有些事情顺从自己的心就好，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目光。麒麟怔怔的看着谢开宇，却见他笑着拍了拍他的头，还不忘按住一脸好奇的常永义。行了，要上课了，
好好听讲，别扰乱小林子的思路。说完还将麒麟的笔记本摆好，这次可别忘记记笔记了呀。麒麟看着面前的儿笔记本，突然很轻的笑了笑，他点头应道：好。一天的课程结束，麒麟手里捧着常勇一请的奶茶，抬脚朝江教授的办公室走。教授发了消息，说是让他来一趟，同时也叫了其他的候选人，准备宣布最终结果。麒麟看离约定的时间还早，就先去东区喂了喂猫。看着面前小家伙吃得争先恐后，还不忘用毛茸茸的脑袋来蹭他手心的时候，他心里的那抹紧张也淡了很多。除去许州，剩下几个人其实都很优秀，而且他剑走偏锋，心里其实并没有太大把握。麒麟呼了口气，看猫咪们将吃食吃干净之后，摸了摸它们柔软的肚皮，见时间差不多了，扔掉喝完的奶茶，朝江教授办公室走去。路上他习惯性的去刷了一下 A 大的官网，想看看关于许州抄袭的通告出来没有。今天上午，某某期刊已经将许州的文章撤下来了，就差学校出一个正式声明了。他不抱希望的刷新了一下，突然看到最新通知关于经管系019731班许州论文抄袭的情况通报。麒麟脚步立马停了下来，走到一棵树下，避过刺眼的眼光，点进去看其中的详细内容。经调查，019731班许州发表在某某期刊上的论文属于抄袭，证据确凿，且情节较为严重，经由学校商议，决定给予以下处分：一、文章下架，并撤销许州所有的学术奖励；二、取消该生之前的一切成绩；三、给予留校检查的纪律处分，延缓其毕业证及学位证的发放。在观察期间，若该学生再次违纪，学校将会考虑开除学籍，以作警告。我们尊重每一位同学的心血，绝不允许抄袭侵占别人研究成果的行为，希望学生们引以为戒。A 大学术委员会麒麟看到这个处罚通告，心里一直悬着的巨石才落了下来。他其实挺害怕因为许州的背景，学校从轻处罚之类的，可看到这些，他知道 A 大做出了最公正的判断。取消成绩，延缓毕业，这对于现在大四的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处分，还会被记入学生档案，这个污点会伴随许州一生，抹都抹不去。再者，这对于许州这样的身份来说尤其丢人，他可能之后在许氏都会因为这个抬不起头。麒麟嘴角翘起，都顾不得先给许琛发微信消息，直接给人打了个电话。电话嘟嘟几声被人接起，麒麟立马开口：许琛，你今天有空吗？我有事想跟你说。许琛听着麒麟语气中毫不掩饰的笑意，也没问什么事，回道：有空，我忙完去找你。麒麟现在才意识到许琛这个时间可能在工作，忙不迭开口：啊，我忘了，现在你还在上班了，那之后再聊。电话挂断后，许琛看着眼前的人，眼里的笑意散去，淡声道：找我有事。许瀚海看他这副样子，气得额角直抽抽，在电话打来之前他就来了，可许琛偏偏晾着他，打完电话才愿意跟他谈。他也没心思跟许琛绕弯子，开门见山：许州论文的事是不是你揭发的？学校那边说是一个学生举报的，他也没空具体去查是谁。他刚度假完回国，正在整理工作上的事，许州却突然跑来跟他说自己论文抄袭的事情被学校知道了，让他想办法。他昨晚就想去找许琛，可这小子电话不接，人也不在家，他根本就没见着人。今天在公司也是一直开会，他总不能大喇喇跑进会议室将人揪出来，只得等到了现在。可在许琛眼里，自己的事还没一个电话重要。许瀚海越看这个大儿子越觉得闹心，许琛从小就跟他不亲，他母亲死了之后更甚，他都没怎么听见许琛叫他爸。许琛看着许瀚海不耐的神色，语气不紧不慢：是我干的。麒麟做的跟他做的并什么分别？许瀚海一听这话，顿时火冒三丈，重重的一拍桌子：许琛，你到底有没有将我这个父亲放在眼里？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这件事不会说出去的吗？许琛瞧着面前气急败坏的人，面色不变，语气轻飘飘的：哦，我答应了。
可这个就是我的论文，许州抄袭，我为什么不揭发？那是因为你想回国。你……许瀚海说到一半，看着许琛眼底的嗤笑，一下卡了壳。对，因为你使了手段扣留我的护照，我不得不在国外独自闯荡了5年。许琛代替他将接下来的话说了出来，因为我想住回自己的卧室，因为我不想让我妈最喜欢的花被小三糟蹋，所以我不得不将自己大学时期的心血卖掉。许琛眼神没有半分温度，可他却是笑着说出这些话的。许瀚海，你听着这些不觉得羞愧吗？你有什么脸来质问我？许瀚海脸色涨红，愤愤反驳道，这些不都让你如意了吗？我还让你一回国就坐上了副总裁的位置，现在倒好，你竟然开始埋怨我了。副总裁？许琛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冷笑，那只是因为我手中的股份和身份，我该坐这个位置。一开始许瀚海根本没打算给他任何实权，他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将手中这个烫手山芋起死回生，才有了现在的地位和人脉。他这个项目俨然已经成为公司的核心，他能保证以后5年公司都会围绕这个项目运作。许瀚海被许琛堵得说不出话，他气得重重喘了几口气。你长大了，翅膀硬了，我说不过你，不过你要清楚，许州是你弟弟，你这样做明显没有将我们这个家放在眼里，也是在明摆着跟我作对。许瀚海怒不可遏，梗着脖子怒目看向许琛，你要是心里还有我这个父亲，就去将论文的事情撤回来，我也会好好管着许州，不让他再闹事。我们各退一步。许琛看向面前这个熟悉又陌生的人，突然低低笑了一声，他轻声道，如果我说不呢？许瀚海明显没料到他会是这个态度，反应过来后顿觉丢了面子，吼道，好啊，你许琛，你是真的觉得自己有了几分资本是吧？我倒要看看你能有多大能耐。办公室的门被摔得震天响，许琛低头淡淡看着桌上刚刚被钢笔划破的纸张，撕裂处墨水竟然晕开一条长长的痕迹，像是横亘在他跟许瀚海之间的鸿沟，丑陋又可笑。孙秘书敲门进来，看到的就是许琛静静坐在办公椅上沉思的画面，他小心翼翼问道，许总，您还好吗？刚刚许瀚海跟许琛在屋内争执的那么剧烈，他们就算在外面也听得一清二楚。许琛将桌上的纸扔进垃圾桶，面色如常的接过孙秘书手上的文件看了看，签字，项目收尾的时候也盯紧一点，后续会有很多衍生产品，让他们不要懈怠。孙秘书连忙点头，好的许总。他偷偷看了眼许琛的神色，倒是跟往日没什么不同，只是多了一分冷漠。不过这份冷漠在对方拿起手机的那一刻被冲淡。许琛皱了皱眉，已经6点了。麒麟半小时前给他发消息说要去江教授办公室，等他开车到 A 大，他们应该也谈完了。可孙秘书以为许琛还有任务，连忙回道，许总，您有什么吩咐吗？现在1号和4号会议室都是空的。可许琛抬头看了他一眼，不用。他在孙秘书目瞪口呆的眼神中合上文件，站起了身，我先下班，有事给我打电话。他该去接人了。麒麟现在正在江教授的办公室，旁边同样候着4个跟他一样的学生，每个人都屏息以待。江教授看他们沉默的样子，笑了笑，和蔼道，不用这么紧张，就算没选上，你们之后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来找我，我会很高兴之后还跟你们有交流。江教授这话一出，大大缓和了在场学生的心情，能成为候选者已经很幸运了，之后还能借此跟江教授保持联系，算是意外之喜。不过公布名额之前，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江教授话音一转，面色凝重下来，他将一份公告递到几人面前，这是学校刚发出的通知，可能你们还没来得及看到。上面加盖了 A 大的公章，鲜艳刺目。麒麟只一眼就知道那是什么，许州抄袭的公告。可其他人明显不知道这件事，看到后忍不住窃窃私语起来，眼里满是惊诧。想必你们也发现了，许州今天没来。江教授沉声道，他这篇论文涉嫌抄袭，甚至交给我的课题报告也是别人的研究成果，
我是绝不会允许这种人当我的学生。现在跟你们提起这件事，也是希望你们引以为戒。马子平看着这个公告，眼睛一亮，许州失去竞选资格，那他的概率就会大很多。不过江教授之后的话，让他的心跌入谷底。江教授缓声道：现在我也该说正事了，你们的报告我都看了，都很优秀，每一篇我都挺喜欢的。不过有一篇实在让我惊艳。江教授目光落在麒麟脸上，眼里止不住的赞叹。齐同学的论文方向我本来很不看好，可没想到他竟然研究的这么深。江教授早就将麒麟的报告打印了出来，大家可以看看，他整篇文章对自己要写的点研究的非常透彻，逻辑也很紧密，看下来让人十分舒服。马子平迫不及待的拿过麒麟的报告，越看脸色越臭，麒麟无论是选题还是内容都吊打他交上去的那篇。其他人也一脸吃惊，最后苦着脸将报告放了回去。江教授将所有人的反应尽收眼底，见大家没有异议，下了结论，所以我最后的选择是麒麟。其他人走后，江教授将麒麟留了下来。他捂唇咳了咳：你交上来的报告挺好的，之前是我带了点偏见，以为你只是为了讨我欢心。麒麟见状立马礼貌回道：学生也是有点拖大了，只不过实在喜欢老师您研究的内容，没忍住就选了这个方向。老师不介意就好。江教授被这一口一个老师哄晕了头，脸上笑得跟朵花似的。我留你下来是想问问你有没有精力在完成你毕业论文的情况下再写一篇文章发表。你看你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块的了解还蛮多，甚至有好几个模型，我觉得挺有意思，觉得可以深入研究一下。麒麟愣了愣，可是老师，这些内容我并没有体现在报告里，您是怎么知道？他说到一半突然停住，老师，许琛去找过你了，还将他的其他分析内容一起带过去了，是想给自己多争取一些机会吗？从平日的相处，麒麟就能看出许琛对待公事其实很严苛，根本不像是会为了别人去求情走后门的，可偏偏许琛再次找了自己多年前的老师，想要满足自己的心愿。麒麟垂眸，眼下眼底的复杂，垂在身侧的手慢慢握紧。许琛应该知道江教授不会喜欢他这样干的，可偏偏他还是去了。江教授发现自己一不小心说漏嘴，麒麟还立马猜出来了，顿时不乐意了。你们这一个个的精明的要死，不过有一点我事先声明，我不是因为这些补充资料才收你做学生的，你的报告的确是最打动我的那个，就算许州抄袭的事没被爆出来，我也会选你。麒麟听出了江教授语气里的欣赏，立马回道：谢谢老师的认可。江教授点了点头，对麒麟的乖巧非常受用。他拿起早就准备好的资料，就准备继续跟人讨论刚刚的话题，可麒麟却又开口：老师，我今天还有点事，您刚刚说的我明天上午再来找您行吗？江教授看他强忍焦急的小模样，啧了一声，摆了摆手：行行行，我就知道你听了肯定要去找他。这小家伙自从知道许琛来帮他交过资料之后，心就飞出去了。麒麟出了办公室，忍不住一路小跑起来，他迫不及待的想快点见到许琛，想要跟他说许州抄袭被惩罚的事，想要跟他分享自己被江教授选中的事，也想问他为什么明知道会被老师所不喜，却还是要背着他偷偷去给自己争取机会。不过他好像知道答案，可他想听许琛亲口说，也想告诉许琛自己的心意。快到大门的时候，麒麟给许琛打了个电话，他跑得太急了，弯腰将手撑在膝盖上，喘着气问：你现在在哪？我去找你。跑什么？熟悉的嗓音从手机传来，可又好像不是。还有，许琛怎么会知道他在跑？他还没抬头，就感觉头发被人轻轻揉了揉，顶上传来一声很浅的笑：别找了，我在这。许琛看着眼前的人，听到他的声音后猛地抬头，清澈的眸子里盛满惊喜，毫不犹豫扑了上来，抱住他的腰，软声叫道：许琛，许琛。许琛一声接一声的喊着他的名字，语气里满是依恋和欢喜。许琛回抱住眼前的人，在他发顶揉了揉，唇边也勾起一抹温柔的笑。怎么突然开始撒娇了？还是在学校门口？
就想抱抱你。麒麟闷声说道，不过还是很快退出了许琛的怀抱。学校门口人流量不少，抱久了会奇怪。许琛抬手擦过麒麟额上因为跑动渗出的细汗，热不热？麒麟随意将额上的发捋了捋，摇头，就刚刚跑太急了，一会就好了。学校绿化不错，都是树荫，没那么晒。许琛瞧他白皙的脸上都泛起了红，却还是嘴硬说自己不热，目光一直没从他身上移开过，眉眼间全是温软的笑意。他将麒麟颊边汗湿的发顺到耳后，上车再说。上车后，麒麟感受着车内的冷气，忍不住重重呼了一口气，这才发现自己后背已经汗湿了一片，他真的太怕热了。许琛看着麒麟趴在空调口吹风的小模样，替他拉开衣服鼓了鼓风，下次别跑了，不仅热还危险。麒麟感受着背上的凉风，惬意的眯了眯眼，我不是想早点见到你吗？说完，忍不住勾住许琛搭在他衣领上的手，放在脸颊蹭了蹭。你就别说我了好不好？许琛听着他乖软的语调，本来还想让提醒他要认真观察路况，这下全被堵在了嘴边，最后只捏了捏他的脸，下不为例。麒麟见许琛这无奈的样子，忍不住凑上前，在他嘴边亲了一口。好了好了，我下次肯定注意。亲完意识到什么，飞快的往车窗外看了一眼。许琛将车停在了校外的树荫下，外面学生人来人往，可车内密闭的空间让他下意识就少了很多警觉性，亲许琛这种行为几乎是想到就凑了过去。许琛瞧他警觉的模样，解释道，车窗是单向的，别人看不到。说完唇角勾了勾，补充了一句，也就是说你想在里面做什么都可以。麒麟听到这话脸更红了，下意识仰头反驳，我又没想做其他的事。可抬眼一下看到许琛嘴边促狭的浅笑，就反应过来自己还不如不解释。他抿了抿唇，别过头不想再跟许琛说话。怎么相处久了，他感觉自己什么心思都逃不过许琛的眼。许琛瞧他恼了，哄道，是我想做其他的事。说完将麒麟的脸转过来，捏着他的下巴俯身吻了上去。麒麟感受着对方的味道一点点渡过来，忍不住伸手抓住许琛的衣摆，主动仰起头，让对方吻得更加方便。之前的那点羞恼在唇齿间一点点被消磨干净，整个人彻底软在了许琛怀里。许琛看着已经开始迷糊的人，抬手在他嫣红的唇上拂过，消气了吗？麒麟回过神，想起刚刚下意识的主动，脸埋在许琛怀里，半晌才含混应了一句，我才没有生气。他永远不会跟许琛生气。许琛听着他软糯的语气，低头又在他唇角吻了吻。你之前不是说有事跟我说？什么事？麒麟这才发现他将正事给忘了，立马拿出了一张纸递给许琛，眼神亮亮的。你看这个。他从江教授办公室出来的时候问老师要了这张纸，他还是觉得白纸黑字加公章更正式。许琛将折叠的纸缓缓打开，许州抄袭的通告映入眼帘。饶是他早已有心理准备，可这一刻心脏跳动的频率还是不受控制的快了很多。被人强占的东西，麒麟用自己的方式替他夺了回来。这种久违的被庇护的感觉让许琛觉得心中莫名酸涩，他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却一下被人拥入怀里。麒麟抱着许琛，就像许琛平日安慰他那样，笨拙的拍了拍他的背。我知道这个论文是你的，也知道你迫于很多原因没办法去揭发许州，没关系的，我帮你把他要回来了。我找到了很多证据，许州翻不了身，你也不用有其他顾虑。麒麟想起许州跟许瀚海两人对许琛的威胁，忍不住将怀里的人抱紧了些，脸颊蹭了蹭他的发丝，没事的没事的，以后我会陪着你的。他也可以当许琛的家人。许琛闭了闭眼，下巴搁在麒麟的肩上，听着对方语气里难掩的心疼，低声嗯了一句，双手收紧，用力的回抱住他，力道大的像是把他揉进骨子里。是的，他现在有人陪他了。麒麟感受着许琛的情绪，尽量放软身体，让人抱得更舒服，哄道，我在呢。几分钟后，许琛平静下来，放开人后，在麒麟的腰间轻轻揉了揉，欠声道，疼不疼？
麒麟躲了躲，这怎么会疼？真以为我有那么娇气啊？他抬手扶开许琛的手，别揉了，好痒，又疼又痒，让他浑身都不自在起来。许琛将他的反应尽收眼底，俯身在麒麟耳边说了一句，麒麟脸色瞬间爆红，支支吾吾道：“不用。”他嘴里说着自己不娇气，可对自己那一碰就红的体质明白的很，现在估计腰间一圈都有印子了。这里要是被许琛碰，他得疯。可是他又舍不得拒绝这样的福利，许琛哪里不知道麒麟在就纠结什么，他眼里划过一丝笑意，没有再讨论这个话题，而是替人系上安全带。今天江教授是不是去找你们说了选人的结果？你还没告诉我。麒麟听他这了然的语气，忍不住撇嘴，你肯定早就知道了对不对？估计许琛昨天下午去找老师的时候就知道结果了。许琛瞧他气鼓鼓的样子，忍不住在他脸颊戳了戳，可是我想听到你亲口告诉我，这样我才能名正言顺给你奖励对不对？麒麟闻言一下就来了兴趣，什么奖励？可他问完，发现许琛只是从唇角扬了扬，没有回。他瞬间意会，立马侧身抱住许琛的颈项，软声道：“许琛，江教授最后选我了，我以后就是他最后一个关门弟子了。”麒麟说着说着，嘴角不由翘得老高，跟人分享真的会获得双倍的快乐。他忍不住抱着许琛摇了摇，啊，我真的成功了，我好高兴啊！许琛感受着怀里胡乱扑腾的小孩，也没阻止，反而纵容的顺着他的话说道：“真厉害。不过你还没说什么奖励呢。”麒麟闹完抬头问他，一脸期待。他可太好奇了。最后麒麟进了熟悉的小区，被许琛带回了自己家，他有点摸不着头脑。许琛，你给我的奖励在我家。许琛应完之后，将带上来的几件衣服挂进了麒麟衣柜。麒麟跟在他旁边，见状眼珠子转了转，不会吧？这就是许琛给他的奖励吗？福利是不是有点大？许琛一转眼就看到麒麟傻傻的看着他那几件衣服乐呵，忍不住屈指弹了弹他的额头，想什么呢？我只是觉得这里只留一件衣服有点少。那你的意思就是之后会常住？麒麟瞬间反应过来，许琛被他的话堵住，一下也不知道说什么。他之后工作没那么忙，会尽量过来陪陪麒麟，而以对方粘人的性子，他八成走不了，就想着多带点衣服方便。可怎么在麒麟嘴里说出来就变了味？可细细思索下也没什么不对，他甚至说不出什么反驳的话。幸好此时门口传来敲门声，将许琛解救出来。您好，生鲜超市的外卖到了。麒麟看着许琛手里满满一袋子的食材，疑惑道：“这是要干什么？”许琛将菜都拎进厨房，一边收拾一边回道：“做饭。”说完顿了顿，颇有些不自在，就当奖励了。他还是第一次干这种事。麒麟眼睛瞪得圆圆的，后知后觉意识到什么，冲进厨房，从背后抱住许琛，笑得眉眼弯弯：“你真的要给我做饭吗？”上次在度假酒店吃烧烤的时候，许琛透露出他会做饭，麒麟当时就在想许琛会不会做饭也很好吃，没想到现在就碰上了，还是专门给自己做的。许琛被人撞了个趔趄，稳住身子后，侧身看着身后的人，皱眉道：“今天刚跟你说的不要跑，还在厨房，万一碰到刀或者烫到呢？要不是他现在手上沾了水，不然肯定将麒麟收拾一顿。”麒麟被说了也不恼，只感觉心里甜滋滋的，鼻尖是对方身上冷冽清新的味道，让他忍不住悄悄将脸贴在许琛背上，感受着温热的体温，温顺的回道：“我知道错了。”许琛对他这近乎耍赖的态度也没有办法，用胳膊肘碰了碰腰间的手：“行了，你去外边玩，我要开始收拾了。”等会做饭胃呛人，他平时抽个烟都要咳嗽的人，肯定受不了里面的味。麒麟知道自己在这里也只会碍事，只得松开许琛的腰：“我虽然不会做饭，可是我会收拾菜，你看看有哪些我可以帮忙的。”许琛想了想，指了指角落里的蒜：“我知道你不喜欢吃这个，可是加进去菜的味道会好很多，我会炒熟的，不会有蒜味，你能接受吗？”
麒麟忙不迭点头，可以。许琛就算现在叫他去吃生蒜，他也不会拒绝。许琛还没开口，就瞧着麒麟已经拿着一个碗和小凳子坐在了厨房门口，一脸欢快的开始包蒜。他的目光在麒麟身上停留了一会，很轻的笑了笑。这么多年来，他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等麒麟包完蒜，许琛就已经将菜收拾的差不多了，什么都不让他碰，他只能乖乖的坐在厨房门口，看着许琛忙碌的身影。依旧是那个身材优越、肩宽腰窄，让他深深着迷的人，可却有哪里不一样了？厨房空间不大，许琛站在里面略显逼仄，浅色的高档衬衫外套着一个印着哆啦 A 梦的围裙，跟许琛的冷淡的气质格格不入，可却让麒麟一点都挪不开目光。这样的许琛已经完全走下高台，跟他并肩站在一起，甚至主动牵住了他的手，带着他一起往前走。正在他出神间，许琛突然转身朝他走过来，俯身在他脸上戴了一个口罩，还无奈的揉了揉他的发，让你自己去玩还不愿意，把口罩戴好，不许摘。麒麟眨了眨眼，乖乖的点头。中途麒麟的手机响了好几次，他不得不将视线从许琛身上挪开，打开手机看了眼，发现是谢开宇跟常永义的消息。常永义，卧槽卧槽，小林子，你有没有看学校的通告？许州抄袭？真的啊？谢开宇也是来跟他说的这件事。谢开宇，许州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事才这些天没来学校？麒麟觉得一个个回复太麻烦，索性两人拉到一个讨论组，一进群，两人霎时激烈的讨论起来，都觉得离谱和不可置信。麒麟唇角抿了抿，麒麟，是我举报的许州抄袭。他说了这一句后，群里一下安静下来。最先回话的是常永义。常永义，不是吧？小林子，你去举报的许州，在他眼里，麒麟跟许州关系一向要好，他实在是想不出麒麟会去揭发许州，这不是直接撕破脸了？麒麟猜出了他心中所想。麒麟，许州抄袭的他哥许琛的论文，我也因为某些事跟许州绝交了。他指尖动了动，如果你们也想跟我断绝关系，我没有意见。这几个字打出来，他却没发出去，最后又一点点删掉了。之后群里就再也没有消息。麒麟垂下眸子，扯了扯嘴角，他也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什么。他跟常永义和谢开宇能做朋友，也是许州搭的线，现在他跟许州掰了，跟他们自然也不会有好结果。可是他还是觉得有点难受。想什么呢？许琛的话突然打断了他的思绪，去将餐桌收拾出来，准备吃饭。麒麟压下心头的烦闷，站起身去收拾桌子。最后他看着桌上色香味俱全的三菜一汤，眼里满是惊诧。许琛，你也太厉害了。这就厉害了。许琛夹了一筷子鱼到麒麟碗里，先尝尝好不好吃，这鱼是鲈鱼，刺比较少。麒麟忙不迭吃了一口，肉质银白细嫩，入口生香。他含混道，这也太好吃了。话音刚落，碗里又多了一块肉和其他的菜，好吃就多吃点。最后麒麟仰面躺在沙发上，感觉自己要撑死了。他因为之前厌食的缘故，饭量一直都很少，还是在许琛家里住的那段时间，许琛逼着他多吃，他才能勉强吃完一碗饭，再喝一小碗汤。可是今天他吃了2碗饭加1大碗汤，喝汤的时候都没让许琛提醒，是他自己主动要的。咕咚咚喝完之后，甚至意犹未尽的想再来一碗，还是许琛最后摸了摸他的肚子，没让他再喝。麒麟在沙发上难受的翻了翻身子，然后感觉一双手小力的在他鼓鼓的肚子上揉了揉，很不舒服。许琛皱眉看着沙发上小声叫唤的麒麟，扶住他的腰，将人抱起来，起来走走。麒麟又开始犯懒，窝在他的怀里不走。许琛将人扶正，捏了捏他后颈的软肉，走走，正好我有事问你。麒麟疑惑的看着他，许琛趁机牵着他的手往前走，问，你刚刚在厨房门口跟谁发消息？他做饭的时候能感受到麒麟的目光一直都在他身上，还会提醒他小心切菜，小心手，或者不要被油溅到之类的。可中途他发现身后的人没再出声，反而低着头
在给谁发消息。麒麟的情绪也不知不觉低落下来，收回手机后也只怔怔的看着地面发呆。许琛说完，发觉麒麟的步子顿了顿，他握着对方的手紧了紧，轻声问：发生什么事了？麒麟迎着许琛关切的眼神，突然觉得有点委屈，没忍住，一五一十将事情跟许琛说了。常永义和谢开宇之后，是不是不会再理我了？麒麟低着头，揉了揉眼睛，可是我有点舍不得。他发现自己是真的将他们两人当做自己最好的朋友。许琛将人抱在怀里哄了哄，他们不是没说什么吗？是你自己在瞎想。他指腹拂过麒麟红彤彤的眼尾，你是不是觉得在他们心里许州比你重要的多，所以会为了许州而疏远你？麒麟抬头疑惑的看着，仿佛在问，难道不是吗？许琛哪里看不出他的意思，当然不是。说实话，我跟你们只有在度假酒店接触过，可在我看来，常永义和谢开宇对你其实并没什么差别，相反，他们对你更为照顾，每次玩游戏最先叫的也是你。麒麟怔了怔，许琛说的好像是对的，之前他就算不想参加寝室的活动或者游戏，谢开宇跟常永义也会坚持带他一起，就是怕他一个人寂寞。他表面觉得烦，可心底其实是高兴的，高兴有人一直记得他，所以他每次都不会拒绝。许琛牵着麒麟的手，带着他慢慢在室内走，见他表情放松下来，继续开口说道：还有一点，你觉得这次你做错了吗？当然没错。麒麟回答的毫不犹豫，就算没有许琛，他也不会纵容许州这种抄袭的人。许琛颔首，那就行了，想必他们也会理解你的行为，只是一时接受不了你跟许州之间的对立。麒麟闻言停下脚步，语气有点急，你的意思是他们还会跟我做朋友？许琛点头，你给他们一点时间。麒麟听着许琛平稳的声音，心也一点点落地，他呼了一口气，抬头牵着许琛的手晃了晃，嘴角泛起一抹小小的弧度。许琛，谢谢你。许琛问，现在放心了？麒麟乖巧的点头，行，那走快点，照你这个速度，什么时候能消失？许琛说完，无情的继续带着人遛弯。等消完时，许琛打开电脑，坐在沙发上处理公事，麒麟则是拿起充完电的手机，发现谢开宇不知道什么时候给他发了消息。谢开宇，小林子，常永义只是一时不接受好兄弟之间突然这样，不过我们从始至终都没觉得你做错了，这件事是许州的问题，他应该承担这个责任。谢开宇，常永义他这性子睡一觉就好了，明天上午早八，别忘了，谁早到谁占座啊。麒麟愣了愣，反应过来后立即回了一个好。他说完，笑嘻嘻的勾住旁边正在办公的许琛的脖子，重重在他脸上亲了一口。许琛，你怎么这么棒？许琛挑了挑眉，看着旁边的人顺势窝进他的怀里，头枕在他的腿上，侧身躺在沙发上，抱着他一脸开心的小模样，就猜到估计是同学的事解决了。不过他感受着对方开始不安分的手，叹了口气，麒麟，我在工作。话音刚落，腰间的动作就停了，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似的。可是只安分了不到10分钟，又动了。许琛将怀里的脸掰出来，威胁性的捏了捏。麒麟也不怕他，反而就着他的手用脸软软蹭了蹭他的手心。许琛，已经快晚上9点了。许琛颇有些好笑的看着他，所以要知道他加班到深夜2、3点也是常事。麒麟眨了眨眼，该洗洗睡了。最后许琛还是没有敌过麒麟的撒娇。麒麟先去洗了澡，他听着浴室里的水声，觉得有点燥，自己将头发吹干，然后拉开衣领闻了闻，满是沐浴露淡淡的奶香味，闻起来挺舒服的。要是放在以前，他肯定不会打扰许琛工作，只会按捺住自己的小性子，乖乖后在旁边等人忙完。可现在不知道是不是许琛将他宠得太过，让他愈发骄纵了。不过就这一次，麒麟小声的在心底跟自己说，他有种预感，这次跟以往都会不一样。许琛洗完后擦头发的时候，就看到麒麟坐在床上眼巴巴的看着自己。
他走过去，挑起麒麟的发，感受了一下，自己吹干了。麒麟抿了抿唇，不知怎么有点紧张，小声应了一句：“在想什么？”许琛坐到他旁边，将人卷进怀里，低声问道。麒麟将脸贴在对方的胸膛处，听着耳边沉稳的心跳，一时有点不知道怎么开口。他今天就想跟人说清楚自己的心意，可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时机。眼见一天就要过去，他怕自己好不容易鼓起来的勇气会消失。要不现在说？说什么？说我已经准备好了。会不会有歧义，让许琛觉得他就是缠人家身子？那问要不要谈恋爱？太突兀了，他开不了口。麒麟越想越觉得脸颊发烫，索性躲在许琛怀里，不敢抬头，生怕被人发现异样。许琛看着怀里的小猫咪，将自己的脸藏得严严实实，可脸上的热度却透过薄薄的衣料传过来，烫得厉害。许琛低低笑了一声，害羞了。话音刚落，怀里的人抱得更紧了。许琛怕他把自己闷死，强硬的将他的脑袋捞了出来，果不其然，憋得眼睛都红了。麒麟见自己逃不了，深深吸了一口气，干脆直起身子，抱着许琛的脖颈，微微用力，将他压在了床头。我想问你一件事。麒麟迎上许琛漆黑的眼，鼓起勇气道：你干嘛要去找江教授，还将我的其他资料交了上去？你肯定知道老师他不会喜欢你这样做。许琛现在就算不是江教授的学生，可话里话外依旧对人敬重有加，干嘛要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许琛放在他腰间的手收拢了些，像是明白麒麟在暗示什么。我知道你很在意那个名额，我想帮你，那你也不能不在意自己在老师心目中的形象。他明明那么看重你，要是因为这件事你们的关系出问题了怎么办？麒麟忍不住捶了捶许琛的肩，你干嘛为我考虑那么多？干嘛对我这么好？麒麟声音低了下来，眼眶红红的，咬着唇，像是在极力忍住不让某种情绪崩塌。许琛抓住肩头的手放在唇边吻了吻，抵着麒麟的额头，轻声问：那你为什么要孤身一人去举报许州抄袭？要是失败了，你知道后果的。不光江教授的名额会丢掉，他也会受到相应的处罚。消息要是泄露出去，麒麟大四这最后一年在 A 大会非常不好过。麒麟咬着牙倔强说道：我不会失败的，我心里有数。许琛轻轻笑了声，侧脸在他唇角吻了吻，真棒。麒麟听他这哄小孩的语气，忍不住瞪了他一眼，你还没回答我。我没你厉害，我不确定老师会不会因为生气。麒麟愣愣抬眼，一下撞进许琛深邃的眼，里面带着很多他看不懂的情绪，却在触到自己眼神的那一刻化为无尽的柔情。可我还是要去。许琛定定地看着怀里的人，因为在我心里你最重要，比他自己都重要的多。麒麟再也忍不住，死死地抱着许琛，头埋在他颈间，声音都带着哭腔：许琛你怎么这么笨？笨死了，笨死了，笨死了！他哪有那么重要？许琛抱着怀里的人，拍了拍他的背，我笨。麒麟听着许琛满是纵容的话，声音带着浓重的鼻音，其实我也笨，在我心里你也是最重要的。他抬起头，捧着许琛的脸吻了上去。许琛，我们谈恋爱吧。卧室门窗紧闭，窗帘也被拉得严严实实，透不进一丝光亮。床头开了一盏昏暗的小夜灯，橘黄的灯光给这一片天地照上朦胧的色彩。麒麟仰着头，感觉自己已经被吻透了，口腔的每一处都被人完全探索干净，呼吸交融，不分彼此。即将喘不过来气的时候，许琛松开了他，麒麟立马抓住他的衣领，小口小口的呼吸新鲜的氧气。许琛太凶了，让他根本招架不了。把你刚刚说的再重复一遍。许琛看着怀里已经软成一滩水的人，低声说道。麒麟缓过来后，抬眼，两人目光相交，麒麟感觉对方眼底似是沉淀了无尽的情意，渐渐将他笼罩包裹，直至深陷其中。他忍不住伸手碰了碰许琛的眼，
像是被蛊惑了，顺着许琛的话又说了一遍：“许琛，我想跟你谈恋爱。”他之前觉得谈恋爱太麻烦，身体上的愉悦就能让他满足，于是他认为约是最好的方式。可跟人相处久了，他变得愈发贪心，他想要许琛的一切，身心都必须属于自己。他也想跟许琛做更多的事情，不仅仅是肌肤之间的亲密。他想跟人去游乐园，想跟人去看电影，就算只是两人一起并肩单纯步行，他也喜欢。他要跟许琛做一切情侣之间会做的事，也只跟许琛做。许琛看着麒麟，眼神深邃，喉结滚了滚：“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不会给你反悔的机会。”麒麟只要迈了这一步，就别想回头。我当然知道。麒麟跪坐在床上，直起身子，目光跟他直视：“你之前说要等我准备好，我现在准备好了，我还不准你反悔呢。你必须跟我谈恋爱。”语气带了一点霸道，仿佛在说：“就算你现在后悔也没用，晚了。”许琛听着麒麟不容拒绝的话，却没有错过对方眼底的期待跟忐忑。他勾了勾唇，抵着他的额头，鼻尖相触，声音满是纵容和宠溺：“那我们谈恋爱。”许琛回应了。麒麟听到这话，暗自紧绷的心一下子松弛下来，整个人溺在对方温柔的笑里，感觉自己越来越轻，像是飘到了云端。可他突然想到什么，拉着许琛的衣领的手有点不知所措的收紧，猛猛的问：“不过谈恋爱要怎么谈？”许琛低低笑了一声，声音磁性悦耳：“很巧，我也没谈过。不过先教你换气。”麒麟不知道他们接吻了多久，他感觉自己好像整个人被泡在了蜜罐里，浑身上下头透露出甜丝丝的味道，被人吮吸轻咬，像是要将他骨头里的味都吻出来。每当他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许琛就会咬住他的下唇，略显锋利的牙齿轻轻磨了磨，带了点疼，让他下意识吸一口气。麒麟恍惚的想，原来是这样教他换气的吗？最后只要许琛单独碰他的下唇，无论咬没咬，他都会条件反射的呼吸。浑浑噩噩间，麒麟感觉自己的衣服下摆被人往上撩起。许琛松开他的唇，低头，目光落在那截柔韧纤细的腰上，上面隐约有一圈红痕，仔细看还能看到根根分明的手指印，在白嫩的皮肤上格外显眼。这是之前在车上被许琛勒出来的，麒麟在洗澡的时候就发现了，可他没想到许琛竟然一直记得这件事。麒麟下意识的想将衣服拉下来，可许琛不让。粗糙的指腹在那些痕迹上掠过，许琛低头吻了吻麒麟红透的眼尾，哑声道：“还疼吗？”麒麟下意识抖了一下：“没事，过几天就消了。”他就这个体质。许琛手指在上面轻轻摩挲，像是安抚：“记得我当时在车上跟你说的话吗？”麒麟想到什么，感觉全身的血液一下涌到了脸上。那会许琛也发觉自己力气用的大了，附在他耳边开口道：“晚上给你亲亲。”尾音缱绻撩人，像是一个小钩子，将他一下就吊了起来。他本来都忘了的，可没想到许琛竟然会在这个时候提起来。他上午还能支支吾吾说不用，可现在嘴唇嗫嚅两下，一个字都说不出口，完全不想拒绝。麒麟自暴自弃的抬手用手背遮住了自己的眼，死死抿着唇，没有回答许琛的话，像是在努力掩盖自己那羞耻又躁动的心。黑暗中，他听见对方很轻的笑了一声，接着麒麟感觉自己的衣服被人往上又撩了些，一抹柔软贴了上来，有点凉，却很软。他刚刚还尝了很久。麒麟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被人这样对待，那些伤处泛起了丝丝疼痛，更多的却是入骨的痒，让他下意识想后退，可背后扶上了一双手，将他禁锢在原地，他怎么都逃不掉。许琛，麒麟求饶的叫了他一声，可话音刚落，他就被人舔了一下。深灰的床单将人的皮肤映照得愈发的白，泛着莹润的光泽，像是一件上好的瓷器，让人爱不释手。麒麟受不了这种折磨，在背面上踢蹬几下，想借力想往后退，可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力气，动作显得徒劳又滑稽。别动！他听见许琛叹了口气，像是对他的调皮很是无奈。
乖一点。声音沙哑温柔，可却将他禁锢得严严实实，甚至扶着他，将他的腰折起一个小小的弧度，让自己行动更加方便。没了视觉，麒麟的其他感官反而更加敏锐，他能听到对方很轻的吞咽声，自己的手抓住被单时的抓挠声。他感觉自己这次买的床单好像不太好，他分明买的是纯棉的，为什么还这么滑？他脚用不上力，手抓的时候也使不上劲，等那一圈被完全照料完，他也只是无助徒劳的在背面留下很浅的几道划痕，像是在嘲笑自己的不自量力。这么敏感，却对这种碰触着迷的要命。许琛松开他的时候，麒麟全身上下都渗出了细汗，湿涔涔的。他被人拥在怀里，感受着对方的手，没忍住，一口咬在了许琛的肩头。他短促的吸了一口气，许琛松开。可许琛没放，感受着肩膀小猫似的力道，亲了亲他的侧脸，憋着会不舒服。麒麟呜咽一声，他刚刚被照料的太过了，现在被轻轻一碰，没一会就泄了力。许琛擦干净手，把床上懒散的人抱进怀里，再将他额上湿透的发撩起来，露出饱满的额头，问要不要去洗澡。麒麟睁开眼看了看他，摇头，等会再洗。他觉得自己恢复了些许力气，坐起身，手压将许琛的肩往下压，让他躺着。许琛感受到对方低下头，碎发拂过，吐息温热的落在那片皮肤上，意识到麒麟想干什么后，神经霎时如同琴弦一样绷到了极致。他手插进麒麟的发，阻止了他的下一步动作。许琛看着底下的人，从牙缝间吐出2个字：不用。他不用麒麟为他做到这一步。麒麟抬眼疑惑的看向他，那要直接做吗？在他看来，两人已经谈恋爱了，他不能只顾着自己，让许琛给他服务，互帮互助才是合格的情侣该做的事。许琛没想到麒麟会蹦出这一句，手间的力道一下子松了，可麒麟却将这个视为许琛默许的信号，低头继续。许琛睁眼，底下的人眼角被逼出几滴生理性的眼泪，看向他的目光满是委屈和无辜，像是被人狠狠欺负了，却毫无办法，只能瞪大眼控诉的说他混蛋。这场景说不出的乖，又说不出的欲。许琛喉结滚了滚，手下力度放松很多，可偏偏麒麟像是恼了，坏心的用牙齿咬了他一口。最后两人都愣了，麒麟好像根本没反应过来，猛猛的擦了擦脸，然后下意识咽了下去。之后麒麟一边刷牙一边回想自己刚刚的行为，他为什么要吞下去？虽然那会也没感觉出有什么味道，可这行为好傻，还有点像是故意勾引人。麒麟听着浴室里再度传来的水声，有点心虚。许琛洗的是冷水澡，他不敢多想，飞快地刷完牙，然后溜了出去。刚出门，他就听见床头柜上自己的手机一直在震动，有人给他打电话。他走过去将手机拿起来，发现竟然是常永义。这个点，常永义怎么会给他打电话？以常永义的脾性，一下发生这么多事，可能要还整整一晚。他刚接下电话，常永义焦急的声音立马传过来：小林子，你有没有登录学校的论坛？有人在上面发了一张你的照片，还编造一些东西抹黑你。我跟谢开宇都压不下去这些黑屏。A 大有一个内部匿名论坛，大家时常在里面灌水发言，什么表白墙也都在这里，平时活跃度很高。不过常永义说的是什么意思？他的照片？他还没问，电话那头谢开宇就开口了：麒麟，你先登录论坛了解一下情况，我们在电话里也说不清楚，保持通话就好。麒麟眼神凝了凝，说了个好，就去打开自己的电脑，登录了学校的论坛。他刚一进去，就看到首页飘了一个帖子，标题醒目：经管系大4的优等生放学被价值上百万的豪车接送，意欲何为？麒麟点进去，第一楼就是照片，拍的是他今天被许琛接走上车的画面，他的身形被拍得很清楚，脸上只打了很浅的马赛克，不少人通过穿着和模糊的样貌认出了他。论坛上的人从不缺时间，于是开始了长篇大论的分析。一开始注意力都在豪车身上，还觉得他是不是发达了，直到有一条消息突然冒了出来：25L
麒麟不会被包养了吧？这长相应该很多富人都喜欢，不是经管系的细草吗？价格肯定不低。此话一出，底下瞬间沸腾起来。26L， 我就说他大学4年怎么不谈恋爱，冷冷清清的，原来是有这一出。也不知道这车的主人是男是女，哈哈。27L， 他之前不是还给人家交吗？保不准就是这时候勾搭的，被养在外面当小情人，日子过得挺滋润的。中间虽然穿插着不少人替他说话，让大家不要瞎猜，可还是挡不住这些污言秽语。其中他还看到了常永义和谢开宇的故马，想要将节奏带回来，可是很快就被其他评论压下去。麒麟，你看到了吧？现在他们说的越来越过分，我在想要不要找个计算机系的大佬将这个帖子黑了。谢开宇的声音很沉，显然是受不了帖子上乱七八糟的话。常永义更是不用说，气得一拍桌子，特么的，这一看就是请了水军搞麒麟呢。照我看，我们也去找人把这个楼主的 IP 扒出来，揍他一顿，让他自己出来道歉。麒麟听着他们话里的维护，眼里的阴霾散了很多，这样做治标不治本。而且我今天的确上了这辆车，这有什么？常永义不在意的哼哼几声，我猜应该是你做家教的家长吧？我记得他们身份好像都不低，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早说许州家不也有这种车，他们凭什么？话说到一半，常永义卡了壳，想到许州的事，没继续往下说，反正这些人就是在故意找事。麒麟手放在鼠标上，看着一些人不遗余力的在帖子里蹦跶，眼神很淡。你说的那些人自然考虑得到，一旦我出面澄清，将车主人的身份说出来，这些谣言便不攻自破。那这些人为什么还想将事情闹大？要知道，将他污蔑到这个程度，他是可以向学校论坛管理员反映删帖，再拿到发帖人的真实信息，追究责任的。对方不怕事情发酵，原因可能有2点：一是觉得自己不敢出面澄清，二是他们真正的目的在后面。他的确不会将车主人的身份暴露出来，他不想自己的事给许琛带来任何负面的影响。那发照片的人为什么知道这一点？麒麟想到什么，握着鼠标的手紧了紧。他在校门口跟许琛短暂的拥抱了。常永义不知道麒麟的顾虑，立马道：那麒麟，你赶快将车主人说出来，这帖子越说越离谱了。可他话音刚落，就被谢开宇捂住嘴。你少说2句，麒麟肯定有他自己的想法。常永义几声，被谢开宇瞪了几眼，也老实了。麒麟，你现在方便吗？要不我们2个现在去找你，这件事可大可小。谢开宇道。他刚说完，就听见麒麟那边传来另一道男声，在跟人打电话，声音磁性低沉，有很强的辨识度。常永义立马开口问道：许大佬。许琛刚洗完澡，擦了擦头发，听着电话里的声音，微微挑眉。他没想到麒麟开的是免提。麒麟都没注意到许琛是什么时候出来的，他硬着头皮解释道：我跟许琛中途碰见了，就聊了聊。常永义正纳闷，现在都快晚上11点了，你们还吃饭？不过下一刻他的嘴又被人捂住了。许哥好，我们正在跟麒麟说一些事。他好像能猜到那辆车的主人是谁了。既然是许琛，以麒麟的性子，大概率不会将车主曝光出去。许琛见状点头，你们聊。他说完揉了揉麒麟的发，就去客厅处理公事了。许琛走后，麒麟一下松了口气，他还以为许琛会追问。他低头看了看不断滚动的帖子，发现风向变了。100L， 我听说了一个小道消息，麒麟成了江教授学生，真的假的？他是走了后门，还是真凭实力啊？101L， 要是放在之前，我肯定觉得他是凭实力的，可现在真不一定，有那种背景的大佬作证，鬼知道他用了什么门路，搞不好最后交给教授的课题报告还是请人代写的，毕竟明明是候选的其他人更符合江教授的研究方向。102L， 卧槽，不会吧？之前许州就出了学术造假的事，跟他走得那么近的麒麟8成也不干净，真是败坏 A 大风气。
103L， 江教授那么清正的老师，可别被这种人骗到了。有没有哪位同学有渠道去跟老师反映一下，这种品行不端的人得好好查查。104L， 对啊，都被人包养了，交给江教授的论文不知道有多脏，查查查，别让教授被骗了。常永义和谢开宇也看到了这些内容，惊呼一声：我去小林子，你真的入选了啊！这也太牛了，藏得够严实的。麒麟没想到他们这个时候的第一反应竟然是为他高兴，不由失笑。下午老师才跟我们说的结果，我还没来得及跟你们说，他都没来得及开口的事，网上会这么快有小道消息？麒麟，这才是背后之人的正式目的吧？谢开宇明显也察觉到了这一点，你的竞争者看不惯你被江教授选中，再借此抹黑，你让教授迫于舆论压力把你换下来，或者真的查出点什么黑料，名正言顺将麒麟挤下去。常永义听他这一点拨，豁然开朗，这样就对了。我就说一个上豪车的图，能说明啥啊？我们 A 大可是顶尖高校，认识一些有钱人不很正常吗？这绝壁是哪个阴险小人在背后搞小动作？他脑海中非常快的划过什么，一拍脑袋，操，我记起来了，马子平。他之前还发了朋友圈，一副义愤填膺的语气，说什么不公平，还提到了江教授，我截图了。他当时就想去跟麒麟问问竞选的事，没想到突然看到了许州抄袭的公告，就把这件事给忘了。他将截图发到3人的群聊中。麒麟看了眼，内容是这样的：我不服气，这结果不公平，他就是取巧，背地里不知道使了什么花招，我不会让这样的人辱没江教授的名声。麒麟仔细回想了一下，在江教授宣布结果，将自己的报告给其他人传阅的时候，大家表情大多很遗憾，只有马子平一脸不甘心，像是自己的东西被人抢走了。临出门前还恨恨看了他一眼。麒麟当时并没有放在心上，马子平一向如此，无论是竞赛还是考试成绩，都喜欢跟他比个高低，就算输了还不忘将他堵在门口阴阳怪气一番。他想到什么，猛地怔住。这一次马子平没堵他了，他当时一心想见许琛，出了办公室就跑了起来，中间也没注意周围的人。马子平跟踪他。麒麟往后翻了翻论坛的这个帖子，大家的注意力果然都被江教授收徒的事情所吸引，一个劲的说他不配成为教授的学生，说要让他的成绩作废，重新选一次。幕后之人的心思昭然若揭，就是为了江教授的名额。麒麟眼里划过一抹冷光，这位置是他凭自己本事拿到的，不可能被这些小伎俩夺走。这小子竟然把朋友圈删了，肯定是心虚，不过他肯定没想到我截图了，这卑鄙小人。常永义找到马子平的朋友圈，点进去却发现那条朋友圈没有了，显然是马子平怕被人扒出来删掉了。麒麟，你说怎么办？要不我现在冲进他宿舍，把他拉出来揍一顿，让他乖乖在帖子里道歉，还你清白。常永义将手指节捏的咔咔作响，仿佛只要麒麟同意，他立马就能提个麻袋将马子平逮着教训一顿。麒麟对常永义这咋咋呼呼的性子也没辙，不过对方话里行间的维护让他心底一暖，不用，我有办法。那张照片只是一个噱头，真正要引出的是他学术不端的问题，甚至因为许州抄袭的事情，众人对他的印象更是差劲，根本就没有思考，下意识觉得他也是一丘之貉。可要是他能证明那篇课题报告是他自己写的呢？谢开宇听到麒麟淡定的语气，也松了口气，看来你知道怎么解决了，我还以为今晚不用睡了。常永义听得一头雾水，啊，不去打架了？他刚刚还在想用什么借口将马子平骗出来，再去哪个没摄像头的角落将人收拾服帖呢？你就知道打架？谢开宇没好气的拍了一下常永义的头，上次打架还是麒麟给你兜的底，还不长记性。有次常永义因为一点口角跟人大打出手，那人说要去告诉辅导员，最后还是麒麟出面冷静的指出是他先骂的人，也是他先动的手，常永义只是自卫，还说这里有监控，大不了拿到老师那里，
还不知道谁会受到处罚。那人一听就怂了，脸被打得青一块肿一块，却屁都不敢放一个，只得悻悻离开。常永义知道谢开宇说的啥，他挠了挠头，我这不是觉得这种方式解决起来最快吗？他想到什么，问了一句，不过麒麟，这个帖子你真的不管？都成高楼了。从他们告诉麒麟这件事已经过了快半小时，麒麟却始终没说要去管这个帖子，倒是有点任由其发展的意思。麒麟想到什么，唇角轻轻勾起，不用管。他之前倒是没有料到许州抄袭的事会对自己产生影响，就算江教授心里对他没有芥蒂，可不代表其他老师清楚这件事。他之后拿奖学金参加竞赛，都需要跟老师打好交道。还有谢开宇跟常永义也是同理，他不能因为许州毁了这一切。麒麟的眼神冷静又克制，思索片刻后就有了对策。他不介意这把火烧得更旺一点，那么真相揭露时，不仅能彻底脱离许州的阴影，还能在幕后之人以为自己要成功的时候给他迎头一击。麒麟嘴角勾起一抹浅笑，如果那人真的是马子平，这挫败的感觉对方能记一辈子吧。他眼底是毫不掩饰的恶意，既然对方敢做出这样的事，就要付出代价。他挂断电话，准备筹划之后的事，旁边突然出现了一双修长的手，将一杯牛奶放到了他的桌上。喝完，麒麟脸上的冷意霎时退了个干净，再抬头，整个人像一只温暖的小猫，没有一点攻击性。他看着桌上的牛奶，还不忘小声讨价还价，可以只喝一半吗？他今晚本来就吃撑了，虽然因为某些事消耗了一点体力，可还是不想喝这么多。要是变胖了就不好看了。他看着许琛，表情可怜兮兮的。撒娇没用。许琛语气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你身体太虚了。刚刚他都害怕麒麟会晕过去。最后一句话彻底将麒麟打击到，他想到什么，脸刷的红了，愤愤的瞪了眼高大的许琛，咕咚咚几口将牛奶喝干净，把空杯子递给他，为自己辩解道，我以前没这么虚的。跟许琛相处后，他深刻体会到两人之间的体力差距。麒麟不由联想到更多，耳尖都红了起来，简直要命。许琛短促的闷笑一声，用手背碰了碰他红透的耳垂，没事，我耐把你养好，毕竟这是一个男朋友应该做的。论坛这个帖子吵得沸沸扬扬，连许州也看到了。他正陪着于程程在商场购物，见他正在跟导购聊天，一时半会没空注意他，就找了个僻静的地方，将帖子快速翻了翻。内容大致是学校的人怀疑麒麟被有钱人包养，品行不端，最后再联系到他被江教授收为学生的事，觉得他不配。许州看着首页的那张照片，那辆车他一眼就能看出来是许琛的。要是以前，他肯定是毫不犹豫花钱请人将这个帖子处理掉，可能还会直接站出来说这辆车是他家的来保护麒麟。可现在他不想这么做，相反，他甚至希望这里面的水再混一点。以麒麟谨慎的性子，他不可能将许琛暴露出来，只会将两人关系遮得严严实实。上次在许家，也不知道许琛使了什么法子，竟然让麒麟主动向他暴露出两人之间的暧昧，也让他确定了麒麟的性向。麒麟真的是同性恋。其实他之前隐约有感觉，麒麟对他有意思，可对方藏得太好，甚至在他有了女朋友后，坚决跟他划清界限，让他措手不及。现在竟是直接跟自己撕破脸，甚至为了许琛去 A 大学术委员会举报自己，搞得他现在都不敢回学校，甚至于程程这边也对他有了意见，他不得不每天变招法子哄人。许州握着手机的手紧了紧，神色晦暗，看着这个炒成高楼的帖子，唇边划过一抹冷意，连上天都在给他机会，不是吗？许州，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于程程刚试完衣服，转眼却见身边的许州不知道何时跑到店外来了。许州听着身后的声音，很快收起脸上的冷意，转身道，刚刚觉得里面有点闷，就出来透透气。他看了眼于程程身上新换的连衣裙，笑得温和，这裙子很适合你，好看。于程程脸顿时羞红一片，你最近就知道哄我。他其实在知道许州论文抄袭的时候，心里也有疙瘩，
最开始他就是看中了许州的才气跟帅气的外表，再加上两家家世相当，才让他对许州有了很多天然的好感。可出了抄袭的事，让他对许州的滤镜一下碎了。不知道是不是他情绪表达的太明显，许州当即给他承认了错误，说那时是一时糊涂，想让他原谅。这几天也一直在尽心尽力陪着他，呵护备至的态度让他再说不出其他的话，完全沉浸在对方的柔情蜜意中。逛完商场，天色已晚，许州尽职尽责的将于程程送回了家。对方的身影彻底消失后，他唇角的笑一点点消散，真好哄。许州上了车后，打开手机，看着论坛里的那个帖子，唇角泛起的笑比刚刚还要温柔，可却带了丝诡谲。他好像知道该怎么办了。第二日的早八课，麒麟很早就来了教室。这一节课是他们系好几个专业一起上的大课，教室里很多人，声音略显嘈杂。可在他踏进门口的一瞬间，所有人不约而同的将视线落在他身上，教室诡异的安静一秒。下一刻，讨论声更大。昨天论坛的主人公就是麒麟吧？他还不解释吗？这是默认了。鬼知道他在想什么，感觉跟他一起上课好丢脸。之后帖子里走向越来越奇怪，偏偏那人说的信誓旦旦，这是真的吗？麒麟听着这些言论，眼里明显闪过一丝惊诧。他昨天整理好东西之后就睡了，在他的意料中，帖子就算热度大，也不会有这么大的效果。可现在他感觉全教室人的目光都若有若无的落在他身上，这种被窥视的感觉让麒麟头皮发麻，心底最深处的某些东西在这些目光下一点点被勾了出来。他面色发白，找好位置后打开保温杯，喝了一口牛奶。温热的液体从口腔一路滑到胃里，鼻尖满是甜甜的牛奶香味，让他心神渐渐镇定下来。这是许晨早上给他准备的，没想到还能起到安神的作用。常永义和谢开宇这时也来上课了，在他身旁坐下后，谢开宇看着他的目光欲言又止。麒麟，帖子里有新的言论了。麒麟眼神凝了凝，打开论坛，进去看了一眼。前面那些还是说他上豪车被包养，怀疑交给江教授的报告有问题，往后风向却越来越奇怪，说这种车型的主人肯定是男的，话题不断往他的性向上引。麒麟抓着手机的手猛地收紧，力气大的指节都泛起白。他看着帖子里一个个猜忌他性向的话题，以及落在他身上的那些隐晦的目光，很久没有出现过的恶心感瞬间涌了上来。我去一趟厕所。他留下这一句之后，匆忙离开了教室。麒麟没有去厕所，而是转身进了一个安全楼道。里面的声控灯应声而开，略显昏暗的灯光照亮了角落里蹲着的那个人。他抱紧自己的腿，将头埋在自己的臂弯内，身子微微发颤。楼道里的灯渐渐熄灭，墙边应急通道几个字发着幽幽的荧光，映照在旁边的人身上，却带不来一丝温暖。麒麟有点崩溃的抓着自己的头发，明明这个地方没有任何人，他却还是能感觉到那些目光如复古之居，牢牢的贴在他的背后。有好奇、嘲笑、轻蔑、讽刺，甚至还有嫌恶。这些目光跟脑海深处那时刻监视着他的眼睛完全重合。他还是没有走出来，他还是害怕。麒麟只觉得身子越来越凉，僵硬的完全动不了，意识也有点模糊。他咬紧唇瓣，唇上顿时传来一股刺痛，让他脑海清醒了很多。昨天许琛将他的下唇咬破了，现在都有点疼。想到许琛，麒麟心里那股寒意蓦地减轻。他知道自己不能一直陷在过去的阴影中，他开始不断安慰自己，教室里的同学大部分都是好奇而已，恶意并没有那么大，是他自己太敏感，将情绪扩大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他已经脱离那个地方了，没有人能再伤害到他。麒麟深深吸了一口气，指甲深深陷进手心，尖锐的疼痛让他夺回了身体的主动权。他颤着手从口袋里拿出手机。许琛刚出门就接到了麒麟的电话，他以为是对方有什么东西忘带了。怎么了？我还在家门口，需要什么我给你送过去。他不急着上班，可是麒麟应该快上课了。可他问出口，半晌麒麟都没有回应，
手机里只有对方略显沉重的呼吸声。麒麟，许琛立马察觉到了不对劲，你现在在哪？麒麟要是在教室，周围不可能这么安静。没。麒麟尽力让自己声音显得平常，我出来了一会。许琛，你跟我说说话。他发现在他听到许琛声音的那一刻，那股惶恐不安便如潮水般消退，身后强烈的监视感也减轻很多，像是有人站在他身后，替他挡住了那些繁杂的目光。许琛听着麒麟小声的话，心一下就揪了起来，麒麟肯定发生了什么事。不过他语气依旧很稳，我正好想跟你商量一下，晚上吃什么？要不要喝鱼汤？附近超市的鱼还挺新鲜，我下班回来给你做。他边说边给孙秘书发了一条消息，早上的会延期1小时，我今天晚点到。麒麟蹲在角落，下意识抬头认真思考起来。可是昨晚你不是也做鱼了吗？不过那是清蒸的，这次要做汤吗？鲫鱼汤，我觉得你应该会喜欢，到时候我把刺给你挑出来。再做个西红柿炒蛋，我发现你很喜欢用它拌饭，每次有这个菜你都会多吃一点。许琛语气很温柔，对他永远充满耐心，包容着他的小性子，还喜欢将他拢在怀里，给予他满满的安全感。麒麟的情绪被许琛带动，不自觉勾起唇。那我想要鸡蛋碎一点，番茄汁多一点。许琛，好，听你的。2个菜好像不太够，那家的菜就做个凉拌黄瓜吧。最近天好热，这道菜我会，我给你做。麒麟现在说话不抖了，语气还带上了一丝轻快。可他话音刚落，对面就传来一声低笑。我男朋友真厉害。麒麟听到男朋友这3个字，脸疼的就红了，他一手捂住自己的眼，有点羞，可唇边的弧度怎么都压不下去。这道菜是比较简单，可它也是菜，我怀疑你在取笑我，我真的觉得你很厉害，我都不会这个。许琛语气很认真，我很期待你给我做的这道菜。麒麟被他逗笑，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他吐出一口浊气，站起身子，拍了拍腿上的灰。好了，就这样说定了，我不跟你聊了，要去上课了。他也该去干自己的事了。挂点电话后，他推开楼梯间的门，腰挺得很直，缓步走向教室。教室门口站着一个熟悉的人影，瞧见他，笑道：哟，这不是江教授新收的学生麒麟吗？怎么，自个躲厕所哭去了？马子平语气一如既往的阴阳怪气，你要是真心虚，那就早点去跟教授讲清楚，论坛的热度自然会下来，你也不用被人指指点点。这话要是放在刚才，麒麟可能还真的会被他影响到，可现在他只是淡淡扫了马子平一眼，嘴角扬起了一个很浅的笑。马子平，你在怕什么？马子平像是被戳中心思，瞬间恼羞成怒。麒麟，现在是你怕的要死吧？论坛闹得这么大，你就一点不担心的？我也是好心来提醒你一句。他冷笑一声，呵，我怕什么？麒麟点了点头，你不怕，我只是在为这个帖子的楼主担心。上面回复的已经有好几千条消息了吧？我完全可以去告他侵犯我的名誉权，学校管理员可以拿到楼主的信息，我一告一个准。学校最讨厌这种凭空诬陷他人的学生了，他受的处分可不会小。麒麟啧了一声，看着马子平的目光带了点同情，到时候他被挂在学校官网上，估计会比我更出名。马子平听着这话，不由有点慌。他其实本来不打算正面跟麒麟对上，可那个帖子的走向太诡异了，他不傻，明显能看出是有人借着他这个帖子来针对麒麟，搞不好出什么问题，最后背锅的都是他。可麒麟那置身事外的样子一下激起了他的好胜心，以往被人狠压一头的那种感觉又来了。他想都没想，直接承认那帖子就是我发的又怎么样？那图片是我捏造的。麒麟你自己就不心虚吗？我告诉你，我都看见了。不光如此，我还拍下来了。要不是他当时走得晚，或许还撞不见那一幕。马子平越说越有底气，我只发这一张照片，还是看在我们是一个学校的份上，我劝你自己早点去跟教授自首。
麒麟眼神一下子暗了下来，马子平果然跟踪他了。可他面色不变，瞥了马子平一眼，有本事你就将所有照片发出来。马子平一下被噎住，听着麒麟有恃无恐的语气，愤愤地瞪着他，却说不出一句反驳的话。麒麟唇角勾了勾，哦，你认出他的身份了，不敢惹吧？他最近都在财经新闻上经常看到许琛的相关报道，背景什么的一清二楚。马子平家也在 A 市，搞不好还会跟许琛有点生意上的牵连，当然不敢动当地的巨头。马子平脸上难掩愤怒，麒麟，你嘚瑟什么？我是不敢惹许家，可你怎么有脸的？我查过，许琛之前是江教授的学生，搞不好还为你求过情。最离谱的就是你那篇课题报告，我不信那是你能写出来的东西。许家家大业大，也不知道从哪里搞来的枪手。你这是在怀疑江教授的人品。麒麟眼神一下冷了下来，再没刚刚好说话。不管我有没有问题，江教授一生清正，你不该这样污蔑他。马子平瞬间卡了壳，他只是一时口不择言，才将江教授拖下了水。我承认这个我说错了，可我绝对不信那个课题报告是你写的。那个报告他看了，跟麒麟相比，自己那篇简直是垃圾。他不信麒麟的水平比他高这么多。麒麟瞧着马子平不甘心的模样，双手抱肩，问他：那你要不要跟我赌？如果我能证明这个课题报告是我写的，你当众给我道歉，说那个帖子是捏造的。马子平咬牙看向他，那要是你不能证明呢？麒麟，我主动去跟江教授说退出这次名额的竞选。马子平垂在身侧的双手握紧，他知道这赌局其实很公平。他那个帖子根本没有捏造，照片就是实拍，只是网友发酵的过分了而已。可他也没有证据证明麒麟的课题报告作假，仅仅在网上叫的厉害，热度下去照样什么都不是。不过要是麒麟没办法完全证明这个报告的真实性呢？那麒麟就要主动放弃到手的名额，这诱惑对自己太大了。马子平心中的天平瞬间倾斜，好，我跟你赌。说到底，他就是不信麒麟能比他优秀这么多。两人走进教室，此时离上课不到10分钟，老师已经到了，打开了多媒体。麒麟走上前去，礼貌道：老师，我能借一下投影仪说点事吗？不会影响上课。老师看是麒麟，想都没想就让出了位置，没问题。麒麟是所有老师跟前的熟人了，不光成绩好，为人还礼貌，前几天更是被江教授收为弟子，这点小事他当然没理由不满足。马子平看着讲台上的麒麟，冷哼一声，朝底下的人扬声道：想必昨晚大家都看到了论坛的那个帖子，现在麒麟想要证明自己的清白，我们就这么多人给他做个见证。他站在一旁看着麒麟插进一个 U 盘，嘲讽道：麒麟，这么多双眼睛看着你的这个证明到底有没有力度，大家一目了然，你别想糊弄谁。麒麟看了他一眼，很轻的勾了勾唇，没回。马子平看他冷静的样子，心不知怎么莫名有点慌，他努力让自己沉下气，看着麒麟打开 U 盘里的一个 PPT， 按下了播放。 PPT 很简单，里面是一条条微博，每一个都记录了时间点，贯穿了整个暑假。麒麟每翻一页就会讲述当时的思路以及曾经犯过的错误，从构思、查资料、翻译文献、动笔、修改，直至完善，声音干净，娓娓道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让人享受的过程。麒麟将他的整个写作历程一步一步清晰地呈现在大家面前。PPT 的最后是一张照片，那是他凌乱的笔记，粗粗看去铺满了整个屏幕，将近100页。想必大家刚刚也看到了我的微博账号，可以去搜，我报告里所有关键的时间节点都在里面，可以看出我的整个设计思路。他讲完后，室内鸦雀无声，最后还是老师最先反应过来，带头鼓起了掌。一时间掌声雷动，底下之前隐隐的质疑声消失得干干净净。他们听完麒麟的讲述，就像是跟着他一起写完了整篇报告，这其中的巧思和心血让人钦佩。老师看着台上的麒麟，感触很深。我不知道你们那个帖子是怎么回事，
可我看了你的 PPT， 其实挺感动的。之前江教授给我们看了你的报告，我只是觉得惊艳，现在听了才深刻体会到你到底付出了多少努力。更重要的是，他能看出麒麟的态度认真，充满热爱。中间的时候，麒麟明显在一块研究的很吃力，有好几次微博都是围绕那个点展开讨论的。他作为一个老师，都能感觉到里面的知识晦涩难懂，更何况麒麟只是一个本科学生。可对方一点都没有放弃，锲而不舍，才有了现在呈现在他们面前的精彩，也得到了江教授的青睐。天道酬勤，麒麟拔出 U 盘，朝老师道谢，谢谢老师的认可。他下了台，静静看向从他讲完 PPT 就开始沉默的马子平。马子平哪里不知道他的意思，茫然的抬了抬头，嘴唇嗫嚅两下，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其实在这一批候选者中，他其实是对江教授研究方向贴得最近的那个，可他根本没有胆子选这个题目，他知道自己驾驭不了，更重要的是他不想将自己逼得那么紧。可是刚刚的 PPT 里，他看到麒麟好多次记录的时间都是在凌晨1、2点，光是这就足以让他哑口无言。他的课题报告只花了他半个暑假的时间，其他时间他都在打游戏玩闹，而麒麟写报告的时间占满了整个暑假。他不仅没人家有天分，也没有人家努力，难怪比不过。他闭了闭眼，转身面向台下的同学，哑声道：昨天那个帖子是我发布的，我嫉妒麒麟同学得到了江教授最后一个弟子的名额，于是在里面散布了大量不实言论，想要用这种卑劣的方法逼迫他退出。我之后会申请删除那个帖子，并主动向学校老师自首。马子平说完，看了麒麟一眼，眼神有不甘心，有挫败，更多的却是服气。他朝麒麟鞠了一躬，隆重道歉：对不起。麒麟淡淡嗯了一声，他接受马子平的道歉。上课铃打响，老师照常上课。麒麟一回到座位，常永义就忍不住用胳膊肘撞了撞他，挤眉弄眼道：小林子你也太牛了，这样我看谁还敢质疑你。他这个学渣在台下都听得一愣一愣的，就算大部分没懂，也能感受到台上之人的自信与底气。这不是一个作品有问题的人能展现出来的气质。麒麟对他的报告有信心，对他自己更有信心。我将刚刚的事都录下来了，等会就去给你编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文案，让论坛那些傻子好好看看。常永义说完就埋头噼里啪啦开始打字。谢开宇也扬了扬手机，朝麒麟扬了扬眉：可以啊。偷偷开了个微博，粉丝量快20万了，果断关注大佬。说完不忘提醒常永义，等会把麒麟这个微博也加上去，营销的好机会。麒麟眉眼间也有了笑意，瞧他们兴冲冲的样子，无奈道：行了，你们别取笑我了，好好上课。教室内恢复正常的上课秩序，没人注意到教室外依靠着一个人影，像是站了很久。半晌，他很轻的笑了一声，迈步离开。她男朋友真的很厉害。麒麟这天满课，下午下课后，常永义提醒他记得去论坛和微博看一眼，说是有惊喜。他看着常永义神神秘秘的样子，不由失笑：怎么，你惊天地泣鬼神的文案写完了？这个我早写完了，你这整天都没去看一眼的吗？小没良心的，浪费我的心血。常永义骂骂咧咧的勾住麒麟的脖子，笑骂道。麒麟被这么多人误解，成功反击之后，进入前都不去看一下结果的，反倒是他跟谢开宇两人频繁往论坛跑，时刻注意风向，生怕有不长眼的再来闹事。我手机没多少电了，就没看。麒麟垂下眼，找了个借口。其实他只是担心自己在看到某些言论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还是等晚上许琛回家后他再看比较稳当。常永义不在意地道：也没事，我跟谢开宇盯着呢，一切顺利。不知道是不是麒麟上课时的那段 PPT 太有说服力，放上论坛后，众人纷纷附和，很多在现场的学生都出来替麒麟说话，表明这一切都是马子平嫉妒麒麟瞎诬陷人的，什么包养作假，通通都是子虚乌有，还再三表明麒麟非常优秀，是他们的榜样。
之前跟风骂过麒麟的人也三三两两出来道歉，说当初没过脑子，希望麒麟不要被这件事影响。最后就是清一色的祝福，什么祝麒麟学长前程似锦，心想事成，还有说马子平一辈子追不上你，你永远是第一，简直就是论坛奇观。常勇抑制不住的吐槽，网上这些人可真是搞笑死了，听风就是雨，一有反转，华贵也是真快。我跟谢开宇还想着，要是有谁不服气，直接上去兑现，结果等了一天，啥事没有，就那种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感觉，可没意思了。麒麟看着常勇一嘴上说着没意思，可满脸就跟自己打了胜仗一样高兴，嘴角也不由上扬，谢谢你们。谢开宇听见这话，笑道：我们这关系谢啥呀？我跟常勇一都想好了，等会喝什么奶茶了，你请客就行。他说完还将扒拉在麒麟身上的常勇一拽下来，你别压小林子，自己站好。麒麟看着又闹成一团的两人，好了，快点去买奶茶了，不然人肯定多。三人往常去的那家奶茶店走，常勇一时兴起，麒麟，今晚一块吃饭拜。正好周五，我们去吃烧烤，喝点酒去霉运。他越说越来劲，我正好听说学校附近有一家烧烤店新开，打折呢。常勇一说完就兴奋的去查具体位置，可麒麟却摇了摇头，今晚不行，下次吧。他约好了要跟许琛一起做饭的。常勇一愣了愣，不是，最近才刚开学，也没什么考试，你怎么还是每天神出鬼没的？今天这么好的机会，你必须给我个理由。他以为麒麟又是在故意推脱，不跟他们玩。麒麟觉得有点头疼，常勇一这刨根问底的劲又上来了。幸好这时奶茶店服务员的声音响起，解救了他。你们好，这是你们点的奶茶，一共4杯。常勇一跟谢开宇拿了自己的那份，看着麒麟手里的2杯奶茶，常勇一又陷入了沉思。麒麟1杯奶茶有时都喝不完，那就不存在2杯都是给自己的情况。这问题就来了，另外1杯是给谁的？常勇一悠悠道：小林子，我怀疑你外面有人了，还将他们瞒得严严实实。麒麟这下是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他下单的时候本来只买了3杯，可想到什么，鬼使神差的在自己那杯柠檬茶后面又加了1杯。他记得许琛对柠檬茶也不排斥了，在许宅的时候他买了之后，许琛偶尔也会尝一口。谢开宇看着麒麟手里提着的2杯柠檬茶，眼里露出一抹了然的笑，熟练的堵住常勇一的嘴，将人拉走。哎，这天天热了，小林子我们先回宿舍了，你也早点回去哈。还有，我微博关注你了，记得回关。麒麟还真是不声不响做大事，他的微博不光给他澄清了这次的谣言，而且由于他发的内容每次品质都很高，吸引了很多人，每条微博的评论都上千的，微博官方还给他认证了个学习博主的标签，被这样的博主回关可太有面子了。常勇一一听这话，顿时把之前的问题忘了，支吾道：还有我手机没多少电，回去之后就给你们点。得到肯定的回答后，谢开宇再没犹豫，将一直扑腾的常勇一带走了。麒麟也转身回家，给手机充上电后，见时间还早，就先上了微博。将谢开宇跟常勇一的号回关之后，他还看到了很多私信，他还以为是粉丝催更他，可一点开，竟然是清一色的安慰。麒麟怔了怔，仔细看过之后，发现论坛大家攻击他的事被传到微博上了，他的一些铁粉顿时气炸了，不光下场帮他证明清白，还扬言论坛里风气不正。粉丝们组建了一个超话，置顶的就是麒麟在课上的 PPT 演讲，后面跟了一段话：通过自己努力获得的成果，不该成为被人抨击的理由，眼红的人只配躲在角落看别人发光发热，继续向前，你值得更好的未来。麒麟看到这段话，心底涌上一股暖意，原本他只是将微博当成一个记录的工具，可他没想到会因此获得这么多人的维护和喜爱。这条超话的底下也有很多评论：整个暑假我是一路跟着博主走下来的，我本身也是相关专业，每次跟博主讨论都让我受益良多，这么优秀努力的人怎么可能作假抄袭？还被人骂成这样，
A 大论坛的风气真的很差，就没人管吗？我也是 A 大的，最开始那个帖子我一直在劝大家理智分析，可好像有人故意搅和，最后说的越来越离谱，还不断往麒麟的性向上引，无语死了。人家喜欢男人喜欢女人关他们什么事啊？一个个键盘喷子，都什么时代了，还歧视同性恋呢？这不是就是一种正常的性向？这帖子搞得就像同性恋十恶不赦似的，那些人是刚从棺材底下爬出来，腐朽又无知。希望博主不要受影响，无论是什么性向都应该被尊重。麒麟看到这些评论，微微瞪大了眼，大家对于同性恋好像很包容，并不是他想象中的嫌弃与厌恶，反而跟许琛告诉过他的一样，觉得这只是另一种性向罢了，这不能成为大家攻击他的理由。你可以不认同，但请尊重。这是除了许琛之外，麒麟第一次从别人身上得到了认同与支持，就算大家素未谋面，可他们依旧给予了他力量。这时他的目光落在另一条评论上，我们生来就是为了成为自己，而不是仅仅变成一个正常人。麒麟莫名眼睛有点涩，这个道理他现在才懂。从小到大，他特别想做一个正常人，想融入周围的环境，怕自己格格不入，怕被排挤。他努力伪装，可时间久了，他都忘记本来的自己是什么样子了。他变得胆小、封闭，将心死死的包裹住，不让任何人窥见。要不是许琛，他可能就这样过完这一生。麒麟呼了一口气，他知道要想做自己，就得学会克服内心的恐惧。他再次打开 A 大的论坛，在没有许琛的陪伴下，他先去看了常勇一发的澄清帖，底下很多道歉和祝福，当然其中也夹杂这些质疑和辱骂，以及好奇他性向的。毕竟他上豪车的事情一直还没有定论。麒麟的目光落在那些不怀好意的字眼上，特别是关于他性向的讨论，他还是会下意识的不舒服，不过没有像早上那样恶心反胃，身体发抖，只是觉得很碍眼。不过当他往下看时，之前那种紧绷的情绪又会缓下来，底下很多人都在帮他对那些恶评，有时候层主还会回复一两句，最后被骂怕了，一个字都不敢说。还有一个特别逗的人，说他今天就守在这里了，有本事都跟姑奶奶对线，不怕被骂哭的就来。麒麟忍不住勾起唇角，轻轻说了声谢谢。不光如此，论坛上面还置顶了一个标红的帖子，是管理员发的。本论坛是给大家学习交流用的，禁止任何凭空的造谣和污蔑，违反者封禁处理，严重的话我们会追究相关责任。关于马子平同学的处理，我们会发出处罚通告，请大家引以为戒。这个相当于学校出面证明了麒麟的清白。麒麟退出论坛，在微信群里发了一个大红包。在那个帖子里，最活跃的就是常永义和谢开宇，顶着个顾马大杀四方，像是生怕别人找不上他们似的。做完这些，麒麟只觉得身上的重量卸下很多，他喝了一大口柠檬茶，凉爽的液体让他惬意的眯了眯眼。见许琛还没回来，自己先去生鲜超市下了单。可等超市将东西送回来，还没见许琛的身影。他看了眼时间，这个点许琛应该下班了才对。他试探性的打了个电话，响了几声，对面接了。还没等他开口，许琛就像是知道他要说什么，马上下班，有点事耽搁了。许琛看了眼身前碍眼的人，想到什么，勾了勾唇，开口道：小懒猫这是饿了，先吃点零食垫垫，床头柜里我放了点东西，你去找找。谁说我饿了？麒麟嘟囔道，不过很诚实的站起身，朝卧室走去，翻了几个抽屉，在一个角落发现了一包大白兔奶糖，没开封的。你什么时候放进去的？他感觉自己一直跟许琛在一起，竟然没发现。许琛听着他惊喜的语气，忍不住笑道，本来是打算用来哄人的，怕你饿了不高兴，正好用上。不过不许吃太多，最多3颗，我回来检查。他发现麒麟吃糖都没个度，上次许宅的那一包2天就吃完了，不然他也不会将糖藏起来。知道了知道了。麒麟嘴里含着糖，坐在床上乖乖从里面再拿出2颗，又将它放回原位。我就吃2颗，给你留一个。
你快点回来啊！许琛听着他近乎撒娇的话，眉眼间愈发温柔。好。电话挂断，许琛看着面前脸色铁青的人，放下手机，问：有事？语气似乎依稀残留着刚刚的温柔跟耐心，却让对方连面上的冷静都维持不了。许州攥紧手，牙关咬得死死的，愤恨的盯着面前坐在办公桌前的人。刚刚的电话他一听就知道是麒麟打来的，就算听不清具体说的什么，他也能依稀听见对方的语气，又乖又软，是他不曾得到的待遇。许州极度的发狂，连自己本来的目的都忘了。他怒声道：你在跟我炫耀吗？相比于许州，许琛就显得风轻云淡很多。许州，我没心思跟你说家常话，我很忙。再磨蹭下去，麒麟真的会饿肚子。他说完就准备收拾东西下班。许州这才如梦初醒，拦在许琛面前，想起许瀚海的交代，努力让自己声音显得不那么生硬。许琛，我的确有事找你。许琛冷冷扫了一眼面前的人，你叫我什么？许总。许州从牙缝中挤出这两个字，然后抓紧说出自己的目的。项目马上结尾，可为什么最后的结题会议为什么没有我的名字？他好不容易等到了这一刻，看着项目组每个人都欢欢喜喜的收到了通知，等着参会后拿奖励，就他没有。如果结题会议没有他的份，就代表许琛将他剔除在外，那他这整个暑假做的事不就白费了？许州当时就觉得是许琛故意针对他，立马去找了许瀚海说清楚，可许瀚海自己也忙得焦头烂额，让他自己找许琛，他没空管。他只能低声下气过来问，没想到还能撞见许琛跟麒麟之间的亲密，平白受了一肚子气。许琛听清他的来意，手撑在办公桌面，有些好笑，为什么要有你的名字？你为项目做了什么？许州见他这态度，有点恼怒。我之前每天加班到半夜核对数据，还顶着烈日跑去做市场调研，这不算吗？许琛思考半晌，好像的确是有这事。许州本来都做好他反驳的准备了，心里窝了一肚子火，刚准备闹，却一下被堵了回去。他顿了顿，急声道：那你快把我的名字加上去。许琛瞧着他眼底的渴望，手指在桌上敲了敲，语气不紧不慢，可我觉得这些小事并不足以让你被提名，再说我也给你发工资了，这些工作不是你该做的吗？什么？许州火气再也憋不住，谁稀罕那点钱，我要的是业绩。就那些实习生的工资还不够他买一双鞋的，许琛就是故意找他茬。许琛，你是不是想不认账？你明知道我进这个项目组是为了什么，使唤了我2个月，现在几千块钱的工资就想打发我，你把我当什么？许琛瞧他气急攻心的样子，随口说了句：我可能在遛狗玩。这句话彻底将许州引爆，他想都没想就要冲上来，却被门外早就等着的孙秘书和保安冲进来架住。许总，我立马将他带出去。孙秘书见状就跟保安使了个眼色。许州再努力挣扎，也抵不过2个人高马大的保安，他脸色涨红。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再碰我，我让我爸直接将你开除。2个保安当然对许州很眼熟，被总裁的儿子这样威胁，他们还真的有点发怵。可想了想现在公司的形势，眼神狠了狠，还是做事将人往外拖。等等，许琛突然开了口，他饶有兴趣的看向被人制住的许州，问：你应该去找许瀚海告状了吧？他怎么不来救你？许州被人说到痛处，眼里机遇喷火。许琛，别以为现在你就得意了，这些东西迟早都会属于我，无论是麒麟还是公司，都只会是他的。许琛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属于你？许州梦还没醒，还以为许瀚海会替你兜着。要真这样，早在论文那会他就替你将事情解决了。许琛说的慢条斯理，像是生怕许州听不懂。其实说实话，从你进项目组的那一刻，我就没打算让你吃到半点好处，可我还是把你放进来了，你猜为什么？许州目眦欲裂，他想起刚刚许琛说的遛狗玩，再也忍不住，剧烈挣扎起来。许琛，你是故意的。从一开始，许琛就是故意放他进来，
让他以为许琛是妥协了，以为自己真的有机可乘，原来是他被耍得团团转。我就是故意的，那又如何？许琛承认的很干脆，看着底下狼狈又可怜的人，俯身理了理他凌乱的领口，眼里却是与动作不符的极致冷意。下次再让我知道你搅和任何跟麒麟有关的事。他声音蓦地压低，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音量，轻声道：我就把你的手剁了。许州的挣扎一下子停了，他瞬间明白许琛说的什么。是论坛的事，对方明明是状似玩笑的语气，却让他陡然吓出一身冷汗。这疯子真的会这样做？许琛见许州瑟缩的样子，用纸巾擦了擦手，冲保安道：以后这个人就不要放进来了，有问题我担着。许州被扔出了公司，他很想冲进去理论，可走了几步，想起许琛的话以及许瀚海焦头烂额的样子，又不敢。这个公司已经不是许瀚海能做主的了。夜幕降临，屋内时不时响起几声两人的低语，气氛和谐又温馨。麒麟吃饱喝足，躺在沙发上悠闲的玩许琛的手。许琛，你的手指好长啊！麒麟头枕在许琛腿上，边玩边将他的手跟自己比了比，竟然长了半个指节。许琛瞧他气鼓鼓的样子，戳了戳他的脸，这也能不高兴？我才没有不高兴。麒麟嘟囔道，只是有那么一丢丢挫败，许琛好像什么都比他强，连做的饭都比他好吃。他2条黄瓜糖放多了，吃起来怪怪的，可许琛就跟没感觉到似的，赏脸的全吃完了。我下次肯定好好看菜谱做。麒麟有些丧气，不好吃你也别硬吃，万一吃坏肚子怎么办？许琛将他耳边的碎发顺了顺，谁说不好吃？个人口味不同罢了。我就喜欢这个味道，很甜。麒麟见他说的一本正经，要不是他也尝了，还真信了。他嘟囔道，就知道哄我。许琛瞧他闷闷不乐的样子，想了想，从口袋里掏了掏，将一个东西递到麒麟面前，吃吗？麒麟看着眼前的大白兔奶糖，瞪大眼，这是我之前给你的那颗吗？许琛点头，我才不吃。麒麟推开他的手，那是我留给你的。他要是吃了，他将这颗糖留给许琛就没任何意义了。许琛看着他认真的模样，顿了顿，将糖拨开，塞进了自己嘴里，然后低头喂给了麒麟。奶糖的味道在两人唇间辗转，直至整颗糖溶解消失，许琛才松开了底下的人，擦了擦他的嘴角。这样呢？麒麟晕晕乎乎的，后知后觉才反应过来许琛在问什么。他转头埋进许琛怀里，闷声道，哪有你这样的，做完再问有什么意义，他都吃完了。许琛揉了揉怀里人的脑袋，怕他这个姿势不舒服，要不要垫个枕头？靠我腿上是不是太低了？不要。麒麟圈紧对方的腰，就要这样躺着。说完，他的手就不老实的朝许琛的衣缝划去，可刚挑开一角，就被人抓住了手。别闹！许琛声音颇有些无奈，你手机响了，有人给你发消息。这动手动脚的小毛病愈发明显了。你骗我！麒麟没管，又使上了另一只手。许琛无法，将茶几上对方的手机拿过来，不信你自己看。说话间，许琛不经意间看到手机上的消息，动作顿了顿，随后又面色如常的将手机递给麒麟。麒麟察觉到他一瞬间的情绪，疑惑的接过手机，发现是陌生的短信。麒麟，我是许州，我现在才知道 A 大论坛的事，你需要帮忙吗？你课题报告的事情虽然澄清了，可那辆车依旧有很多人猜忌，我知道那是我哥的，可你应该不方便说。要不你说那车是我的好了，大家肯定一下就信了，也会洗脱你性向的嫌疑。我能为你做的也只有这些了。麒麟看到这些话，不知怎么觉得有点反胃。他之前还有点猜不到最后在论坛里搅和的人到底是谁。马子平自始至终的目的都是江教授的名额，不可能扯到他的性向。许州现在蹦出来，倒是让他一下锁定了嫌疑目标。又是他，还装作一副好人的语气给他解围，真的是恶心透了。麒麟立马坐起身来，顺了顺气。
许琛看他这样子，递给他一杯水，被恶心到了。麒麟喝了口水，好受很多，我之前都把他拉黑了，不知道他哪里又找来了个号码给我发消息。他说完之后，才意识到许琛应该都看到消息了。他抿了抿唇，还是决定将论坛和今天发生的事跟许琛说了一遍，就说自己得了江教授的名额，被人诬陷，他隐去了很多情节，比如被人骂、被人怀疑性向等。他刚说完，就被拥入了一个温暖宽阔的怀抱。你做得很棒。许琛其实那天晚上给人送牛奶的时候就看到了，只是他看麒麟有自己的主意，就没提。可这不代表他不心疼。在早上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许琛就后悔了，他不该让麒麟独自面对这么多事。他很想将麒麟彻底庇护在自己羽翼之下，可他知道麒麟不会愿意。麒麟被这一抱，面上强撑的坚强顿时垮了下来，他没忍住，脸贴在许琛心口蹭了蹭。这一天他过得身心疲惫，许琛这个安抚性的怀抱让他仿佛找到了休憩的港湾，整个人现在才真正放松下来。不准备解释那个照片的事了？许琛轻轻摸了摸他的发，问道。麒麟闻着鼻尖熟悉的味道，轻声道：我本来准备等他自己热度降下去，可许州的话反倒提醒了我，我越隐瞒，大家只会越怀疑。甚至论坛里很多人都觉得这车的主人是许州，认为他跟许州关系匪浅。许琛就算没说，他也能感受到他看到许州消息一瞬间的紧绷。要是之后他再看到相关的言论，心里会不会更难受？他之前害怕别人多想，怕那些人将猜疑的视线转到许琛身上，可殊不知这样下去，许琛可能更没有安全感。两人已经谈恋爱了，就算不能公开，也不该这样畏手畏脚。这次他只是上了许琛的车而已，要是这种程度他就开始逃避，那他以后真的能跟许琛正常相处下去吗？麒麟心底做了一个决定，他仰头看向许琛，还没问出口，对方就吻了吻他的额头。可以做你想做的事。麒麟弯了弯眼，将许州这个号码再次拉黑后，他登录了微博，附上那张照片。很抱歉，现在才回复，这是引起了很多争论，我还是决定解释一下，照片里的人的确是我，车主是许氏的副总裁许琛。他刚想嘱咐许琛，如果这件事对他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让他不要发声，自己来处理。可几乎他才发，这条微博就被人转发了。许琛，我在。许琛坚定地站在了他的身后。麒麟看着自己被转发的消息，想都没想就要去抢许琛的手机，着急道：许琛，你把那条转发撤回，快点！趁现在没有太多人看到，还来得及补救。许琛将手机举起来，不让麒麟拿到，另一只手扶住他的腰，怕他摔下沙发，皱眉问：为什么要撤回？这还用问吗？麒麟见他不愿意，愈发急了，我单方面澄清就够了，不管网友怎么想都没关系，可要是牵扯到你呢？他这条微博可以简单理解为自己跟许琛认识，可许琛的转发以及说的话代表了他无条件站在自己身后，就算网友没察觉到他们不同寻常的关系，也能看出两人很熟。要是之后舆论风向不好呢？他可以被骂，但许琛不可以。就算现在网络上的人都为他发声，可谁也无法预料之后的情况。许琛身份地位都不简单，要是在社会上的形象不好，会影响很多东西。他不能让许琛冒这个险。你快把手机给我！麒麟想都没想就扑到许琛身上，想将那条微博撤回。可他刚直起身子，就被人摁进了怀里，腰上的手抱得很紧，让他一点反抗的余力都没有。只能眼睁睁看着许琛将手机远远的放在茶几上推远。我不怕跟你有牵扯。许琛将麒麟拢在怀里，将他禁锢的严严实实，语气平静的说出这句话。相反，他希望跟麒麟建立很深的羁绊，无论是社交亦或其他，有麒麟的地方，他都想留下自己的足迹。可是麒麟想反驳，可刚开口就被人用手指堵住了唇。许琛将指尖压在怀里人微微泛红的唇瓣上，轻轻摩挲两下，目光跟他相交，淡声问：麒麟，我是谁？
麒麟感受着唇上微凉的手，强自按捺内心的不安，眨了眨眼，回道：许琛。许琛就是许琛啊。许琛瞧他睁着眼迷茫的看向自己，整个人说不出的乖软，让他再也说不出任何重话，只得默默放弃板着脸教训人的心思。他放在麒麟唇上的手指移到他的脸侧，捏了捏，有些无奈。我们现在在谈恋爱，我不光是许琛，我还是你的男朋友，知道吗？麒麟愣愣的看着他，还有点没反应过来他的意思。许琛瞧他懵懵的模样，勾住麒麟垂在身侧的手，将他的手包裹在自己掌心，温声道：麒麟，不要想着把我推开，独自面对一切，你不是一个人了，现在你有我，不管前路是明是暗，我都会陪着你走下去。尾音温柔缱绻，抱着他的臂弯沉稳有力。麒麟将头靠在许琛的胸前，听着耳边清晰的心跳，感觉自己的心也跟着心跳声融合在一起，不分彼此。他闭了闭眼，很轻却又坚定的点了点头，我们一起。他有许琛，许琛也有他。于是麒麟没再坚持让许琛撤回微博，只是自己目不转睛的盯着自己和许琛的评论区，时刻准备删评。可他等了半天，恶评没等到，评论区的走向却越来越奇怪。原来这车的主人是许氏的副总裁啊。那就说得通了，我听别人说麒麟早就跟人认识了，看样子应该挺熟的。希望许总能好好照顾一下麒麟，别再让人恶意重伤他了。楼上都好正经，只有我自己看着博主跟许总的颜值在疯狂尖叫吗？一个清冷俊秀，一个沉稳帅气，配我一脸。青青，草，终于有人说了，我真的快憋死了。我现在看着那个演讲视频，跟百度出来的许总的颜在自个对着傻笑，差点被我妈一脚踹出门。还有，大家不觉得这很像官宣吗？许总转发的那个语气太宠了，楼上冷静点，可以自己私下磕，但我还是想说一句，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都祝福你们。之后大家的言论都又回归正常了。许琛看着怀里的麒麟，从严阵以待到一言难尽，再到最后自己偷着乐，开心的直蹬腿。什么是这么开心？许琛嘴角勾起，将他歪到沙发底下的腿抬上来，压着他不让他再乱扑腾，跟我讲讲。谁知麒麟闻言一下捂住手机，没什么事，就网友的发言很好玩。他看到网上那么多人磕他跟许琛的 CP， 就是觉得很开心，好像他跟许琛之间以另一种方式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祝福。许琛闻言弯腰准备去拿桌上的手机，行，那我也去看看。可他刚动就被麒麟牢牢抱住，不许看。要是让许琛去看这些言论，再联想到自己的反应，他能羞死。许琛被这冲击力一下推到了沙发角落，还差点连着麒麟一起摔下去。他稳住身形，刚想说什么，麒麟却突然搂着他的脖子，像只小猫似的蹭了蹭他的脸，软声道：我错了，别凶我好不好？麒麟瞬间就猜到了许琛准备训他，先一步示弱。都怪这个沙发太小了，我等会就去网上订一个大的，那样再怎么扑腾都不怕掉下去了。说的煞有介事，还真的准备从许琛怀里坐起来去买沙发。可他刚想动，腰上的手蓦地收紧，反倒将他往怀里带了带。想跑？许琛附在他耳边低声道：我之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不乖呢？明明看起来冷冷清清的一个人，在他身边却像个闹腾的小孩，一个没看严就捣乱使坏，冒失得很。麒麟听着耳边磁性的嗓音，下意识揉了揉耳朵，你别靠我这么近，再说我哪有不乖，不就撞了你一下，小气死了。许琛见他越说越理直气壮，屈起手指弹了弹他的额头，在脚边。麒麟吃痛的捂着额头，委屈的看着身前的人，疼。许琛顿了顿，将他的手挪开，额头果然有点红。麒麟顺势拉住他的手往额头上带，揉揉。许琛听着他愈发熟练的对自己撒娇，知道自己要是再纵容下去，麒麟只会更肆无忌惮。还没开口，就听麒麟又软软说了一声：真的痛。许琛在自己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手已经自动在那红印处轻轻揉了揉，很痛。他明明没用多大的力，
可麒麟却委屈的不行，像是痛极了。许琛在心底默默叹了口气，一边给人揉，一边斟酌用词。沙发离茶几近，茶几四角都很尖锐，当时我要是没稳住，带着你一起摔下去了怎么办？磕碰到只会更疼，到时候有你喊的时候。他以为说了这话，麒麟会重视起来，可对方却不以为意，反而笑嘻嘻的在他唇边亲了一下。我知道你能接住我。每次都是。他是真的拿麒麟没有办法。相比于他们这一世的轻快笑闹，许州这边则是快要被两人的微博气疯了。他给麒麟发那些消息，是为了给麒麟做一个顺水人情，要是能让麒麟对他改观更好，不能的话，对外也能绑紧二人的关系。他发现，自从他出了论文抄袭的事，学校的所有同学都在悄无声息的远离他，甚至连谢开宇和常永义在最开始给他发了点消息，他没回之后也不再理他了，好像谁跟他沾上关系，谁就会倒霉似的。就连那个帖子，最开始觉得麒麟学术作假的起因，也是他之前跟自己走得近。他当时下意识就想把这个帖子黑了，可他还是忍了下来，选择将这滩浑水搅乱，因为他知道麒麟不会暴露出许琛，为了解释豪车的事情，自己的建议才是对他最有利的。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发的那些消息反倒促进了麒麟将许琛的身份说出来，他现在不怕众人猜疑两人的关系了。许州脸上表情变幻莫测，仔细回想了很多过往的细节，他确定麒麟很怕别人知道自己的性向。有次班上的一个人开玩笑似的说他们两个比情侣走得还近，他当时没放在心里，可麒麟那段时间却迅速跟他拉开了距离，态度冷漠又疏离。他当时还百思不得其解，现在他知道了，麒麟就是害怕别人发觉他的性向，就连对自己的心思也掩盖得严严实实。许州看着网上对许琛和麒麟善意的玩笑，目光阴冷，这些本该属于他的，要不是他交了女朋友，麒麟绝不会疏远自己。麒麟最开始喜欢的明明是自己，他陡然生出一股恶念，他想将这些事都公之于众，直接在这些磕 CP 的粉丝一声冷到极致的话。下次再让我知道你搅和任何跟麒麟有关的事，我就把你的手剁了。那种寒毛直竖的战栗感他现在还记得，许琛肯定也在关注着微博上的动向，他要是真的敢再搅和，许州一下就灭了这个心思，可他还是不服气，咬了咬牙，出门去书房找了许瀚海。许瀚海正在跟人打电话，许州能听出来是于程程的父亲于威。那就说定了，咱俩合作，那肯定万无一失。许瀚海面上再无白日的焦躁，满是胜券在握的笑容。挂掉电话后，喝了一口桌上的热茶，才看向面前的人，脸上的笑收敛下来，淡声问：怎么了？许州听着许瀚海的语气，下意识缩了缩脖子，还是没忍住：爸，你真的不管许琛了？特别是抄袭的事，他之前明明答应过我们不追究的，现在出尔反尔，今天甚至在这么多人面前将我赶出项目组，还给我脸色看，他这样分明就是不将您放在眼里。通过今天这事，他是看出来了，许琛现在在公司的威望已经隐隐压过许瀚海了，连保安都知道站队。他需要许瀚海做出有力回应，替他撑腰，重新掌管公司。许瀚海听见这话，之前那点喜悦被冲了个干净，他重重将茶杯放在桌上，斥道：你还好意思说？我让你跟他打好关系，你呢？兄弟反目成仇，你知不知道这都沦为圈子里的笑柄了？在他们这个圈子里，消息流传的格外的快，许州抄袭的通告一出来，瞬间成为了上流圈的笑柄，甚至还有人扒出来许州暑假也进了许氏，在许琛底下的项目组，成天浑水摸鱼，摆明想蹭个经验。现在许琛将人赶出来，大家只会觉得痛快，没人会觉得许州可怜。更要命的是，还有人说许州抄袭的论文就是他哥的，是扒着许琛吸血。这一桩桩，最后还扯出了他跟许琛母亲的陈年旧事，连带着他一起暗自贬低。最近开股东大会，有好几个老家伙直接给他甩脸色看了。我知道你没许琛有本事，我也尽力给你铺路，可你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就知道来找我哭诉。
许瀚海话里是毫不掩饰的贬低与嫌弃。许州，别怪我没提醒你，现在余家就是你最大的筹码，你把心思给我老实放这上面，要是出了任何差池。许瀚海凉凉看了许州一眼，瞧着他发白的面色，冷哼一声，没将这句话说完。许州连忙道：爸，于成成的事我心里有数，您不用担心。许瀚海瞧他这没骨气的样子，心头莫名烦躁。行了，我现在没空管你在公司的事，你将于成成稳住后，就给我滚到学校里去，别成天在家里碍我的眼。至于延迟毕业的事，我尽力帮你疏通关节，要是再被人抓住把柄，你就滚出许家。这一句话让许州脸色越来越难看，他没想到自己来找许瀚海竟然是这个结果。他本来以为许瀚海是真心疼爱他这个儿子，可没想到现在出了问题，他只是稳住于家的一个棋子。他嘴唇嗫嚅两下，却没有任何勇气与底气反驳，只能讷道：我知道了。周六下午，许州戴着口罩回了学校的宿舍，刚推开门，就听见常永义在嚷嚷：麒麟，你能不能快点上线？就等你和你的神秘好友了。他们好不容易将麒麟拉过来玩王者，三人加上隔壁寝室的4缺1，他打算从大厅招募一个，可麒麟却突然开口说他这有个朋友也玩。可等他仔细问，麒麟就没理他了，就让他等等。他还想催，谢开宇拍了他一巴掌：你行了，小林子答应来就不错了，再催他，万一不乐意了，不带我们怎么办？你负责。常勇一手搭在椅背上，笑嘻嘻的摇头：才不会，小林子脾气可好了。他说完就准备跟隔壁寝室那人唠嗑几句，一转眼就看到了刚进门的许州，他脸上的笑霎时僵了下来，其他两人也看到了他，原本闹腾的寝室顿时鸦雀无声。许州率先开口，将给寝室人买的奶茶放在了谢开宇跟常永一桌上，顺路给你们带了一杯。他说完看向隔壁寝室那人：没想到你也在，抱歉了兄弟。那人尴尬的笑了笑：没事，我先回宿舍好了。他说完朝常永义挤了挤眼：我等会开话筒，咱俩对里聊。他溜了之后，常永义也觉得浑身不自在。许州，奶茶钱我转你了，我也去隔壁寝室转转。不怪常永义膈应，在抄袭的事情发生后，他跟谢开宇第一时间就给许州发了消息，打了电话，整整一天对方都没有回应他们一个字，之后甚至连电话都打不通了，像是被人拖进了黑名单。许州是觉得他们烦吧？这做法着实让人心寒，他们本来就对许州抄袭的事情有意见，对方还这样干，根本没把他们当兄弟，这友情他们也不稀罕。常永义说完之后拍了拍谢开宇的凳子：一起去吗？你之前不是还有问题想问那谁？谢开宇也没犹豫，跟人一起离开了。麒麟并不知道寝室发生的事，他看着蹙着眉认真鼓捣游戏的人，笑问：许琛，你真的要玩吗？这感觉好奇怪啊，哈哈哈哈！一个看起来正经又死板的公司高层，竟然要去下载王者荣耀跟他们舞牌，为了跟他段位匹配，甚至高价买了一个账号。可对方明显是第一次接触这个东西，指尖都透露着生涩僵硬。麒麟忍不住抚了抚他皱起的眉：我就跟他们玩几局，常永义掉下王者了，我把他带上去就不玩了。他之前在写江教授交给他的任务，许琛也在忙工作的事，刚写完，常永义就问他要不要一起玩，说自己最近被坑死了，语气说不出的可怜。麒麟就想着带他几局，没想到许琛也看到了，说是要跟他们一起。许琛听着麒麟的话，头都没抬，研究了一下游戏机制后就上了线，顺手将他捞进怀里，揉了揉他毛茸茸的小脑袋：麒麟，今天是周末，我放假，我想陪你玩。他也想融入麒麟的日常生活，而不是麒麟为了迁就他一直跟着他学习工作。说完，他将下巴搁在麒麟肩上，侧头在他耳边低声问了一句：还是说你带不动我？磁性低沉的声音直直撞进耳膜，让麒麟脸颊一下就红了起来。可他没躲，反而下意识用蹭了蹭旁边的人，小声道：我肯定带得动。除了许琛，其他几个都是知根知底的熟人，就算许琛第一次玩，他也有信心能带着人上分。进了车队后，麒麟莫名有点紧张起来，
这是他第一次跟许琛一起玩游戏。要是放在以前，这是他想都不敢想。平日做什么都一丝不苟的人，竟然会跟他一起玩这种不正经的游戏。可现在这种事就是真真切切的发生了，还是许琛主动提的。他眨了眨眼，有点恍惚的想，他们这样算是约会吗？麒麟不由转头看向旁边的人，许琛侧脸棱角分明，唇轻轻抿着，看起来有点冷漠。对方好像察觉到了他的视线，转头看向他，眸子里盛着自己的影子，那点冷漠在无形中消散，反倒多了一丝温柔。想什么呢？麒麟下意识开口，在想我们这样算不算约会？他说出口后才如梦初醒，立马捂着嘴，别过脸，不敢看许琛。许琛看着他羞窘的样子，勾了勾唇，没说话。幸好这时车队人齐了发车，常勇一巴巴在麦里说话，解救了麒麟。刚刚许州回来，真的吓了我一跳，整个人阴森森的，我一时都不知道说什么，尴尬死。常勇一声音闷闷的从麦里传来，我们把他一个人留在宿舍，是不是不太地道？看他脸黑的，没事，他就这样，他都不一定将我们从黑名单里放出来了。谢开宇接了他的话头，等他朝我们解释再说，现在好好打游戏。不过谢开宇知道，以许州的性格，他不会主动跟他们解释这件事。麒麟听到他们的描述，若有所思。看来许州最近过得不太好，今天才回宿舍，是为了避风头。他之前在戏里也算个名人，出了这档子事，估计出门都不自在，以许州的自尊心，肯定不好过。想到这里，麒麟勾了勾唇，活该。他就算这样想，却没有参与进他们的讨论。算了，许州那小子根本就没把我们放心上。常永义烦躁的说了声，不讲他了，玩游戏了。麒麟你还是打野。你朋友什么位置？他辅助。麒麟想了想，又补了一句，他全程跟我。常永义你打射手悠着点。常永义忍不住笑骂一声，卧槽，你够无情啊。他看了眼许琛还没来得及换的卡哇伊头像，跟谢开宇交换了个自认为睿智的眼神，得，不妨碍你们俩。麒麟听出他话里有话，也没解释，毕竟常永义说的也没错。选英雄环节，许琛听麒麟的建议，秒选了瑶。他看着界面里粉粉嫩嫩的少女，淡淡看了麒麟一眼。这场景让麒麟再也忍不住唇边的笑意，躺在许琛怀里，笑得直发抖。我真不是故意的，只是这个英雄比较容易上手，而且是打连体的，你能一直跟着我。他擅长打野带节奏，瑶跟着他能发挥最大的优势。可是他看着许琛这张脸，在听着手机里的少女音，真的很想笑。可下一秒，他的笑声就转化成了含混的呜咽。许琛堵住他的唇，直到他被吻得喘不上来气，才捏了捏他后颈上的软肉，威胁似的低声道，再笑就别玩了。麒麟立马求饶，他再被吻下去，可真的没心思玩游戏了，到时候常永义得拿着把刀追着他砍。不过饶是他收回心思好好玩游戏，常永义也没放过他。小林子救命！他们三个人越塔杀我。常永义抱头鼠窜，可还是没敌过对方，死在了自家防御塔下。他看着麒麟挂着瑶赶来收拾残局，忍不住酸酸道，把瑶瑶借我一会呗。你经济够高了，不用辅助了吧？不行。麒麟想都没想就拒绝，你带着他死了怎么办？这话一下将常永义噎住，他看了眼自己倒数的经济负数的战绩，默默没说话。算了，还是上份重要。游戏体验什么的，在常永义再一次残血死在瑶瑶面前，对方却将大招的护盾给了麒麟时，再也忍不住啊！麒麟，你就是故意的，你故意往我嘴里炫狗粮报仇是吗？要不是李思涵最近有事，他绝对炫回去。麒麟看着脚底下的尸体和已经经济第二的瑶，摸了摸鼻子，有点不好意思。可在许琛来问他是不是自己哪里做的不对时，他还是坚定的摇头。你现在身上赏金很高的，不能跟着常永义去送死，他太菜了。跟着我，我能带你赢。
许琛瞧着他骄傲的小模样，压住嘴边的弧度，认真的点了点头。我男朋友最厉害了。听了这句话，麒麟杀得更起劲了。常永义就木着脸看着麒麟带着瑶瑶在峡谷大杀四方，而自己苦苦躲在防御塔下，畏畏缩缩的过日子。最后这一局15分钟结束战斗，他看着自己增加的星星，自我安慰，躺赢也很快乐的不是。就在他准备继续打下一局的时候，突然收到了一封邮件，是他刚刚玩的那个英雄的传说皮肤，发件人赫然是那个粉嫩的卡哇伊头像。卧槽！麒麟，你这朋友够大方啊！他给我送了个传说皮。常永义乐的哇哇乱叫。咦，我也有。谢开宇和另外一个人也收到了。麒麟愣住，却见许琛略有点不熟练的在聊天频道打字，希望不会影响大家的游戏体验。他做完这些，朝麒麟解释道：都是你同学，我这样只跟着你可能会不太好，也算是封口费。他不想让这点小事影响麒麟在同学心目中的印象。麒麟只觉得心底什么东西在一点点扩大蔓延，直至占据他整个心房，再容不下其他。他再也忍不住，一把扔掉手机，猛地回身抱住了许琛。许琛，许琛，许琛，他不断的喊着许琛的名字，像是只有这样才能抒发内心的感情。真的会有一个人时刻为你着想，眼里心里全是你。许琛回抱着突然向他撒娇的小孩，怎么了？是哪里不舒服？刚刚不是玩游戏玩得好好的？没有不舒服。麒麟闻着鼻尖熟悉的味道，又往人怀里窝了窝，就是想抱抱你。许琛瞧着窝在他怀里不肯起身的人，拿起对方的手机，替他点了准备。选英雄的时候，他问这一局要玩什么。麒麟抬头吻了吻他的下颚，然后又不知足的在他嘴角啄了一口，玩云中君。情侣就该做情侣该做的事。几局结束，常永义又顺利的回了王者。队伍解散后，他迫不及待的在微信群里吼道：常永义，麒麟，你给我出来好好解释一下，这个妹子是谁？你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还用情侣英雄，用情侣皮，带着人上分，还让人头，这一系列的操作，他敢说自己跟林思涵在一起的时候都没麒麟会聊。许琛也看到了麒麟的微信消息，愣了愣，意识到什么，笑问：那两个英雄是情侣？皮肤也是情侣皮？难怪麒麟嘱咐他一定要用那个皮肤。麒麟本来藏得好好的小心思被戳破，顿时有点恼，他愤愤的戳手机回复常永义：麒麟，你闭嘴！两个传说皮都堵不住你的嘴吗？许琛在游戏结束后又送了每人一个皮肤，成功赢得了众人的好感。常永义还直嚷嚷说下次游戏请一定带上许琛。常永义听他这样说就不乐意了，直接打了个群微信电话：小林子，你这个就不厚道了，我谈恋爱的时候是不是第一时间跟你们说了？你都到这程度了，还跟我们保密呢？谢开宇在旁边笑了一声，跟着附和：就是就是，放心，他都给我们两个传说皮了，以后就是一家人了，你也别藏着了，哈哈哈。被称为一家人的许琛就在身后抱着他，眉宇间全是笑意，像是想看他怎么回。麒麟感受着耳边的呼吸，微微偏了偏头，也知道瞒不住，尽量淡定的回道：他比较害羞，下次带你们认识一下。他话音刚落，耳边就传来一声低笑。我害羞？声音低沉悦耳，让麒麟还想继续解释的话一下卡在喉咙口。常永义听着麒麟那边好像有什么模糊的声音，卧槽一声，不会吧麒麟，你们两个不会现在在一块吧？难怪打游戏的时候麒麟经常闭麦，却还能跟瑶配合的那么默契，感情这两人一起打游戏呢。麒麟听着手机里絮絮叨叨的声音，耳边却只有许琛温热的呼吸和话语：我不害羞，什么时候带我正式见见你的朋友？我会好好表现的。狭小的沙发上顿时安静下来，只能听见手机里常永义絮絮的问话。麒麟索性挂断了微信电话，说了句有事，就将手机压在了抱枕底下。什么时候带我正式见见你的朋友？
许琛带笑的声音依稀回荡在耳边，麒麟感受着旁边人的目光，一时有点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垂下头，手抓着枕头的一角，力气大的指尖都深深陷了进去。许琛是想跟他公开吗？他咬了咬唇，心头思绪一下变得很乱。就算网络上都是一些善意的调侃跟祝福，可他依旧没有做好跟许琛在现实中公开的准备。这变化太大了，他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可是许琛都主动提了，麒麟不由认真思考了一下。他这样一声不吭的带着人在朋友面前玩游戏，许琛甚至还被曲解成是一个女孩子，心里肯定不好受，想要在常永义等人面前澄清也是正常的。他不该因为自己的顾虑而让许琛遭受这么多不该有的误解。麒麟抓着抱枕的手收紧又松开，最后深深吸了一口气，从抱枕底下抽出手机，开口道：你如果想我跟他们……可他还没说完，他的头就被人轻轻揉了揉。许琛先他一步开口：不急。这只小刺猬想硬生生拔掉自己身上的刺，明知道这样会很痛会受伤，却还是选择照顾他的情绪，像是怕自己隐藏起来的刺扎到自己。这样的麒麟真的让人心疼。许琛将人拥进怀里，感受着他紧绷的身子，接过麒麟手里的手机放回原处，然后轻轻捏了捏他的指节，柔声道：等你准备好了，我们再公开。常永义跟谢开宇是麒麟最重要的两个朋友，他懂麒麟的顾虑。小时候麒麟选择跟父母坦白性向，却给自己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还导致家乡的人对他也戴上了有色眼镜。现在面临同样的选择，麒麟的抗拒和害怕他都明白。许琛不想将人逼这么紧。麒麟感受着背后温热的怀抱与语气中无尽的包容，身体慢慢放松下来。他低着头回握住许琛的手：我会慢慢克服心里的恐惧，我知道那些都过去了，你给我时间，我能走出来。他感觉自己的状态已经好了很多了。时代不同，地点也不同，他的老家清水市太封闭了，同性恋在他们眼里就是异类，完全不可理喻。可现在不一样， A 市是国内最发达的地方，他也不再是以前那个封闭胆小的高中生。既然网络上大家都能对陌生人释放善意，更何况是身边的人。再者，只要有许琛在，他做什么都有底气。麒麟拿起许琛的手，在脸上依恋的蹭了蹭，下次等找到合适的机会，我就告诉他们。许琛唇角勾起，我相信我男朋友不会让我等太久。看在男朋友这么努力的份上，我决定给他一个奖励。麒麟闻言立马坐直身子，转脸看向许琛，什么奖励？许琛瞧他顿时来了劲，捏了捏他的脸，低头在他笑着耳边说了两个字：约会。翌日阳光明媚，蝉鸣声一阵一阵，此起彼伏，隔着车窗，麒麟都能感受到夏日的热烈。太阳透过照在他的手臂上，金灿灿的，要是在平日他肯定立马收回手，可这次他一点都不觉得晒，甚至心情甚好的让他多照了会。第一次出来约会，让他看什么都格外顺眼。许琛停好车，看着旁边眯着眼玩太阳的人，在他头顶上罩上一个帽子，走了。许琛在前面，麒麟在一旁跟着。他一边走一边忍不住偷偷打量，许琛今日没有再穿衬衫西裤，一身休闲搭配，衬得人帅气俊朗，面上的冷淡也减轻很多，整个人透出一股慵懒的闲适感。他特别注意到许琛给自己的帽子跟他戴的一模一样，这是不是算是情侣款？麒麟嘴角不由翘起，可下一瞬头顶的帽子被人往下压了压，看够了吗？不好好走路，盯着我做什么？许琛理了理他有点歪的衣领，问他觉不觉得晒。他记得麒麟最怕热的，不晒。麒麟摇头，眉眼间满是轻快的笑，怎么突然给我这个奖励？他真的没想到许琛会主动提出来跟他约会。许琛看了眼地图，带着人拐弯回道：你玩游戏的时候提到了。他当时没有错过麒麟眼底的期待，就只是两人一起玩游戏而已，麒麟都觉得是在约会。也怪他平日太忙了。麒麟闻言一怔，他当时还以为许琛没有注意到他这句话，他忍不住小跑跟许琛并肩，偏头
忍不住追问，所以这才是正式的约会，对不对？以后还会有吗？许琛停下脚步，听着旁边人紧张兮兮的语气，指腹蹭了蹭他热得泛红的脸。当然，这种约会以后会有很多次。别磨蹭了，外面热。几分钟后，不远处游乐园的喧闹和尖叫声顿时清晰起来。麒麟远远看了一眼，能隐约看到高处的摩天轮和过山车，目测高度在100米以上。麒麟下意识缩了缩脖子。许琛见身旁的人脚步慢了下来，偏头看去，将他帽子下没压好的头发别到耳后，不想去。他昨天给人好几个约会选项，麒麟毫不犹豫选了游乐园，怎么现在反倒犹豫起来了？当然不是。麒麟想都没想就反驳道，他昨天几乎一晚上没睡好，想着怎么计划着跟许琛将所有的项目玩一遍。他没去过游乐园，以前是家里没条件，高中的时候又出了性向的事，大学他又忙着家教学习，根本没空出来玩。这还是第一次。他虽然没来过，可也听说过里面的项目，尤其是那些刺激的，什么跳楼机、过山车、大摆锤，他都要玩一遍。他昨晚还信誓旦旦的拉着许琛说要带着他玩，可这想法等他在现场看到那个过山车的速度以及里面传来的高声尖叫就散了，心还止不住颤了颤。许琛，你想玩什么项目？麒麟咽了咽口水，决定将难题抛给许琛。许琛看着下摆处又被人拉住，轻笑一声，怕了。那我们换一个。现在时间还早。麒麟见他说完，就真的准备带着他往回走，立马将人拽了回来。啊？谁说我怕了？昨晚是他选的地点，现在还没进去就怂了，也太没面子了。他说完就咬着牙，主动带着许琛检票入园，然后拉着人直奔过山车。许琛看着身前站的笔直的人，挑了挑眉，你确定？当然。麒麟回答的很快，不过都没回头看他。要是许琛注意到，就能发现麒麟此时一脸严肃，心里不断计算着等会自己被甩飞出去的可能性，再加上近距离的尖叫声刺激，让他整个人都绷得紧紧的。这个时候，他不由想吐槽自己这突如其来的胜负欲，其他游乐项目不香吗？不过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再回头也没可能。他硬着头皮就准备去排过山车的队伍，刚迈腿，手就被人拉了一下。可我怕。许琛垂眼淡淡的看着他，我们换一个。麒麟瞪大眼，不可置信道，你竟然怕这个？而且为什么许琛嘴上说着怕，可面上却这么淡定？许琛听出他语气里的怀疑，捂唇咳了咳，别过眼将人带远了过山车的队伍。是有点怕。麒麟闻言心底悄悄松了口气，拍了拍他的肩，大度道，那我们去玩别的好了。一上午的时间，两人将感兴趣的都玩了，麒麟出了一身汗。两人坐在一个树荫下的长椅上，微风拂过，带来一阵凉意，麒麟这才感觉自己又活过来了。室内的游乐设施的确都有空调，可路上还是不可避免的要晒太阳，他整个人都红透了，连许琛额上都渗出了细汗。麒麟下意识拿出刚买到的湿巾替许琛擦了擦，可刚动手就觉得有些不妥。游乐园人太多了，他这样好奇怪。可许琛仿佛没有这样的避讳，接过他手里的湿巾替他擦了脸、脖子，眼神认真，动作温柔又细致，让麒麟想出口提醒的话完全卡在嘴边，他根本不舍得打断。于是他就像个被大人带出来的小孩，乖乖的任由许琛将他裸露在外的肌肤都照顾了一遍。许琛擦完麒麟的手，确定麒麟整个人清爽过后，用帽子替他扇了扇风。还难受吗？麒麟嘴上说着不晒，可脖子跟脸都晒红了，碰的时候下意识的一缩，明显是有点疼。要不是看麒麟兴致高，他可能早就带着人在阴凉处歇着了。麒麟嘴角翘起，看了眼被擦得干干净净的手，也替许琛扇了扇风，一点都不难受。跟许琛在一起的时光，每时每刻都是快乐的。许琛瞧着他笑得眉眼弯弯的模样，却没让他再逞强，休息1个小时，顺便吃个饭。吃饭的餐厅正对着过山车的轨道，
时不时都能听见轰隆声和随之而来的尖叫。麒麟注意力完全被吸引，跟这个相比，他们上午的项目好像都索然无味。他戳着碗里的饭，眼睛却一眨不眨的看向那边，一脸渴望。典型又怂又想玩。许琛将他的表情尽收眼底，将剥了壳的鸡蛋放到他碗里，先吃饭。麒麟恋恋不舍的收回目光，想到什么，边吃鸡蛋边含混道：“放心，我就看看，不去。”许琛之前说他怕来着，可是他没想到，吃完饭休息好后，许琛直接将他带到了过山车的队伍，跟他一起排起了队。不对，许琛，你不是怕？麒麟想将人拽出来，可对方纹丝不动，还将他也拉了进来。我觉得来一趟不玩玩挺可惜的。麒麟听着这话，再没反应过来，就是傻了。许琛一直在迁就他，还拐着弯给他台阶下。他忍不住侧身，悄悄勾了勾许琛的手心，又怕被人发现，很快收了回去。许琛察觉到他的小动作，以为他怕，思索片刻，开口道：“玩的时候可以抓紧我的手。”麒麟顿时抬头，小心的看了眼四周的人，压低声音问：“可以这样吗？”其实上午的时候，很多次他下意识想牵许琛的手，可周围的人太多了，他这心思刚升起来就被掐灭了。而且不知道是不是由于两人的外形比较出众，走到哪都会引起别人的注意，这让麒麟更加不敢轻举妄动。许琛听着麒麟跟做贼似的语气，也配合的俯身答道：“可以，那个时候没人看。”那么快的速度，每个人都自顾不暇，不会有人有多余的心思看其他人。麒麟被他刻意压低的声线逗到，忍不住戳了戳他的腰：“行了，你好好说话，怎么搞的，跟他们像是在偷情似的。”许琛见状闷笑一声，揉了揉他的发，没说什么。轮到两人时，麒麟在工作人员的指示下坐了上去，还没动，他就感觉自己的心砰砰跳了起来。不是害怕即将而来的高速与刺激，而是期待。期待跟许琛的牵手。麒麟也说不清他到底是什么心思，明明在家的时候不光是牵手，他们连更亲密的事都做过，可这一刻内心的悸动比任何时候都强烈。他看着手边不远处属于许琛的那只手，修长又好看，牵他的时候喜欢附在他的手背上，将他包裹起来，满满的安全感。麒麟忍不住悄悄的将自己的手挪近了些，等车速快了，他就能第一时间抓住许琛的手。可几乎是他刚动作，旁边的那只手像是有感应似的，抬起，在他突出的手腕上轻轻捏了捏，再往下，十指相扣。麒麟下意识的想抽回来，可旁边的人握得很紧，没让他跑。他抬头，却撞进一双深邃又温柔的眼。现在就可以牵手了。许琛说。许琛背后的天很蓝，微风吹过，鼓起他的衣角，吹过他的眉眼。麒麟好像又闻到了那股熟悉冷冽的味道，周围人声嘈杂，他却只听得见自己愈发清楚的心跳声，砰砰，伴随着车速越来越快。他想，他是真的陷进去了。下来后，麒麟忍不住弯腰大口的喘着气，那股窒息和失控的感觉依旧没有消失。要不是许琛一直牵着他，他可能真的会害怕。喝点水。许琛将水拧开，放到麒麟身前，瞧着他面色发白，唇上没有一丝血色，抬手揉了揉他的太阳穴。还好吗？麒麟感觉自己缓过来一点后，直起身子，喝了口水。没事，就有点没反应过来。他之前一直在出神，没有注意到加速的过程，等回过神来，已经到了最高点，那种猝不及防的坠落感让他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才会导致现在的狼狈。明明只是牵个手而已，他却跟一个刚谈恋爱的人一样无措。真的要命，他握着矿泉水瓶的手紧了紧，手心冰凉的温度让他不由想念刚刚许琛宽大温暖的触感。许琛接过他的水瓶，手擦了擦他额头上的汗，别玩了，休息一会。不要。麒麟摇头，我没关系的，其实还挺好玩。他说完就拉着许琛的衣袖往跳楼机那边走。他仰头看去，发现上的情侣很多都紧紧牵着手，跟他们刚刚一样。
甚至还有人玩完之后抱着女朋友在怀里哄，奖励似的吻对方的唇角，姿态亲密。这一刻，他突然有点嫉妒。麒麟抿了抿唇，再没犹豫，侧脸看向许琛，就玩这个吧。许琛看着他依旧苍白的脸色，蹙眉道：不行。麒麟的反应太大了，明显对这些过于刺激的游乐项目接受不了，缓一缓还行，这样连续的玩，麒麟身体受不了。可麒麟却倔强的停在这里不肯走。你给我个理由。麒麟垂在身侧的手蜷缩一下，小声道：我们不是在约会吗？我也想跟那些情侣一样，跟你一直牵着手。正常情况下不允许，那玩这种游戏不就行了吗？许琛，我真的没问题，我又没心脏病什么的，之前只是没准备好。你信我，下次我保证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麒麟眼巴巴的看着许琛解释道。许琛看着麒麟渴望的眼神，意识到什么，你玩这些只是想跟我牵手。他还以为是麒麟贪玩，麒麟纠结了一下，还是很轻的点了点头承认了。他想和许琛跟正常情侣一样约会，他知道现实不允许，所以牵个手他就很满足了。许琛听了这话，深深看了他一眼，突然问了他一句：怕鬼吗？随后麒麟看着面前黑洞洞的鬼屋以及寥寥无几的排队人数，疑惑道：这里人好像不多。许琛带着人进去，相比于其他项目，这个不太吸引人，他们还引进了解密的元素，触碰到机关可能会耗时比较长，大部分人都不太愿意在里面花费时间。可麒麟听完眼睛一亮，好像还挺好玩的。他倒是第一次听见这种模式的鬼屋。两人进去后，扑面而来一股阴冷的气息，不同于外面的明媚日光，内里很暗，只有底下一条玻璃小道散发着幽幽的荧光，仔细看去，底下还有什么东西在缓缓浮动。麒麟下意识跺了跺脚，就听见咔嚓一声，底下瞬间形成一道蜘蛛网似的裂痕，周围雾气翻涌，同时伴随着一些嘶哑的怒吼，跟平日里看的丧尸片里的声音挺像。他低头看了看地面，忍不住又跺了跺脚，果不其然，旁边的声音更大了。这是声控，好像挺没意思的，难怪没人来。许琛见他在那里跺得起劲，低低笑了一声，好玩。他还以为麒麟会害怕，可他刚问完，就感觉旁边的人悄悄靠了过来，小声道：我只是觉得有点冷，而且这些恐怖的声音是不是越来越近了？麒麟说完就拉住了他的衣摆，力道还有点大。鬼屋里光线很暗，许琛看不清麒麟现在的表情，心底也有点拿不准麒麟到底是装的还是真的被吓到了。许琛，这里有真人 NPC 吗？麒麟突然问了这么一句。应该没有。话音刚落，他就感觉麒麟悄悄抱住了他的胳膊，那我们一起走吧。这里好暗，总感觉走着走着就会被绊倒。许琛感受着依附过来的人，沉默下来。明明在外面，这小猫还可怜巴巴的只要牵手，现在胆子倒是越来越大了，得寸进尺的很熟练。不过许琛也没有推开，两人安静的在里面走着，麒麟很不安分，什么都想碰一下，像是在找什么东西，为此还不知道从哪里找到了一个小棍子。在麒麟又想去戳倒立的干尸时，许琛没忍住，抓住了他的手，惩罚性的捏了捏他的手腕。干什么呢？麒麟闷闷回道：我只是想知道那个隐藏的解密到底怎么触发，眼见这鬼屋都快要到头了。许琛哪里不懂他的心思，短促的闷笑一声，问：想解密，不想牵手了？整个过程，麒麟都一直专心找开关，像是忘了自己最初的目的。麒麟这才如梦初醒，他这一路都在干什么？他懊恼的不行，不想再管，直接抱住许琛的腰，先让我抱抱。出去可就抱不到了。不过麒麟怕后面有人来，很快就松开了。你为什么不早点提醒我？麒麟语气悠悠的。许琛捏了捏他的脸，谁让你贪玩？话虽这样说，他还是将人的手牢牢牵住，犹豫半晌，说道：其实可以返回去再走一趟。许琛说完才反应过来，一向严谨的他说出这种话，
好像很奇怪，有点浪费时间，要不……可他还没说完，麒麟就蹭蹭带着他跑出了鬼屋，然后又绕回到了入口前。入口的工作人员看着去而复返的两人，有点吃惊，这两人刚刚不是才进去？可他还没来得及提醒，前方那个俊秀的少年就迫不及待的将身后的人拉了进去。工作人员只来得及说了声注意安全，人就没影了。他自顾自想，看来这鬼屋也没那么不受欢迎。一进去，光线昏暗下来，麒麟就立马抓住许琛的手，十指紧扣，然后小幅度的晃了晃。就算看不见，许琛也能尽想象到麒麟嘴角翘起的小模样。这么开心？麒麟点头，意识到对方看不见后，立马开口：当然，你都不知道我在外面多羡慕那些小情侣。他说完有点紧张，感受着两人交握的手。许琛，我这样是不是有点过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人谈恋爱，我好像太粘人了。他不知道自己这样是不是对的，按理来说，出门在外，他应该更隐晦一点。怎么就没忍住呢？麒麟咬咬牙，想劝自己放开许琛的手，可刚动，许琛却抓得更紧了。麒麟，过不过分，我说的算。许琛声音沉稳有力，我觉得你不过分，也不粘人，相反，你可以更贪心一点。没有必要那么小心翼翼，我们也是在约会。他要试着让麒麟不那么在意周围人的目光。麒麟听着黑暗里熟悉的嗓音，以及手间收紧的力道，感觉本来平稳的心跳又躁动起来。更贪心一点吗？麒麟转过身，看着眼前模糊的身影，周遭的昏暗的光线和许琛纵容的语气，让那个被他死死压在心底的想法蠢蠢欲动。你可不可以抱着我，亲我一下？麒麟说完后，拉着许琛的衣领，想让他低头亲一下就好，不会被发现的。可他刚踮起脚，就感觉腰间多了一双手，将他带进了旁边的拐角。他还没来得及开口，人就撞进了温热的怀抱，下巴被人轻轻挑起，唇边落下一个轻柔的吻。是这样吗？麒麟愣住，许琛抱着他的姿势跟他之前看的小情侣一模一样，甚至连亲吻的方式也大差不差。你是不是也看见了？麒麟揪着他的衣领，小声嘟囔。许琛低低笑了一声，我只是觉得我的男朋友也需要被奖励，他今天表现很好。麒麟听到话，脸颊有点热，许琛又在哄他，他还以为光线暗，许琛不会发觉，可下一刻耳垂就被人轻轻用手背碰了碰。这样就害羞了？那等会可怎么办？麒麟不明所以的抬头，下一刻他就感受到了对方的呼吸，一下一下浮在他的面上，带来一阵阵痒意。许琛不知道何时低下了头，跟他靠得很近，鼻尖相对，对方的呼吸和体温一点点传达过来，在这狭小的角落格外清晰。麒麟喉结滚了滚，被这呼吸搅得头皮发麻。许琛，这是在外面，等会随时都有人过来，周围可能还有摄像头。饶是这样说，他抓着许琛衣领的手却渐渐收紧，明显没有放开的意图。今天这一天，他无时无刻不想跟许琛紧紧挨在一起，牵手、拥抱，甚至亲吻，他都想。话音刚落，麒麟下唇就被人轻轻咬了一口，这里是死角，没人看到，而且我注意到了，后面暂时不会有人过来。我们大概有3分钟的时间，现在已经过去了半分钟。许琛声音带着蛊惑的味道，诱得麒麟再无顾虑，几乎在他刚说完的瞬间就抬头吻了上去。与之前不同的是，这次麒麟吻得很急，许琛能感觉到对方的牙齿一下磕到他的唇上，死死拉低他的衣领，动作生涩又莽撞，像是格外珍惜剩下的2分半钟。彼此之间低低的吞咽声在黑暗的环境里清晰入耳，混杂着麒麟剧烈的心跳声，像是一场暧昧至极的交响乐，让人头晕目眩。怎么心跳这么快啊？许琛明显也听见了，将手放在麒麟的心口，笑问。麒麟吸了口气，有点恼，我又管不住他。说完，又垫脚将唇凑了上去。还有半分钟，别耍赖。这一次，麒麟显然没有刚刚急躁，伸出舌尖，小心的碰了碰之前磕到许琛的地方，然后
像是吃糖果似的轻轻吸吮，仿佛在弥补之前自己犯下的错。在脚步声隐隐响起的时候，两人才分开。麒麟呼吸不稳，胸膛剧烈起伏，显然还没缓过来。可有人来了，让他们不得不结束这短暂的亲密。他刚准备站直身子，就被人拥入怀中，再抱一回。麒麟听着许琛明显也不平静的心跳声，嘴角扬起：“你还说我呢？你自己不也是？”许琛下巴搁在他的头上，低笑一声，没有反驳。眼见脚步声越来越近，麒麟忍不住推了推身前的人：“好了，人来了。”可许琛依旧没动。麒麟尽管心下忐忑，可却还是乖乖的被人抱着，没有动。半晌，麒麟就这样眼睁睁看着那些人从他们这里经过了一波又一波，根本没人发觉角落里相拥的两人。还能这样？那他是不是可以？可他刚升起一点心思，就被人重重揉了一下头。想什么呢？许琛感受着怀里人的呼吸一下快了起来，就知道这小东西在打其他的歪主意。他抓着人的手往前走，好了，该回去了。出门后，许琛将麒麟的帽子戴好，也将自己的帽檐压低，带着人朝出口走。等等我！麒麟看着前方走得很快的人，小跑跟上。许琛，你有什么急事吗？可之前许琛都没有看手机，怎么会突然有事？他跟人并排之后去看许琛的脸，可许琛却像是察觉到他的意图，偏过了头。麒麟以为对方是不舒服，顾不得周围的视线，板正许琛的肩膀，不让他躲。然后他就看到了许琛的唇破了，还肿着，好像是被他的牙齿割的。许琛感受到麒麟的视线，有点无奈。行了，别看了，我没出来前就猜到了。被人又咬又啃的，不肿才怪。麒麟顿时有些心虚，想拿手碰碰，可又觉得不合适，讷讷道：“你应该阻止我的。”他捂住脸，想起自己刚刚的行为，羞得恨不得钻进地下的缝里。他这是该多上头才能将人咬成这样？许琛的衣领也是皱巴巴的，他拽的时候根本没有注意到力道。他抿了抿唇，替人整了整衣领，可还是恢复不了原状。麒麟低下头，闷声道：“对不起，是我太没分寸了。”难怪许琛要在鬼屋里面待一会再出来，他早就知道自己会是这样一副样子，可能刚被咬完的时候肿得更严重。怎么好好的还道起歉了？许琛没想到自己好不容易将人哄好，对方反而自己埋怨上自己了，忍不住拍了拍麒麟的脑袋，又没人注意。再说，许琛俯身在麒麟耳边低低说了一句：“我觉得没分寸也挺好的。”麒麟后知后觉，反应过来许琛的意思，脸一下子爆红。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老是一碰许琛就那么容易失控，他平时明明不这样的。常永义跟谢开宇还经常夸他做事有条理，计划性强，怎么到了许琛这里一点都不管用？许琛看着他再次羞红的耳垂，唇角勾了勾，还要讨论这件事吗？麒麟飞快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支吾道：“不讨论了。”许琛看着他乖乖站在自己身旁的样子，没忍住，捏了捏他的脸：“走吧，回家。”此时一阵清风吹过，将麒麟额前的发吹乱，模糊了眼前的视线。他刚抬手，有人却比他更快，指尖撩起那抹不听话的碎发，扶到一旁，还替他戴正了帽子。麒麟抬眼撞进一双带着浅笑的眸子，对方眉宇间的温柔和宠溺让他也不禁弯了弯眼。他勾住对方的手指，轻轻晃了晃：“回家。”这次约会过后，没过几天，许琛又陷入了繁忙的工作，好像是项目彻底结尾前的最后一次审核清算，以及随之而来的很多衍生合作需要许琛去决策。而麒麟的课程也很满，两人相聚的时间并不多。饶是如此，许琛2-3天一定抽空来麒麟这边跟人一起吃个饭，之后匆忙赶回公司。麒麟说过许琛可以不用这么麻烦，可对方依旧坚持。现在下午最后一节专业课结束，他看着手机里许琛依旧说要加班应酬不过来的信息，叹了口气，回了个好。这几天他都是自己一个人睡的，床上属于许琛的气息已经淡得几乎可以不计，
可能是之前过分的亲密让麒麟对这种模式尤为不适应。可不光许琛忙，他也忙着上课以及跟江教授学习讨论，筹划新的论文。江教授是想让麒麟也在某某期刊上发表一次文章，所以要求很高，他不得不花12分的心力去准备。这节专业课结束，麒麟刚想收拾东西去江教授的办公室，旁边就有人拍了拍他的肩：“小林子，你没事吧？最近状态有点萎靡。”谢开宇有点担心，是不是压力太大了？他看麒麟都熬出了黑眼圈。麒麟摇了摇头：“我也就忙这几天，等跟教授将研究的具体方向确定下来，他就会轻松很多。还有一方面，就是他现在忙一点，等许琛有空的时候，他也能挤出时间。”常永义见麒麟这状态，搭着他的胳膊道：“今天放松一下吧，我请你喝奶茶去，咱几个在3排上分，你别逼自己那么紧，看着小脸憔悴的。”他说完还怕麒麟不答应，正准备继续游说一下，却见麒麟很快点了头：“也行，我正好帮人上分。许琛买的那个号只是堪堪能跟他们匹配到一起，再不打，以后就不能一起排了。”常永义愣了愣，很快反应过来：“你那个小女朋友，干嘛不叫她一起过来玩？我把隔壁寝室的那个也叫上，5排正好。”麒麟摇头：“不了，他最近忙。”常永义见状，忍不住顺口说了一句：“那什么时候不忙了，带我们见见？”谢开宇在一旁忍不住在课桌底下踢了一下常永义的小腿，他都说了好几次了，让常永义少提。等麒麟自个说：“这小子怎么老不听？”常永义吃痛的捂住腿，刚想跟谢开宇掰扯，却突然听到身旁的麒麟笑着说了句：“好啊，等他有空，我就带他过来，大家一起吃顿饭。”谢开宇跟常永义双双震惊的看着他：“真的？”麒麟点头：“嗯。”谢开宇怔怔的看了麒麟半晌，最终像是松了口气，笑着回道：“行，我们等着。”几人刚收拾好东西，准备去买奶茶，再找个地方上分，却见有人拦住了他们的去路。许州瞧着一起行动的3人，眼底划过一抹暗色，不过很快掩饰下去，开口道：“等我说件事再走。”他说完也没等3人回应，径直站上了讲台，敲了敲桌子：“是这样的，我生日快到了，想请班上同学一起玩玩，到时候我找个别墅办个小型的生日宴，算是团建了，希望大家能赏个脸参加，所有费用报销。”底下人顿时附和：“哇，周哥大气！”麒麟看着台上的人，面上没有多余的表情。不得不说，许州为人处事很有一套，出了抄袭的事，本来班上的人对他很有意见，可他正式上课的第一天，就在全班同学面前道了歉，语气真诚，说只是一时糊涂，自己知道错了，希望大家再给他一次机会云云。甚至后面每天都会自掏腰包给班里的人买奶茶买零食，众人吃人嘴短，也就没人再说抄袭的事，倒是让许州在班里混得如鱼得水。只有常永义跟谢开宇心里还是有点小疙瘩，不过都没有表现出来就是。许州看着台下人纷纷表示要去，目光转向麒麟3人：“你们应该也会来的吧？到时候我将地点发给你们。”他们几人没应声。许州目光闪了闪，看向常永义：“程程也会带着李思涵一起过来，你们一起来，不然我真的很尴尬，毕竟做了这么久的舍友了，别这么绝情嘛。”常永义嘴唇嗫嚅2下，不知道说些什么。许州就是这样，他宁愿每天给你点吃的喝的，也不愿意解释当初为什么不理他们，为什么拉黑他们，想用这些糖衣炮弹来掩盖伤人的事实。现在也是，竟然用李思涵来暗示他。可常永义真的没办法放自己女朋友一个人。正在许州纠结间，谢开宇拍了拍他的背，替人回应道：“我们去。”许州都在全班同学的面前这么说了，常永义根本拒绝不了。再说去了又不代表什么，就当是同学间的情分，没什么多余的意思。毕竟他们都清楚，几人的关系再也不可能回到当初了。许州见谢开宇跟常永义点头，目光看向麒麟：“你呢？应该也来吧？”麒麟没有那么多顾忌，淡声道：“不好意思，我最近比较忙。”明显的拒绝。
许周看着麒麟离开的背影，没有去追，唇边露出一抹笃定的笑。他自然有办法让麒麟过来。回到租住的地方，麒麟进门后，下意识往四周扫了一圈，房间空荡荡的，没有其他人来过的痕迹。麒麟怅然若失的关上门，低头看着手里拧的2杯柠檬茶，将它们放到桌子上，呆呆看着杯边渐渐晕出一片水汽，才拿起其中一杯喝了一口。好酸！麒麟皱眉看了眼袋子外面的标签，它味道没选错啊，也还是这一家，怎么这么酸啊？他闷闷的将它放回原位，没忍住拍了2杯柠檬茶的照片发给许琛。麒麟买了2杯，我一个人根本喝不完。他本以为许琛要过很久才回复，没想到对方很快有了消息。许琛只许喝1杯，你肠胃不好，不能喝这么多。麒麟觉得许琛根本没理解他的意思，愤愤敲下3个感叹号。麒麟，这是他肠胃好不好的问题吗？许琛刚开完一个会就收到了麒麟的消息，他看着这几个感叹号，几乎都能想象出麒麟鼓着脸瞪他的样子。孙秘书后在一旁看着许琛拿着手机打字，之前凌厉的气势明显缓和很多，要不是脑海中还残留着许琛将报表拍在桌上让底下的人重做时的无情表情，他都要觉得自家老板平易近人了。许总，要继续下一个会议吗？他看了眼时间，提醒道。许琛顿了顿，延迟10分钟，他得先将这只小猫哄好。许琛，这周末我要参加一个庆功宴，之后就没那么忙了。许琛，你要不要一起来？麒麟当然知道许琛说的是什么，最近各大财经新闻都在报道许琛的项目触底翻盘，最后实现大逆转，甚至让许氏的收益再创新高，后续很多合作都找上了他们，想要跟人合作分一杯羹。这宴会表面上是庆祝项目圆满成功，实则是大家寻找许琛合作的敲门砖，想必会有很多商业人士去找许琛，他去不是闹着玩吗？麒麟，我才不去碍事，不过我可以在家里等你。麒麟，我买了个新沙发，比较宽敞的那种，卧室的窗帘也换了，我感觉之前的好像不太遮光。他手头上的家教钱都结了，也没其他的开支，就给家里置办了一些新的东西。不光沙发和窗帘，还有鞋柜、衣柜都扩充了很多，里面放满了2个人的衣服，挨在一起，他每次看了都忍不住在那里傻笑半天。许琛看着手机里麒麟的话，眉宇间不由温柔很多。许琛，好。麒麟抱着手机躺在格外宽敞的沙发上，突然觉得有点空，他在怀里塞了一个抱枕，看着落地窗内洒进来的橘色余晖，明明是让人感觉到温暖的颜色，他却觉得有点孤独。他之前感觉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就很好，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可现在习惯了陪伴，房间内只有他一个人的感觉就格外难熬。就像现在他坐在沙发上，他会感觉理应身后会有一个人把他圈在怀里，他微微仰头就能亲到对方的下巴，对方也会回应给他一个绵密的吻。麒麟叹了口气，将抱枕捂在脸上，直到透不过气了才松开。可是那种名为思念的情绪还是充斥在他的四肢百骸，避无可避。麒麟用手捶了捶抱枕，最后看着手机里许琛简短的消息，莫名有点委屈，他还是没忍住。麒麟，许琛，你什么时候有空？麒麟，我好想你。许琛看着手机里的消息，怔了怔，思索片刻，看着面前正在准备下次会议的孙秘书，开口道：晚上的应酬跟合作方商量一下，将时间提前。孙秘书有点不可置信，一向规矩又守时的人竟然主动要改时间。许总，你是有什么临时安排吗？需要我提前做什么吗？除了这个，孙秘书暂时还想不到能让许琛改变既定行程的原因。不用。许琛将手机合上，私事。入夜，麒麟将卧室的窗户打开一角，听着不远处小吃街的喧闹声，眯了眯眼，拉起过于宽松的衣领，闻着衬衫上依稀残留下来的熟悉味道，满意的关上灯，窝进沙发一角，将自己蜷缩起来。这样味道能保留到最大程度。不知道过了多久，麒麟睡得迷迷糊糊的，感觉熟悉的气息将自己完全包裹，他才恍惚醒了过来。衬衫上的味道有这么重吗？
还有一股好浓的酒味。又偷穿我的衣服。耳边低沉沙哑的低笑让麒麟一下子清醒过来，他睁眼看着面前模糊的身影，许琛。饶是问句，他整个人已经扑了过去，勒紧许琛的腰，将头埋进对方的怀里。我是不是在做梦？许琛明明说今晚有应酬不会过来的。他想到这里，更加用力抱紧身前的人，像是怕对方突然消失。许琛被撞了个满怀，感受着对方的力道，扶着沙发的边缘，揉了揉他柔软的发顶。别抱了，我一身酒味，不好闻。他今晚为了早点脱身，主动跟那些老狐狸喝酒，被人灌了不少。麒麟也发现这次酒味比上次浓很多，混杂着许琛身上原本的味道，莫名醉人。他仰头看着他，软声道：才没有不好闻。说完，像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话，在许琛怀里蹭了蹭，动作说不出的亲密。卧室里只开了一盏橘黄的夜灯，隐隐照亮了麒麟现在的样子。可能是刚睡醒，他脸上还带着一点红色的压痕，发丝凌乱，皮肤白皙，像是家养的小宠物，软软的攀在他的身上。对方还穿着他的衬衫，领口大开，他甚至还看见了锁骨边缘那颗红色的小痣，随着呼气浅浅起伏。许琛喉结滚了滚，酒精让他的脑子有点不清醒，他别过眼，哑声道：自己坐好，我真的有点醉，扶不住你。说完松开他，转身去了浴室。不知道是不是没有开灯的缘故，许琛走得很慢，步子也不稳，眼见就要撞到一旁的书桌，麒麟赶忙上前扶住了他，避免许琛磕碰到。他艰难的将人扶进浴室，让人靠在浴缸边，他调好水温，给人放水。此时许琛意识明显有点不清楚，半合着眼，皱眉拉了衣领，想解扣子，可半天都不得要领，眉头皱得越来越深。麒麟见状想帮人解开，可刚搭到许琛的衣领，就被人狠狠抓住了手腕。许琛用的力气很大，麒麟顿时吃痛叫了一声疼。他抬眼却见许琛沉沉的看着自己，眼里似乎没有半分醉意，只有手腕上传来的剧痛告诉麒麟，许琛现在这状态不对。许琛，麒麟叫了他一声，手正了正，委屈道：真的很痛。你放开我。许琛定定的看了他半晌，像是在认人，眼里浮现一抹疑惑，最后还是松了手。麒麟收回手，手腕瞬间多了一圈红色的痕迹，在白皙的肌肤上触目惊心。不过他也没怪许琛，他知道许琛应该是喝多了比较警惕，难怪每次回来身上也没半分其他的香水味，想来估计没人能近他的身。麒麟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想给自己揉揉，可下一刻一双修长有力的手伸了过来，麒麟以为许琛又要掐他，下意识瑟缩了一下，将手背在身后。我是不是弄疼你了？又红了。许琛说的有些费力，声音也很低，麒麟却从中听出了一抹自责。麒麟立马摇头，将另一只完好的手放到许琛面前。什么疼？我好好的呀。许琛沉默下来，闭了闭眼，脱力般的靠在身后的墙上。麒麟，我还没醉到那种程度。他朝人招了招手，过来。麒麟见状立马靠了过去，接着他藏在身后的那只手就被人抓了出来，许琛的指尖在红痕处轻轻揉了揉。对不起，我刚刚没意识到自己回来了。许琛道。他以为还在酒局上。麒麟眨了眨眼，感受着腕间明显比平日轻了很多的力道，问他：许琛，你现在是不是没什么力气啊？连自己的衣服扣子都解不开。许琛手上的动作顿了顿，没反驳。麒麟见状直起身子看向他：我帮帮你好不好？你这样肯定很闷。衬衫扣子扣得那么严实，还喝了酒，肯定很不好受。许琛抬眸看了眼说的正经，眼睛却直勾勾盯着他的麒麟，刚想开口，却见麒麟自己揉了揉泛红的手腕，嘴里还低低嘶了一声，模样说不出的可怜。于是拒绝的话被他咽了下去。麒麟嘴角翘起一个小小的弧度，在许琛深邃的目光下，手再次搭上对方的衣领。这次没有人阻止他。扣到最顶上的衬衫在麒麟的手下一点点被解开，
露出流畅的脖颈、性感突出的喉结以及大片健康的肌肤，让麒麟的呼吸都沉了几分。解到第3颗的时候，他的手被人按住。行了。许琛声音很沉，但抓着他的手没有用多大力，像是怕再次弄伤他。麒麟看着对方若隐若现的胸膛，有点不甘心。都到这个地步了，许琛怎么还这么冷静的？反倒他被撩得起了一层薄汗。麒麟小小的吞咽了一下，反手扣住许琛的手，压在身侧，俯身在对方凸起的喉结上亲了一下，然后往上在对方紧闭的唇缝舔了舔，醇香的酒气若隐若现，让他都有点醉了。一层若有若无的氤氲之色染上眼角眉梢，让麒麟的吐息都变得潮湿。他感受着对方不知何时搭在他腰间的手，声音愈发的软。许琛，让我帮你洗澡好不好？麒麟细细的在许琛唇边吻着，感受着对方不再平稳的呼吸声，另一只手悄无声息的挪到衬衫剩下的几个纽扣处，指尖微动，碍事的衣服就敞开了。他刚想伸进去，腰间的手骤然用力，将他扣进了怀里。别闹！许琛将他抱得很紧，他尝试正了正，竟然没正开。不是喝醉了没力气吗？麒麟手撑在地上，感受着对方明显比平时热几分的体温，有些口干舌燥。不知道是不是少了衣料的遮挡，还是因为喝了酒，许琛的体温格外的高，甚至有些烫。麒麟呼了一口气，也没再挣扎，任由自己倒在许琛怀里，闻着鼻尖浓重的酒气。他眨了眨眼，不洗澡吗？我水放好了，再不洗就凉了。其实我本来是洗过澡的，可你将我抱得这么紧，我的身上也有酒味了。他凑近许琛的脖颈，双手悄悄回抱住对方的腰，吐息温热。还是说我们两个一起洗？话音刚落，他明显感觉对方的身体霎时紧绷，像是再也无法忍受，抬起他的下巴，低头狠狠吻了上来。可能是为了惩罚他的不听话，麒麟感觉自己的唇都被咬破了，淡淡的血腥味在唇齿间辗转，疼痛中夹杂着淡淡的酒气，让麒麟整个大脑一片空白。那种无法言喻的愉悦从口腔传遍身体各处，让他整个人都恍惚起来。他明明没有喝酒，可却没有半分力气，像是真正酒醉的人是自己。可他明明酒量很好，为什么每次许琛喝完酒的这种麻痹感都能清晰传达到他身上？不对，他好像每次亲吻都会这样。不是因为许琛喝了酒，而是因为许琛这个人。麒麟吞咽几下，为了借力，手下意识拽上许琛的衬衫衣摆，却不经意间将衣服扯得更开。两人俱是一愣，麒麟低头，呼吸不由一致，紧实的腹肌线条流畅，薄薄的一层肌肉恰到好处，正正是麒麟喜欢的那种，人鱼线蜿蜒往下，直至没入黑色的西装裤。可还没等他细看，就被人蒙住了眼。看什么？许琛的声音低沉沙哑，另一只手扶住他的后颈，捏了捏，怎么这么不乖？麒麟面前一片漆黑，想到刚刚看到的，忍不住软软叫道：许琛，声音甜腻绵软，满满的渴求。他本来是想逗逗许琛，这下是真的被勾起来了。他的手忍不住往前探去，可刚触摸到一片温热，就被人扣住手腕拉向身后，紧接着手就被什么东西束缚起来。等许琛放开盖在他眼上的手，麒麟才发觉自己的手被一条暗色的领带缠住，能活动却挣不开。这是许琛进浴室时自己解开放到一边的，他根本没想到这领带还能发挥这种作用，也怪自己刚刚沉浸在美色中，完全没反应过来，竟然就这样被许琛一只手就用领带绑住了。许琛将自己的衬衫扣上2个扣子，看着怀里委屈的不行的人，在他唇角吻了吻，绑得紧吗？会不会痛？麒麟躲开许琛的亲吻，别过脸没说话。许琛总是拒绝他，之前说恋爱就行，现在竟然不惜将他绑起来，也不愿意继续。许琛看着怀里耍小脾气的人，压下脑中那股因酒精愈发混沌的感觉，我不是不愿意，只是我现在这种情况很容易失控，我怕弄伤你，再者我怕我第2天醒过来之后忘了。他抬手蹭了蹭麒麟湿漉漉的眼尾，麒麟，这是第一次，我们郑重一点。麒麟听着许琛认真的语气，低头没回，他知道自己根本反驳不了。
他喜欢的不就是这样的许琛吗？正经古板，对自己无比珍视的许琛。许琛看着依旧别扭的人，别气了，接下来做点你喜欢的事。他说完，手没入麒麟宽松的裤腰。麒麟呜咽一声，一口咬上许琛的脖颈，连声音都带上了水汽。你这是耍赖，哪有这样欺负人的？许琛将人清理干净，抱着人出了浴室，放到床榻上，摸了摸麒麟柔软的发。好了，我去洗澡，你乖乖等我。麒麟感受着腰间有力的手，忍不住嘟囔一声：你怎么这么快就恢复力气了？之前明明连路都走不稳。不是我有力气。许琛捏了捏他的脸，是你太轻了，抱起来跟小孩似的。所以你要不要考虑吃胖一点？麒麟见他还有心思调侃自己，将脸埋在他怀里，瓮声道：我才不要吃胖。许琛低低笑了一声，没反驳。现在能恢复力气是他事先就吃了解酒药，可之前在酒局喝得太猛，一下没缓过来，回家后在浴室那么久的时间，药效也发挥的差不多了，不然可能还真能让这小家伙得逞。我先去洗澡。许琛说完就准备站直身子，可却被人抓住了衣角。别洗冷水澡了。麒麟早就被人彻底安抚好，像小猫似的亲昵的蹭了蹭他的脸。我帮你。麒麟的手依旧被深色的领带束缚着，可能是许琛怕伤着他，系得并不紧，不影响动作。此时修长白皙的手指在西装裤的映衬下显得又娇又嫩，视觉上形成鲜明的反差。最后麒麟听着浴室里的水声，将头埋进枕间，脑海里全部都是许琛压在喉间的那声低喘。他鬼使神差的抬起手放在鼻尖闻了闻，许琛擦得很细致，鼻尖充斥着诗经特有的淡淡的薄荷味，可麒麟还是敏感的从中捕捉到一点其他的味道。他想到什么，面色愈发的红。许琛出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麒麟在床上抱着枕头打滚的画面。许琛将人捞进怀里，伸手把床头的灯关掉。别闹了，睡觉，你明天满课。麒麟一下抬起头，惊讶道：你怎么知道的？你记得我课表？许琛：看过。麒麟闻言弯了弯眼，整个人窝在许琛怀里，将人抱得更紧。许琛这表现估计不是看过，而是全部都记下来了。我在学校挺好的，你不用担心我。麒麟听着耳边沉稳有力的心跳，问道：你在公司是不是很忙？我都看到你熬出黑眼圈了，是碰到了什么麻烦事吗？尽管许琛跟他相处时没有带工作上的情绪，可他依旧能感受到对方眼底隐隐的烦躁。麒麟抬头：我或许不能帮到你什么，可我会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他语气认真，将许琛原本的话一下堵了回去。许琛将翘起脑袋的人按回怀里。最近的确碰到点棘手的事，于是最近要跟许瀚海合作一个大案子，想将我的风头压下去，还想撬走我手下的人，事情就比较多。短短几句话，麒麟却听出了许琛现在跟许瀚海之间针锋相对的气氛。之前许琛的项目让他在公司赢得了很多人的支持，隐隐有压过许瀚海的势头，现在许瀚海则是找了一个外援，想将主动权夺回来。麒麟想到什么，问道：于是是于程程家里吗？许琛点头：于是现在是他的父亲于威做主。麒麟一下明白其中关节，想必是于程程那个跟许州的恋爱关系让于威站在了许瀚海这一边，帮着他对付许琛。那要是于程程跟许州分手呢？麒麟心中顿时冒出了无数个的念头，可还没细想，就被人揉了揉脑袋。这些事我能处理，你别操心，等我这个项目的庆功宴结束，我就不会这么忙了。麒麟听出了许琛声音里隐隐的疲惫，没再说什么，轻声道：我等你。几天后，许州将自己的生日宴的时间和地点在班群里说了，就在这周六晚上，让大家务必都到场。许州举办生日宴的时间正好跟许琛的庆功宴重合。周六下午，麒麟看着群里都在兴致勃勃相约一起出发的消息，烦躁的挪开了眼。他也一直在等消息。麒麟几天前想加于程程的好友，
可不知道是不是对方知道他的微信一直没有通过。他承认自己做法其实有点卑劣，他想将许州意图脚踏两只船的心思间接的告诉于程程，让他留个心眼，或者直接分手是最好，这样他父亲肯定就不会再跟许瀚海合作了，许琛也不会那么头疼。可是于程程似乎很不喜欢他，根本不给他开口的机会，而且他就算说了，对方也不一定相信，甚至可能猜忌许州跟自己之间是否有猫腻，反倒会无端惹上一身腥。何况他也没有证据。麒麟揉了揉眉心，刚想把手机放下，就传来了一个微信消息。他以为是于程程通过了他的好友申请，打开后没想到是一个陌生人的微信申请，申请理由是想要拿回许琛论文的原稿吗？麒麟一怔，意识到什么，心中涌现出一股巨大的愤怒。他同意了好友之后，直接给人打去一个微信电话。许州，你还要不要脸了？他之前其实想到过论文原稿的问题，他也跟许琛提过，可许琛说让许州得到一个抄袭的名头和文章下架就行，原稿对他没有什么意义。麒麟知道许琛不想他跟许州再有多余的交集，他也就没再追究，可他没想到许州竟然恬不知耻的用这东西来威胁他。许州听着电话里麒麟的怒斥，面上竟然流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麒麟，你好久没主动给我打电话了。麒麟每次看着他的目光都很淡，甚至带着一股嫌弃，这还是这么久，麒麟第一次对着他有这么浓烈的情绪。麒麟听着许州语气里的笑意，只觉得这个人疯了。他冷声道：你到底想干什么？别这么气。许州放低声音，我先给你发几张照片，免得你以为我骗你。几张照片是满满的草稿，被人装订成页，上面是论文的思路、数据以及具体内容，分门别类，条理清晰。麒麟一眼就认了出来，那是许琛的字迹。除了这个，还有一个打印出来的厚厚一本正文内容，从照片来看，差不多几十页，上面记载的都是许琛的心血。可是现在这些东西却全在许州手上，我相信这些你应该很想要吧。许州将面前这些东西放进一个小文件袋，抖了抖。你要是不感兴趣，我就将它们烧了好了，反正我现在留着也没用。许州，你是真的让人恶心。麒麟咬牙说出这句话，他不得不承认，许州真的一下就抓住了他的弱点。他没办法看着许琛以前的心血付之一炬，别绕弯子了，你的目的是什么？许州听着对方近乎妥协的话，也不介意麒麟对自己的辱骂。我只是想要一个跟你解释的机会而已，就在我的生日宴，你过来，我就把这些文件都给你。我也不想为难你，在我眼里，你还是以前那个麒麟，咱们关系不变。许州说的深情款款，却让麒麟机遇作呕。你没必要在我面前惺惺作态，我早就跟你说清楚了，我们不再是朋友。麒麟语气毫不留情，等会的生日宴我会去，希望你不要后悔。他知道许州不可能那么轻松就将许琛的论文原稿给他，不过他也不能眼睁睁看着这些东西被许州彻底毁掉。许州不是要跟他解释吗？那就给他这个机会。麒麟想到了一直联系不到的于程程，唇边浮现一抹冷笑。许州，我倒要谢谢你坚持邀请我，这到底是谁的机会还不好说。许州没有听出麒麟语气里的其他情绪，满心沉浸在麒麟答应来参加他生日宴的喜悦，看着眼前的文件袋都格外顺眼。好，那我等你来。电话挂断后，于程程从其他地方转悠过来，看着许州一脸喜色，抱着他的胳膊问道：什么事情这么开心？许州看了他一眼，将手边的文件袋放到一旁，含混道：没什么，你觉得这个别墅布置的怎么样？于程程没注意到许州转移了话题，这里布置的太漂亮了吧，不像是生日 party， 倒像是一个上流的宴会厅，特别是外面那一片花园里的玫瑰真好看。许州看着他脸上娇俏的笑容，刮了刮他的鼻子，要是喜欢，之后我可以经常带你来玩，这是我爸的别墅。许瀚海知道他要办生日宴，就给了他别墅的钥匙。于程程连连点头，想到什么，笑意盈盈的从口袋掏出一个盒子，这是我给你挑选的生日礼物。我是不是最先送你礼物的？
他今天一天都跟许周在一起，陪着他布置会场，好不容易空下来，就迫不及待将礼物送到许周面前。许周打开看了一眼，是一只手表，看样式是当季的限量款，不光贵，还很难买到。于成成看着许周眼底的惊诧，心底松了口气，喜欢吗？我晚上还有另外的惊喜给你。他知道许周最近很发愁他爸爸许瀚海的事情，很多次都提及他爸跟许琛在公司之间的明争暗斗，还暗示自己能不能多帮帮他们，语气间很是不安。于成成听了也很难受，于是特地央求自己的父亲在今天许周生日宴的时候也过来给人送个生日礼物，说点什么给人吃个定心丸。不过这些他都没告诉许周，想作为最后的惊喜。许周以为于成成又存了什么小姑娘的心思，没在意，将手表放进口袋，语气一如既往的温柔宠溺。我很喜欢。于成成见许周竟然是都没事，面上有点失望，不过他很快演下去，时间差不多快到了，我去问问我的小姐妹们出发了没有，等会去接他们。不过于成成怎么都没想到会在门口看到麒麟。于成成胸中涌出难言的怒气，将想去跟麒麟搭话的许周拉到一旁。麒麟怎么会来？许周听着他质问的语气，表情也有点不太好。成成，麒麟是我的同学，大家都来了，他怎么可能不来？许周，你是不是傻？是麒麟举报的你抄袭，你还这么好心好意对他？于成成声音都有些压不住，意识到周围还有很多同学，硬生生憋着气，低声道：要是你不好拒绝他，我来。他不想让许周的生日宴被这样一个人搅乱，就想去赶人走，可许周一把拉住了他。成成，你在闹什么？许周面色彻底沉了下来，他都来了，你这样做像什么样子？而且是我主动邀请的他，你别管了。于成成不可置信的瞪大眼，眼睁睁的看着许周抛下他去找麒麟，他又委屈又难过，伴随着熟悉的被抛弃的感觉一起涌入心头。有麒麟在，许周眼睛里永远没有他。他们真的只是朋友吗？麒麟进来后，表面上随便找了个角落站着，实则一直在观察许周跟于成成，好像他一来，两人就起了争议。他挑了挑眉，明明自己什么都还没做呢。许周现在这情况，不应该将于成成捧在手心哄的吗？还没等他想清楚，许周就来到他跟前。麒麟，你真的来了？许周语气里是毫不掩饰的惊喜。麒麟抬眼看向他，嘴角牵起一抹嘲讽的弧度，不是你威胁我过来的吗？还有，许琛的原稿在哪？许周听着他直白的话，面上的笑也渐渐收敛。等我忙完去找你，之前是我有些事情没想清楚，你给我个机会跟你解释，你听完后我就将文件都给你。麒麟定定的看了他半晌，他好像猜到许周要跟他说什么了。这个人是真的有病吧？可没等他说什么，就有其他同学将许周叫走了。麒麟看着许周的背影，目光闪了闪，对方亲自给的机会，他没理由不抓住。他低头看了眼手机，跟许琛的聊天界面依旧停留在自己下午给人发的那一句消息上。麒麟，我晚上去参加许周的生日宴，拿个东西就很快回来。他本来准备如果许琛具体问他，他就将计划跟人说清楚，可他又怕许琛觉得自己心思多，手段不光明。在许琛眼里，自己可能永远是那个又乖又听话的小孩，可他自己知道，他并没有许琛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单纯。高中的时候，他就能将弄脏他娃娃的人推进水里，看着人挣扎呼救，自己在一旁冷眼旁观，看够好戏后才将枝条扔进水里。还有泼他咖啡的刘雨雨，他手里现在都有那条视频，他可以用这个一直要挟对方，必要的时候还能让他帮自己做事。以及自己论文的选题，在老师面前举报许周，其实这些事情他也能从中获得很大的利润。许周之前说的没错，他的确是个利己主义者，只是在许琛出现后，这个己又多了一个人。可他却怕许琛不喜欢这样心思诡谲的自己，所以麒麟在这件事上很纠结，所幸许琛一直没有回他的消息，估计是晚宴太忙了，这倒让麒麟放下心来。
他将手机熄屏，他手机电量不多了。他准备找个地方借个充电器充电，却被人拦住了去路。麒麟没想到，没等他主动去找人，于成成倒是找到了他。两人站在2楼的一个阳台上，相顾无言。麒麟看着面前这个穿着粉色连衣裙、妆容精致的年轻女孩，眼神复杂。于成成其实是他们当中最无辜的那个。许州的确卑劣，他对于程程的心思一点都不单纯，甚至在两人交往期间，对自己还存着其他的心思。可鉴于两人是同性，许州一直将人瞒得很好，不然于成成不可能还这么尽心尽力的替人操办生日宴。不过，或许是一个女孩的直觉，于成成看着他的时候，还是一脸警惕。麒麟，你为什么来参加许州的生日宴？在于成成看来，麒麟既然能去举报许州抄袭，那两人的关系必然是断了的。他实在想不出麒麟出现在这里的理由。麒麟瞧着于成成脸上的敌意，将手撑在栏杆上，看着不远处的玫瑰花园，淡声道：如果我说是许州逼我来的呢？他用手上的论文原稿威胁我，说是我不来就把它烧了。不可能！于成成下意识否认，许州不是那样的人。在他眼里，许州为人正直爽朗，对他也呵护有加，他不相信许州会做出这种事来。麒麟听着于成成话里的维护，目光有些怜悯。你真的了解许州吗？还有，你要是真的无条件相信他，你就不会来找我。这句话让于成成面色煞白，他后退一步，喃喃道：我只是想问清楚你们到底什么关系。他的语气纠结又痛苦，像是察觉到什么却又不敢承认。于成成，站在我的角度，我只能说，从你们在一起之后，我就从来没有给过许州任何回应，也没有任何逾矩的行为。麒麟声音平静，坦然地看着面前的人，不过我不保证许州的心思。在他明确拒绝之后，甚至跟许琛暧昧，许州依旧像个狗皮膏药似的缠着他。说实话，他也很恼火。于成成听到这些话，再也忍不住，红着眼无脸跑开。麒麟没有去追，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够了。他其实原本还打算等许州来跟他解释的时候，使计让于成成听到，可现在他摁灭了这个心思。这对于成成来说太残忍了。他都说到这个地步，只要于成成细细回想一下两人相处的点滴，自然会找到端倪。他没必要故意刺激人。另一边的庆功宴，每个人西装革履，觥筹交错。孙秘书看着面上浮现起一抹醉意的许琛，有点担心的问他：许总，你还好吗？许琛揉了揉眉心，没事。将主动来跟我谈的人都记下了吗？孙秘书点头，是的，许总。说到这一点，他就很佩服自家老板，几乎每个来跟他谈的人，许琛总能说到点子上，最后就是宾主尽欢，就差之后正式见面敲定了。许琛到底在背后对这些人做过多少研究？那就差不多了。许琛舒了口气，你去后台帮我把手机拿来，我忘在那里了。等许琛拿到手机，看到麒麟的消息，距离对方发送到的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他打电话，对方手机是关机的状态。许琛脸色顿时沉了下来。孙秘书，许州今天在哪举办生日宴？麒麟一个人孤零零的待在阳台，看着已经没电关机的手机有点恼。他出门的太匆忙了，都没发觉手机电量不够。他想下去找人借个充电器，可底下已经玩起了游戏。他现在下去肯定会吸引大家的注意力，或者还会被人拉着一起玩。可他不想参与许州生日宴的任何内容。于是他好不容易抓到了一个上楼来的同学，拜托他看看能不能帮自己借个数据线。那人知道麒麟安静的性子，毫不犹豫应了下来。于是麒麟就安心等着，将手撑在栏杆上，看着底下的风景发呆。阳台下正对着一个游泳池，水很清澈，在灯光下折射出细碎的光，跟不远处的玫瑰花园一起赏心悦目。隐约间，麒麟感觉自己好像在底下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等他凝神看去，又什么都没有。他皱了皱眉，暗道不可能，那人应该还在参加庆功宴呢。他也得抓紧拿到东西回家了。
不过得先充电。麒麟看了眼关机的手机，反应过来那个同学来的好像有点慢。他回想起那人虚浮的脚步，才意识过来，对方应该喝了不少酒，可能下去之后就把自己的事忘得一干二净。麒麟叹了口气，还是决定自己下楼去找。他怕许琛中途看到自己发的消息，担心他。可刚转头就被身后的高大身影吓了一大跳，这人什么时候来的？麒麟下意识后退一步，后脑勺却突然被一只手稳稳扶住，然后扣进了怀里。鼻尖熟悉的气味让麒麟的挣扎一下子停住，他抬头愣愣地看着逆光下对方模糊的轮廓，惊讶道：许琛，许琛怎么可能在这里？可还没等他想明白，砰的一声，对方将他抵在身后的栏杆上，坚硬的围栏硌得他腰间皮肤隐隐作痛。他皱着眉，闻着身前人浓重的酒气以及毫不怜惜的力道，后知后觉感到了危险。许琛，你先放开我！可他越说，身前的人将他抱得越紧。许琛手陷在他的发间，重重的揉了一下，俯身看着怀里人略带惊慌的眼，表情晦暗。你答应过我在家等我，现在却跑来参加许州的生日宴。麒麟，你不乖。麒麟愕然的看着眼前的人，想开口解释，可下一秒他就被人重重堵上了唇。许琛将他压得很紧，根本不是平日温柔的力道，充满掌控欲。他被死死抵在身后冰冷坚硬的围栏上，硌得他腰很痛。他下意识想挣扎，手推在对方的胸膛上，偏头躲避许琛的亲吻。许琛，你听我。他刚喘一口气想说话，可后脑勺上的手突然按了过来，不让他逃。麒麟感觉自己的唇破了，血腥味散开，他清晰地感受到了许琛的怒气，这些行为像是为了惩罚他的不乖，让他得到一个教训。只是腰间不知道何时搭上了一只手，垫在他跟栏杆之间，当作缓冲，避免他被棱角分明的围栏磕到。就算再生气，许琛也还是护着他，矛盾的很。这小小的举动让麒麟的那点挣扎也失了力，最后反而尽力放软了身子，抬手圈住许琛的脖颈。麒麟示软的态度让许琛手身上凌厉的气势渐渐消散，像是被人顺好了毛，收起了利爪，吻也趋向于平和。许琛放开他的时候，麒麟还讨好似的又吻了吻他的嘴角。是我错了，不要生气，我可以解释的。许琛眸子很暗，抬手擦了擦麒麟的嘴角，看着他红肿不堪的唇，指尖的动作顿了顿，半晌很轻的嗯了一声。他刚刚力气好像太大了。麒麟注意到他的视线，抓住他的手用脸蹭了蹭。没事的，明天周日没课。许琛见着怀里的小猫被欺负了，也还是软软的抱着他，一副全然信赖他的模样，让他脸色缓了缓。不过想到什么，声音依旧带了一丝冷意，为什么自己跑来许州的生日宴？麒麟哪里没听出来许琛态度的软化，抱住他的腰，小声道：站着好累，我可不可以坐着说？他在这里站了好一会，又仰着头，被人又亲又咬的，脖子都酸了。他说完还撒娇似在许琛怀里蹭了蹭。许琛今天又喝酒了，好几种不同的酒味混杂着他身上的味道，莫名好闻。许琛看着又在他怀里开始占便宜的人，没说话，手却很诚实的抱着人坐在了阳台的椅子上。麒麟被人抱坐在腿上，还有点没反应过来，他没说要坐许琛身上。他看着依旧板着脸的人，唇角勾了勾，将下巴搁在许琛肩上，解释道：我本来是不打算参加这个生日宴的，可是许州威胁我。他话音刚落，就感觉腰间的手一紧，许琛眉头蹙起，你落把柄在他手上了。麒麟抬手将他眉间的褶皱抚平，摇头道：不是，是你论文的原稿，我想拿回来。他说完，仿佛就能料到许琛的反对，于是用手指堵住他的唇，抢先说道：我知道你不在乎，可是我在乎，我会心疼。许琛，我不想让你的心血白白被人糟蹋毁掉。原稿就那一份，许琛花了那么多时间写出来的东西，他不可能放任不管。许琛听着麒麟认真的语气，沉默下来。我知道他可能没那么轻易将东西给我，可是只要我看到了，我就能想办法搞到手。麒麟低头将脸靠在他的肩上，闷声道：而且
我已经提前告诉你了，是你不回我消息，还气势汹汹的过来找他，凶的不行。许琛瞧着开始跟他算账的麒麟，一时默然。你手机关机了，我很担心。他怕麒麟遭遇什么不测，一路上心惊胆战，才会在找到人的时候没控制住脾气。麒麟听着直白说担心自己的话，嘴角不由扬起。我只是手机没电了，刚想去找人借数据线你就来了。不过你为什么会来这里找我啊？你现在不是应该在庆功宴吗？许琛看了眼怀里笑得眉眼弯弯还不住翘腿玩的人，默默调整了一下他的坐姿，才开口道，事情差不多都谈完了，剩下的其他人会处理。麒麟若有所思的点头，想开口说什么，就被许琛打断。你不要转移话题。许琛压住麒麟的膝盖，不让人乱晃。我论文这件事，你可以告诉我，我能处理。这不是你偷偷来许州生日宴的理由。麒麟没想到小心思这么快被戳破，将脸埋在许琛肩上，嘟囔了一句，我不是给你发消息了吗？哪有偷偷？许琛哪里察觉不到麒麟的躲避，挑起他的下巴，定定的看着他，沉声道，你要是真的想告诉我，不会只简单的给我发一条消息，还一个电话都没给我打。他不是怀疑麒麟跟许州有什么，而是感觉麒麟还有另外的计划。麒麟，除了那个原稿，你还有什么瞒着我？麒麟心下一咯噔，下意识想挪开视线，可下巴被人掐住，他只能被迫看着许琛。哪有其他的事瞒着你？这么一句简单的话，却在许琛的目光下说的磕磕绊绊，麒麟恨不得咬掉自己的舌头，怎么关键时刻掉链子？许琛看他目光躲闪，指尖按在麒麟的唇上，微微用力，饱满的唇肉下陷，配上麒麟慌乱的目光，像一只被他困在怀里却妄想逃跑的小兔子。又不乖了。许琛道。之前被过分对待的唇传来一阵刺痛，麒麟顿时嘶了一声，唇上的力道瞬间放轻。你别欺负我了，我说就是。麒麟有点委屈，趁着许琛不注意，张嘴咬了一下他的手指，控诉道，你今天怎么这么坏？许琛任由麒麟跟小猫似的咬他，也没收回手，是谁说的不乖就该被惩罚？麒麟一愣，感觉这话莫名耳熟，好像是自己说的。他悻悻的松开嘴，放开许琛的手，最后还被人捏了一下脸。好了，别磨蹭，我知道你在拖延时间。麒麟知道逃不过，抿了抿唇，声音变小很多。我刚刚跟于程程说了许州对我的心思，他其实没有任何证据，只是凭感觉，可他还是选择在于程程心里扎一根刺，破坏他们的感情。要不是于程程自己有所察觉，他还打算让人来看一出好戏。麒麟也知道自己的心思不单纯，想到什么，紧紧搂住许琛的脖颈，也不说话，像是生怕对方跑掉。同时，他也在等待许琛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做出评判。这一瞬间，他产生了很多想法。要是许琛觉得这样的他很卑鄙，他该怎么解释？以许琛的精明程度，什么借口都不管用。要是对方真的介意，麒麟越想越心慌，可头顶却突然被人揉了揉，是很温柔的力道。你知道你是为了我。许琛回抱住怀里的人，指尖在他发间轻轻摩挲，带着令人安抚的味道。这有什么好不告诉我的？你在害怕什么？我怕你觉得我坏。麒麟将脸贴在对方的脖颈，闻着许琛身上熟悉的味道，心又一点点落回原位。许琛听着这解释，不由失笑，这就坏了。麒麟，你是没看我在职场上的样子，尔虞我诈，勾引斗角，那一堆老狐狸心眼一个比一个多，要是稍有不慎，就会被挖掉一块肉。麒麟这个完全是小打小闹。麒麟，我做过比这些还坏的事情，你要是知道了，会不喜欢我吗？当然不会。麒麟立马直起身子，表情无比认真。你无论什么样子，我都喜欢。许琛的身份让他不可能没有心计，这是很正常的事情。相反，他觉得这一特性还能给许琛整个人多上一层魅力，他怎么会介意？许琛看着就差发誓的麒麟，唇角泛起一抹清浅的弧度。笨蛋，我也是。他从最开始就知道麒麟没有表面上那么单纯，
是只坏坏的小狐狸，只是这个小狐狸最后变成了会冲他撒娇、全心全意依赖信任他的猫咪。麒麟的所有样子他都喜欢，不过这些事我会处理的，就算许瀚海跟于家联手，我也能应付。许琛将人往怀里抱了抱，你要相信我。他怕麒麟在自己不知道的时候陷入危险，要是许瀚海和于家将怒火撒到麒麟身上怎么办？麒麟听着他语气里的关心，点头，好，我知道我男朋友超厉害的。他说完在许琛脸上亲了一口，笑嘻嘻道，下次我一定注意。许琛听着他的语气就像是在说下次一定会再犯似的，惩罚似的在他的唇上咬了一口，好好说。麒麟感觉唇上一阵刺痛感，他委屈的捂住唇，都被你咬破了。许琛瞧着委屈巴巴看着他的小兔子，将人捂着唇的手拿开，我看看。平日淡色的唇变得嫣红饱满肿胀，细细看去有一处的确破了，旁边还渗着隐约的血迹，很疼。这里光线暗，没细看根本察觉不到破了，也是他没控制好力气。他指尖蹭了蹭麒麟的脸，哄道，回去给你擦点药膏。不要擦药膏。麒麟闻着鼻尖的酒味以及许琛宠溺的语气，心中微动，低头附在许琛耳边轻轻说了一句。许琛听完后，搭在麒麟腰间的手紧了紧，低低笑了一声，小馋猫。话虽如此，他还是抬手扶住麒麟的后颈，将人压低吻了上去。2楼的这个小阳台自成一处空间，将底下的喧闹嬉笑声隔绝开来，只能隐隐听见两人唇齿间的细碎声响。殊不知这一幕尽数落在上楼寻人的许周眼中。他之前听到有人说麒麟手机没电，再借数据线，就立马将东西拿来，连带着装着原稿的文件袋，想要跟麒麟好好聊聊，却没想到会看到这样的场景。昏暗的灯光下，麒麟坐在许琛腿上，脸上不见平日对着他的清冷，冷白的手紧紧攀附着对方的脖颈，眼尾红得厉害，两人肆意拥吻。许琛余光看到了阳台外的许周，动作顿住，往后退了退，可麒麟正在兴头上，不依不饶的又追了过来，还不开心的轻轻咬了他一口。他只能由着人去，反正被许周看到也没什么大碍。于是两人谁都没停下。在许周的注视下，许琛反倒吻得更狠了，将麒麟逼出了几声闷哼，缱绻撩人。许周看得目眦欲裂，他知道麒麟本来是喜欢他的，还想在这次生日宴跟对方好好说清楚，可没想到麒麟受不了愈发凶狠的许琛，呼吸又有点跟不上来，他抵住对方的唇，阻止他前进的动作，才得空沉沉的吸了一口气。他被咬了好几下，之前的伤口又有点疼，可却爱极了这样强势的许琛。要不是有碍眼的人在，他真难得舍不得喊停。麒麟看着许琛眼里被他勾起的汹涌情绪，低头吻了吻他的唇角，软声道，乖，等会。将人安抚好后，他转头看向身后气得发抖的许周，再无刚刚的耐心，弟弟，看够了没？你很碍事。他其实也发现了身后的响动，瞬间猜出了是谁，本以为对方会识相的离开，却没想到他竟然还会留下来。许周看着依旧亲密相拥的两人，被刺激的额头都蹦出青筋，他压着怒意，麒麟，我说过要跟你好好聊聊，你让许琛走开。麒麟颇有些好笑的看着他，为什么要让你哥走开？我又没答应你说要单独跟你谈，当然你也可以将于程程叫来。这话让许周面色更加难看，他几乎是低吼道，麒麟你别逼我，你会后悔的。麒麟听着他有点压不住的音量，目光闪了闪，从许琛身上坐起身，冷声道，许周，我没什么好后悔的，你有什么话就直说。他看向许周手里眼熟的文件袋，或者你也可以直接把论文原稿给我，也别浪费彼此时间。许周捏着文件袋的手不由收紧，力气大的将纸袋都捏出了明显的折痕。他知道改变不了麒麟的态度，只得将目光扫向许琛，许琛，这是我的生日宴，请你离开。他现在不需要在项目组留名，没必要怕许琛。许琛抬头理了理被拽得不成样子的领带，姿态悠闲，许周，你可能不知道，这是我名下的别墅，
许汉还只是有个钥匙而已。要不是看在底下的人都是麒麟的同学，我早就把你们赶出去了，所以注意你跟我说话的态度。许琛的语气不紧不慢，可每一句都让许周的面色白一分。他知道许琛说的话很有可能是真的。底下的那片玫瑰花园就是最好的证据，那是许琛母亲最喜欢的花。许周死死咬着牙，只觉得面子有一次被人踩在了脚底，他再也不想管那么多，愤愤道：麒麟，我知道你为什么跟许琛在一起，你之前应该是喜欢我的吧？在我跟于程程交往后，迫不得已才找了个跟我相似的替身。他越说越有底气，声音也不由自主的大了起来。我这次也是想趁着生日宴跟你说清楚，我只是暂时跟于程程交往，等我爸将公司的事情处理好，我就会跟他说清楚，跟他分手来找你。所以你体谅一下我，别跟一个冒牌货在一起了，你这样我真的会很难受。麒麟听着许周近乎告白的话，尽管早有预料，可这一刻还是不免觉得离谱。许周，你这样做将于程程置于何地？他是一个工具，你怎么能理直气壮说出这种无耻的话？他语气里满是嫌恶，还有我凭什么体谅你？就凭着你抄袭了我男朋友的论文，还是凭借你这种不要脸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品行？许周，你真的比阴沟里的老鼠还让人觉得恶心。他越想越觉得反胃，此时手被人轻轻捏了捏，他看了许琛一眼，只觉得被污染的眼睛得到了净化。他回握了一下许琛的手，再抬头看向许周，面无表情。还有，我跟你重申一下，许琛不是什么替代品，他是比你优秀千倍万倍的人，是我唯一的男朋友。许周没想到麒麟听了自己的表白后依旧无动于衷，还跟他强调现在跟许琛的感情有多么深厚，怒不可遏。我不信，你只是一时糊涂，我跟你保证很快就会跟于程程分手。你别……可他还没说完，就被一阵带着哭腔的女声打断。许周。许周听着这熟悉的声音，整个人僵在原地，他不可置信的转头看去，整个脸比刚刚还白，慌了神道：程程，你怎么在这？于程程不是在于程程泪眼朦胧的看向面前的这个人，只觉得心如刀割。许周，我们交往了快半年，还是你主动追的我，你要是不喜欢我，为什么还要来找我？他承认自己是对许周很有好感，可是并没有到放下女孩子的矜持主动追人的地步。是许周在两人父母的撮合下主动追求的他，柔情蜜意，就连交往的时候也对他呵护有加。除了在麒麟的事上，他完全没有感受到任何问题。对方扮演着一个合格男友的角色，让他深陷在许周编织的密网之下。可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他抬手擦了擦脸上的泪，却怎么都擦不完。可他依旧挺直了腰杆，定定的看着许周。许周，你真的很会演戏。之前我还一直欺骗自己是我想多了，没想到你只是把我当做你事业上的工具，还是用完就扔的那种。之前就算麒麟这样跟他说，他心里依旧是偏向许周的。他纠结了好久，决定找人问个清楚，没想到却撞见了这一幕。许周听他这样说，就知道于程程全都听见了。他刚想解释，就见于程程上前，用尽全身的力给了他一巴掌。啪的一声，清脆响亮，伴随着于程程决绝的话：许周，我们分手。许周忍着脸上的痛意，想拉住于程程解释，可此时2楼的楼梯处传来一声威严的话：发生什么事了？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目光沉沉的看向他们，脸色不怒自威。于程程听到这声音，立马跑过去扑到那人怀里，眼泪决堤似的：爸，许周跟我交往只是为了我们跟他家的合作。呜，他一直在利用我。来人赫然是于威，应了自家女儿的请求，于在今天许周生日宴的时候也过来当做给对方的惊喜。可没想到他刚来就看到宝贝女儿被欺负成了这样。于威看着一脸惊惧的许周，还有什么不懂的？听着怀里于程程哭得发抖的声音，想都没想抄起旁边装饰用的雕塑，狠狠砸向许周。你这小子找死！沉沉的雕塑砸向许周的腿，让他一个趔趄，剧痛之下，手中的东西全掉在了地上，他也来不及捡，惨叫一声，捂着自己的膝盖，却不敢反驳一个字。他知道于威多疼自己这个唯一的女儿，
不然他也不会跟于程程在一起。现在他只能受下对方所有的怒火，等人气消了再想办法解释。于威哪里看不懂许州的心思，你们这对父子行啊，为了生意都将注意打到我女儿头上了。他声音冷硬，那我倒要看看你们能不能从我这里捞到半分好处，就算拼个两败俱伤，我也不会让我女儿受这个气。这次合作他是明摆着让许瀚海占了便宜，要不是看在两家小辈真心相爱的面子上，他怎么都不会答应。可他没想到许州竟然敢玩弄自己女儿的感情，这件事绝对不可能善了。于威拍了拍怀里人的肩，程程，爸爸带你回家。许州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想去追，可腿上的痛意让他一动就腾出一身冷汗，只能眼睁睁看着人离开。他想起于威最后的眼神，懊恼的揪着头发。完了，许瀚海现在跟于家的合作正在起步阶段，要是出了问题，许瀚海能打死他。之前许瀚海还叮嘱过于家是他唯一的底牌，可现在不光不是助力，反倒成为了仇人。他不该那么冲动的，要不是他被刺激过了头，也不会不注意周围的环境说出那些话。许州想到这里，下意识转头看向那两个罪魁祸首，却跟正在低头捡东西的麒麟四目相对。麒麟在捡他被砸时不小心扔在地上的文件袋，许州下意识就想去抢，这是他威胁麒麟最后的底牌了。可麒麟眼疾手快的勾走了地上的东西，一路小跑回到了许琛身边，献宝似的将东西塞进许琛怀里，一脸兴奋，我抢到了。一楼的同学们本来在底下热热闹闹的玩游戏，突然看到于威怒气冲冲地带于程程离开，都一脸懵逼。谢开宇看到这场景，迈腿往楼上走去，要是他没记错，麒麟好像一直都在二楼，说想自己静一静。等他上去，就看见许州以一个非常怪异的姿势扶着墙，不远处的地上有一个木质雕塑。谢开宇联想到自己刚刚听到的隐约的响声，不由猜测许州不会被打了吧。而麒麟跟许州的哥哥许琛站在一起，两人挨得很近，许琛几乎是半将麒麟圈在怀里，麒麟则是低头认真的再拆一个文件袋。常永义也跟着他上来了，看到这略微混乱的场景，惊讶道：发生什么事了？许州脸色难看，没有吭声。麒麟确定好文件袋里的东西没有问题，将封口系好，交给许琛后，对常永义两人解释道：没什么大事，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一块走。许州后续如何跟他们没有关系了。常永义还想问什么，就见许琛淡淡道：生日宴到此结束，我会叫车将你们送回去。许琛，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对我的生日宴指手画脚了？许州努力挺直腰杆，可刚动，膝盖上的疼痛让他倒抽一口冷气，那点努力装出来的气势瞬间消散。许琛凉凉扫了他一眼：你再说一句，我就让人将你的东西全部扔出这个别墅，连带着你一起，你信不信？要不是不想让事情闹大，牵扯到麒麟，他真的会这样干。许琛毫不掩饰的威胁让许州搭在墙边的手猛地握紧，可他知道许琛没有跟他开玩笑，这别墅是许琛的，他可能真的会叫人将他扔出去，在这么多同学面前让他直接颜面扫地。他死死咬着牙，一脸愤怒，却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别墅里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他一个人和满地的狼藉。许州再也撑不住，滑倒在地，痛苦的捂着脸，为什么会发展成这个样子？他想起许瀚海对他愈发糟糕的态度，心下绝望。这次是真的完了。一辆高档商务车里，常永义略有些拘谨的看着前排的人：许哥，其实我们可以自己打车回去的，你专门送我们，让我们怪不好意思的，又不顺路。麒麟坐在许琛旁边，正在悄悄玩他的手，听到这话，下意识回道：顺路啊。说完突然意识到什么，一下闭上了嘴。啊，许哥怎么会顺路？他也住 A 大附近？常永义纳闷道：不会吧， A 大距离许氏还是有点距离的。许琛要是住那边，上下班多不方便。许琛看着旁边求助的看向自己的人，揉了揉他的脑袋才开口：我在 A 大附近也有住处，挺喜欢的，偶尔会去小住。常永义这才了然的点头，
一转眼就发现谢开宇一言难尽的看着自己，就跟看傻子似的。喂，谢开宇，你这什么眼神？他一把勒住对方的脖子，威胁道：“别以为在许大佬面前我就不会收拾你。”谢开宇闻言白了他一眼，没说话。常永义是真的没长眼睛吗？前座两个人坐得那么近，就差靠在一起了，何况麒麟嘴唇又红又肿，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不对劲，偏偏常永义这个一根筋的还在那里问。他真怀疑常永义这眼力见是怎么将李思涵拐到手的。将两人送到学校后，麒麟也跟许琛回了家。进门后，他立马跟许琛解释道：“那个，我不是有意隐瞒的，只是突然让常永义知道我们两人关系，还住一起，他肯定会拉着我叨叨。常永义平时就咋咋呼呼的，要是突然知道这么劲爆的消息，他今晚就不用睡了。等你这阵子忙完，我们两个请他们吃顿饭，我就将你正式介绍给他们，好不好？”许琛看着认真朝他解释的麒麟，拍了拍他的小脑袋，按照你的计划来，我不急也没介意。麒麟闻言放下心来，拿起被许琛随手放在桌边的文件袋，你有看吗？我之前粗略看了一下，应该没错。纸张是旧的，字迹也是许琛的，应该就是论文的原稿。麒麟小心翼翼的将里面的东西拿出来，一点点摊开放在桌面上，看到被折叠的地方还会伸手抚平。做完这些后，他抬头问道：“你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可一抬眼，他发现许琛没有看自己的论文，而是定定的看着他，情绪复杂。许琛？麒麟疑惑的叫了一声，将人拉过来坐在自己旁边，着急道：“你快看看，我有点担心许州给的东西不全。”他瞧着好像挺完整，可这毕竟不是他的东西，只有许琛自己才最清楚。可他刚问出口，就被人抱在了怀里，对方将下巴搁在他的发顶，轻声道：“是全的，都在里面。”他本来以为许州得到抄袭的罪名就够了，没想到麒麟竟然还想方设法帮他追回了原稿，动作间比他这个原主人还要珍惜。麒麟，谢谢你。麒麟听着对方温柔的话语，回抱住他的腰，嘟囔道：“这有什么好谢的？你的东西就该属于你，谁也别想抢走。”许琛听着麒麟语气里的维护，心下一暖，我不会再让人抢走我的东西了。麒麟唇角弯了弯，忍不住仰头亲了亲他的下巴，我也属于你，你要好好保管，知道吗？许琛不由失笑，捏了捏他的脸，好，我一定好好保管，将人养得白白胖胖的，我最近不在，你是不是又没有好好吃饭？麒麟拍开脸上的手，我哪有？我每次不都给你发吃完饭的照片了？你是不是都没看？他控诉道，还有今天也是你不看我的消息，之后就不分青红皂白的凶我嘴唇现在还疼。说实话，许琛今天真的把他吓到了，他能感觉到对方好像真的生气了，整个人暴躁又不安，想要将他死死抓在手心，不让他跑掉似的。许琛瞧着怀里人委屈又后怕的表情，抬手轻轻碰了碰他的唇，是我的错，我没控制好情绪。他说完，又将麒麟往怀里拢了拢，像是真的害怕失去什么。麒麟感受着腰间不自觉收紧的力道，任由自己跟许琛紧紧相贴，耳边是许琛沉稳有力的心跳。他沉默半晌，还是开了口：“许琛，你可以跟我说说你当时在想什么吗？”许琛的情绪爆发的太突然，他明明已经提前打了招呼，就算生气，他手机关机也不该是那种表现。而且他不认为许琛这次是吃醋他自己来许州的生日宴，他跟许州之间的关系明明白白，甚至势同水火，许琛没理由因为这是情绪失控。许琛一时哑然，没想到麒麟的感觉这么敏锐，他明明什么都没开口，对方就已经察觉到了他的不寻常。要是不方便说也没什么。麒麟感觉许琛的情绪一下变得有点低落，连忙说道：“反正也没什么大事，我只是怕你将事情憋在心里难受。”许琛听着麒麟担忧的语气，知道自己要是瞒着只会让他更加不安，还是决定开口：“你说你会在家里等我？”麒麟跟他说了很多类似的话，会等他，他渐渐当了真。许琛一些记忆深处的东西慢慢被勾了出来，
可从我小时候，我母亲就叮嘱我说，没人会等我，她也不会。直至离世，只剩许琛孤身一人，倒是真的印证了他说的话。所以每一次麒麟说等他的时候，他都会很开心。尽管麒麟口中的等跟他在乎的有差别，可那种有人一直记着他，相携前行的感觉，让再也不觉得孤独。可是这次麒麟食言了，还去找了他最讨厌的许州。那时候很多种复杂的情绪搅在一起，加上酒精的刺激，让他一时昏了头，所幸最后他清醒了过来。这次完全是我的问题，我知道你可能是随口一说，是我太较真。许琛低声道，我对等这个词太敏感，下次不会了。饶是许琛语气里没有太多情绪，可麒麟听完后心一下揪了起来。他不知道许琛还有这样的心结，就像是一个缺爱的孩子，你再给了他希望后，却在某一次又让人失望。尽管你自己觉得这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可就是会触动对方最紧绷的那根神经。麒麟不知道自己对许琛说过多少次等他这种话，也不知道到底履行了多少。要不是许琛这一次喝了酒，加上自己手机关机的刺激，他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这些事。他觉得很心疼，抱着许琛的手用了很大的力，像是要让对方切实感受到自己的存在。许琛，我其实很擅长等待，真的，我可以永远等你，之后我会注意的，保证不再食言。他其实是很有耐心的一个人，他愿意花时间用实际行动抚平许琛的这个心结。许琛感受着怀里人郑重的语气，摸了摸他的发，温声道，不用，我就提一下，没必要在意这种事，等待又不是一个好词。不对，许琛，你说错了。麒麟抬头努力纠正他的观点，其实等待是一件很让人开心的事，因为我知道之后我们会相遇，会在一起，这个过程其实很棒。他说完又怕自己的语气太绝对，补充了一句，反正我等你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感觉，期待、欣喜，甚至有时候还没下课，常勇依旧问我是不是碰见了什么好事，一直在笑。麒麟说了很多，许琛默默听着，他不知道怎么形容自己现在的感觉，抱着怀里的人就好像拥有了全部，心底从未有过的踏实，让他怎么都不愿意松手。而对方也满心满眼都是他，努力的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加快乐。许琛突然想到了幸福这个词，没有什么能比现在这种感觉更贴切，让他忍不住想要将这个人一生都绑在自己身边。麒麟说了这么多，许琛却一言不发，他想到什么突然住了嘴，抬头气鼓鼓的质问道，许琛，你是不是在走神？没。许琛很快回了话，我只是在想，等你毕业后就带你出国，会不会太早？啊？麒麟不明所以，出国为什么要等毕业？我放假了就可以。许琛听了这话，认真思考了一下可行性，可迎上那双懵懂的眼时，知道麒麟压根没懂他的意思，不由失笑，笨蛋。算了，也就1年的时间，他愿意等麒麟再大一点。许琛想，等待或许真的是一个好词。许家老宅，许州一瘸一拐的走回家，甚至没来得及去医院看看被砸伤的腿，就被许瀚海一个电话叫了回来。他看着眼前紧闭的书房门，黑黢黢的，像是一个会吃人的洞。他想起许瀚海在电话里冷厉的语气，以及沉沉的怒气，忍不住打了一个哆嗦。要是可以，他现在只想逃得远远的，可是他不能。他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靠着许瀚海得来的，就算知道现在过来只会撞到对方的枪口上，他还是得硬着头皮来。他敲了敲门，门内很快响起一道回声，滚进来。许州垂在身侧的手握紧，慢慢推开了门。刚一进门，迎面飞来一个茶杯，直直砸在了他的额角，滚烫的茶水连同茶叶从他脸上流下来，带着一阵灼烧般的疼痛。特别是他脸上之前被于程程打了一巴掌，女生锋利的指甲将他的脸划开了一道小口子，现在被茶水灌进去，格外的疼。可他却擦都不敢擦一下，直着身子在许瀚海面前站定，低低叫了一声，爸。别叫我爸，我没你这种儿子。许瀚海气得重重拍了一下桌子，看着面前狼狈无用的人，厉声道，
我之前是怎么叮嘱你的，哄好于程程，你呢？没做到就罢了，还直接捅到于威那去了。他跟于家的合作已经达成了初步意向，眼见着一片形势大好，许州就搞出这一茬，让于威气的直接大晚上跟他打电话说取消合作，还让他走着瞧。许瀚海不得不给人陪笑，低声下气的解释，却反倒被那老家伙骂了一顿，搞得他窝了一肚子火。许州，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给我将于程程哄好，我只给你1天时间。于威那样子明显是迫不及待要跟他散伙，他现在还可以用明天是周日这种借口搪塞过去，可一到周一，他不可能拦得住铁了心要给女儿出气的于威。许州听着这个最后通牒，抹了妈脸上的水，低声道：爸，于程程已经说要跟我分手了，1天的时间根本不可能。还是在于程程将他说的话全部听完的情况下，许州心底清楚，他跟于程程重归于好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许州，你还想跟我讨价还价？许瀚海将面前的文件狠狠甩在他脸上，这1天还是我绞尽脑汁拖延过来的，等周一你要是没把人哄好，我们都得完蛋。他已经在跟于威的合作商投入了不少人力财力，于威为了出气不介意损失，他可不行。下一次的股东大会就在半个月之后，他本来想凭借这个合作彻底压倒许琛，要是没了，许瀚海都不敢去想结果。许州头被文件打偏，他只觉得整张脸都肿了起来，昂贵的衬衫也被茶水染得深浅不一，膝盖处的疼痛让他也暴躁起来。他努力压着心底的脾气，将地上的文件捡起来放回桌上。爸，没有于家的合作，你就压不过许琛了吗？我是你的儿子，不是工具。许州的话带着隐隐的质问，他是利用了于程程，可许瀚海何尝不是利用了他？跟于程程的见面就是在许瀚海的撮合下进行的，甚至在他爸知道于程程可能对他有好感后，就勒令他必须将人追到手，不然他不会跟于程程在一起，麒麟也不会投向许琛的怀抱。你说什么？许瀚海好像听到了什么好笑的话。许州，你还奢望我跟你演父子情深的戏码？你跟你妈一个德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要不是他当初非要跑到许琛妈面前去舞，我也不会得不到那1半股权。再者，你要是有许琛1半优秀，你也不至于只有这一个作用。许瀚海的话让许州彻底破防，他再也忍不住心底的怨念，恨声道：是，我是比不上许琛，那您呢？将人赶到国外5年，现在他才回来短短几个月，连公司保安都能给我脸色看，您比我好到哪里去？许州也是彻底豁出去了，现在你这么急，不光是怕跟于家的合作没了，还怕于家反过来跟许琛合作吧？你为什么只逼我，不自己去公司好好把这个事情压下来？许瀚海听着许州大逆不道的话，气得差点背过去。许州，你吃老子喝老子的，还敢跟我顶嘴？老子当初要是知道你是这种德行，绝对直接掐死你！你滚！我没你这样的儿子！父子俩彻底闹掰，许州直接被许瀚海轰出了家门。另一边，许琛听着电话里管家的话，面上没有多余的表情。王伯，我知道了，许瀚海最近脾气可能不太好，您小心。挂掉电话后，许琛在阳台上站了一会。他其实料到了今天这一出后，许瀚海会跟许州翻脸，可他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其实以许州还算隐忍的脾气，不太可能会忤逆许瀚海的意思，可估计是对方说了什么话，直接将人逼急了。不过这2人也只是表面吵吵而已，许州大概率清醒后还是会按照许瀚海的要求去做。许州心里清楚，只要能将于程程哄好，许瀚海也不会介意再将他这个有用的儿子认回去。许琛手指在围栏上轻轻敲了敲，唇角勾起，这趟浑水他不介意插上一脚，毕竟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许琛回屋后，看着床上呼吸清浅的人，替他将蹬掉的被子盖好，俯身吻了吻他的唇角。麒麟像是有所感应，迷迷糊糊的想睁开眼，眼上却附上了一双手。没事，继续睡，我在旁边处理一点事，乖。眼前陷入一片黑暗，麒麟恍惚中听懂了许琛的话，鼻尖熟悉的味道让他莫名心安，
睡意重新席卷而来，眼皮合上又沉沉睡去。第二天，他是被窗外的雷雨声惊醒的。夏日的暴雨来得又猛又急，风裹挟着豆大的雨滴拍打在窗户上，发出砰砰的闷响，生生将麒麟从睡梦中吵醒。他摸了摸身旁的被子，早已凉透。许琛不知道何时起床的。麒麟揉了揉眼，将卧室的窗帘拉开，只见外面密密的水雾倾泻而下，将窗户都染成模糊的一片，只能看到楼下小区里随风摇摆的树枝以及耳边呼呼的风声。是好久没下过这么大的雨了。麒麟穿上拖鞋，打开卧室的门，一下就闻到了飘香的饭菜味。他兴冲冲跑进厨房，许琛。可是厨房空无一人，只是灶台旁边有几个保温盒摆列的整整齐齐。麒麟不死心的将小小的出租屋里里外外都看了一遍，甚至傻傻的打开阳台的门，往门后的角落瞅了一眼。当然什么都没有。麒麟愤愤的踢了一脚新买的沙发，才不情不愿的回卧室拿手机，一打开就是许琛给他发的微信消息。许琛，临时去公司处理一点事，给你做了饭，如果冷了自己热一下，吃完给我发照片，我要检查。麒麟闷闷的揉了一把乱翘的头发，今天不是周日吗？干嘛还去公司？打完这几个字，又觉得好像有点埋怨的味道，毕竟许琛周六周日去加班也很正常，只是他下意识以为庆功宴结束后许琛就会空，满心以为这周日两人能待在一起，没想到这个人又去加班了。麒麟郁闷的咬了咬唇，早知道昨晚就不那么早睡了。许琛去接个电话的功夫，他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想想就烦。尽管不乐意，他还是将之前的信息删掉，回了一个好，结尾依旧配了个小猫表情，不过是垂着头叹气的那种。许琛刚签完一个文件，右手边的手机就震动了一下，他看了眼发消息的人，跟旁边站着的孙秘书吩咐道：你尽快跟那些人联系，特别是核心骨干成员，许瀚海承诺给他们的好处，我出双倍。孙秘书激动的点头，好的许总，我已经给他们发了消息，目前大部分人态度都很动摇，好几个已经给了我具体的答复，都是同意的。他本来还觉得大周日许琛让他们冒着暴风雨来加班很不人道，可是听了自家老板的计划后，他整个人又行了。许琛既然想把许瀚海正在搞的项目转移到自己手上，这不相当于从许瀚海心口挖肉啊？关键是大家好像都收到了风声，他一发出邀约，甚至还没许诺什么报酬，对方就站队了。今天他还听见许琛在跟于氏的总裁打电话，谈笑风生的，显然在商量着下一步合作的事宜。孙秘书简直叹为观止，他家老板是真的牛，不光将于家跟许瀚海的合作搞黄了，还能转化成自己的好处，可谓是杀人诛心。许瀚海此时估计已经收到消息了，估计气疯了吧。孙秘书一脸崇拜，正准备说什么，就见许琛转头莫名的看着他，还有事啊？孙秘书有点没反应过来，许琛这是在赶他走，可他之前就是一直候在旁边听候差遣的呀。你先出去。许琛将手里的文件递给他，10分钟后再进来。孙秘书一脸迷茫的走出了办公室，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他出来的时候，许总桌上的手机好像一直在响。许琛终于得空拿起旁边的手机，发现麒麟的消息已经发了10几条，一眼看去全是表情包，从叹气、委屈到哭泣，最后是嚎啕大哭，都是动图，最后那个哭的直接将屏幕都淹了。许琛哭了。麒麟刚将保温盒拆出来端上桌，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愣了愣，许琛该不会真以为他哭了吧？他只是见自己都洗漱完了，还没人理他，就没忍住，开始表情包轰炸。反正他知道许琛要是开会肯定会静音的。可这消息，他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对方的认真。麒麟嘴角翘了翘，指尖微动。麒麟，他发完这个消息后吃了一口饭，眯着眼继续打字。我现在很伤心，需要人安慰，也要亲亲和抱抱，不然哄不好的。可打完还没来得及发出去，对方直接给他打了个电话。麒麟下意识就接了，刚刚不是还在发消息吗？许琛听着对面含混的声音，应该是在吃东西，也没有任何哭腔，
心放了下来。刚起床吗？是在吃饭？麒麟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嘴里还包着一嘴吃的，立马咽了下去。没，我在哭呢。他说的一本正经。许琛，我现在需要被人轰轰才能好。许琛忍着嘴边的笑意，逗他，我要是不哄。麒麟一听，委屈的不行，你今天一言不发就跑了，还不愿意哄我。他早上被炸雷吓醒，下意识就想抱住身边的人，却一下扑了个空，旁边的位置早就冷透了，那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他现在还记得。许琛听着耳边明显低落下来的声音，立马开口，没，我哄，你别哭。麒麟本来有点难过，可是一听到许琛这紧张的语气，嘴边的弧度差点没压下去。他眨了眨眼，故意压低声音，小声道，那你哄，我听着。许琛沉默半晌，犹豫道，之前的奶糖还有，今天让你吃4颗。麒麟一听，差点没笑出来，他死死咬着唇，肩膀却止不住的抖，好不容易缓下来，语气却明显轻快起来，就4颗吗？我想吃5颗怎么办？麒麟，吃太多不好，那个糖太甜了。许琛尝试跟他商量，这样，你先吃4颗，其他的等我回来再说。他回来后自然有办法让麒麟乖乖听他的话。麒麟听见这话，眼睛一下就亮了，你今天还回来？外面刮风下雨的，他还以为许琛下班后会直接在他公司那边的住处休息。回来给你做晚饭。许琛听着麒麟语气里的欣喜，眉眼间也满是温柔的笑意，冰箱里我放了很多食材，你看看想吃什么，我回来给你做。里面还有水果和酸奶，这些你可以随便吃，别吃太撑，肚子留一点吃我做的饭。麒麟闻言立马起身打开冰箱，只见里面塞满了东西，分明别类，他大致看了一眼，都是他爱吃的菜，还有一处专门放他喜欢喝的小饮料。要知道他的冰箱之前都是空的，只会放一点矿泉水，平日吃饭都是外卖解决，他还是第一次见自己的冰箱里有这么多东西。他不禁想象许琛将东西一点点往冰箱放的场景，是不是还会考虑这些东西都放哪里比较顺手。麒麟发现他的饮料都被放在了左手边，因为他每次都习惯用左手拿吃的吗？许琛竟然连这种小细节都注意到了。他嘴角翘起，从冰箱里拿出一瓶乳酸菌，刚准备打开，许琛就开了口，吃完饭再喝。麒麟下意识往四周瞅了眼，许琛在家里安监控了。我猜的。许琛无奈道，我听见你开冰箱的声音了。麒麟每次去冰箱就是找喝的，都成习惯了。等肚子里填点东西再喝冰的，乖。麒麟悻悻的放下饮料，回到桌前坐下，气鼓鼓的吃了一大口饭。知道了知道了，我现在不喝。那你先吃饭，我估计晚上7点多左右到家。麒麟点头，我下午去学校找一下江教授好了，我写了点东西，整理一下就去拿给他看看。许琛叮嘱道，外面雨比较大，路上注意安全，有事给我打电话。麒麟挂断电话后忍不住嘟囔一句，我又不是3岁小孩会被风吹跑，再说我住的地方离学校这么近，有什么好注意的？可等他真正出了门，才知道许琛说的是对的。跟江教授讨论完之后，差不多到了下午6点半，大雨让整个天色都暗下来。麒麟走到学校大门的时候，裤脚已经全湿了。雨下的比他刚出门那会更大了，雨滴落到伞面，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他艰难的护着怀里的资料，撑着伞，尽力维持平衡。麒麟走几步就要调整一下姿势，他感觉自己的伞快要被大风刮飞，伞骨发出不堪重负的咯吱声。麒麟真的有点害怕他会就地报废掉，还是早点回去比较好。经过一个便利店的时候，他想了想，进去买了一把大伞。他看了天气预报，这雨几天内不会停，不知道许琛的伞结不结实，买一把备用。出门后，他看了眼时间，已经快7点了。许琛说他7点多到家，麒麟略一思忖，拐进了旁边那条小巷。上次他被跟踪报警之后，这里的摄像头明显多了起来，他有时候赶时间都是从这里走的，现在风大雨大，走这种小巷子比大马路上还要轻松很多，起码压着伞没那么费劲了。麒麟松了口气，看了眼湿哒哒的衣服，
加快了步子。等他再次经过一个拐角的时候，却突然听见了一阵隐约的塑料摩擦声。麒麟步子顿了顿，以为是有谁穿着雨衣也在走这条路，回头看了眼，却没有人。他眉头皱起，是雨声太大了，他出现幻觉了。即将再次绕路之后，麒麟余光向后瞥了一眼，墙边的路灯照在地面聚集的水洼上，反射出一个模糊的身影，拐角处也露出黑色雨衣的一角。看身形，对方比他高一点。直觉告诉麒麟，这个人就是上次跟踪他的那个。这么多天相安无事，他还以为那次的事情是他的幻觉。麒麟靠墙站立，想起许琛之前的叮嘱，飞快地拨打了报警电话，借着雨声的遮掩，简单扼要地说明了情况地点。刚挂断电话，就听到了愈发近的脚步声。要是在以前，碍于从前被跟踪的阴影，麒麟根本就没胆量想着抓住这人，肯定第一时间就跑了。可现在的他丝毫不怯，这里不远处就是一家小餐馆，真要出什么事，他只要叫几声就会有人听到。而且他不想以后走这条路都提心吊胆，只要占据主动，他根本不会落于下风。麒麟眼神凝了凝，紧紧捏着新买的伞，在那人出现的一瞬间狠狠砸了下去。他故意避开了头部这种关键位置，坚硬的伞柄砸在了对方的肩头，那人顿时发出一声痛呼，连步子都踉跄了一下。麒麟听到这熟悉的声音，愣了愣，许州。穿着黑色雨衣的人吃痛的捂着肩膀，抬头露出那张憔悴惨白的脸，左脸红肿不堪，有一道小伤口好像发炎了，周围依稀还能看见手指印。要不是先听出了许州的声音，麒麟还真不一定能一下认出眼前的人。不过他依旧没有掉以轻心，抹了把脸上的雨水，冷声道：许州，你跟踪我。他为了方便使力，将之前打着的伞收了起来，此时只能借着旁边的屋檐勉强避雨，不过雨太大了，他还是被淋了个透彻。不过许州的状态明显比他糟糕多了，整个人似乎精神都有点恍惚。他看着麒麟，下意识想走近，可麒麟拿起手上的伞挡住他的去路。许州，上次在这里跟踪我的也是你吧？你想干什么？许州看着麒麟一脸防备，苦笑一声，上次我只是看你洗完澡从我哥房间出来，以为你们有什么，就没忍住想跟着你看看，没想到你那么敏锐发现了我。他现在才意识到，可能那时候两人就有了一点暧昧的关系，只是他盲目自信，觉得不可能。要是我当时能阻止就好了。许州喃喃道。麒麟看着许州在那里自说自话，估摸着警察到的时间，没贸然开口。许州见他沉默，说得更起劲了，我这次来找你，是想跟你说清楚，我跟于程程真的结束了，你跟我在一起好不好？我是真的爱你。他想到什么，痛苦的揪了揪头发，其实早在我交女朋友后，你对我冷淡的反应，我就该意识到我对你的感情，可我觉得有女朋友也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还是能像以前那样。他没想到这样却让两人愈走愈远。麒麟，你再给我个机会，我保证会对你好的，求你。许州的姿态无比卑微，之前的傲然完全跌落在尘埃里，整个人颓废又痛苦。麒麟将这一切看在眼里，脸上却没有多余的表情。他等许州说完，淡淡回了一句：许州，你走投无路了吗？许州的状态很差，脸上都是伤，额角的那个伤口最为严重，像是都没来得及去做任何处理，走路的姿势也很奇怪，一瘸一拐的，刚刚被他雨伞砸了一下，差点摔到地上，此时扶着墙才能稳住身形。这样的许州对他没有半分威胁。许州看着麒麟一脸漠然，咬了咬牙，你是真的狠心，我自认没做过什么伤害你的事，一直努力顺着你的意，你却连做朋友的机会都不留给我。许州，在我知道你对许晨做的事后，我们就注定在对立面。麒麟语气很冷，还有，你也别装得这么深情，你现在来找我，有别的目的吧？麒麟唇角扯出一抹嘲讽的笑，怎么，于程程彻底拒绝了你的复合？你这副样子没有骗到他，就来找我了。不然许州不可能拖着身上的伤不去治，就是为了博取同情。他知道于家对于许州的重要性，
现在失去于程程的支持，许州在许瀚海面前也不好过。最后没法，只能来找他碰碰运气。你是不是还指望我从许琛这里帮你拿到点什么，好让你们翻身？等麒麟说完，许州脸上的深情彻底消失，他垂在身侧的手握紧，看向麒麟的眼里带上了一丝怨恨。所以你是真的不给我半分机会，对吗？麒麟见许州被戳破心思，不再跟他装，嗤笑道：我为什么要给你机会？我珍珠不要去捡玉木。许琛比你好千倍万倍，我不可能跟他分开，你别费心思了。许州听着麒麟的讽刺以及对许琛毫无保留的维护，咬牙切齿道：你还真被许琛给收买的彻底。他又恼又怒，可他也知道以自己现在的状态，硬碰硬讨不了任何好处。想到什么，突然诡异的笑了一声，就算许琛对你也是别有用心，你也不在乎吗？你不用想挑拨离间。麒麟脸色冷了下来，我不会听你的胡话。许州瞧他表情一下变了，唇角的笑容愈发的大。麒麟，你是真的爱上他了呀？以我哥那个冷心冷情的性子，你觉得他为什么会看上你？他估计早就察觉到了我对你的心思，故意跟你暧昧来刺激我。瞧，他现在不就达成所愿了？我被你们刺激的口不择言，在于程程面前说出了那些话，让于家跟我们的关系彻底破裂，反倒成了仇人。麒麟，你觉得这其中最大的获利者是谁？最后这句话让麒麟整个人僵在原地，他努力忽略心底异样的感觉，听着隐约传来的纷乱脚步声，没说话。许州看着在雨中站得笔直的人，啧啧一声，我要是许琛，我也不会放弃这个彻底翻盘的机会。他现在估计跟余威在洽谈合作，可真是打的一副好算盘。现在想想，我的确比不上他，能将你骗得团团转，让你甘心沦落为他的棋子而不自知。够了！麒麟打断他，许州，你以为这些小把戏能起到什么作用吗？我已经报警了，剩下的话你跟警察说去。许州脸上满是无所谓的笑，随便你，我只是看你太可怜了，好心提醒你一下。他看着麒麟惨白的脸，语气颇有些同情。麒麟，你别自己骗自己了，我知道你跟家里人闹掰了，将许琛当做了依靠，可他根本不会重新给你一个家，他只是在利用你。哈哈，现在想想，你比我可怜多了，真惨呐！麒麟。警察赶到后，将状似疯癫的许州带走，小巷里安静下来，只剩下连绵不绝的雨声。麒麟在雨里站了一会，擦了擦脸上的水，拿起地上的伞回去了。许州说的不对，他有家。等许琛从公司回来，打开门，却看见室内一片昏暗，客厅的窗帘被人拉上，只从缝里透出一丝微光，可由于暴雨，外面的天色也很暗，根本起不到什么照明的作用。他动作顿了顿，下意识往卧室走去，他以为麒麟是在睡觉，可刚走一步，他就察觉出了不对。他猛地回头，隐约见门旁的角落蜷缩着一个身影，将自己缩成小小的一团，头身埋在臂弯之下，又是那种自我封闭式的姿态。对方察觉到了门口的响动，抬起了头，看出是他后，轻轻舒了一口气，没再蹲着，反而撑着门站直身子，像是主动打破身上的某种桎梏，朝他走了过来。许琛，欢迎回家。麒麟在许琛身前不远处站定，声音很哑，还带着一种易碎的脆弱感。借着微光，许琛发现麒麟身上的衣服有点奇怪，好像皱成了一团，没有正常衣服的那种形状，倒像是贴在了人身上。他还能闻到对方身上湿漉漉的水汽，冰凉潮湿。麒麟淋了雨，整个人湿透了，还傻傻的蹲在墙角，不去换衣服。许琛表情一下沉了下来，想都没想，将麒麟拦腰抱起，朝卧室走去。麒麟下意识搂住许琛的脖颈，对方的怀抱干燥温暖，让他忍不住往人怀里窝了窝。可下一刻，他想到什么，猛地挣扎起来，别抱我，我身上都是水，你放我下来，我自己走。可他刚想从许琛怀里跳下来，头顶就传来一声很沉的声音，你再动试试。声音带了一丝少有的凌厉，像是生生压着怒意。麒麟顿时不敢动了，肩膀抖了抖，跟个鹌鹑似的缩在许琛怀里，有些害怕的揪着他的衣领，没再说话。
许琛脚步顿了顿，抱着人的力道轻了些，不过依旧沉着脸将人抱进了浴室。开灯之后，冷白的灯光照在瓷砖上，折射出的光线让长时间待在黑暗中的麒麟下意识闭了闭眼。他感觉自己被很轻的放了下来，然后头顶罩上了一个干净的毛巾，在他发顶揉了揉。许琛现在才真正意识到麒麟现在的样子都多狼狈，原本宽松的 T 恤紧紧的贴在身上，皮肤都被泡得发白，平日圆润粉嫩的指尖都泛起了褶皱，甚至连头发都还在往下滴水。许琛擦了擦，发觉这样根本没用，转身调了下水温，看着乖乖坐在凳子上的人，嘴唇抿成一条直线，抬手。麒麟听着许琛冷淡的声音，心里委屈的不行，可却还是乖乖将手抬了起来。下一瞬，他湿透的上衣就被人脱了下来，麒麟甚至还没反应过来，裤腰又被人拉住了，自己来还是我帮你？许琛抱着人的时候就发现了，正夏天，麒麟整个人却跟从冰窖里捞出来似的，凉丝丝的，没有一点温度。现在给人洗个热水澡才是最迫切的事情。麒麟感受到腰间的手以及许琛不容商量的语气，眼眶顿时就红了。你别凶我，麒麟开口，声音却带着一点哭腔，说话都有点哽咽。他心里委屈又难过，心口发涩，死死咬着唇，像是下一刻就要哭出来。许琛看着深深低着头，却还是一直小力拉着自己衣摆的人，心底的那点气也没出发，最终化为一声叹息，还是将人抱进了怀里。没凶你，只是很心疼，怕你生病。先洗澡好不好？我帮你洗。许琛吻了吻他红透的眼尾，牵着他的手帮他脱掉湿淋淋的黑色长裤，然后打开淋浴头，控制好水量，淋在麒麟头上。温热的水流往下，麒麟有些呆愣的看着许琛，又低头看了眼仅剩的小短裤，后知后觉有些脸红。我可以自己来。他说完就想去接过许琛手里的淋浴头，可刚抬手，眼睛就被人捂住，闭眼，不然水会流进去。他乖乖闭上眼睛，眼前陷入黑暗，他也没办法再坚持自己洗澡。虽然羞赧，可手却诚实的放下了下来。许琛瞧着面前的人，脸上终于有了血色，尽管是羞的，也比之前的状态好上不少。他给人打上洗发露，在发间轻轻揉搓，白色的泡沫起来的很快，有些还不小心掉在了麒麟的肩头。他抬手抹掉，却见人身子抖了一下，有点痒。麒麟小声解释道。许琛见麒麟的状态放松下来，整个人被热水熏得都有点泛红。他握住麒麟的手，感觉温度回暖后，压在心头的大石才落了下来。他刚想抽回手，麒麟却反握住了他。许琛感受着手间的力道，指腹在他的手背上摩挲几下。头发洗好了，要不要去浴缸泡泡？他说完擦了擦麒麟眼睛周围的水，可以睁眼了。麒麟先小心的睁开一条缝，一下就看到了许琛湿透的衣袖，白色的衬衫被水溅湿，颜色深浅不一，隐约露出里面的轮廓。他想起自己现在的状态，一下又将眼睛闭上了。许琛瞧他羞红的耳朵，没说透，将人抱起来放进接好水的浴缸，泡一会，去寒气。他不知道麒麟到底这样维持了多久，要是不好好处理，很容易生病。洗完澡再吃点感冒药预防一下。麒麟听着耳边温柔的话，以及被热水包裹住的身子，唇角弯了弯，睁开眼，乖乖点了点头。好。许琛得空之后，抬手解开领口的扣子，松了口气后，捏了捏麒麟的脸，是今天下午被江教授骂了，心情不好。麒麟闻言，嘴角的弧度又降了下去，别过脸闷声道：不是。那是什么？许琛定定的看着他，捏住他的下巴，不让他躲避自己的视线。麒麟，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很多次，自己的身体最重要？结果我下班回来就看到你衣服湿透了还不换，是想生病吗？麒麟身子本来就不好，他好不容易将人调理回来一点，就看到麒麟这样近乎自虐的行为，他是真的很生气。麒麟讷讷解释道：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没注意到，下次不会了。许琛感受着对方瞬间低落的情绪，又心疼又无奈。我不是怪你，我只是想让你爱惜自己的身体，你要是生病了，我会很担心。他说完，
俯身在麒麟的嘴角吻了吻，别委屈了。麒麟感受到熟悉的气息，下意识追上去，碰了碰，又很快就退开，还小心的看了他一眼。许琛看着他这一副想亲又不敢的样子，手扶在他的脑后，主动俯身凑近，感受着对方略微不安的情绪，他的手陷进对方的发，轻轻摩挲，像是安抚。怀里本来僵硬的身子很快就软了下来，抬手搂着他的脖颈，顺从又依恋的回应他的亲吻。许琛感受着对方逐渐平稳的情绪，松开他的唇，看着怀里人湿漉漉的眼，哄道：“我不生气了，你也不要不开心了，好不好？”说完，抬手擦了擦麒麟的唇，动作温柔。麒麟乖乖点头，他感觉自己所有的负面情绪都被这个吻给安抚，他能感受到许琛对他的疼惜和爱意，有这些就够了。那你要不要告诉我今天发生了什么？不想说也没关系。许琛道。麒麟闻言，抓着他的手明显紧了紧。就在许琛以为他不会说的时候，麒麟却直起身子，紧紧的抱住了他，轻声道：“你抱着我，我就说。”浴缸因为多了一个人，水瞬间漫出去很多。麒麟感受着身后毫无阻隔的温热怀抱，只觉得整个人都安定下来。他将头靠在许琛肩上，闭上眼，将之前发生的事告诉了他。许琛听完后，忍不住将怀里的人抱紧，想解释，可他还没说完，嘴就被人捂住。麒麟转过身，定定的看着许琛：“我相信你。”他的确因为许州的话有些乱了心神，可在见到许琛的那一刻，他就选择了相信，没有理由。麒麟看着面前的人，一点点从眉眼一路往下，最后落在薄薄的唇上。据说唇薄的人大多无情，可麒麟知道许琛不是。这个男人此时眼里都是他，眉宇间全是温柔和怜惜，他能感受到对方的心意。麒麟低头在他的唇上轻轻蹭了蹭，很软，带着温热的体温。他没再犹豫，捧着许琛的脸又吻了上去。两人的位置不知不觉转换，麒麟被抵在一角，背靠着光滑冰凉的浴缸壁，有些个人，不过背后很快就多了一只手，帮他缓冲了压力。锁骨处的那颗小痣被咬得发红，许琛对他的喜爱在这一刻显露无遗。麒麟脚趾蜷起，手想抓住什么，可缸壁太滑了，根本不能借力，水面荡起一阵阵涟漪。只不过水温渐亮，许琛将怀里的人抱出来，擦干净后将人放到了床上，给人套上睡衣睡裤。许琛看着麒麟依旧红透的耳垂，没忍住咬了一口，轻声道：“真乖。不过有件事情我还是要解释一下。”许琛摸了摸麒麟半干的发，许州说的我的确想到过。他的确在见到麒麟的第一眼就知道了许州对他的心思，甚至连严浩都建议他利用麒麟来破坏许州跟于程程的感情，可是他没同意。当时他给自己找的借口是觉得麒麟只是一个无辜的大学生，不能将他牵扯进来。现在想想，他都觉得这理由可笑，自己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善良了？他迎着麒麟懵懂的眼，在里面看见了自己的倒影，眉目间带着以往从未有过的温柔。我懂我当初为什么拒绝了，可能在看到你的那一刻，我就动心了。于是，在麒麟故意来撩他的时候，感到了愤怒。他以为麒麟跟许州之间有什么，那时候他就吃醋了，只是自己却丝毫不知，以至于在后来一步步沦陷的越来越深。麒麟愣愣的看着许琛，明白许琛在说什么后，心口又涩又胀，他没忍住，一口咬在了许琛肩头。对方身子一下紧绷了，可半晌后又刻意放松下来，好像纵着麒麟让他咬。许琛揉了揉他的发，低声笑道：“咬我做什么？”麒麟听到这话，松开了嘴，看着对方肩头的牙印，又凑上去亲了一下。我也不知道，就是想咬。那你要是听到我接下来说的话，希望你能咬轻点。麒麟怔了怔，下意识抬头看向许琛，他好像猜到了许琛接下来要说什么，可又怕是自己想错了。许琛扶着麒麟的后颈，轻轻捏了捏：“你知道我昨晚为什么跟你说出国的事吗？不是出国旅游吗？”麒麟回道：“可是想到什么？”心下一咯噔，不可置信的看向许琛。许琛瞧他这眼神，
无奈道：“现在想清楚了。”笨蛋，我是想带你出国结婚。他勾起麒麟的手，在他的无名指处轻轻揉了揉。我本来没打算现在说的，太不正式了。没有求婚，没有戒指，在这间小小的不甚明亮的卧室，他就将话说了出来。可是他觉得麒麟需要，没有什么比结婚更能带给人安全感的了。所以，你愿意跟我结婚吗？许琛问。可他没想到，他刚说完，麒麟情绪一下决堤，眼眶顿时红了，眼泪啪的掉了下来，落在深色的床单上，瞬间阴湿了一块。许琛一下慌了，他抬手想去擦，可麒麟猛地抱着他的脖颈，呜咽道：“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跟你结婚。”许琛感受到颈间滚烫的泪越落越多，忍不住拍了拍他的背，安抚道：“刚刚没哭，怎么现在就哭了？”“我没哭。”麒麟声音带着哭腔，可却不愿意承认自己因为对方几句话哭鼻子这种事。只不过他眼泪就跟不要钱似的往下掉，怎么都止不住。他没想到许琛连这种事都计划好了。结婚，他想都不敢想，可是许琛却觉得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还要等他毕业。麒麟只觉得眼前越来越模糊，他刚伸手擦了擦，就被人扳着肩膀转了过来，眼尾多了一抹微热的触感，动作温柔。许琛感受着嘴边的咸湿，哑声道：“别哭了。”可他说完，麒麟眼泪掉得更凶了，哭得一抖一抖的。他叹了口气，听着对方含混的呜咽，将他的唇堵住，撬开他的牙关，重重吻了上去。这一下麒麟的确没有心思哭了，闭着眼，颊边的泪痕湿漉漉的，说不出的可怜，手却下意识的攀上许琛的肩，仰着头跟他接吻。不知过了多久，许琛松开怀里的人时，两人的呼吸都有些不稳。麒麟眼里氤氲着浓浓的水汽，不知道是哭的还是被亲的。许琛抱着怀里的人，感受着对方不安分的手，闷笑一声：“做什么？刚刚不是还哭呢？我那是高兴的，跟现在的事不冲突。”麒麟将头埋在对方的脖颈，小声反驳，最后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不继续了吗？”许琛意会，手往下，可麒麟像是料到了，躲开，不要这样。许琛，这次你也没喝酒。麒麟声音越说越小，是不是可以了？这也算是结婚前必要的事项。许琛听到麒麟近乎邀约的话，忍不住将人又抱紧了些。你想好了吗？麒麟脸瞬间红了，半晌还是点头，将脸埋在许琛的颈项。床头柜里有买好的东西，从许琛住进来的第一天就买了，只是他没想到直到现在才用上。不过现在正好。塑料袋被撕开，囫囵的扔在一边，而许琛亲手替麒麟穿好的衣服也被自己一点点褪掉。许琛顺手将旁边的灯关掉，室内顿时陷入一片昏暗，只能听见外面的雷雨声，雨大拍打在窗户上，声音嘈杂，跟室内的声音混合在一起，听不分明。麒麟脚趾蜷缩起来，有些难挨的踢了踢腿，可下一瞬脚就被人抓住，别动。许琛的声音有点含混，可却让麒麟忍不住的向后缩，但一样却被人顾得很紧，动弹不得。卧室的窗帘还没来得及关，一道闪电划过，照亮了室内的情况。麒麟往下看了一眼，就慌忙的别过头，不敢再看。闪电之后就是随之而来的轰鸣声，麒麟被这声音吓得一下软了身子，可片刻后就被人拥入怀抱，怕打雷。麒麟哼哼一声，没说话。可很快他的唇上就phủ上了一根手指，带着诗意，按了按，为什么不回答我的话？麒麟尝到了什么，面色爆红，可听着许琛话里的紧绷，还是很乖的吃了一点，只是刚刚雷声太大了，我没反应过来，不然不会这么快。许琛感受着麒麟下意识直起了身子，像是为了佐证他这句话的真实性，没忍住俯身吻了吻他的嘴角。这一次味道比手上的更浓，可麒麟还是下意识追着许琛跟人尽数分享。随后麒麟有点恍惚的想，他之前就知道许琛的手指很长，可他没想到还能用来做这样的事。几分钟后，他咬着许琛的另一只手，艰难道：“
好了，可以了。可之后他就知道不可以。他感觉整个人就像是从水里捞出来，汗涔涔的，可许琛却依旧紧紧抱着他，偶尔还会捏捏他后脖颈的软肉，跟他接吻，像是安抚。可麒麟这回却完全忘记了换气，心神都不在这上面。许琛咬了咬他的下唇，不是教过你？麒麟恍恍惚惚的，渐渐回过神，感受到什么，忍不住呜咽一声，咬在许琛的脖颈，满是咸湿的汗，可却让他抖得更厉害了。真的会疯。他呼了一口气，想退一点缓缓，却被人狠狠按了下去。不知道多少次，麒麟整个人浑浑噩噩的被人抱去浴室清洗。开始还用了准备的东西，可之后他自己觉得麻烦，不管不顾的坐了上去，导致现在全进去了，他却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只得由许琛来。麒麟被人抱着，感受着许琛的手，嘴里发出含混的音节，想退开，却没有半分力气，只能软在许琛的怀里，捶了捶他的肩，坏蛋。可他刚出声，对方就停了，他抬眼疑惑的看去，只见许琛眼底暗的可怕，这样洗不干净，泡一会。最后他背对着人，浴缸里的水不断溢出去，水面就跟外面的暴风雨一样不平静，震荡不堪，像是昭示着什么。明明是夏天，浴室里却升腾起隐隐的白雾，毕竟他们在里面待得太久了。麒麟忍不住求饶：许琛，你明天还要早起上班，我明天早上也有课。许琛缓了缓：我知道你明天上午都没课，小骗子。麒麟没想到许琛在这种情况下还将他的课表记得这么清楚，他刚刚的却是随口一说，没想到一下就被人戳穿了。可是我膝盖疼。麒麟声音可怜兮兮的。许琛闻言一顿，将人抱起来一看，膝盖果然磨红了。那点旖旎的心思顿时消散，许琛沉沉吸了口气，就准备将人抱出去，可刚走到门口，麒麟却在他耳边小声说了一句：最后一次还是可以的。中途放弃，两人都难受。麒麟指了指旁边的洗漱台，那里可能比较方便。镜子里雾气朦胧，隐约倒映出两人的身影。浴室的地面全是水，比两人平时淋浴的时候还要湿，水迹蜿蜒而下，有些流进洗漱台下的排水口，再往上是白生生的一截小腿，上面偶尔有一些淡红的指印，膝盖更是通红一片，在淡淡的水光下显得格外诱人。最后麒麟被人吃了个干净，他将头埋在许琛颈项，呼吸到现在还没平复下来，他真的被欺负得太狠了。饶是如此，他还是忍不住用最大的力气抱紧身前的人，声音带了一点哑，却软的不行。许琛，许琛，他们终于做到最后了，真的好满足。许琛指腹在他红透的眼尾蹭了蹭，我在。明天要是不舒服了告诉我。他还是没清理干净，麒麟不让他弄，说难受。没关系的。麒麟小声道，你专心工作。他知道自己要是真不舒服，许琛肯定会抛下工作来管他，可两人之间距离太远了，平白耽误时间。而且我又不是小孩，会照顾自己。许琛将他颊边汗湿的发拨开，温声道，没说你是小孩，是我想照顾我的男朋友，也想多陪陪他。我新找了个房子，那里去我公司会方便一点，不过要委屈你，上课可能会多走一点路。他刚说完，怀里的人就迫不及待仰头，一脸惊喜，要是住那里，你是不是每晚都会回来？许琛不由失笑，当然，换住处的目的就是这个。麒麟忍不住重重在他脸上亲了一口，那我要去。至于上课，我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最喜欢走路了。许琛听着怀里开始胡诌的小家伙，一时哑然，捏了捏他的脸，又在胡说。不过里面家具我都置办好了，随时可以搬进去。我知道你喜欢大的落地窗，喜欢在阳台看底下的景色，于是我买的是一个高层，正对面是一个人工湖，看夕阳很美，有空我带你去看看。麒麟重重点头，想到什么，鬼使神差问了一句，那里会是以后我们的家吗？许琛一下明白麒麟的意思，眼里盛满温柔，那是我们的家，有你在的地方就是家。翌日，外面暴风雨依旧，
雨水将树上的叶子洗得格外干净，泛着漂亮的青绿。风吹过时，上面的雨水簌簌落下，带着骤降的气温，给夏日带来了一丝清爽的味道。今天的雨势相较于昨天小了些，可风依旧很大，风混着雨拍打在紧闭的窗户上，发出不小的噪音，夹杂着室内低声的交谈，让床上的人从沉沉的梦中惊醒。麒麟只觉得眼皮格外的重，浑身上下都不舒服，呼出来的气很热。他费力的想睁开眼，额上却突然附上了一个冰凉的毛巾，略微降低了他身上的热。他迷蒙的睁开眼，看着床边的人，试探道：“许琛。”一开口，发现自己嗓子像是被沙子磨过，又哑又涩。许琛用手背碰了碰麒麟泛红的脸，温度明显比正常体温高很多。你发烧了，医生正在开药，你有哪里不舒服？麒麟还有点没反应过来，发烧了？许琛将他额上的毛巾翻了个面，眼底有着深深的自责，怪我没注意分寸。说好的要给人吃感冒药，不仅没吃，还将人折腾成这样。麒麟现在会生病，有一大半都是他的责任。麒麟就算脑子再不清醒，也明白许琛的意思了。他拉过许琛的手，在脸边蹭了蹭，软声道：“是我自己淋了雨，还没及时换衣服，怎么会是你的问题？”麒麟脸上还带着初醒的倦意，发丝凌乱，皮肤白皙，颊边泛着一抹病态的红，看向他的目光无比依恋，像是家养的小宠物，说不出的乖巧。而且我没有感觉到什么不舒服，就是有点热。他费力的坐起身，可刚撑起身子，就觉得某个地方有一阵无法言喻的酸痛，让他的动作霎时僵住。想到什么，麒麟脸更红了，有些无措的看着许琛。许琛立马扶着他的腰，将人搂在怀里，低声问：“不舒服？”也不是，麒麟也不知道怎么说那种感觉，只得支吾道：“腰有点酸，可是我想先去洗漱。”可他现在感觉下床之后就能直接栽地上去。许琛闻言就将人抱了起来，到洗漱台前，小心翼翼将人放下来，一手扶着他的腰，一手帮人挤好牙膏接好水，递到他面前：“我这样抱着你，不会那么费力。”麒麟瞧着什么都帮他做好的许琛，不由莞尔：“我又不是残疾了，这点事我可以自己来。”饶是这样说，他还是乖乖接过许琛手里的杯子和牙刷，低头洗漱。吐掉嘴里的泡沫后，麒麟抬头，不期然看到镜子里两人相拥的身影，脑海中闪过什么片段，顿时呛到：“嗨嗨！”许琛立马拍了拍他的背：“怎么刷牙还能呛到？”麒麟没回，飞快漱口，洗完脸后转身抱着许琛的脖颈，不敢再看镜子，瓮声道：“我好了。”许琛意识到什么，闷笑一声，揉了揉他的发，抱着人回了卧室。医生已经备好了药，在床头放了一个支架，正在挂点滴。麒麟没想到卧室还有其他人，下意识就想挣扎着从许琛怀里出来，可许琛惩罚性的低头在他唇上咬了一口：“动什么？摔了怎么办？”麒麟将脸埋在他脖颈间，小声道：“有人在，没事，他是我的熟人，不会说什么。”许琛解释道，可低头看到了麒麟颈间全是红印，鼓起的领口下方也能看到，背后、肩头，甚至连胳膊上也有，昭示着昨晚两人的放肆。他顿了顿，将人放到床上后，扯过一个薄毯盖在麒麟身上。麒麟也知道自己身上有多少印子，立马将自己掩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眼睛，颇有点不自在的看着床头的两人。“不是吧，许琛？这么大风大雨的把我叫过来，还藏着呢？”医生面上露出一抹调侃的笑：“不给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麒麟。”许琛也没犹豫，然后冲麒麟解释：“这是刘志。”麒麟下意识想起身给人打招呼，却被许琛一下按住了肩：“没事，你好好躺着。”刘志也没介意：“你是病号，没必要在意这么多，胳膊伸出来，我给你输液。”给人扎针的时候，他发现许琛还安抚性的摸了摸床上人的脸，动作间颇有些心疼，搞得他额角跳了跳。他被人着急忙慌的一个电话叫了过来，还以为许琛怎么了，没想到只是有人发烧，还嫌外面风大雨大，让他来当家庭医生，不光治病，还被喂了一嘴狗粮。
也真是够够的。他打完针后，跟许琛嘱咐道：“输完这3瓶后，烧就会退了。之后按照我留下来的药的用量，1天3次，应该没多大问题。还有，饮食要清淡，吃容易消化的食物，多喝水，对病人有好处。”刘志走后，麒麟看着旁边在认真看药物说明书的许琛，忍不住问道：“许琛，我是不是耽误你上班了？医生也说之后没什么大问题了，要不你去公司吧，剩下的我自己会来。”他也没烧到脑子不清醒，就有点乏力而已。许琛将药放好，拉开他身上的毯子，别盖了，透透气。你干嘛不回答我的话？麒麟见他避而不谈，就想伸手后去拉他，可一时忘了右手在输液，所幸许琛眼疾手快的按住了他。怎么这么喜欢乱动？许琛皱眉将他的手放回原位。你觉得你都发烧了，我还能自己去公司吗？麒麟或许自己都不知道现在这副样子多惹人心疼，走路都走不稳，他就算去公司也无心工作。在你完全退烧的这段时间，我会一直陪着你。麒麟听着许琛不容商量的语气，嘴唇嗫嚅几下，想说什么，可被许琛扫了一眼，就闭上了嘴，最后只弱弱说了一个哦，语气不情不愿，可眼睛里却满是笑意，像是占了什么大便宜。许琛瞧他一副偷着乐的小模样，忍不住捏了捏他的脸，给人倒了一杯温水，扶着他起来，先喝点水，你嗓子太哑了。麒麟坐起身，就着许琛的手喝了一口，温热的水下肚后，喉咙的确舒服了一点。乖，再喝一点。许琛还记得医生嘱咐的多喝水的话，又将杯口凑近麒麟。麒麟就这样被哄着，不知不觉将满满一杯水全喝完了。见许琛竟然还想去倒，立马躺了下去，不喝了。他一动都感觉自己肚子里的水在晃。许琛见他一脸抗拒，也没逼他。那饿不饿？要不要吃饭？好像昨天麒麟就没有吃晚饭，没什么胃口。麒麟病恹恹道：“按理来说他现在应该饿得不行，可或许是发烧的缘故，让他整个人昏昏沉沉，没有丝毫食欲。”许琛摸了摸他的肚子，果然瘪瘪的，要不是喝了水，可能都陷下去了。喝点粥好不好？我给你煮。许琛轻声哄道：“你应该还没喝过我煮的粥，不想尝尝吗？”麒麟顿时心动了，他抬眼看着许琛，心里无比纠结。饶是知道对方是故意拿这个诱惑他，他还是忍不住。麒麟，我没给人熬过粥。最后一句话彻底将麒麟最后那点抗拒击垮，他用左手小力的拉住许琛的衣摆，小声道：“吃，你不许用外卖忽悠我，我能尝出来的。”他知道许琛做出来的应该是什么味道。许琛低笑一声，揉了揉麒麟毛茸茸的发，我保证是自己亲手做的，你先睡一觉，等你睡醒就能吃饭了。他能看出麒麟明显精神不济，眉眼间都没了往日的鲜活，蔫蔫的，不光是生病，估计还有昨天两人折腾的太久了的缘故。麒麟听了许琛的话，听话地点点头，不过他先勾起周边的手机，给谢开宇发了个消息：下午的课帮我请个假，我有点发烧，之后再补假条，谢了。他发完就将手机静音放到一边，我让谢开宇他们帮我请个假，下午的课不去了。要是往日，可能他输完液还是会撑着身子去，可现在他觉得没必要，许琛都在家里陪他了，他才不要傻乎乎的去上课，之后看到老师的 PPT 复习一下就好。许琛瞧着床上乖乖看着他的小人，熟练的摸了摸他的头，你做的很对。得了夸奖的麒麟弯了弯眼，小声道：“那我睡觉了，有点累。”许琛看着很快沉入梦乡，呼吸清浅的人，俯身在他额头印下一吻，转身离开了卧室，去厨房给人熬粥。另一边 A 大男生寝室，常永义看着一边打电话的谢开宇，急得团团转。怎么样？小林子接电话了吗？今天风大雨大，下午的课很多人都迟到了，他们也是掐点到的，就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两人以为麒麟早就到了，等中途下课，谢开宇才注意到麒麟的消息，立马去老师面前给人请了假。幸亏麒麟在老师面前的印象很好，他们去说明情况之后，
老师表明之后补假条也行。这节课结束后，他跟常永义先回了宿舍，见麒麟一直没回消息，出于担心就给人打了电话，可没想到一直没人接。小林子不会在家里发高烧晕倒了吧？常永义都快急死了，这气温说降就降，以麒麟那小身板肯定容易中招，而且他什么事都喜欢忍着，也不知道吃药没有。谢开宇越听眉头皱得越紧，他也许是睡着了没听到。麒麟睡觉的时候喜欢将手机静音。不行，我还是担心。常永义在宿舍翻了翻，找出常备的感冒和发烧的药。今天天气不好，外卖很多也不送了，他可能药都买不到，我出门买点给他送过去，正好看看情况。谢开宇赞同的点头，学校药店肯定开着，你别拿我们宿舍的了，早就过期了。常永义嘶了一声，看了一眼，果然过期好几个月了，直接将要扔了，催着谢开宇套雨衣，那我们得快点，免得那里也关门了。两人风风火火去买了一堆药，记清楚医生说的用量后，着急忙慌的来到麒麟租住的小区。常永义将身上的雨衣拿下来抖了抖水，再将额上被雨打湿的发往后捋了捋。完了，小林子最爱干净，不会不让我们进门吧？他努力将水抖干净，却见谢开宇白了他一眼，敲响了门，可半天都没人应。常永义脑海中顿时浮现出无数个场景，麒麟脑子烧坏了，直接晕倒在了家里，无人问津，最后送去医药抢救，却因为不及时而烧成了个傻子。他越想越心慌，也顾不得甩雨衣上的水了，重重在门上拍了拍，下一刻就要扯着嗓子吼了，可眼前的门却突然开了，身形高大的许琛出现在他们面前，身上套着一个哆啦 A 梦的卡通围裙，配上许琛脸上此时冷淡的表情，不能说相配，只能说是格格不入。常永义本来积攒了气，准备将昏迷的麒麟叫醒，没想到看到了这一出，一下被呛到，剧烈的咳嗽起来，整张脸都被憋得通红，好不容易顺过来气，颤巍巍道：许哥，你在玩 spy。 相比于常永义的吃惊，谢开宇就显得淡定很多。许哥，听说麒麟发烧了，他还好吗？我们怕他买不到药，就送了点过来。许琛扫了眼两人手上几乎没沾上水的药袋，眉宇间的疏离散了些，让开门，先进来。他刚刚正在给麒麟换药水，上一瓶快输完了，他刚给人收拾好，就听见门外的敲门声，还越来越重，吵得睡梦中的麒麟一下蹙起了眉，还想拉被子将自己的脑袋盖住。许琛好不容易将人安抚好，将他的右手放到一个安全的位置，才过来开的门。常永义坐在沙发上，看着许琛跟主人似的给他们倒上水，忍不住左顾右盼。许大佬，麒麟呢？他在卧室。他还好吧？麒麟租住的这个地方并不大，也就一室一厅，外加一个厨房，一眼就看明白了。他正在输液，发烧的比较累。许琛解释道。常永义闻言松了口气，那就好，我还生怕他没人照顾，没想到他直接将你找过来了，哈哈哈！我还在门口的鞋柜看到了好几双皮鞋，大佬，你是准备打持久战吗？也太贴心了吧！他说完喝了口水，却见谢开宇一脸看傻子似的看他。谢开宇是真的没想到常永义能这么迟钝，都这个地步了，还笑呵呵的，什么都没发现。常永义被他看得一脸懵逼，谢开宇，你最近怎么总这样看我？不会是单身太久嫉妒我了吧？实在不行，我让韩寒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友介绍给你认识一下。可他说完，只得了谢开宇的一个白眼。许琛将两人之间的互动看得明白，不过他跟麒麟的关系，由麒麟亲自跟自己的朋友说比较好。谢开宇将两人买的药递给许琛，这是我跟常永义去药店买的，也不知道能不能用上。不过既然麒麟能在家里输液，就证明看过医生，这些药怎么用也能找到人问。许琛接过，劳烦。谢开宇点头，就想拽着常永义回去，可常永义不愿意，我还想去看看小林子的情况，你拉我干啥？麒麟现在明显状态不好，你还想让他招待你？谢开宇耐心跟他解释，这里有许哥在就好，不用我们操心。常永义一听就不乐意了，
什么啊？我也可以照顾小林子，他肯定还没吃饭呢。我还想着等会给他买点吃的送过来。在常永义心里，许琛只是过来走个过场，还不一定能有他细心。谢开宇还想劝，就听见卧室的门咔嗒一声打开了，三双眼睛不约而同的看了过去。许琛速度最快，大步走了过去，将人抱在怀里。怎么出来了？明明走路都走不稳，还拖着输液的支架出门。麒麟站着的确有点费劲，索性任凭自己被人揽着，将身上的重力都分摊到许琛身上，回答道：睡不着了。他其实在许琛给他换药的时候就有感觉了，最后客厅一直传来低声的谈话声，他越听越熟悉，就清醒了，然后找了几个创可贴，稍微掩饰了一下脖子和胳膊上的痕迹。许琛看了下麒麟身上差不多10几处的创可贴，不由莞尔，不过没说破，而是扶着人在沙发上坐下，还在他背后靠了一个软枕，正好粥也好了，等着吃饭。于是麒麟就坐在客厅，跟对面两人大眼瞪小眼。常永义看着他身上东一处西一处的创可贴，忍不住撸起袖子：操，麒麟你是不是跟人打架了？还被人打发烧了？告诉我，我给你报仇！谢开宇在一旁忍不住捂住了眼，不想再看常永义的蠢样。麒麟也被常永义的思路给惊讶到，其实他遮住只是为了怕两人看到尴尬，没觉得能瞒住什么，可他没想到常永义这都没看出来。我没跟人打架。麒麟想了想，觉得也是时机坦白了，我谈恋爱了。你们之前不是说要见见他吗？现在应该见到了。常永义下意识往卧室看去，想说什么，谢开宇却一下转过了他的头，让他看厨房。那里厨房有一个模糊的身影，还有粥的香味飘来，鲜香扑鼻。常永义脑子木木的，直到吃饭时看着前面许琛强硬的接过麒麟手里的勺子，以他手不方便为由喂人喝粥，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忍不住爆了一句粗口：卧槽卧槽卧槽！麒麟跟许大佬这两人在谈恋爱，这也太魔幻了。不对啊，上次玩游戏的不是一个萌妹子吗？常永义感觉自己眼珠子都快瞪出来。许琛为人又吃了一口，才解释道：那是我临时买的号，没来得及换头像和名字。麒麟将粥咽下去，抽空补了一句：你要是不信，我可以拿他的手机给你看看账号。常永义看了眼卑微的双颊鼓鼓的麒麟，又看了眼眉眼温柔的许琛，才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只是精神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有点恍惚。哦，好，行。这时门口的铃声响起：您好，您的外卖。许琛起身将东西拿了进来，放在了常永义跟谢开宇面前。之前说好了要一起吃顿饭，正好。常用看了眼包装袋上的 logo， 惊讶道：这么远他们还送吗？这是 A 市有名的一家餐厅，饭菜很绝，不过 A 大超过了配送范围，外卖根本送不到。他跟谢开宇有时候馋了，只能亲自去门店吃。更何况现在外面这么大的风雨，许琛怎么做到的？许琛看出了他的疑惑，解释道：加了点钱。在两人进门的时候他就下了单，现在来的正是时候。可口的饭菜让几人之间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特别是常永义，话一下就多了。难怪啊，我之前就发觉有点不对，没想到你们藏得这么深。他边说边吃了口鲜美的椒盐虾，不过挺好的，许哥你肯定能照顾好小林子。谢开宇也附和道：没错。麒麟见他们一点都不介意，悄悄松了口气，左手拿起一双筷子也想去夹虾，可刚抬手唇边就抵上了一勺粥，不能吃虾，他对你肠胃负担太大了。可我想吃。麒麟眼巴巴的看着对面吃得正欢的两人，只觉得这对他简直是种折磨。我就吃一个。许琛哪里没听出麒麟话里的央求，顿了顿，低声道：这个粥我熬了好久，是不好吃吗？他垂下眸子，将送到麒麟嘴边的粥收了回来。算了。麒麟一下就懵了，想都没想，抓过许琛的手，主动将勺子里的粥喝完，然后讨好的勾了勾他的手心：你做的粥当然好吃，我只是有点馋，
当然最喜欢的还是你做的，你看这一碗我都快吃完了。他说完，骄傲的将只剩下一个小底的碗推到许琛面前给他看。真棒。许琛用手背蹭了蹭他的脸，那等会再吃半碗。我也陪你吃一碗，正好吃完。麒麟闻言毫不犹豫点头，好。许琛做的粥当然要全部吃完。最后麒麟哼哧哼哧的把最后半碗喝完，却见许琛又递过来什么东西，定睛一看，是一只被剥干净壳的虾肉。他愣愣抬眼，却见许琛将虾肉喂给了他，拿纸巾给他擦了擦嘴，奖励。本来吃得欢的常永义跟谢开宇，怎么觉得面前的饭菜突然就不香了？常永义和谢开宇吃完饭就急匆匆的走了。这回常永义不知道为何一点都不想多逗留，甚至是扯着谢开宇走的，像是生怕再晚一点会看见些其他的东西。麒麟还没来得及说话，两人就套上雨衣，火急火燎的溜了。他本来还想送到楼下，许琛拦住了他，瞎跑什么？忘了自己还在发烧。麒麟现在已经输完了液，手上还缠着绷带，脸上的红也还没完全退下去，一副病恹恹的样子。许琛怎么可耐让他出门？不是，我想送送他们。麒麟急声道。谢开宇两人冒着暴风雨来给他送药，就这样放人走了，挺不好的。他刚想坐起身，却又被人一把按了回去。许琛屈指弹了弹他的额头，外面刮风下雨的，你出去干嘛？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来。乖乖在家里等我。许琛说完，揉了一把麒麟的发，就出了门。谢开宇跟常永义两人正在等电梯，看到许琛出来了，惊讶道：许哥你怎么来了？送送你们。常永义闻言摆摆手，哪这么麻烦，你回去照顾小林子吧，他看上去挺累的。麒麟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事，还一直强撑着跟他们说话聊天，风轻云淡的，可眼底下的黑眼圈以及脸上的疲惫还是不经意间露了出来，明显还是不太舒服。他们也没好意思再待下去。许琛跟着他们进了电梯，没事，就几步路。三人在电梯里一时无言，最后还是常永义憋不出先开了口：我有件事情想问很久了。谢开宇闻言心下一紧，这呆子可别作妖，他下意识就想将话题岔开，还没来得及开口，就听常永义迅速说出下一句：许大佬，你真的是第一次玩摇？也太厉害了吧，有啥诀窍教教我？他无语的扶住额头，觉得自己还是高估了常永义的脑子。许琛看着下降的楼层数，解释道：麒麟说那个盾快没了，自己跳下来，然后有大了往他身上跑就行。这么简单？常永义有点不信，我就是这样玩的，怎么没你这么厉害？在麒麟嘎嘎乱杀的局里， MVP 竟然是许琛玩的摇。许琛想到什么，唇角勾了勾，麒麟还教我残血直接跑，不用管他。虽然他一般都没听，可麒麟还是耐将他护下来，在队友没注意的时候还会悄悄给他送人头。常永义恍然大悟，我就说都怪我平时太无私，该跑的时候就得跑。谢开宇看着常永义兴奋的表情，无奈又好笑，行了，把雨衣穿好，准备走了。他说完朝许琛开口：许哥你别送了，外面雨大，小心把你衣服弄湿了。许琛跟两人并排往外走，我送到小区门口。常永义觉得没啥，可谢开宇却感受到了对方隐隐不同的态度。自从麒麟在他们面前跟许琛公开后，他感觉许琛对他们的冷淡少了很多，像是也把他们化为了自己人。没想到表面傲然冷漠的许琛还有这么一面。他不由想起在楼上麒麟被人捧在手心里哄的模样，也不由笑了笑，冲许琛真诚道：许哥，谢谢你这么照顾麒麟。除了他们，麒麟其实一直都是一个人，他们尽力想让麒麟认识更多的朋友，带着他一起玩，可麒麟总是在一旁看着，除非他们强硬将人拉过来，不然他就只是一个旁观者。不过麒麟最后就算参与了，也跟其他人不会产生多大的交集和感情。麒麟像是主动将自己封闭起来，甚至跟他们在一起也不会表现得多亲近，他还是第一次见向来独立的麒麟这么依赖一个人。而许琛也愿意纵着麒麟，
真的挺好的。许琛闻言步子顿了顿，转眼看向两人，沉默片刻，还是开了口：应该是我谢谢你们才对。谢谢两人从始至终都愿意接受麒麟。在麒麟公开性向后，两人除了惊讶再没有其他情绪，这肯定让麒麟大大松了一口气。谢开宇眼里划过一抹了然，这没什么，麒麟是我们永远的朋友，也祝你们幸福。他说完后就戴上雨衣的帽子走进雨里。常永义还有点纳闷，不知道他们在打什么哑谜，就见谢开宇竟然抛下自己先走了，先忙追过去，哎等等。他边追边朝许琛摆了摆手，许哥再见，下次有空一起打游戏。许琛将人送走后上楼，一进门就看到麒麟趴在阳台边缘朝外看，雨水将窗户上蒙上一层雾气，麒麟还特地伸手擦干净，生怕错过什么似的。等他走近将人抱进怀里，麒麟还吓了一跳，看到是他后呼了口气，你怎么都没声呢？还不是你看得太入迷。许琛调整好姿势，让麒麟站得不那么费劲，别看了，都走了。麒麟点头，他看着两个穿着雨衣的人走远的，想到什么，他脸上的笑意怎么都止不住，转身搂着许琛的脖颈，开口道：许琛，他们一点都不介意我们谈恋爱。麒麟其实也做好准备，两人会排斥同性恋的可能，可没想到他们接受的这么快，特别是常永义，只是惊讶而已，看他的眼神还是一如既往，没有半分异样。许琛勾了勾唇，他们还说祝我们幸福。真的？麒麟眼睛亮了亮，肯定是谢开宇说的吧。常永义那家伙就知道自己嗨。许琛没有反驳，只是抬手摸了摸他的脸，感觉温度已经降下去了，还有什么不舒服吗？麒麟摇头，只是头还有点晕，不过我能感觉到已经退烧了。输完那几瓶药之后，他精神都好了很多。我看看手。许琛将他的右手拉起来，看着上面的纱布，时间差不多了，我撕开了。之前拔针头的时候，麒麟的手好像有点出血。麒麟闻言下意识的缩回手，别了吧，放着也不碍事。许琛看着下意识退后一步，将手背在身后的人，不由失笑，这有什么怕的？刚刚他拔针的时候，麒麟明明面不改色，还能跟常永义他们聊天来着，难道是装的？麒麟一看许琛的表情就知道他在想什么，有点恼，我只是打针比较少而已，我之前发烧都不打针的。许琛愣了愣，不打针？发烧的话只吃药很容易反复，大部分人都是去输液，好得快。而且麒麟一看也不是身体底子好的人，这么大了都没打过针吗？对啊。麒麟点头，吃药就好，程程就过去了，一个人去医院好麻烦的。他不喜欢那股消毒水的味道，也不喜欢一个人在医院输液，看着别人都有人陪，衬得他格外孤独。许琛眼神复杂，心疼的揉了揉他的脑袋，我知道我男朋友很厉害，不过以后生病了还是去看医生比较好，我陪你去，你不会是一个人。麒麟想象了一下那个场景，好像也不坏，点点头，行。不过他刚放松心神，右手就被人抓住了。许琛捏了捏他的指节，不过这个输液贴还是要撕掉，贴久了撕开的时候更痛。麒麟还是有点不情愿，想再挣扎一下，后颈处却突然浮上一只手，压着他，在他唇角吻了吻，放心，我轻点撕，不会碰到伤口。麒麟抿了抿唇，小声嘟囔了一句，骗人。许琛有点无奈，捏了捏他后颈的软肉，低声道，抬头。麒麟猛猛的抬眼，却见许琛俯身吻了下来。麒麟感受着近在咫尺的呼吸，只觉得头更晕了。他右手被人抓住，只能用抬起左手抓住许琛的衣摆，仰着头，闭着眼，乖乖回应这个突如其来的吻。许琛很温柔，让他完全沉溺在这个缠绵的吻中。等人退开，他还下意识想追上去，却听许琛低低笑了一声，我是不是没骗你？麒麟还有点没反应过来，余光却瞥见了许琛手上的输液贴。麒麟愣住，这之前玩意不是贴在他手背上吗？等他抬手看，
发现自己手背上干干净净，只能依稀看见被粘过的痕迹以及一个小小的针孔。许琛什么时候撕的？他竟然完全没感觉。许琛看着怀里一脸懵逼的人，忍不住抬手蹭了蹭他唇边的水渍。好了，还要吃点药才行。等麒麟吃完药，嘴里含着一个大白兔奶糖，靠在沙发上，看着一旁拿出电脑的人，问他是不是要工作了。许琛点头，处理点事。麒麟乖乖让出旁边的位置，等许琛坐过来后，将头枕在他的腿上看手机。正好我也看一眼今天下午老师上课的 PPT。外面风雨依旧，室内却静谧又温馨。米色的沙发上，许琛坐在一头，专心看着电脑，手指飞快的在键盘上敲击，声音清晰悦耳，成功的吸引了他腿上人的注意力。麒麟看了眼 PPT， 心里就有数了。他本来想巩固一下知识点，可却听见旁边的键盘声噼里啪啦，忍不住侧眼看去，一下就瞧见了许琛的手，白皙修长，在深色键盘的映衬下格外好看。不知怎么，麒麟脑子里突然想起某个场景，对方将手按在他的唇上，用力，指尖下陷，像是故意让他尝到某个味道。麒麟的脸瞬间爆红，不敢再看，侧身埋在许琛怀里，脚忍不住踢了踢脚底的抱枕，没控制好力道，枕头一下掉下了沙发。许琛听见响动，瞧见地上的枕头，再低头看了眼埋在他怀里的人，问道：怎么了？不舒服？他抽手摸了摸麒麟的额头，温度是正常的。没，我挺好的。麒麟闷声说道。许琛不经意间看见他红透的耳朵，目光凝了凝，将怀里的脸扒拉出来，果然很红。来测个体温。他觉得自己刚刚感觉的一点都不准。麒麟看着许琛严阵以待的架势，哭笑不得，也不好意思开口，只得乖乖测了一次体温。许琛看着体温计上显示的数字，皱眉道：没烧。他看着又将脸埋在他怀里的人，后知后觉意识到什么，一时哑然，用力揉了揉他的发，胡闹。可说完，腰上就被人掐了一下。麒麟小声道：都怪你，故意诱惑他。是，怪我。许琛笑着应下，不经意间看到他身上贴的创可贴，抬手在他脖颈处碰了碰，别贴这个了，闷，这样痕迹更不容易消。麒麟点头，坐起身子就开始将身上的创可贴撕下来，不过脖子后面有些看不到，于是他朝许琛背过身：你帮帮我。许琛比麒麟高半个头，此时对方背对着他，低着头，脖颈线条流畅，皮肤白皙，就算有创可贴，依旧能看到边缘处盖不住的红色吻痕，跟周围的皮肤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前方宽松的 T 恤跌出一大块，许琛余光不经意间看到了衣领下方的痕迹，比脖颈处更多更深。他喉结滚了滚，逼着自己别过目光，抬手帮麒麟将颈后的创可贴都撕掉。好了。麒麟闻言松了口气，笑道：怎么这么久？还离我这么近，痒死了。许琛温热的呼吸扑在他的颈项，又痒又麻，他好几次想缩回脖子，又忍住了。他偏头还想说什么，却一下撞进许琛漆黑的眼，他敏感的捕捉到里面暗藏的汹涌，很熟悉，让他心跳一下就快了。他忍不住凑近，吻了吻许琛紧绷的下颚，小声道：忍着干嘛？的确不用忍。许琛扶着麒麟的后脑，将人压向自己，不用于阳台时的安抚，这次的吻带了一丝掠夺，让麒麟忍不住紧紧拽着他的领口，像是即将溺水的人抓住唯一的浮木。他刚刚还吃了糖，甜味在彼此口中蔓延，变得越来越淡，直至完全被人咽下去，只剩下彼此的气息。麒麟被放开的时候，忍不住大口的喘着气，许琛同样好过不到哪里去。麒麟感觉自己后脑的手摩挲的力度越来越大，抱着他的手像是要将他揉进骨子里。许琛，麒麟软软的叫了他一声。有些事真的食髓知味。许琛身子僵了僵，怀里的人脸色泛红，眼角眉梢氤氲着一层若有若无的水汽，看向他的眼神更是乖得不行，仿佛只要他愿意，什么都可以。不行。许琛知道他的意思，可麒麟现在的身体不允许。
早上还在喊着不舒服，走路都不方便，还发着烧，怎么能胡来？他将人抱进卧室，放到床上，看着随之勾过来搭着他脖子的麒麟，无奈道：别闹，你好好睡一觉，药效也快发挥了。上面的说明书明明说了吃完药会觉得困，怎么麒麟反倒这么精神？我去洗把脸。麒麟于是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许琛将他按回床上，自己抽身而去。许琛洗了个冷水脸，感觉清醒不少，可出来就看到床上的小人一脸怨念的看向自己，他去哪，麒麟的视线就跟到哪。他本来想着在旁边的办公桌上再处理一会工作，被这样盯着也没办法，只能抱着电脑上了床，在麒麟身边坐下。果然，他刚坐好，腰上就缠上了一双手，麒麟侧身紧紧抱着他，闷闷道：这还差不多。许琛哪里听不出他话里的不满，忍不住捏了捏他的脸，小馋猫。不过等你病好才行。昨天胡来了一次，就将人折腾成这样，麒麟贪欢，不在乎自己的身体，他可不行，会心疼。麒麟听着他不容商量的语气，也知道没戏，小声哦了一声：我肯定很快就能好。许琛将他颊边的发顺到耳后，温声道：乖，再睡一会。可能是身边的气息太过让人安心，加上药效发挥，麒麟很快就沉入了梦乡。许琛听着耳边清浅的呼吸，也静下心来工作。他今天没有去公司，可跟余家的合作依旧照常进行。他在周日已经将许瀚海手下那个项目的人几乎全数调了过来。许瀚海的这个项目正式易主。经过这件事，半个月后的股东大会，他必将是最后的赢家。将堆积的事情交代清楚后，孙秘书给他打了个电话。他想起交给孙秘书的事，将腰间的手轻轻拨开放好，去了阳台。许总，我去派出所问了，许州因为涉嫌2次跟踪麒麟，被判了1天的拘留，今天就能出来了。孙秘书此时就在警察局门口。还有，你吩咐的资料我也带齐了。他其实很疑惑，许琛为什么千方百计将许州的证件资料弄过来，是为了干嘛？许琛点头，看了眼外面渐小的雨势，回道：我等会过来。他挂掉电话后，回到卧室，捏了捏麒麟的脸，醒醒。麒麟模模糊糊的醒来，下意识抱住许琛的手蹭了蹭，含混道：怎么了？许琛见他眼睛都没睁开，浓密的睫毛扑棱扑棱的，忍不住用指尖点了点：我出去办点事，很快回来。麒麟这次清醒了点，费力睁开眼：需要我陪你去吗？他说完就想起身，可却被人按了回去：不用，我就跟你说一声，怕你睡醒找不到我。许琛俯身吻了吻麒麟的额头：你继续睡，我保证在你睡前我就回来了。麒麟放下心来，小声道：好。许琛瞧他乖巧的样子，眉眼间满是温柔，抬手将他身上的薄毯盖好，就起身离开。出门后，他看着窗外的雨幕，脸色一点点冷了下来。同样的事，他不会允许再发生第2次。另一边，许州一脸晦气的出了警察局，闻了闻身上快馊掉的味道，一阵恶心。他没想到上次跟踪麒麟也被监控拍到了模糊的身影，这次一下将他抓个正着，就将他关了1天。他还以为最多是罚款加批评教育。许州表情阴鸷，下雨天在这里想拦一辆车都拦不到，暗道一声倒霉，就又走远了些。可刚过一个转角，就被人捂着嘴拖进了旁边的小巷。饶是他用力挣扎，对方却像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根本没有给他发声的机会。不知道走了多久，光线越来越昏暗，箱子里阴暗逼仄，雨水沿着他的脸往下滑，模糊了他的视线。可他却看到路的尽头的2个人，其中一人身形挺拔，气质出众，他化成灰都认得。相比于许州的狼狈，许琛整个人干净清爽。旁边的孙秘书给人打着伞，没让人淋到一点雨。许州被人双手反剪在身后，动弹不得，只能恶狠狠地看着许琛：你想干什么？绑架我吗？这是违法的。许琛听到这话，挑了挑眉：许州，你有什么被我绑架的价值？
许瀚海不早就放弃你了？你现在估计连许家都回不去了吧？许州被许琛说的哑口无言。他现在的确无家可归，他只要哄不好于程程，许瀚海就不会放他进家门。可是昨天他冒雨在许家前面跪下，也只是被人打了出来，连于程程的面都没见到。于威是铁了心要让自己的女儿跟他划清界限，还要为他出气。许州看着气势萎靡下去的许州，淡声道：许州，之前我就警告过你。对方不但不听，甚至胆子大到去麒麟面前挑拨离间。许州闻言瑟缩了一下，抬头一脸惊惧：你想干什么？他现在完全受制于人，要是许琛真的对他做什么，他根本就没办法反抗。许琛看他害怕的样子，嗤笑一声：放心，我不做违法的事。他可没必要为了许州这条贱命搭上自己。许州，你是不是很羡慕我？许琛突然说了这么一句，不对，用嫉妒更为恰当。嫉妒他的身份，嫉妒他的才能，甚至嫉妒麒麟真正爱上的人是自己。许州闻言顿时剧烈挣扎起来，想要维护自己仅剩的那点自尊。他咬牙道：你胡说！饶是他用了最大的力气，可反驳的话依旧苍白无力。许琛勾了勾唇：我给你个机会，让你体验一下我以前的生活。在国外身无分文，仅仅在一个学校挂名，不得不靠着自己挣钱养活自己，这日子我觉得你会喜欢的。他就是这样一步步变成了现在的样子，也因为那些经历有了现在的手段。可许州会不会直接在国外沦落街头，成为乞丐？许琛是笑着说的，可眼里却没有丝毫温度，甚至饶有兴趣的看着许州的反应。许州惊恐的瞪大眼：许琛，你不可以这样做，我不要出国。他就算没亲眼见过，也知道许琛那5年过的什么日子。许瀚海根本不可能好好照顾人，一个人背井离乡那么多年，想想他就要疯。我还是 A 大的学生，你不能这样做。许琛闻言扯了扯唇角：我当初也是 A 大的学生，不也去了？再说就你现在声名狼藉，没人管没人问的，就算消失了也不会有人发觉。许州傻了眼，许琛的话一下砸到了他的心口上。现在这世上真的没有一个人会在乎他的死活，他亲生母亲也是，只会依附于许瀚海。他出了这么大的事，他也从来没有出过面。许州越来越心慌，忍不住跪在他面前：哥，我知道错了，我不会再去找麒麟了，也不会给你们添乱，我只想好好读完大学之后找份工作，你放过我。许州涕泗横流，他是真的害怕，他不想去国外孤苦伶仃的生活，他没许琛有本事，也习惯了现在富足的生活，让他从零开始，还不如杀了他。可无论他怎么说，许琛也只是冷冷看着他，面上没有多余的情绪。之后更是将一个文件袋交给质顾他的人，淡淡交代道：看好他，今天就可以送走了。饶是雨再大，许州也看清了文件袋里的东西，是他全部的证件。他整个人一下颓废下来，跌在泥水里。一切都完了。许琛看着许州被人带走，孙秘书也跟着人走了，他独自撑着伞站在雨里，表情漠然。他好像想起太多过去的事了。整理好心情后，他抬手看了眼腕表上的时间，也该回家了。还有人在等他。麒麟睡得迷糊间，感觉旁边多了个人，气息依旧熟悉，可却带了一丝水汽，冰凉凉的，好像刚从外面回来。他下意识将人抱紧，主动将自己热乎乎的脸贴上他的，含混道：暖暖。许琛感受着往他怀里钻的温热身子，心彻底放松下来，眉宇间最后的那丝冷意也消散于虚无。他指尖蹭了蹭麒麟的脸，轻声回道：很暖和。雨下了整整1周才放晴，雨后的天格外的蓝，白云像棉花糖一样蓬松柔软，微风拂过，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是个搬家的好日子。麒麟看着搬家公司将他的物品一件件送到新家，人走后，箱子摆了整整一个客厅，有他的，也有许琛的。他特地让许琛也将自己的东西在今天送了过来，好一起整理。两人的东西混在一起，
莫名让麒麟心情很好。他眼睛弯了弯，拍照发给许琛。麒麟，看，这就是我今天的任务。后面跟了一个小猫挽起袖子干活的表情包。本来许琛是想着周末的时候两人一起收拾的，可麒麟见自己周五没课，也想早点搬到新家来，就做主将日期提前了一天。新家是一个3室1厅，一个专门的书房，一个储物间以及一个卧室，客厅外是一个巨大的落地窗，光线明亮，从阳台往外看，底下是一个巨大的人工湖，水质清澈，湖面折射着细碎的光，波光粼粼的，煞是好看。他将客厅沙发上的防尘罩拿了下来，这是他之前没买多久的那个沙发，他经常跟许琛窝在上面打闹，挺喜欢的。还有卧室那个小的单人沙发也带了过来。许琛好像很中意这个小沙发，每次睡前都喜欢抱着他坐在上面，有时候是给自己吹头发，有时候是跟他一起看书玩游戏。狭小的沙发让两人的距离挨得很近，紧紧相贴，彼此的体温相互传递，有种无法言喻的亲密感。麒麟唇角忍不住翘起，将上面的枕头摆正，就准备着手收拾箱子里的东西了。他动手前看了眼手机，发现许琛已经给他回消息了。许琛，弄不完的话我回来收拾，别太累。许琛，我今天会早点回来，带你去吃饭。麒麟眨了眨眼，回来的好。这几天晚上许琛都是在家里给他做好吃的，出去换换口味也挺好。反正明天周六许琛不上班，也不怕路上耽误时间。他回完消息后就开始整理东西。东西看起来多，其实收拾的并不费劲，两人都分好类，放得很整齐。麒麟也知道许琛的习惯，按照平日的布置一点点将新家填满就好。最后麒麟叠好两人的衣服，常用的挂在衣柜里，他的衣服都是休闲风，而许琛的大多是衬衫和西装，两者风格迥异，在一起却莫名和谐，像是两者天生就该在一起，少了谁都会变得不完整。麒麟将许琛的一个衬衫袖口整了整，就关上了衣柜的门。现在就差最后一项了，许琛的书房。许琛书房的东西是最多的，对方之前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在他公司附近的那个房间也是。麒麟记得其他的房都很空，只有书房塞得满满当当。麒麟无奈的摇了摇头，真是一个工作狂。他先将书放上书架，许琛将许家老宅那里的书全运到这里来了，有一列是经济学相关的著作，好多现在市面上都买不到。许琛说这些对自己之后在江教授手底下读研很有益处。是的，麒麟打算在江教授底下一直学下去，最后跟教授一样成为一个学者兼老师，这是他想要的未来。他仔细将这些书都记下来，心里盘算着什么时候列一个清单，有计划性的看完。不知不觉将书架整理完，还有一个箱子放着一堆小物件，有书桌上的摆件，最底下是一本厚厚的相册。麒麟眼睛一亮，将相册拿起来放在膝盖上，先给许琛发了个消息。麒麟，我看到了一本超厚的相册，都是你的照片对不对？麒麟，我能看吗？不能我就偷偷看。之后加了一个小猫蹲在地上等的表情包，看起来乖的不行。许琛看到麒麟的消息，唇角忍不住上扬。许琛，是我的照片和以前家里的一些合照，你想看就看。许琛，以后这些不用再问我，你自己做主。他的一切对麒麟都是敞开的。孙秘书本来在汇报工作，看见自家老板桌边的手机响了好几下，对方就抬手示意他停，自己去回消息去了。发完之后，刚刚冷冰冰的脸一下缓和很多，让孙秘书刚刚紧绷的心一下就落了下来。每次许总看到那位的消息，心情总会好上一阵，看来自己来的正是时候。另一边的麒麟在得到许琛的允许后，迫不及待翻开了相册，迎面来就是一个坐在玩具车上的小包子，眉眼间依稀能看出许琛的影子，板正又可爱，萌得他心都化了，让麒麟忍不住拿出手机拍了好几张照片。往后翻，小许琛也一点点长大，有时候照片里会出现一双手，纤细修长，应该是许琛的妈妈。许琛也说是家里的合照，怎么爸妈都没出镜的吗？麒麟脸上的笑渐渐收敛下来，他好像能猜到原因。
许氏正好是20多年前发展起来的，许琛父母应该忙于事业吧，没多少时间陪他。他看着许琛高中时期青涩的脸，忍不住伸出手指在他脸上点了点。没事，往后有他陪着。而且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他总感觉年轻时候的许琛让他莫名觉得眼熟，就像是他在哪里见过一样。可是他大学之前都没出过清水市，怎么可能跟远在 A 市的许琛见过面？他压下心底的疑惑，往后翻了一页，猝不及防看到了一张合照。这应该是许琛高中毕业的时候，对方一身规整干净的蓝白校服，旁边站着一个穿着干练的短发女性，看年纪应该是许琛的母亲。这一页只有这一张照片，麒麟手放在相册右下角，正准备翻页，却不经意间瞅见了那张脸。他的动作蓦然顿住，怔怔地看着许琛旁边的那个人，陌生却又熟悉。在清水市的陵园，他去祭奠了很多次。她是许琛的母亲，那当初他5年前遇见的那个人会是许琛吗？许氏办公楼，许琛刚开完一个会，回到办公室跟孙秘书交代接下来的事情，却见孙秘书欲言又止的看着他。他皱眉冷声道：有事就说，别吞吞吐吐的。孙秘书见他这语气，立马站直身子，快速说道：齐先生已经在楼下大厅等了您2小时了。他之前下楼拿东西的时候看见了，想着让麒麟上来，可对方说不用，说是怕影响他工作，就在这里等许琛下班。他看麒麟好像情绪不太对，想告诉自家老板，可没想到许琛开会开了这么久，都快到下班的点了才出来。他还想说什么，就见许琛飞速起身，消失在了办公室。麒麟戴着帽子和口罩，在楼下大厅的会客区域坐着，2个小时的时间足够让他将情绪整理好。当时他看清相册里的人的一瞬间，想也没想就直接来许琛公司了，明明还早。可他就是迫不及待想见许琛。到了之后，麒麟感受到里面的工作氛围，一下就冷静下来。许琛肯定在忙，他这样有点太任性，索性在楼下等，反正也不需要多久。按照许琛的习惯，肯定还会再加一会班才下来。他抬手揉了揉眼，却见视线里突然出现了一双鞋，是他早上帮许琛搭配的款式。他愣愣抬头，就看到许琛气息略有些不稳的问道：怎么了？麒麟不会没事突然来找他，眼睛还红彤彤的，像是哭过。麒麟实在没想到许琛会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有点无措，手还搭在眼睛上，忘了放下来。许琛眼神暗了暗，牵过他的手，往专用电梯处走去。下班时间门口人来人往的，麒麟下意识想把手挣开，可许琛牵得很紧，将他拉进了电梯。门刚合上，他就被人摘下帽子。许琛指腹拂过他红红的眼尾，问：谁欺负你了？之前麒麟不是还在家里收拾东西吗？麒麟听到这话，闷声道：我又不是小孩子来找你告状的。他说完后，不知怎么觉得有点委屈，抬手抱住许琛的腰，将脸埋在对方怀里。许琛低头看着怀里的人，麒麟抱得很用力，像是在拥着什么失而复得的珍贵宝物。电梯叮的一声开了，可许琛没动，反而将门合上，抬手摸了摸麒麟的发：怎么了？跟我说说。麒麟听着许琛温柔的语气，眼睛莫名有点酸。他又叫人报警了些，我看到你跟你妈妈的合照了。5年前我碰到的人就是你，对不对？将他带出阴暗的陵园，请他吃饭，给他夹娃娃，告诉他同性恋不是病的那个人，原来一直在他身边，他却一直不知情。麒麟感觉自己的眼前有点模糊，他抓起许琛的胳膊，重重咬了一口：你是不是早就认出我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可是他还是没舍得咬得多狠，只是松开人的时候，声音都带了哭腔。你都不知道我等了你多久，从那之后，每个寒暑假他都会按时回来，甚至节假日还会偷偷回清水市，想着碰到人的概率可能会大一些。这个习惯持续了整整5年，他才彻底放弃，最后等来了许琛。我其实大学之后完全可以寒暑假不回家的，可是我还是回去了，就是想着你可能会来，你明明说过回来找我的。许琛，你是个骗子。麒麟再也忍不住，眼泪啪嗒掉下来，
将许琛的衬衫都打湿了一片。许琛感受到胸前的泪意，立马解释：“我出国了，没有机会回来。”当时他跟麒麟见了一面，第二天就被人强硬送出了国，根本没有机会跟麒麟打声招呼。他抬起麒麟的脸，将麒麟的口罩摘下来，看着哭得鼻尖红红、上气不接下气的人，眼里满是心疼：“是我不好，你别哭。”麒麟哽了哽，泪眼朦胧的看着他：“你为什么不能回来？整整5年，许琛都没有回过家吗？”许琛顿了顿，缓声道：“许瀚海找理由把我的护照扣下来了。直到许州论文的事，再加上许瀚海可能觊觎他手里的股份，才将他放回了国。”麒麟的哭声一下止住，瞪大了眼：“什么？他还要不要脸了？”许琛看着小哭包都顾不上哭，反倒一脸愤然，强忍住嘴边的弧度，附和道：“他不要脸。”他伸手擦去麒麟脸上的泪，抵着他的额头，温声道：“对不起，我不知道你等了我这么久。”麒麟之前说的风轻云淡，他根本不知道，原来麒麟一直都在等他回来。麒麟吸了吸鼻子，感觉哭过之后心里好受多了，而且许琛也不是忘了跟他的约定，只是身不由己而已。那么多年一个人在国外，肯定很孤独吧？麒麟忍不住又将人抱住，小声道：“没事，我们现在在一起就好。”总归他还是等到了这个人。两人进了许琛的办公室，许琛的衣服被他哭湿了好几处，所幸办公室有备用的衬衫，让麒麟不至于一直红着脸看着自己的杰作。在里间的休息室，麒麟看着正在扣衬衫扣子的人，想到一件事，忍不住问道：“为什么你妈妈的墓碑上什么署名都没有？一般墓碑上都有自己直系亲属的名字，可许琛的妈妈上只有自己孤零零一人。”他知道当初那人应该是墓碑主人的儿子，可是上面竟然连名字都没留下，让他都不知道帮助自己的到底是谁。要不然他可能更早就能认出许琛。许琛听了这话，手间的动作顿了顿，不过很快恢复，平静道：“他不许我跟许瀚海的名字出现在上面。许瀚海出轨给他的打击太大了，连带着他这个同样姓许的儿子也遭到了嫌弃。”可他刚说完，腰间却圈上了一双手，麒麟从背后抱住了他，脸贴在他的背上，就这样也没说话。麒麟能从许琛话里听出隐隐的落寞，许琛表面越是淡然，他越是心疼。是他笨，非要好奇提这一茬。许琛转头看到麒麟眼眶果然又红了，无奈哄道：“都过去了，不许哭了。”他以前怎么没发现麒麟这么爱哭？麒麟狠狠揉了揉眼，哑声道：“我没哭，只是你这衬衫没穿好，戳到我眼睛了。”又在瞎说。许琛蹭了蹭他的眼尾：“去沙发那里等我一会，我将最后一点工作做完就带你去吃饭。”说完，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个大白兔奶糖，放到他手心：“乖乖等我。”麒麟坐在沙发上，嘴里是甜丝丝的奶糖，心情也不由变好。他看着许琛低头看文件签字，不知不觉就看入了神。他抬手将许琛的下半张脸遮住，还真的是一模一样。他当初怎么就没认出来？不就是没戴口罩？不过许琛也没认出来他吗？他那会头发很长，整个人沉默又阴郁，这几年过去，没认出来也正常。不对，麒麟想到什么，一下坐直身子，许琛肯定早就认出他来了。他还带着人去了陵园，去加了娃娃，可这人当时什么都没说。麒麟看着处理完工作站起身朝他走来的人，嘟囔道：“我觉得我刚刚被你糊弄过去了。”怎么了？许琛看着坐在沙发上气鼓鼓的看着他的人，习惯性的将人揽到怀里亲了一下。麒麟感受着唇边温软的触感，刚刚绷着的脸一下子垮掉，嘴角的弧度差点没压下去。别耍赖，我还在跟你算账。当初我带你去陵园的时候，你就认出我来了，对不对？你当时为什么不跟我说清楚？许琛没想到麒麟还能想起这一茬，我怕你觉得我变了。回国后，连严浩都经常念叨他变了一个人。许琛自己清楚，5年在国外的搓磨让他早就失了以往的温润开朗，变得心机深沉，
他都有点不认识现在的自己。可是麒麟听了他这话，纳闷的抬眼想了想，从口袋里拿出口罩给许琛戴上。定定看了几眼，再也忍不住唇边的笑意。什么吗？根本一模一样，眼神都没变。现在的许琛彻底跟记忆中的那个人重合在一起，往日模糊的眉眼也清晰起来，让麒麟忍不住捧着他的脸，隔着口罩在许琛的唇上印下一吻。在我心里，你永远都是许琛，只是许琛。许琛看着怀里笑容温软的人，不知怎么也勾起唇。我只是许琛，独属于你的许琛。下班后，两人上车，麒麟忍不住问：你刚刚在前台拿了什么？一下就放进口袋了，我都没看清。许琛先下楼去前台拿了点东西，他模糊看到像是一个小盒子，一个小玩意。许琛俯身将麒麟的安全带系上，还抓住了他准备去掏口袋的手。别闹，我要开车了。好吧。麒麟只得坐直身子，他也只是有点好奇罢了，总感觉许琛在瞒着他什么。路边景色飞速后退，麒麟看着许琛眼睁睁的开过他们的新家，往 A 大那边走，也没心思猜那个小盒子了，忍不住提醒道：你是不是记错了？我今天已经将东西都搬过去了，不住学校附近那个房子了。现在去也只能看到一个空荡荡的出租屋。之前不是说带你去吃饭？许琛看着路前方，解释道：现在带你去 A 大吃。麒麟得到许琛肯定的回答后，也没再说什么。他以为许琛是找到了大学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可许琛将人开进了东区，找个地方停车后，拉着他朝教职工宿舍走。麒麟看方向，是江教授住的那一栋。麒麟一下就停住了脚步。许琛瞧他一下就紧张起来的神色，揉了揉他的脑袋。老师很久之前就叫我们一起来他家里吃顿饭，我想现在是时候了。麒麟隐隐察觉到什么，可这感觉说不上来的奇怪，就像是两个一直以来偷偷摸摸的人，有一天突然要见家长。他忍不住抓住许琛的衣摆往后拉。真的要去吗？许琛听出他的不安，将他的手拢在手心，安抚道：没事的，老师他早就知道了。江教授到了这个位置，不知道见过多少人，两人之间的猫腻根本逃不过他的眼。最近给他打电话也隐隐说了这个意思，让两人一起来吃个饭。许琛拉着人往前走，解释道：师傅和师母这一辈子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没有孩子，不过每个他教过的学生，他都是当自己孩子对待的，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麒麟。两人敲响了教授家的门，里面立马响起了回应，是江夫人的声音。是不是小许跟小琪这俩孩子来了？你这个老头子别看电视了，去把人接进来，我忙着呢。江教授立马应了一声好。门应声而开，许琛将准备好的水果递上去。老师叨扰了。江教授皱眉道：来吃饭还带东西，也不嫌麻烦的。话虽这样说，他还是将人迎了进来，喜滋滋的抱着水果准备洗一盘，正好现在一起吃点，我们两口也吃不完。麒麟见状立马接过：老师我来。江教授都没来得及说什么，就见麒麟已经接过果篮，熟门熟路的去水池旁边了。许琛也进了厨房。师娘，有什么我能帮忙的？他看着这两孩子骂了一句，可眼里的笑意怎么都止不住。吃饭的时候，江夫人一直往麒麟的碗里夹菜，看看你这孩子瘦的，也不知道许琛这小子怎么照顾你的，多吃点。麒麟闻言，小心翼翼的看了眼江夫人，之间对方眼里只有心疼，一脸慈爱的看着他。他意识到什么，埋头大大吃了一口饭。许琛将麒麟的反应看在眼里，给他倒了一杯温水，解释道：之前下雨，麒麟发烧病了一场，胃口不好，就又瘦了点。我努力看能不能养回来，不行的话，只能多来老师和师母这里蹭饭了。江教授闻言瞪了他一眼：骗谁呢？我每次让麒麟来吃饭，他就说有约，要回去吃。你以为我不知道，就是你这小子把人叫走的？许琛立马告饶：老师我错了，下次我把麒麟留在这，
只要你们不介意再多一个我就成。江教授笑骂了一句：“你这小子！”他说完，想到什么，也给许琛夹了一筷子菜。你出国那段时间，我找过你，可是你爸瞒得很紧，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不过看你现在过得也不错，我就放下心来了。我跟你师母永远欢迎你们，这里也是你们的家。吃完饭，外面天色已经黑了。麒麟看着怀里被江教授夫妻两人塞满的新鲜青菜，老师是不是把他们家自己种的菜都给我们了？长辈给的，收着就好。许琛看着嘴角一直翘得高高的人，笑道：“很高兴。你今天吃了2碗饭，还是麒麟自己主动添的？”麒麟毫不犹豫点头：“当然，师父师母他们真的很好。”他想都没想过有一天会跟许琛一起跟2位长辈吃饭，而且对方丝毫不介意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且让他们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之前父母给他造成的阴影在许琛的安抚下渐渐消失，最后这一丝也被江教授夫妻两人的关怀抹去。就算是年纪大的长辈，对这种关系也不是绝对的排斥，他们会体谅孩子的想法，就算一时不理解，对孩子的爱却依旧存在。这让麒麟体会到了久违的亲情，心底一直缺失那一块被补足，他真的觉得很幸福。他是一个正常人，跟许琛是被承认并且祝福的，无论是朋友还是家人，对他们的态度从来没有变。麒麟一直以来的愿望只是希望被人接受而已，现在他做到了。他看着怀里满满当当的心意，眼睛弯了弯，将这些蔬菜往袋子里塞了塞，小心翼翼的，像是生怕折到哪根绿叶。许琛，这些菜我可以跟你一起做吗？好，我教你。许琛看出麒麟眼底的释然，也勾起唇，接过麒麟手里的东西放在一边的长椅上，然后伸手指腹蹭了蹭他的脸。都见过彼此的长辈了，接下来我要做另外一件事了。麒麟疑惑的抬头，却撞进了一双温柔的眼。他们此时站在一棵高大的榕树下，微风拂过，树叶发出细碎的声响，斑驳的光影落在许琛脸上，却掩不住对方眼底的情意。可能是因为他们长久的驻足，东区的小猫咪也发现了熟人，一只只聚集过来，柔顺的蹭着他们的裤脚。我正愁没有人见证。许琛低低笑了一声，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蓝色丝绒的小盒子，在麒麟面前展开，里面躺着2枚素戒。明明是低调大方的款式，可却在光线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明亮闪耀。许琛牵过麒麟的手，将其中1枚戴在了他手上，看着他无名指上的戒指，抵着他的额头，笑道：“套住了，以后就跑不掉了。”麒麟感受着手上略微冰凉的触感，感觉自己好像真的被套牢了，心满满胀胀的，像是泡在了蜜罐里，空气里都是甜丝丝的味道。他看着手上的戒指，唇角弯起。他是愿意的，他想跟这个人永远在一起。麒麟拿出另外一个戒指戴到许琛手上，拉住对方的衣领，往下在他的唇上亲了一下。你也别想跑，他们永远属于彼此。高大的树，微凉的风，交叠的绿叶，以及慵懒撒娇的猫，大抵是夏日最舒服的组合了。现在再加上你。